恒儿，你当年跟随吴神医，他对你好吗？吴先生对我很好，在那段不能走的日子里，他会把我背在背上走。虽然朴素些，但我没有挨饿受冻过。到了南山村，认识了苏家。我每年的衣服是赵氏和苏小玲亲手缝制的。我一直都过得很好。那可真是要好好的感谢苏家人了。这样吧，母后多给他们一些银两，再给苏家父母找个差事怎样？这样就算报答了他们对你的恩情了。母后这样安排，你看可以吗？皇后说完，抬眼看向周恒，她露出微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温柔。母后，是不是如此？苏家人就和我再无瓜葛。要说再无瓜葛也不是，毕竟你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你和苏家的孩子们也都是极好的友人，以后虽然不常见面，但也算有过一些交情。只要苏家人不杀人放火犯罪，他们一辈子都有好日子过。母后听说苏家有2个女儿，你放心，母后也会为他们寻一门好亲事。恒儿，你要明白，你对他并不是真正的喜欢，那只是你见的人太少了，所以才会懵懂之时认为那就是喜欢。你听母后的，那苏小玲不适合做你的妻子。母后当年为了救你煞费苦心，你可别辜负了母后的一番心意。皇后收起了笑意，看着周恒，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年她好不容易有机会救下的儿子，如今却不听她的话了，皇后根本就接受不了。记得以前你最听母后的话了，你是那么的孝顺，母后为了救你拼尽了一切。你现在回来了，还是跟以前一样，对不对？母后，我喜欢苏小玲，并不是因为见的女子太少了，而是她的品性、脾性都吸引着我。我清楚地认识自己内心是多么喜欢她。我要娶她，不是因为报恩。母后若是想要一枚极其听话的棋子，那恐怕母后要失望了。我要做什么，我心里都清楚得很。反而是母后，有些事情，母后现在停止还来得及。等我继位后，母后依然会是那尊贵的皇太后。你根本不是我的恒儿，我的恒儿才不会这样顶撞我。我的恒儿是最孝顺的孩子，你根本不是他。你到底是谁？母后，阿志那么听你的话，他从未伤害过你，恨过你。你又是怎么对他的呢？即便你对他做了那么多残忍的事情，他还是很相信你。一次次吃你给他准备的毒宴，一次次从鬼门关艰难回来，一次次的心伤，你是这么对他的。周恒的话语平静，却像是锋利的刀子，刺开皇后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母后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孩子？阿芝那样顺从你的，你也未曾对他好过半分，为何如今又要我顺从你？我不顺从，你是不是也不会对我好半分？母后可真是奇怪，当初对阿芝冷漠狠心的理所当然，怎么如今对我冷漠狠心起来也是理所当然？母后怕是忘记了，我和阿芝一胎同生，他是怎样的人，我便是怎样的人。他不得母后喜欢，我又怎会得母后喜欢？既然如此，那我们便都不要了。周恒起身就准备离开，这一桌子饭食他不会吃。母后不信他，他也做不到相信母后。既然是这样，那就谁都别勉强谁。不，母后是喜欢你的，你才是明君。他就是个魔鬼，他会和梦里一样化为恶魔把我吃掉，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母后，从小你便冷待阿志，原因竟只是因为一个梦吗？你一次次给他下毒，就只是因为一个可笑的梦吗？就因为曾经梦见过周芷化为恶鬼噬了他，他就对自己的亲生子
冷眼相待，恨不得他去死，便对他渴求母爱的眼神而不顾，一次次无数次对他以寒刀相向。皇后捏紧了手心，你懂什么？他3岁就能鞭打身边的宫女，若不是我及时拉着，他就能活活把人打死。他的眼神比毒蛇还恶毒。明智大师说的没错，他就是恶魔，是恶鬼，他就不该存活在这个世上。那个梦只是上天的警示，他心肠是何等的冷血，处处与我作对。当年若不是他拦着，你早就回宫了。我当初就不应该留下他。当年要不是他拖累了你，你怎会受这么严重的伤？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怎会把你送出宫去？你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现在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别来反抗我了。皇后说到最后，眼眶都泛红了。如若阿志是毒蛇，他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伤过你和魏家？母后，阿志不甘心的，从来都是你的态度，你明白吗？就算那批命是真的，谁又肯定我不是那个恶魔呢？周恒冷寒的眼神让皇后心口发沉，而周恒说完这句话，转身离去，再也没有停留。皇后怔了许久，才从混沌的思绪之中找回理智。这都是阴谋，这都是周至的阴谋。他最爱的孩子已经死了，死在了回京的路上。这个顶撞他、质问他的周恒是假的，所以他会为周至说话。对，就是这样。他不能让他得逞，他绝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取支笔来。一封信在夜幕降临之后，悄悄被送出了宫。外公啊，这段日子叨扰了。我们在郊外买了处宅子，明天我们一家人就要搬去新家了。你是个好孩子，绵绵跟着你，我放心。要无意外的话，以后常居荆州，空闲时候多来看看外公。以后即便我去了，你表哥表嫂还有孩子们，性子出得来就多走动，出不来也别勉强自己。谢谢外公。他的外公真的很好很好。绵绵，我和你表嫂都是很随和的人，家里随时欢迎你们一家人来，长住短住都可以。可一定要常来啊，就跟自己家一样。我也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妹妹，你看着我家这小子咋样？他比小鹿虽然是大了些，只要你们不嫌弃他年纪大，我倒是想来个亲上加亲呢。齐行之一下子就被口水呛到了，眼泪都呛咳出来。他娘哎，真是一语惊死人呢。齐行之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了一眼苏小璐，脸就开始涨红。小璐表妹长得灵动貌美，突然被提，苏小璐也是吓了一跳。天哪，救命啊！天哪，救命啊！怎么吃饭吃着吃着还乱点起了鸳鸯谱了呢？行之是个好孩子，哪里有人会嫌弃他？本来没有这个想法，但齐母一提，赵氏也觉得齐行之不错，是个好人选，一表人才的。不行。小璐，为什么我不行？我哪里不好了？3代以内是近亲啊，近亲婚配会生出先天残障的孩子，有的是傻子，有的没有手或者没有脚，有的五脏发育不全，这些都是记载在医书之上的。自古都喜欢亲上加亲，但为什么会往外通婚呢？为什么不一直在自己的宗族里亲上加亲呢？就是因为近亲不能婚配。苏小璐坚决地杜绝这个可能，用医学的解释让他们连这样的念头都不要存有。听完苏小璐的解释，大家都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啊。齐行之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咱们就当哥哥妹妹也挺好的。原来是这样，他心里那点还没起来的念头顿时就消了下去。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儿。我记得西街之前出现了一个双头娃娃，哎呀，他们爹娘就是表兄妹来着，而且后来生了个娃子，先天都少了一只手。当时大家还说呀，他们肯定是上辈子做尽了缺德事情，这辈子呀受到了报应了。
那个女子还承受不住打击自尽了。哎呀，现在想起来，只怕是因为这个近亲导致的，可惜了。咱们本来就是亲人，哪里需要结姻亲才亲？我说的对吧？其父轻咳一声，苏三郎和赵氏笑着点头，这个话题就此接过。吃完饭，苏小玲和苏小璐去收拾东西。你刚刚吓了我一跳，还真担心你解决不好。行之表弟人是不错，可他身体太弱了。小璐，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近亲真不能在一起吗？3代之内为近亲，不能婚配，即使是出了3代，婚配也不好，只是几率小了，并不代表不会出现。为了健康，都不要和任何亲人婚配。他可没有乱说，这些在后世可是经过科学研究的。遗传基因是很复杂的东西。我知道了。一家人收拾好了东西，齐老将军一家都出来相送。齐老将军让齐行之和齐行风送苏家人回家。2辆马车，苏家一家人的行李并不多，这么多的东西有很多都是齐家人准备的。他们的新家远离了繁华的京城，在京城边缘买下2处紧紧靠着的房子。齐行风笑呵呵的，到了。宅子翻新还是他盯着的呢，边上的门匾是苏三郎说的苏宅，推门进去就是一排青绿的小竹子。姑丈、姑母，你们喜欢吗？宅院景致的设计可是齐行之亲自执笔的。苏三郎和赵氏都温和地笑着点头，他们很喜欢。喜悦之情一直在心头萦绕着，这是他们的家，以后他们会在这里安定，他们会在这儿慢慢老去。行之、行风，姑母谢谢你们，你们回去慢些，路上小心。齐行风点点头，齐行之笑着说：姑母放心，等你们看个好日子，我们再来庆祝庆祝。赵氏和苏三郎点头。大表哥加油，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拿到剑了。齐行风很高兴，他很想说，但最后憋了半天，脸涨红了，只有2个字一定。他一定会拿到龟由亲自打造的好剑的。齐家2兄弟走后，赵氏和苏三郎就去厨房了。我去帮忙，晚上等着2哥回来吃饭。大哥，咱们要不练练？好啊，我们也好久没练了。兄妹2人取了剑来，没有更多的言语，提剑就过招。锋利的剑刃擦出火花，谁也不让谁。小璐，你又进步了。大哥，你也没退步啊。他经常背着苏虫偷偷苦练，就是想让他惊讶。他很努力，苏虫也不差，用实力证明努力比不过天赋。不过他能在大哥手里走过好几10招了。京城的晚霞真好看，不知道京城下的雪是不是也和家乡的一样好看？自然是一样美丽。圣旨到。屋外响起了一道尖细的嗓音，苏小璐和苏虫立马站了起来。圣旨，这是皇上才有资格下的。在厨房的苏三郎、赵氏和苏小玲都立马出来了。苏三郎、赵氏、苏小玲听令。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苏三郎、赵氏之女苏小玲今已18，才貌双全，恭谨端敏。皇后与朕公闻之甚悦，特赐婚于大皇子周恒，以正妃之位允其成婚。另则即日3书6礼，一切礼仪交由今礼部尚书孙阳新操办，则良辰完婚，布告天下，贤使闻之。钦此。苏氏，快接旨吧。民女苏氏接旨，叩谢圣恩。苏三郎和赵氏都高兴得红了眼眶，苏小璐也为苏小玲高兴，有圣旨赐婚，就是当下对婚姻最好的认定。皇恩浩荡，不是谁都有。圣旨接下来就是奴才奉皇后的口诏。苏氏听诏，本宫听旨赐婚。本宫特请苏小玲即刻进宫一见，不得推辞。苏小玲皱了皱眉头，苏三郎和赵氏一时也担忧起来。公公，能不能说说
皇后娘娘为什么要见我女儿？这个奴才就不知了，还请苏姑娘即刻跟奴才进宫一趟吧。天色也不早了，早点动身，没准儿还能赶回来吃晚饭呢。奴才也不知道为什么娘娘想见，许是娘娘只想看看苏姑娘呢。婚是皇上赐的，皇后还闹了一番呢，这在宫里都不是秘密。至于皇后为什么要见苏小玲，这不是他们奴才能管的事情，他们呢只负责传令。姐，我和你一起去。苏小璐开口，皇后这个时候传口谕要见苏小玲，任谁也知道没有什么好事。苏三郎和赵氏都皱眉，他们担忧却毫无办法，因为那人是皇后。爹娘，小璐，你们不用担心我，我自己可以的。我决定跟恒弟弟在一起，这些事情我总是要面对的。你们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公公有劳了。苏姑娘明理，苏姑娘请上马车。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相信我。他要和周恒在一起，将来还会面对更多的人。如果这些他都做不好，那他怎么和周恒一直走下去，白头到老呢？有些路注定只有自己才能走。苏小玲说完就松开手，上了马车。几个工人立马就赶着马车回宫了。我已经有点后悔了。看着马车背影，赵氏叹了口气。如果当年早点为苏小玲选一门普通人家、简单的人家，现在她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危险。小玲会没事的。苏小璐皱着眉头，她相信自己的姐姐，但心里还是难以放心。爹娘大哥，我去一趟冥王府，你们放心，我会把姐姐安全带回来。她要进宫，最简单的路子就是找周芷带她进宫。小璐，你路上小心。苏崇神色严肃，在这件事上他也帮不了什么忙。大哥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皇后不敢对姐姐怎么样的。圣旨刚下，皇后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傻事，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担心的是苏小玲应付不了皇后的阴暗，怕的是暗处着了道。看着苏小璐急匆匆离去，苏三郎和赵氏叹了口气。爹娘，咱们回屋吧。苏崇帮不上忙，但他可以把爹娘照顾好。苏小玲平静地坐在马车里，虽然她的内心也有担忧，但从家里到宫里这段路足够让她平静下来，冷静地对待见了皇后的事情。她没见过皇后，不了解她，但她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皇后可能不喜欢她，但绝不会明目张胆地对她动手，所以她只需要防着暗处的东西，中毒还是什么，她要一直警惕。到了宫门口，马车就不能进去了。苏姑娘，请下马车进宫吧。苏小玲从腰间解下钱袋，足足有10多两，用来收买人心可能不够，但用来探路是够了。苏小玲下了马车，把钱袋顺势放入公公手中。公公，我初来乍到，没有怎么见过皇后娘娘，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惹她不高兴，还望公公能提点我2句。那奴才就多谢苏姑娘赏了。皇后娘娘性子随和，姑娘温柔顺着点就没事了。多谢公公提点。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对她的帮助却是很大。苏姑娘，那就请进宫吧。收了银子，公公的态度好了许多。苏小玲给的这点东西倒不多，但她这个举动让人很舒服，这代表着苏小玲是个聪明灵活的人。到底是大皇子正妃，将来肯定还有接触。领着苏小玲到了正阳宫，公公才退下。苏小玲则是由正阳宫的宫女领着进去。皇后已经等候多时了。苏小玲举止温雅，从她一进殿，皇后就看出来了。苏小玲不卑不亢走近，然后俯身行礼：“民女苏小玲见过皇后娘娘，给娘娘请安。”皇后没开口，苏小玲就只能一直屈着腿。苏小玲神色平静，这点苦头她受得住，她曾经吃过的苦比这苦多了。过了有1刻钟，皇后才玩笑似的开口：“看我呀，看你看的都出神了，
倒忘记你还没起呢。坐吧，不必拘束。苏小玲点头，这才按照皇后指令坐了下来。你与恒儿也算是青梅竹马了，虽然你长他几岁，这也无妨。大一点便会疼人嘛。娘娘说的是。皇后看着苏小玲，觉得她没什么性子，低眉顺目，看着很好拿捏。她满意的笑了。小玲啊，你真是个温婉的女子，难怪恒儿如此喜欢你。可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份喜欢是错误的，有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苏小玲抬眸看向皇后，似有不解。你想一下，自古女子就比男子成熟的早，在心智上总是差了女子好几年。自古以来，人们对待姐姐也像是母亲一样尊重。自古以来，人们对待姐姐也像是母亲一样尊重。恒儿出生的早，我又不能够陪着她，你温柔懂事，经常陪伴，也是替我弥补了这些不足。皇后微微笑着，她就差直说周恒是把你当母亲这话了。苏小玲这么聪明，她怎么会听不明白？娘娘误会了，在我们不知道他身份时，我母亲和我兄长都拿他当家人一样看待。我哥哥有的他也有，我母亲记得他喜欢吃的所有东西。要说谁为娘娘弥补那些不足，我想应该是我母亲。苏小玲说话温吞温柔，却也向皇后说明了她和周恒之间不存在什么母子情。皇后皱着眉头，苏小玲温吞的反应让她如鲠在喉，是她看走眼了。本以为是个好拿捏的，没想到竟然是绵里针。那你的意思，你和我恒儿之间是相互爱慕之情，是男女之情？民女和大皇子从未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所以民女不明白娘娘的意思。她和周恒有了次婚，皇后这时候追究这些，无非是想要坏她名声，她怎么可能认？皇后只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让她非常的不痛快。好你个油嘴滑舌的东西，是本宫小看于你了。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身份，这满朝文武家中的千金小姐，哪个不比你强？要有你在这坐着正妃之位，你出身贫贱，琴棋书画样样不精，拿什么和别人比？你拿什么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你无才无德，不配做恒儿的正妃，你明白了吗？皇后娘娘，请恕民女不能从命。我与恒帝是圣旨赐婚，我也答应过恒帝要陪他一起走，直到我们都老去死去。所以民女不能答应娘娘的要求。你！皇后很生气，怒不可遏。为什么这些人一个个都敢忤逆她？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以为是谁都能与我作对吗？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那便等着看吧。苏小玲垂眸沉默，她知道和周恒在一起不轻松，这样的事情只是开始而已。她既然走出了这一步，就绝不会退缩。娘娘，明王来了。这时候，宫女从外进来，小声的禀报：“这个时候他来做什么？之前请他都不来。你可真是一个浪荡的女人呢！俩兄弟都被你迷惑了，我还没有把你怎样，他就进宫来了。皇后娘娘，我与明王并无往来，请娘娘自重。”你！皇后气得想杀人，一个民女竟然敢对她叫板，给她灌下去！皇后不再迟疑，一声令下，几个宫女立马就围拢着苏小玲，一人端着一碗汤药就要灌她。苏小玲不敢大意，她主动出击，狠狠推开近身的宫女就往外跑。不管这是什么东西，她都不能喝。皇后如此大胆，是苏小玲没想过的。她心里一阵后怕，皇后毕竟是皇后，她处决了她也有几百种办法脱身。抓住她！一个民女这样胆大包天，忤逆她，无视她，违抗她，绝不能留下她。苏小玲必须废！突然传来力气破空的声音，随着宫女软软的倒下去，皇后神色慌了，大喊一声：“来人啊！来人！有刺客！”苏小璐飞身而来，几掌打在宫女身上，她把姐姐护在身后。姐，没事吧？
小鹿，我没事。苏小玲惊魂未定，是她大意了。她以为防着暗处就好，没想到皇后会明着来，她想着都后怕。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杀了！小鹿看着疯魔的皇后，苏小玲心头一紧。母后，动火伤身。周芷的声音从外面响起，让皇后一怔。但下一秒，她眼里流露的是更疯狂的杀意。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周芷送上来，能要了他的命也好。母后，父皇和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母后还冷静不下来吗？霎时，皇后就觉得是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来。她恶狠狠地看着他们，如果眼神可以杀人，她早就把这几个该死的捅得千疮百孔了。周芷，我诅咒你不得善终，永远被人背弃，没有人要，没有人爱，死无葬身之地。母后恐怕不能如愿了。我也有封地，只要我安分守己，我有明王头衔，无论如何，我不会落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安分守己？你觉得你会吗？你骗得了皇上，你骗不了我。周芷，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一定会。周芷垂下眼眸，而这时从殿外传来疾步声音。周恒来了，他才回宫，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下，急匆匆地进殿。见苏小玲无事，心里才狠狠地松了口气。母后，我尊重你是我的母后，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一点都不会改变。但你不该动我在意的人。周恒神色冷沉，皇后把他心中那点最后的对他的情谊都毁掉了。母子之间隔着深深的沟壑，永远都消失不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你就是冒充我儿子的杂种！紧跟而来的皇上听到这话，顿时就沉下了脸。住口！你休要胡言乱语。恒儿就是真正的周恒，你心心念念魏家护着的那个才是假的。芷儿的谋划我早就知情，芷儿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你的眼里从来没有你的儿子，有的只是地位，魏家能否百年屹立不倒的权势。皇帝发了怒，他一次次想让周芷不要记仇，毕竟他生了他，但他一次次让人失望。不管哪个儿子，只要是起了疑心，那他就全都不信。他的眼里哪有孩子，有的只是金钱和地位，还有权势。来人呐！皇后失德，罚禁足正阳宫2个月，禁足期间不准任何人探望，没有朕的许可，不准踏出正阳宫一步。皇上，你被骗了，他是假的，是假的！闭嘴！到底谁被骗了？朕看得清楚。禁足期间，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这样的事情，朕不希望再发生了。如果你做不好这个皇后，朕相信有人能做好。皇上！皇后有些失神，再没有了气势。她心里无数苦楚翻涌上来，将她倾覆，让她痛苦不已。这种与全世界背道而驰的压抑和痛苦，让她感觉无比的窒息。回宫。皇帝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周恒和周芷相视一眼，什么也没说。苏小玲牵着苏小璐一起走出了正阳宫。踏出正阳宫之后，苏小玲松了口气，她明白了深宫里是何等的龙潭虎穴。阿志，如果换了你，你会怎么办？谁让你让他只身进宫了？她是你以后的妻子，你的正妻之位并不好做。当年我们的母后不也是亲自陷害了自己的好姐妹才当上皇后的吗？周恒到底是天真，这个时候还来问周芷应该怎么做。宫里步步危机，苏小玲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这就是最大的不妥之处。一旦出点问题，身边一个能为他抵挡的人都没有。我知道了。周恒心里发沉，他看着苏小玲，心里生出一股退却之意。苏小玲好似感受他的目光，抬眸看去，微微一笑。恒弟弟别担心，这样的事情下次不会发生了。周恒点头。到了宫门口，周恒就停下了脚步，看着周芷3人上了马车，他对周芷露出笑意。阿志，
谢谢。周芷很冷淡，只是收回手，放下了车帘子。在送苏小玲和苏小璐回去的路上，一路安静。苏小玲和苏小璐下了马车。苏大小姐，你应该亲自培养几个自己用得趁手的丫鬟，保重。金四对苏小璐笑了笑。苏姑娘再见。看着马车远离，这次是我大意了，我没想到皇后会要硬关。他对人性和权势的了解太少了。苏小璐认真地思考了周芷的话。姐，咱们的确是该买上几个丫鬟了。苏小玲要和周恒在一起，以后她会独自面对太多的危险，身边必须要有可以信任的人。姐知道，明儿我就跟娘去看一看。大门开了，苏崇看见姐妹两人，松了口气。你们回来了，没事吧？没事的。苏小玲笑了笑，她和苏小璐笑了笑，凭着姐妹两人的默契，苏小璐就知道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苏小玲不希望家里人担心，反正她也好好回来了，不说也罢。苏小璐心底有点发酸，她意识到今后她们兄弟姐妹之间这样的隐瞒会越来越多，将来只会报喜不报忧，除非真的是山穷水尽了。她垂眸，快步进家门。我看看二哥去。苏华衣服都还没换下来，刘子金也在，饭菜也没动。苏三郎和赵氏看见苏小玲、苏小璐平安回来，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回来了好，快坐下吃饭。回来了好，快坐下吃饭。饭菜温热正好，一家人谁也没有提宫里的事情，举杯畅饮。刘子金举杯。阿崇、阿华、小玲、小洛，还有三叔和婶婶，这段日子多谢你们照顾。明日我就要启程回家了，这酒就当道别酒了，我们有缘再相聚。这一路走来真的很艰难，当初若没有遇到赤诚的苏崇等人，只怕他早就魂断路途。这份恩情他永远铭记。子金，那你路上小心，婶婶也没有什么好送你的。听小璐说你的妻子要生孩子了，做了一些小衣裳送给你的孩子。多谢婶婶疼爱，子金替孩子收下了。子金，写信给我们。苏崇拍了拍刘子金肩膀。当然。吃好饭，洗漱之后休息。赵氏来了苏小玲和苏小璐的房间，看着姐妹两人还是同住一屋，赵氏神色温柔。不过想到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少，赵氏心里又有些伤感。娘，小玲，今天你见了皇后娘娘，她怎么样？好相处吗？她是皇后，一国之母，可到底她也是一个婆婆。所有的母亲都会担心自己的女儿会不会遭受婆家的嫌弃，赵氏也不例外。如果苏小玲嫁的是普通人，那她这个做娘的还能护一护她，可那是皇后，是权势名利的顶端。赵氏很忧愁，心里不好受。娘，你放心吧，皇后娘娘是个很随和的人，只要是安分守己，她不会为难我的。那就好，即便将来受了什么委屈，需要帮助，也别怕，爹娘会竭尽全力。再不济，还有你大哥、二哥和小璐。苏小玲重重的点头。对。赵氏笑意温柔，她想让女儿知道，她永远都不是一个人。苏小玲笑着点头，眼里有晶莹的泪花。赵氏轻轻抱了抱两个女儿，就起身回房了。赵氏走后，苏小玲呼出一口气。本以为长大以后不会让娘担心了，但还是让她担忧我了。姐，大娘总会知道的。皇后不喜欢周芷，群臣百官甚至百姓都知道，一个人的心偏倚了谁是看得清的。皇后现在不喜欢周恒，不信任周恒，那迟早也会被人知道。以后我会过得很好，我会平安无事，娘就会放心了。好了，别想太多了，快睡吧。对皇后呢，以后我会小心谨慎，对其他人也是。我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保全自己。苏小玲轻轻拍了拍苏小璐，她或许没有太聪明的手段，也应付不了那么多的阴谋暗算，
但他只要保全自己就好。人活着，一切才皆有可能。第二天一早，刘子金启程回家，苏崇、苏华送他出京，秦守成也应约而来，没有穿官服，见了苏小璐。苏姑娘，我来的是时候吗？刚刚好，那我们走吧。苏小玲对苏小璐点头微笑，示意她放心。苏小璐和秦守成一起上了马车。平安郡主的病是5岁时候开始发的，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没有这样的病，当年也是寻遍名医也得不到根治，平安郡主还是招了一位平民做夫君。因着这病，郡主性情忧郁，如今生下女儿也有这病，她也是为此愁白了头发呀。苏姑娘，你觉得这样的病怎样才能治好啊？秦太医，你为郡主做了那么多的药膏和香囊，你就没有想过将那些散发异味的汗囊割去吗？苏姑娘，这想过是想过，但是男女有别，老夫也有诸多不便呢。秦太医，那为什么不收一些女医呢？苏姑娘啊，这也是世俗对女子的偏见。愿意学医的女子很少，愿意一心一意研究医学的女子更是少之又少。那些家中俗事缠绕，让他们也分不出心来学医了。也是。车到了平安郡主府门，秦守成带着苏小璐下了马车，就看见从府门出来一位神色焦急的妇人，应该有20多岁，看着有些憔悴，精致的头发鬓角竟看见了不少白发。他一走近，一股浓烈的香味就刺激着苏小璐的鼻子，他顿时就打了几个喷嚏，而秦守成也没好到哪儿去，也是打了几个喷嚏。秦太医，苏姑娘，真是抱歉了。平安郡主带着歉意，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浓烈，会让人不适，但她做不到不擦香膏，因为不擦香膏，就连出来见人的勇气都没有。只有擦了香膏，她才能勉强的自欺欺人，告诉自己没关系。秦守成摆摆手，郡主啊，这位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苏姑娘，是程名古吴神医的徒弟。见过平安郡主。苏姑娘快请。即便看着苏小璐还是个小姑娘，她也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丝毫不敢怠慢。郡主，还请你先下去洗漱一番，不要擦任何带有香味的香膏或者香囊，我好给你做检查。不是把脉。把脉也要，但还要更细致的，我要看一下。平安郡主有些为难。郡主，我是大夫，你是我的病人，对我你就不用顾忌太多了。苏小璐知道要让平安郡主坦然接受是有些困难，她只有让自己的态度十分严谨，让平安郡主更相信她说的每句话。郡主，听大夫的。平安郡主抿紧唇，心里经过一番犹豫和挣扎之后，对苏小璐开口：苏大夫稍等。平安郡主出去了，有下人招待苏小璐和秦守成。下人泡茶之后，就去了外面候着。苏姑娘，你师父还好吗？说起来，我和他年纪也相差不大，中年时候啊，也有过一些交情。一别多年，也是几十年没见了。师父他很好，他四处云游，我也不知道他的踪迹。他性子如猴，想来也是没变。苏姑娘看着文静，真是让人难以相信，你们竟然是师徒啊！苏小璐笑了笑。此时，外面传来一道娇气的声音：“哟，听说郡主请了秦太医到府上，我特意前来请个平安脉看看。你们拦着我干什么？惊动了我肚子里的孩子，饶不了你们！”王姨娘息怒，只是郡主吩咐过，任何人不得打扰。滚开！我怀的是骏马爷的儿子，你们瞎了吗？我请太医给我把个平安脉而已，又不耽搁郡主的大事。王姨娘非常嚣张地推开了挡路的丫鬟，然后扶着腰就进正厅了。在屋内的秦守成和苏小璐都微微皱眉。妾是妖风长，实在是可恨呐。王姨娘扶着肚子进来，她面色红润。妾身见过秦太医，听闻您老到府，妾身就连忙过来，想请您老给看看，妾身肚里的孩儿可健康。老夫是受郡主之请，
而来为郡主看脉。妾身肚里的孩儿可健康？老夫是受郡主之请而来为郡主看脉，你不过是郡主府中的一个侍妾，老夫给你看脉，老夫颜面何存呢？你身份低贱，没有郡主尊贵，没有郡主之请，老夫不会给你看脉的。即便是郡主之请，老夫为太医院长老，你这样低贱的侍妾，老夫也不会亲自出手的。王姨娘脸上的笑意都僵在了脸上，脸色比哭还难看，明显是大受打击，一时间竟然失了言语，没有反驳。丫鬟们都默默垂头。王姨娘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秦太医让她想起来了，再怎么耀武扬威也掩盖不了她低贱的身份。是妾身逾越了，妾身告退。汹涌而来的羞耻之感让王姨娘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她嚣张而来，羞愧而去。王姨娘走后，郡主的几个丫鬟都笑出了声，显然秦太医做的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痛快。苏姑娘，刚才的事情你当如何呀？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在这就把他们全部解决掉。我要是不把他们解决掉，我保证我师父会先解决掉我。不错不错，就该这样。秦守成大笑，苏小璐看着文静，但脾气却一点不文静啊。秦太医，你有几个妾室呢？秦守成扑哧一声，然后摸了摸胡子，自豪地笑着说：老夫只有一妻。那你的妻子一定过得很幸福。夫人容易知足啊。他也容易知足，虽然也有人嘲笑他惧内，但他们又哪里知道京城多少女人羡慕他的夫人。平安郡主回来了，她歉意地笑了笑：抱歉让你们久等了。秦太医、苏大夫，刚才的事情实在是抱歉，让你们见笑了。无妨，老夫也没纵容他。郡主，请一步礼物吧。郡主对秦守成点了一下头，才和苏小璐一起进里屋去。他挥退了丫鬟，只有苏小璐和他的时候，他依然很紧张。郡主，脱去外衣吧。郡主，脱去外衣吧。苏小璐很平淡，她自己拿出了针带铺开，根本没去管郡主自我感觉的难堪。这个时候，他对郡主的关注越少，郡主越能放松。平安郡主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然后脱去了外衣，因为要检查，她今天穿的衣服就是齐胸的。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但胳膊上起的鸡皮还是出卖了她。把手臂举高。狐臭的气味浓烈，即便是平安郡主自己也皱起了眉头。她举高手臂，将腋下露出来。她干脆闭上了眼睛，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眼不见为净。苏小璐拿起一根银针：我给你扎一针看看，你别动。苏小璐将银针刺入穴位，1根、2根、3根、4根，然后是周平安的另一个腋下。她把另一边扎好，之前先下针的左腋下已经分泌出了浓烈恶臭的黄色油脂物。平安郡主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她声音有些沙哑：这是什么？这就是让你有这个病的根源。从现在的状况来看，你的情况比较严重，只是扎针吃药已经不行了。那怎么办？苏小璐开始取针，她用一块白布将针上的黄色油脂擦干净，然后放入一个小瓶子里，瓶子里装着的是烈酒。郡主，只有用刀子切开。郡主，只有用刀子切开，我将里面异常的部分取出来才能根治。我的病真能根治吗？我真的没有听错吗？她真怕自己是听错了，因为这个病没有人愿意娶她，她也不愿意随意就嫁了。以名利权势做嫁妆，选了一个驸马爷，也终究是错付了。以前是为了面子，现在为了女儿，不管那人做的多过分，她都忍了，只想着他在，女儿就有个爹。说1000道10000，都是她自身有着病，让她自卑，没有尊严，学会了委曲求全。可以根治，但你的情况比较严重，只吃药扎针是不行的，需要用刀子切开，将那一部分肉取出来才能根治。
能治好，能治好！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苏大夫，请你再给我女儿看看，她才2岁，先给她看好吗？她的都能治好，她的女儿也一定可以。好，将孩子抱来吧。苏小璐点头，治1个是治，治2个也是治。平安郡主穿好衣服，笑着出去叫丫鬟把女儿抱来。苏小璐就等着，没多久，孩子就被抱来了。2岁的小姑娘，白白嫩嫩的，看着非常的可爱，但走近了，身上那股臭味也让人皱眉。平安郡主哄着小姑娘，丫丫乖乖，听话不要动，娘一会儿给你糖吃哦。小丫头一听有糖吃，眼睛都亮了，乖乖的不挣扎也不动，很认真的说：“我要吃糖糖。”平安郡主眼里有着温和的笑意。那乖乖不动听话，娘就奖励你吃糖糖，好不好？苏小璐检查之后微微一笑，真棒。被表扬，小丫头羞涩一笑。郡主，她的情况还好，用药服就能好，可能服药也需要持续半年或者1年之久。平安郡主忍不住眼含泪花。没关系，1年2年我都能等，只要她能好就行。郡主，我的出诊费很高的，给你开刀和敷药至少要2000两银子。郡主若是同意的话，我就回家准备一下药材，7天后来为你开刀。我同意，只要能治好我和女儿，我同意。还请苏大夫救我们母女。苏大夫，你先坐一会儿，失陪一下，我很快回来。郡主说完这句话，就急匆匆的出去了。苏小璐也从屋里出来，秦守成还在喝茶，看见苏小璐就问道：“如何呀？”“能治，2000两。”“抱歉啊，失态了。”“还是小丫头好啊，心地善良。2000两对于郡主来说一点儿也不多。”苏小璐笑了笑，也不多说，她有她的打算。这世上的会有胡修兵困扰的，不止平安郡主。如果他们母女治好了，她用的药就有消处。平安郡主很快的就取了银票来，她带着笑意，脸上的表情依然很激动。“苏大夫，这是2000两。苏大夫，你家住在哪儿？我差人送你回去。”“谢谢，那有劳了。”苏小璐没拒绝，她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郡主啊，那老夫也告辞了。郡主有了好消息，可要传信给老夫说一声啊，也算是了却老夫一个心愿了。好。他亲自送秦守成和苏小璐出门。苏小璐上了马车，就听到了一个男生在急切地质问郡主：“郡主，你怎么能随意听信赤脚大夫呢？还预支了2000两，你这病哪里能治好？那大夫分明就是想骗钱呢。”“郡马爷逾越了，本郡主的钱想怎么花是本郡主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智慧。”郡主神色冷漠，挥手示意车夫可以走了。苏小璐从车帘小缝隙看见平安郡主冷艳的面容，不由失笑。想来郡主并不是没有脾气，而是因为太有脾气了，所以她才一直忍。当她的弱点不在，她就再不会让自己受委屈受气了。苏小璐路过药馆，下来买了一些药，车夫跟随她，眼睁睁看着她大把的把银票都花完了，嘴角抽了抽，真是心疼啊。苏小璐回了家，车夫就回郡主府了。把事情详细的说给平安郡主听。郡主，这位大夫买了很多药材，您给的诊费一文都不剩下，小人看了都心疼得紧。他看苏小璐穿着也不华丽，所以苏小璐大把花钱真的是让他很震撼。苏小璐不心疼，他都心疼了，现在想想还觉得心疼呢。他可真能花，不过这样也好，他给雅雅用的药也会是好药材。这样一想，他反倒是放心多了，心里对苏小璐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要他完全相信，除非苏小璐真的能治好他的病。郡主，管家来了。这时候，丫鬟进来滴滴回禀。平安郡主挥挥手，让车夫下去了。这么多年，他疏于管教，府里的下人都忘了谁才是郡主府的主子了。他也该整顿整顿郡主府了。老管事被叫上来，垂下头，拱手行礼，以此来掩住口鼻，避免自己闻见郡主身上那难闻的臭味。
管家，抬起头看着本郡主，怎么是本郡主仪容太丑，污了你一个奴才的眼吗？平安郡主声音冷厉，再无往日的温和，一声加重的奴才立见高低。管家意识到不对，心口一沉，立马跪了下去。郡主，老奴不知哪里做错，还望郡主念着老奴跟随多年的情分，饶了老奴吧。还望郡主念着老奴跟随多年的情分，饶了老奴吧。不知道哪里做错。管家将本郡主的行踪如数禀报给郡马爷的时候，可还记得你到底是谁的奴才？郡主息怒，老奴不敢不忠郡主，只是郡马爷关心郡主，老奴希望郡主和郡马爷百年好合，所以郡马爷问起，老奴不敢隐瞒。承认了错误，却也说明了缘由。那看来还是本郡主不识好歹了。不，都是老奴的错。他就是一个奴才，哪里敢责怪一个郡主啊？他也不懂，好端端的郡主为什么发火了？心里虽然纳闷，但他作为奴才是没有资格和主子叫板的，认错认罪，请求宽恕，心里也生出了懊悔。自从跟随平安郡主出嫁，平安郡主的性子温和，常年数月下都让他忘了分寸。管家知道错了就好。现在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把那些有异心的发卖出去，以儆效尤。这一点管家能做到吧？我看有些人已经很不顺眼了，我也算是清醒了。我越忍只会换来一些奴才忘记分寸，都快爬到我这个主子头上了，也该好好整顿整顿了，对吧？是，老奴领命。苏小璐回家之后，就拿着石臼开始磨药了。要为平安郡主开刀和她女儿敷药，得做很多药呢。开刀不难，后续恢复，平安郡主也要敷药才行。小璐啊，要不要爹帮忙啊？苏三郎过来问，家里人都出去了，就他没有事情，闲来无聊，心里空得很。苏小璐点点头，找了一把剪刀给苏三郎。爹帮我把这些剪碎了吧。好。苏三郎很高兴，拿着剪刀就帮忙剪。赵氏慌忙回来的时候，父女俩还在说笑。孩爹，孩爹！苏三郎听见，当即就起身朝外走去。苏小璐也停下来，跟随一起出去。赵氏忍着眼泪，直到扑到了苏三郎怀中这一刻，才崩溃地哭了出来。孩爹，小玲不见了！孩娘，你别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玲怎么会不见了呢？苏三郎心里也发慌，但还是冷静下来，把事情问清楚。我们去买菜来着，不知道从哪冲出来一伙人争抢东西，就把我们冲散了。不知道从哪冲出来一伙人争抢东西，就把我们冲散了。等他们不见的时候，女儿也不见了，我找不到她，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会是谁呀？苏三郎心里慌乱了，他不知道会是谁对苏小玲不利。爹娘，你们别急，不管是谁抓了姐姐，他们总得有个企图。暂时姐姐肯定是安全的，别急也别慌，你们去找曾外祖，请他们帮忙查一查，我去找一个人帮忙。好，我们这就过去。娘，你们在哪条街走散的？西门街。好，那我们事不宜迟，我先过去了。赵氏回来及时，他现在过去找一下，说不定能有点线索。苏小璐很快的出门了。西门街的菜市场依然有很多行人，苏小璐四处找了找，也没有找到可用的消息。他无奈只好先放弃这儿，去了明王府。他没想到会和周芷见面的这么频繁，昨夜才请他帮忙，现在又请他帮忙。周芷见到苏小璐，不等苏小璐开口，他就先贴心的问：小璐，出什么事情了？苏小璐也没扭捏，就把苏小玲失踪的事情说了。他觉得可能是皇后，因为皇后最可疑。周芷一下子就明白苏小璐的想法了。小璐，你先等我一下，我进宫一趟。是与不是，我试探一番就知晓了。我会派人从失踪的地方开始查探。你别急，小玲不会有事的。谢谢。苏小璐看着周芷，许多话语最终
都是这2个字。他对周芷的感谢，将来都会化为他竭尽全力保他性命来还他的恩情。周芷很快出府了，府里苏小璐认识的金六等人也都纷纷出去了。苏小璐也没闲着，跟随着金六一起出门查探，一路无话。到了西门街，几人就分开，从每一条小街道查过去。1个时辰快过去，齐行风、齐行之也过来了，还带了将军府的府兵。苏三郎和赵氏已经回家了，他们得在家等消息。苏崇、苏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家。一行人经过多番查找，最后才在离西门街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带有蒙汗药的帕子。京城如此之大，没有任何线索，不知道动机，想要找人真的很难。苏姑娘，主子应该回府了，或许他能带来什么消息。金六开口，其父、其母和齐老将军今天都出门了，还不知道消息。一起回到了明王府，周芷也正好回府，他脸色有些苍白。不是皇后，但是和他有关，应该是魏家预谋的。我已经让人去查了，魏家和什么人密探过，消息很快会传过来的。苏小璐拿出药瓶，倒出2粒药递给周芷，你气息紊乱，先缓一缓，急也不急这片刻。苏小璐不知道周芷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她成了周芷的好，这是事实。周芷身体本就不好，她也不是没良心的人。周芷神色温和，吃了药丸，一股清透舒适的感受在胸腔蔓延开来，驱散了胸腔的闷堵，让她气息也顺畅了。宁王爷，恕我直言，既然知道和魏家有关，那咱们这样等着，对小灵儿的安危也不太好。你和魏家交手多年，应该知道魏家的死穴。齐行之开口，齐行风憋红了脸。对。齐公子，如果你是魏家，你现在会怎么做？齐行之抿唇沉默。如果他是魏家，知道事情做了就瞒不住，被查出来就是迟早的。但明面上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把柄，同时还要让自己家中固若金汤，不会让自己的弱点露出来被抓住。如果想更快找到人，也不是没有办法。我已经将此事告知了大皇子，先看看他那边能不能有消息吧。周芷目光沉了沉，苏小玲出事，周恒也应该知道，他只能从皇后口中试探出一些消息，来确定此事和皇后有没有关系。真正可能让皇后开口的，说出更有用消息的，只有周恒。但这是一个赌局，且胜率只有1成。这个时候，他其实真的希望他能成功。而此时的皇宫里，周恒也见到了皇后，冷淡的行礼之后，皇后淡淡让他起来。从撕破脸，他就懒得给一点好脸了，带着冷漠和讥讽开口：哼，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们2兄弟都来探望我这母后。周恒直直地看着皇后，他跪了下去，哽咽地开口：母后，不要伤害小玲，求你了，你告诉我她在哪里。母后，你那宝贝心肝，你不是护得跟眼珠子似的吗？我哪知道她在哪儿？你那宝贝心肝，你不是护得跟眼珠子似的吗？我哪知道她在哪儿？别什么事都来找我，我要是那么有本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质问我？母后。周恒看着皇后，眼里露出决绝。他将袖中的匕首滑落在手中，一抬手就将匕首对准了自己的心脏，以此来威胁皇后。你做什么？你威胁我？皇后心里没了主张。周恒看着皇后，他嗓音里隐忍着痛苦。对，我在威胁母后。母后不是不相信我吗？母后不是想要我死吗？那我就如您的愿，我去死。你把苏小玲送回家好不好？苏家对儿臣有大恩，这么多年，母后不知道儿臣在怎样一个家庭长大，母后也没过问。今天，儿臣想和你说，苏三郎，一个很平凡的农夫，有2子2女。我去的那年，苏华和苏崇都还是傻子，智力呢，停留在3、4岁孩童。那时候
他们已经过了10岁了。那时候，他们已经过了10岁了。那时候的苏小璐还不是神医，她只是一个3岁的小姑娘。苏小玲9岁，她当他们所有人的姐姐，她有着世上最纯善的心。她用她所有的一切呵护她的哥哥和妹妹，却唯独忘了自己也只是个孩子。多了我一个，她也把我当弟弟照顾。那几个月里，我还不能走，是苏崇、苏华照顾我的起居。他们什么都不懂，但将我照顾得很好。我在乡间吃过田间长的一种茅草，树林的野抛，还有野果。苏三郎没有多大本事，但他温和宽厚。苏崇、苏华有的我也有。母后，即便是我有银子，真正的关爱也是银子买不来的，您知道吗？而现在，如果因为我，苏小玲要丢掉性命，那我真是天大的罪过。这皇位于我又有什么用？这天下，谁做皇帝都一样。我可以不要皇族，不要身份，但我不能不要苏小玲。母后的性子多疑，如外祖一样，我不怪母后。但母后想要的，不过是我这条命。我能来这世上，本就是母后带来的。如今母后要拿去，那拿去就是亲人猜忌，母子猜忌，都让我痛不欲生。我自刎于您身前，只希望您能高抬贵手，放过苏小玲一命。周恒诉说心中痛楚，或许他不够坚强，所以连这一点打击都受不了。对着皇位之争、权势之争，他也没有兴趣。孤立无援、无所依靠的日子，他挨不过去。特别是要让他背负苏小玲这条命过一生，他根本背负不起。他宁愿他死，也不希望苏小玲受到牵连。你，皇后心里觉得很痛楚，她心乱如麻，整个人就像是被人残忍地分为了2半。她甚至不敢看周恒的眼睛，看着周恒痛苦，她的心就像是被什么揪住一样。母后，放了小玲，求您了。母后，放了小玲，求您了。周恒恳求地看着皇后，他将匕首对准了自己的胸膛，闭上眼，不带一丝犹豫就要将匕首插入自己的胸膛。这一瞬间，皇后只觉得心口很痛，她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已经先一步扑向了周恒。皇后力气很大，周恒都站不住，被她推倒，她自己也扑倒在地。她夺下周恒手里的匕首，狠狠地掷了出去。别死，母后不想你死。她真是害怕了。哪怕他心里仍然怀疑周恒的身份，他也不想周恒自杀在他面前。皇后觉得他快要疯了，她垂下眼眸，平定了心神，起身背过身去。那只是一个女人，你为了这个女人连命也不要了吗？要知道，你的将来不可能只有她一个女人。现在没有她，我就没有将来。你起来，我告诉你。儿臣叩谢母后。我没有想要他的性命，是他不肯离开你。我与你外祖父通了信，让他们想办法让他失了清白，另嫁他人。这件事要做得滴水不漏，必须找一个无论怎样都要留下他的人。你外祖查过苏家，苏小玲的母亲是齐老将军走丢的外孙女，那赵氏本是千金之躯，他曾经婚配给礼部尚书之子孙杨新。孙杨新是朝中出了名的深情，他的妻子周文静想要留住他也是费尽了心思。苏小玲与赵氏有着7分的相似，做替代品正合适。你外祖家怎么和周文静交涉的，母后并不知道。苏小玲是不是在孙家，母后也不确定。母后只是把原本这样的计划说给你听。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谢谢母后。说完这句话，周恒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听着他离去的脚步，皇后回过身，她看着周恒的背影，心里一阵窒息，好似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一样。她的心里很空很痛，直到周恒的身影
消失在他视线里，久久不能回神。周恒知道时间紧迫，一刻都停留不得，所以从正阳宫出来，他就直接出宫了。他不敢想苏小玲面对怎样的险境，他要疯魔了。他将他所有的暗卫都出动了，一边让人去明王府告诉周芷他们，他自己则是直奔孙府而去。到了孙府，就直接下令暗卫开路，将上前来的孙家下人都推到一边。他直奔主院里而去。主院里除了丫鬟下人，他没有看见孙阳新或者周文静。你们的主子呢？哪儿去了？夫人一大早出京礼佛去了。那孙阳新呢？他呢？老爷身子欠佳，也去礼佛了。下人被吓得闭上眼睛，带着诧异作答：“给我搜，哪怕是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到。”整个孙府的下人都战战兢兢。周恒失去理智，在整个孙府大喊：“小玲！”孙府回荡他的喊声，他就像是一只暴怒的狮子，目光中燃烧着烈火。苏小玲在哪儿？他的小玲在哪儿？周芷和苏小璐一行人也赶了过来，看着已经被翻找的凌乱的孙府，每个人心里都悬着。孙老夫人秦氏出来，敢问大皇子、明王殿下，我孙家是犯了什么错，要被这样对待？抄家还是搜查，你们可有令文？抄家还是搜查，你们可有令文？谋害我的皇妃就是罪。今日孙府若是不把他完好的交还回来，我定诛孙家满门。周恒眼睛猩红，眼神阴冷，看上去特别的狰狞可怕。秦氏对上他的眼睛，都害得心口直发沉，眼神都不由得发怵。他闪躲了一下，就被周恒捕捉到了。周恒一个箭步上前，直接就一把揪起秦氏的衣领。我的小玲，若是有任何闪失，必将用你们孙家人的鲜血来洗。秦氏大口的喘气喘息着，他脸色都吓白了。事情会这么大吗？他是万万没想过的。周文静说的那是一个平民女，他就信了。但一个普通人能引来皇子的暴怒吗？孙老夫人的，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孙家是不是着了别人的道了？周芷适时冷静开口，给秦氏引导明路。这件事由魏家主导，孙家也不过是魏家的棋子。大皇子息怒，此事都是老身一人的错。大皇子息怒，此事都是老身一人的错，都怪老身鬼迷心窍，犯下大错。人在哪里？在暗室里。带我们去。小玲，小玲，你醒醒！苏小璐捏开苏小玲的嘴巴，将一粒药丸塞进她的嘴里。三哥，先带姐姐出去，这里空气不流通，出去再说。出来之后，周恒就把苏小玲抱到就近的床上。苏小玲脸色有些苍白，这是中药的后遗症。苏小璐的解药在她口中自然化开，苏小玲也慢慢的清醒过来。她缓缓睁开眼。恒弟弟，小璐，这是哪儿啊？抱歉，让你们担心了。小玲，这不怪你，都是怪我。恒弟弟，这不怪你。苏小玲露出担忧神色，这怎么能怪她呢？她看了看四周，最后视线落在陌生的秦氏身上。这位夫人，我看你面生，我们应该不认识吧？不知道您为何要绑架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见过秦氏，也是秦氏捏着他的嘴巴灌下了一大碗药，让他昏迷了过去。苏小玲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绑架而不是刺杀？眼见着周恒自责难过，苏小玲就更想问个清楚了。秦氏一脸羞愧地垂下眼眸，这都怪我这个老糊涂，一时鬼迷心窍了。老身犯下这滔天大错，都是为了我那太过痴情的儿子。我儿曾定下一门亲事，成婚前未婚妻失踪了，这20多年，我儿依然为了他茶饭不思。我强迫他娶的女子，20多年他碰都不碰。前不久在街上遇到一个姑娘，很像他心爱的女子，老身心疼他一身孤苦，才起了歹心。秦氏将所有的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也绝口不提苏小玲的身份。老身想着将你掳回来，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同你爹娘提亲。虽然这样做是犯法坏德，老身也明知故犯了。虽然这样做是犯法坏德，老身也明知故犯了。老身万万没想到，姑娘竟然是大皇子的未婚妻。还好老天有眼，没有让老身酿成大错。为此，老身还特意支开了儿子儿媳，就是怕他们知道了阻止老身。现在事情败露，老身绝不推脱，甘愿受到任何责罚。只是此事因老身一人而起，还请大皇子和明王殿下网开一面，念在我那亡故的夫君为国效力多年，念在我儿为大周效力多年的份上，不要追究他的错。此事都是老身一人恶从心中起，就让老身一人承担吧。秦氏叩拜了下去，他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沉重的闷哼声音。他要牺牲自己，保全自己的儿子和那未出世的孙子。为了您儿子，您就可以随意害人吗？普通人的一条命在你们眼里算是什么？秦氏沉默，他认了罪行，不为自己辩解。婆婆，出什么事情了？娘，我儿。婆婆，出什么事情了？娘，我儿，娘对不起你呀，娘没有颜面见你了，这都怪娘心思歹毒，害了孙家，害了你呀。婆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文静，我的好儿媳，娘也无颜面对你。这么多年，你为了家里操劳，用心的照顾我儿，我却没有在意你的感受。如今犯下大错，还要连累你，娘真是羞愧的恨不得立刻撞死自己呀！小姑娘，你怎么在我家？孙杨新看见了苏小玲，他很吃惊。最后，孙杨新把视线落在秦氏身上。娘，你到底做了什么？娘，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他曾经在街上遇见的姑娘会到他家来？此事还牵动了明王。孙杨新觉得脑袋都快炸了。这段时间他被困府里，外面发生的事情他知道的很少。周文静有了身孕，他也认命了，可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他真觉得头疼不已。这都怪娘，是娘的错。她和绵绵长得太像了，娘让她入府为妾，想让她来缓和你心里的相思之苦。可她是好人家的姑娘，娘怕她家里人不答应，就起了恶毒的心思。如今害人不成，自食恶果，娘无话可说，也无冤可辩，只是因此连累了你和文静，娘心中深深愧疚。你怎么能这样做？老身知道错了，幸好老天开眼，没有让老身酿成大错。老身自食恶果，该受到惩罚，请明王殿下、大皇子殿下处置老身吧。请明王殿下、大皇子殿下处置老身吧。娘，你好糊涂呀！他心里愤怒又痛苦，他看向周至和周恒，撩袍跪了下去。明王殿下，大皇子，这一切都是罪臣的错。若不是因为罪臣，罪臣之母也不会犯错。请明王殿下和大皇子处置罪臣吧。罪臣老母已经年近70，花甲之年，身子骨弱，这一切皆由罪臣引起，也应该由罪臣一力承担。孙杨新重重的叩首，就算秦氏做错了，他也没办法看着秦氏入狱。这到底是他的母亲，他哪里能忍心呢？不，这都是我这个死老婆子的错。我儿子为官清正，这和他无关。
都是我这个老不死的害了他呀！婆婆，这应该怪我，要不是我把这件事说给你听，你也不会这么做。姑娘，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曾经很多次在菜场见过面的。苏小玲认出周文静来了。姑娘，你还记得我吗？我们曾经很多次在菜场见过面的。苏小玲认出周文静来了。这不怪你，若不是我这个老不死的心思歹毒，也不会起了害人之心呢。我儿子为了一个失踪的女子，辜负了你整整20多年，浪费了你大好的青春年华，可我还是觉得他委屈。这是我的儿子啊，为了他，哪怕是做那蛇蝎之人，我也甘愿。只愿他后半生能过得幸福。小姑娘不是他心渐渐记着的人，可这容貌有7分相似。为了不让我儿遗憾，我丧尽了良知，如今自食恶果，是老天开眼了。大皇子，明王殿下，此事皆因罪臣而起，罪臣甘愿受罚，罪臣也甘愿替母受过。孙大人倒是孝顺，但此事重大。苏姑娘乃是皇上亲自赐婚的大皇子妃，如今遭受莫名暗害，而你们孙家是施害人，都有罪，推来推去的做什么？通通押进兵部大牢，等候提审定罪。周至神色冷寒地下了命令。明王殿下，大皇子，我儿媳妇文静已经怀了身孕，她年过40，此事与她无关，请你们别抓她，她不过是后宅里的一个可怜女人罢了。将孙夫人和孙大人带走调查，结果未出之前，孙家人不得随意出行。孙阳新和秦氏都被带走，周文静则是被坚守在孙府，不能随意出行。我安排了马车送你们回去。齐行之松了口气，他微微笑了笑。表姐没事就好。小洛，那我们也回家了。好。从孙府分开，一路上苏小玲和苏小璐都没有说话。到了家，周恒带着请求对苏小璐开口：小璐，你先回去，让三叔和婶婶不要担心，我有话和你姐姐说，可以吗？苏小璐点头，然小玲，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这和你无关。暗处的暗害无处不在，他防不胜防。他是这么的软弱，他想着周恒抱着他时候的颤抖，他猩红的眼睛就像是发疯的猛兽。苏小玲心里充满了担忧和茫然，他是不是不适合走在周恒身边？他害怕周恒会因为他变成没有理智嗜血的怪物。小玲，以后不要出门了，我会安排人保护你，我会让人送来丫鬟伺候你，你哪儿也别去，就在家里绣着嫁衣，等我来娶你，好不好？小玲，我再也承受不住任何一次这样的事情了，答应我，好吗？我保证，我一定会迅速强大起来，等我们身边再无危险，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好不好？好，我答应恒帝，今后哪儿也不去。恒帝别担心我，你要做什么就去做。小玲，等我。马车很快离去。爹娘，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说什么傻话，你没事就好。走，回家。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晚上洗漱之后，姐妹2人相拥而睡。姐，如果你不想做皇妃了，我就带你走，想去哪里都可以。我们可以去找我师父，我们一起去云游四海。苏小璐心里也难受，暗害、陷害、各种谋害，会在苏小玲未来一次一次的出现。她觉得这样的日子太累了，她不想让姐姐这么累。小璐，我不走。小璐，我不走，我要和恒帝一起面对，不管未来有什么，姐姐都不怕。你现在还小，等有一天你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就会明白姐姐现在心里想的一切。我心疼姐姐，我想你过得幸福快乐。她这么好的姐姐，为什么不能过轻松幸福的日子呢？
在各种暗害权谋里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真的很辛苦啊。小鹿，能和恒弟在一起，我就觉得幸福快乐。小鹿，你别担心我，姐姐喜欢他，就要面对这些，姐姐不怕。姐姐喜欢就好。小鹿晚安。周恒和周志一起回到明王府。大哥，该回去了。阿志，帮帮我吧。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人保护小玲，我想她安全，我不能失去她。大哥，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为帝，后宫佳丽3000，整个朝臣都不会容忍你只有苏小玲一个人，你知道这一点吗？将来你当如何？阿志，这我早就想过。假如以后我为帝，我会找断袖之好的女子纳入宫里为妃，反正在宫里她们可以情同姐妹，也不妨碍我独宠她一人。这既能堵住悠悠之口，也能全我对她的承诺。周恒没有隐瞒周志，他将心中计划全盘托出。回宫去吧，明日我会送2位女子给他，这笔人情我记下了，将来有机会是要还的。好，谢谢。苏姑娘，这2名暗卫今后会护卫你的安全，请你给他们赐名。苏小玲大方地接受了，金六对苏小璐点头打了招呼就回去了。2名女子相貌普通，还有些纤瘦，她们看着苏小玲就跪下去，请主子赐名。小璐，你觉得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意思是她帮不了忙。你们起来吧。你叫茴香，你叫豆腐。茴香是生活里很常见的香料，豆腐谐音豆腐，你们看可以吗？茴香谢主子赐名。苏小璐看见茴香和豆腐手掌都有厚厚的茧子，她知道他们武功不低，但相貌普通，看着和普通丫鬟也没有区别。今后有他们保护姐姐，苏小璐也放心多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苏崇、苏华买回来10个下人，有会做饭的老妈子叫程婆子，有4个18岁的丫鬟，换了名字，以春夏秋冬为名字，都很普通，但是干活是一把好手。还有2个做杂役的下人，双雷和双桂，和3个护院，分别叫做安德、安顺、安财。将他们妥善地安顿在偏房，苏华就对他们立下了规矩，他们都是死气的奴隶。他不管之前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为奴的，只要他们还是奴，就要遵守规矩。将来如果能出得起卖身契3倍的价格，也可以为自己赎身。将来如果能出得起卖身契3倍的价格，也可以为自己赎身。就算是努力，每月也有月银可拿。做事出众者会有额外的赏赐。一个再普普通通的下人，只要不花销，存个30年，也能为自己脱了奴籍。没有人想一生为奴，苏华给了他们脱奴籍的机会，只要他们能达到要求，就可以成功脱去奴籍。10人感激涕零的下跪，发誓自己一定会伺候好主子。苏小璐开始用心的准备药材，苏小玲会帮忙，茴香和豆腐也来帮忙。被抓去的孙家也不用他们操心，那件事要怎么处理，周志和周恒会处理的。然而只是过了2天，周文静就找上了门。门被敲响，下人双雷开门，看着周文静裹得严严实实的。你找谁？我叫周文静，烦请通报一声，我找你们家夫人赵氏，你们只需要对她说孙新阳夫人求她救命就行。双雷看周文静好似认识主家，他没有耽搁，对周文静说了一句稍等，就转身进去禀报了。苏三郎和赵氏听了汇报，赵氏神色犹豫挣扎，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孩娘啊，你见不见都没事，我听你的。孙阳新是赵氏曾经订婚的人，这个名字苏三郎忘不了，但他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还能听到这个名字。你说是一女子，是他夫人？是的，看起来好似很着急。夫人，你要是不见，小的这就去回了他。请他进来吧。无缘无故的，孙阳新的夫人不会来找他，现在找来真的是有事情吧？赵氏决定见一见。苏三郎没说话，他尊重赵氏所有决定。这个孙阳新夫人突然来访，见不见赵氏都觉得为难。
不见想起来心里不踏实，见了或许也不好受。赵氏选择见，那就见。双雷利索地跑去大门，周文静还在等，但他老是朝外面张望，好似在防着什么一样。看见双雷，他立马就焦急地问：怎么样，他要见我吗？夫人说了，要见你，请你跟我过去吧。周文静松了口气，快步跟随。到了正厅，看见赵氏和苏三郎，周文静就跪了下来：姐姐，你救救他吧。你先起来说吧，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不能贸然答应你。周文静没起来。姐姐，绑架小玲这件事儿是孙家对不起你，可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会是你的孩子，现在自食恶果，我本不该来求你原谅救人，但是我也怀有身孕，我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入狱。你说什么？绑架小玲是你们做的？赵氏后退了2步，他难以置信，他忍着想要质问的冲动。我不管过去是什么样子，但你们想伤害我女儿，我不可能原谅你们。你回去吧，这件事情我不会答应。任何伤害我女儿的人，都应该为此受到该有的处置。绑架苏小玲这件事，他们其实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想着苏小玲平安回来就好。现在这件事和孙家有关，周文静这个施害人竟然还来求情，赵氏怎么可能答应他？被拒绝，周文静也没有放弃，她跪坐在地，泪水不断地流下来。姐姐，你可知道他等了你多少年？姐姐，你可知道他等了你多少年？整整24年啊！他娶我都只是迫于他母亲的逼迫，我和他成亲20多年，他从来没有碰过我。前不久，他在街上遇见了你的女儿苏小玲，她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害怕极了。我年过40，无子无女，我害怕他会喜欢上和你气非相似的女子，我怕他会将我冷落。哪怕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但我还是害怕极了。于是我就用下三滥的手段怀上了他的孩子。我委屈了他，可我不甘心，我爱了他20多年啊。我的婆婆，她的母亲敲打我，要做一个懂事的女子。我怀这个孩子，我就该补偿她，哪怕那不是她深爱的延绵，但只要能够慰藉她就够了。哪怕那不是她深爱的延绵，但只要能够慰藉她就够了。姐姐，你能明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能甘愿为自己夫君收纳女人。人的心只有那么一点点，装不下的。这件事儿，他也不知情。他找了你20多年，等了你20多年，心心念念你20多年。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若是知道小玲是你的女儿，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的。若是他知道，他也不会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现在事情败露，连累他入了大牢，我心中悔恨。姐姐，我求求你，救救他吧。他跪着朝着赵氏走了几步，抓着赵氏的衣服苦苦哀求。赵氏心中杂乱，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周文静。姐姐，你可知我独守空房20多年，我曾与他大发脾气，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甚至对他说，假如你是落入劫匪之手，颠沛流离，就算被找回来也没有了清白之身，他也能接受你吗？就算被找回来也没有了清白之身，他也能接受你吗？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赵氏身子晃了晃，他焦心地看了一眼苏三郎。苏三郎神色平静，温和地扶住他。没事儿，我在呢。周文静看着苏三郎，带着泪笑起来。当时他说，即便你清白不保，他也不在意，那本就不是你的错。
他依然会娶你为妻，余生会用一切来保护你周全。姐姐，我好羡慕你，嫉妒你。我知道我没脸来求你，可我还是来了。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情，他不该受此连累。姐姐如今儿女双全，幸福美满，我求求你，就可怜可怜他对你的一片痴情吧。周文静俯身对赵氏磕头，赵氏已经六神无主，思绪混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周文静。周文静却是擦着眼泪起身：姐姐，不管你救不救，他都不会怪你。她和婆婆已经入狱，我所做的她也不知情，孙府还被坚守着，我不能久留，我先回去了。他说完没有停留，转身就走。他来找赵氏本来就是剑走偏锋，赵氏不救他没有损失，赵氏如果愿意求情，对他就是好事。不管他和秦氏怎么不好，孙杨新确确实实对失踪的延绵一片真心。周文静走后，苏三郎温声问赵氏：二娘啊，如果你不想插手，咱们就不管他，咱们也不用因此有任何的负罪感。赵氏心情低落，他摇摇头：二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没有处理好过去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了。我不应该为此伤神的，但我……赵氏说不出那不要脸的话语，他羞愧地低下了头。没事儿，没事儿。苏三郎心里也酸楚，那到底是一段怎样的过去？二娘啊，不要为难了自己，你什么都没做错，所以不管是怎样的结果，都不会责怪你的。谢谢你。小玲，以后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有很多。你真的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改变主意了，现在都还来得及。周恒如果要做皇帝，就要善用权衡之术，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二哥，我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苏华微微笑了笑，没有多说。感情的事情本就是说不清楚。等娘回来，我会给爹娘说一声的。等苏三郎和赵氏回来，他会告诉他们这些利弊，这样赵氏就不用因为这件事觉得难受。几兄妹默默吃饭。这段时间苏华也很忙，周恒有一些事情是他在帮忙，周恒不方便出面的就由他去。朝中百官都知道他和当今大皇子朝夕相处多年，是同吃同睡和同窗，感情之深堪比亲兄弟。周恒不能出面，他就能代表周恒。苏宠每天都跟着齐行风去教场店，几兄妹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碌。苏三郎和赵氏来到大将军府，齐老将军很高兴，和苏三郎、赵氏说了一些不日上坟的细节。商量好了之后，齐老将军让齐行风和齐行之退下了。绵绵，你心事重重的，和外公说说吧，是因为何事烦忧啊？外公，表哥，你们可还能想起当年我与那孙杨新订婚一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赵氏问出之后，心里就不由得紧张了。齐老将军叹了口气，齐父也叹了口气。唉，你的亲事当年是我为你定下的。曾经的礼部尚书，也就是孙杨新的父亲，人不错。我们两家在你14岁的时候就为你定了亲。你和孙杨新也是认识的，因为是过了明礼，你们有书信往来。当时可以说你们两情相悦，孙家一直在等着你长大点儿就成婚。17岁那年，婚期就敲定了。也是那一年，你被那可恨的蛇蝎女害了。你没有消息后，
孙杨新大病一场，几度卧床不起。当年他病得很严重，却一直关心着你的消息。能下床后，他就多次亲自来问你的消息。他瘦弱了很多很多，是个痴情的孩子。他的母亲看他茶饭不思，怕他就此没了，逼着他匆匆完了婚。他既痴情也孝顺，成婚后这20年来没有子嗣。曾听闻有人说他和他的妻子从未圆房过，但事实如何，外公不知。但这么多年里，他没有放弃寻找你。齐老将军心中有不少感叹，也只能叹息一句：造化弄人。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用在意了。谢谢外公，谢谢表哥。苏三郎和赵氏起身回家，其父其母送他们出门。谁能想到，过了20多年，他们之间还能有瓜葛呢？真的是揪心啊！我都不知道是羡慕他还是同情他了。孙杨新那么痴情，这苏三郎啊，看着也挺痴情的。不过幸好咱小玲没事儿，不然呐，真的是不敢想。都怪老天捉弄人吧！即便赵氏对孙杨新没想法，也避免不了因他心里纠结难受。孩娘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这件事他并不知情。苏小璐打开门离开，他心里实在是压抑，所以没有留在家里，足尖一点运了轻功就飞出家。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冷静一下。孩娘，咱们选恢复记忆吧。就算失败了也不要紧，我们依然还有很多时间。我们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不需要我们再操心了。这几年存下来的钱，足够我们平安的生活，直到我们老死。你不记得呀？那我就每天都告诉你，你是谁，我是谁。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就陪着你，将家里的院子圈住。我们可以过从前一样的日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好。他心里的不安都逐渐平复，他心里不再彷徨和害怕，因为苏三郎是他永远的依靠。无论他做什么决定，苏三郎都会支持他。而苏小璐离家之后，就慢慢的走在街上。京城是繁华的，街道都是青石板。走着走着，面前一道人影拦住去路。苏小璐皱眉抬头，凝着的眉头突然疏解。师傅！苏小璐抱着吴老头，哇呀一声就哭了起来。吴老头原本很欣喜，话到嘴边，身体就被抱住，霎时他就全身僵硬，跟木头桩子一样一动不动。好了好了，丫头不哭，有什么事情可以解决的嘛？咱们不哭了，行不行啊？吴老头一脸无奈，他扭头看向身边突然远离了2步，双手环胸，冷眼相看的归游，投去求助的眼神，用眼神示意归游把苏小璐拉起来。归游神色平淡，视若无睹，在垂眸时舌尖轻抵腮帮，然后嘴唇抿起一个小小的弧度。苏小璐哭了一场，鼻涕眼泪往吴老头身上一擦，然后吸了吸鼻子，红着眼睛。师傅，归游师傅，你们是特地来看我的吗？好几年没看你了，特意过来看看。算算时间，想着科考结果也出了，顺便来看看。小丫头几年不见，长高了许多，曾经肉嘟嘟的脸颊已经清瘦下去了，那份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纯真也没有了。小丫头有了哀伤，因为懂的事情变多了，所以愁也越来越多吧。和师傅说说，是遇见了什么事情才如此的难过呀？到底是他唯一的徒儿，虽然不常见，但他也很宝贝。看着苏小璐难过的哭，眼泪大颗大颗的落，
吴老头心里也心疼。丫头啊，这世上最难说的就是一个情字，其中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挣扎，都让人痛并快乐着。你爹娘呢，不算是性子强的人，但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在，做的决定也都是权衡之后才做的。你作为女儿呢，担心和在意他们，也是情理之中。咱们也做咱们能做的所有事，为的是自己心里不后悔，而不是要去阻拦什么。你爹娘已经不需要人为他们做决定了，他们想做什么决定，尊重和接受吧。师父也只能对你这样说了，了却此事，辞别他们，出去这广阔的世界游荡一番吧。谢谢师父。将心头难受的情绪说出来，苏小璐已经好多了。好多年不见师父，喜悦已经大过感伤。苏小璐抓着吴老头的手，顺便给他把了个脉。吴老头抚了抚胡子，怎么样，老夫身体还好吧？师父身体倍儿棒。贵游师父，你身体好吗？老夫身体还好吧？师父身体倍儿棒。贵游师父，你身体好吗？很好。好个屁！不久前在山里遇到一群山匪，差点没打赢。要不是老头子我足智多谋，这2条老命就要交代了。师父，那是什么情况？还有贵游师父打不赢的吗？就是一个小土匪窝，也就几百人吧。里面有人生病了嘛，师父采药恰好被抓去了。贵游来救，直接硬闯，杀了几百人，也没救出我，反倒是把整个窝点都被他给惹毛了。最后还是我在水源里动了点东西，把他们全都药倒了，才算了事。他自己也受了不少伤，这要是他年轻的时候，这点人算什么？说到底呀，还是老了，速度没以前快了。你说的是我杀了400余悍匪，你要到3个的那次？你说的是我杀了400余悍匪，你要到3个的那次？苏小璐想笑又不敢笑，他承认他一下子开心了好多。吴老头抬了抬下巴，贵游看了苏小璐一眼，抿唇轻点头，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大家一起回了苏宅。不错不错，等那一家子得到消息，估计呀是要气得大病一场。吴老头没有说，苏小璐也知道他说的一家子是谁。苏华中了状元，苏崇虽然没考上，但也是举人之名，这出现在一个家里本就难得。消息还没传出去，但消息总会传到的。替门状元郎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耀啊！即便是书香门第，也是难出一个状元郎。这样的消息，苏老爷子自然会后悔，苏家人也会生气和后悔。苏小璐开门回家，他对下人说：“这2位都是我的师傅。”让下人认了个眼熟，苏小璐才安顿归游和吴老头住下。苏小玲也过来拜见，吴老头挥挥手。苏小玲也过来拜见，吴老头挥挥手。小林丫头，近来还好吧？多谢师叔关心，我很好。2位师叔都好吗？我们都好。归游只是点点头。吴老头和归游一起去见了苏三郎和赵氏。苏三郎和赵氏都没想到吴老头和归游会到京城来，赵氏有些局促，不好意思。归游先生，吴大哥，你们来了。吴老头和归游点头，打过招呼，吴老头和归游就回房休息了。赵氏很快的出来，和苏小玲一起去厨房做饭。小陆的2位师傅来了，他们怎能不亲自下厨呢？下午，苏崇、苏华回来，归游当即就检查起苏崇的功底来。检查完苏崇，归游看了看苏小璐：“丫头，拿剑来。”之前看苏小璐心情不大好，现在也好了不少。
苏宠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小璐到了什么程度，龟友还不知道。苏宠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小璐到了什么程度，龟友还不知道。但交手之下，他也惊讶，小丫头进步很大呀，这种进步程度可以说比以前他学的时候还好。晚上吃饭的时候，吴老头和龟友都喝着酒，苏三郎、苏宠、苏华都相陪。不错不错，曾经的傻小子们也都长大了，眼中有智慧。吃完饭后，虫哥、华哥、小玲、小璐，爹和娘要说一件事情。他支持赵氏的决定，但这个决定也该让孩子们知道。苏宠、苏华几人都知道，他们眉间有思绪，却都默契的没有开口问。这个决定啊，爹想了很久了。早在这之前，爹就想过了。如果这是10年前呢，爹不会支持你们娘做这样的决定。只是现在，你们也都长大成人了，爹娘不用再担忧你们了。家里还算富足，手里的余钱对爹娘来说，可以花几辈子都花不完了。所以爹支持你们娘做这个决定。手里的余钱对爹娘来说，可以花几辈子都花不完了。所以爹支持你们娘做这个决定。没有过去的记忆呀，是不完整的。就算没有这件事发生，也会有其他事情。这个决定不会消失，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虽然呢，有很大的风险，但爹娘都已经想好了。如果成功了，爹娘的心结就解开了；如果失败了，那以后啊，也不会因此而困扰了。苏三郎看了看赵氏，他嘴角向上扬，露出笑意。吴老头和龟油都没插嘴，苏宠、苏华几人相互看了看。苏小玲已经流泪了，赵氏也哭了。娘，对不起你们。他想自私的全了自己的心。我不怪娘，娘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人这一生太短了，留下遗憾太可惜了。苏宠说不出阻拦的话，就是他自己也会因为自己执着的事情而执着。他不同样让爹娘为难了吗？他不说自己喜欢谁，爹娘不同样尊重了他吗？所以同样的事情他可以做，爹娘也可以做。大哥说的没错，人的一生不长，可以不留遗憾就去做。人的一生不长，可以不留遗憾就去做。爹娘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爹娘也做爹娘想做的事情就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苏小玲擦去了眼泪。我支持娘。我也是。娘，不管你深陷在怎样痛苦的记忆里，都要谨记，你现在有4个孩子，有一个爱你的丈夫，记住我们，好吗？不要迷失在那些痛苦里，那些记忆只是你的过去，你已经走出来了。好。一根针刺入赵氏眉心，接着是另一根。赵氏缓缓闭眼，苏小璐拿帕子擦去赵氏的眼泪，一根一根的银针刺入重要的穴位，足足36根，苏小璐才停下手。爹，我们一起等娘醒来吧。苏三郎点头。没过多久，苏宠、苏华还有苏小玲都过来了，一家人坐在床边，静静地等着赵氏走过这个难关。一家人坐在床边，静静地等着赵氏走过这个难关。赵氏的脸色逐渐苍白，开始出汗，嘴唇颤抖。二娘啊，不要怕，那些都过去了。你现在有我，有孩子们呢。我们所有人都在陪着你，等你回家来。他知道赵氏在度过一个艰难的难关，他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他希望这样做能够给赵氏一些力量。此时赵氏已经深陷在过去痛苦的记忆里，他长达17年的记忆都浓缩在这个晚上。他将苏小璐的话记在心里，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着，不管以前的记忆有多苦都不要紧，他的未来是幸福的。
她有4个孩子和疼爱她的丈夫。她的大儿子是举人，而且武功高强；二儿子已经高中状元；3女儿许了大皇子，小女儿是神医。赵氏深深地记着，当他意识模糊的时候，他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赵氏深深地记着，当他意识模糊的时候，他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小时候，他很喜欢妹妹颜真真和弟弟颜致远。他和颜真真相差不到2岁，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母亲死了，所以颜真真出生的时候，他很喜欢。他会趴在床边，安安静静地看着颜真真，会让颜真真拉着他的手。齐新月会把他推开，会让奶娘把他带下去。他4岁的时候想带着颜真真玩，齐新月就不准了。颜真真和齐新月同吃同住，他看了很羡慕，他其实也想和他住，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孤单的他问身边奶娘，为什么妹妹可以和娘住，他不能？可怜的大小姐啊，你不是她亲生的，你的亲生母亲在生你的时候就去了，而二小姐是她亲生的，所以她会带着二小姐，不带你。这对于一个4岁多的孩子来说似懂非懂。而二小姐是她亲生的，所以她会带着二小姐，不带你。这对于一个4岁多的孩子来说似懂非懂。他还理解不透人和人的悲欢离合，却听明白了他和妹妹不是同一个母亲。他的母亲死了，他永远也见不到他的母亲，永远也不可能像妹妹一样被母亲疼爱。看着过去的记忆，赵氏心如刀割。颜致远出生的时候，齐新月遭遇了难产，颜真真被吓得哇哇大哭，是他忍着眼泪抱着颜真真安慰。他自己也难过，他只是没有大声哭出来而已。难过和担忧的泪水一直都在大颗大颗的落。那时候他想的是，当年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痛，所以他的母亲才没熬过来。齐新月最后熬过去了，顺利地生下了颜致远。颜真真和他都去看齐新月，齐新月对他很冷，让他走开。齐新月对他很冷，让他走开。冷血的小怪物，白疼你了，出去。颜真真听不懂，趴在齐新月身边嘤嘤的哭。她也不懂，她过去安慰颜真真说妹妹不哭，却被齐新月推开，冷漠的眼神好似一把刀子刺入她的心口。钻心的疼痛让她难过极了，她哭了。只知道从这时候起，她能见到颜真真的时候不多，能见到父亲的时候也不多。为数不多的见面，颜真真也总是要强势地占据她喜欢的所有。你又不是我亲姐姐，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要是太相信你，你害我怎么办？随着她慢慢长大，齐新月对她越来越冷。她知事了，齐新月不喜欢，她就少往齐新月跟前去。大小姐福气深，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的外祖一定会为你找一门好的亲事，大小姐一定会被善待的。到时候，大小姐所有的委屈都会通通消失。奶娘说的，她记在了心里。赵氏泪流满面，她眼皮颤动了几秒，然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孩爹，你没事就好。赵氏醒来了，她还记得自己。苏三郎心里安心了，这痛苦的一夜，赵氏熬过来了。赵氏又看了看围在床边的孩子们，她心里充满了踏实和安定。苏小璐露出微笑，亲手为赵氏取针，过程凶险，到底还是挺过来了。有关于那些记忆，谁都没分。取了针后，苏小璐给赵氏喂下一粒药，然后就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出去了。苏三郎留下来陪着赵氏。我全都想起来了。二娘啊，一切都过去了，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我全都想起来了。我之所以能够在那些悍匪手里独善其身，是因为我身上突然长了很多脓疮，我浑身都在发烂，好多次我都快死了，可又硬生生的熬了下来。赵氏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他没有被人糟蹋。二娘啊，那一位孙公子是怎样的人呢？
说起孙杨欣，赵氏恍惚了一下。二弟，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终究是我们没有缘分。我应该谢谢他，但仅此而已。我不会管，也不会为孙家求情和说话，但等结果出来了，我要见他一面，算是对那一段过往做一个交代。好。吃完饭，吴老头就开始看苏小璐准备的药，询问了一些，苏小璐就把平安郡主的病历说了。吴老头沉吟了一下，点头。可惜，这几天师傅也还不走，就一起去看看。好，多谢师傅。苏三郎和赵氏开始准备和玉惊鸿合作了。经过许多磨难，让两人的心贴得更近，他们就是要厮守一生的夫妻。这几天里，苏小璐也准备好了所要用的药材。终于在4月初的时候，苏小璐和吴老头一起到了郡主府。苏小璐也准备好了所要用的药材。终于在4月初的时候，苏小璐和吴老头一起到了郡主府。平安郡主早早的就等着了。看见吴老头，平安郡主有些好奇他的身份，却见秦守成恭恭敬敬的行礼。前辈什么时候进京的？这次能得见前辈，真是好生幸运呐！郡主可安心了，有巫神医在，万事不愁了。吴老头高冷地抚了抚胡子。关我什么事儿？我又不插手。因为今天就要动刀，平安郡主也没有擦厚厚的香膏。别耽搁时间了，快去吧。失陪了。平安郡主就和苏小璐一起去了里屋。苏小璐把医药箱放下，一一展开，然后就让平安郡主在床上躺下。苏小璐把平安郡主双手捆好，然后取了银针，在她整个肩膀上扎了针，将她整个肩膀的痛觉都封住。明明平安郡主才洗澡没多久，腋下就泌出一层黄色油脂的东西。苏小璐将它们擦洗去，然后下刀。苏小璐切下了不少腺体组织，然后又慢慢缝合，然后是另一只腋下。因为是封针止痛，平安郡主从头到尾都有知觉，她还亲自感受着自己腋下有块肉块被切除。缝针后，苏小璐打开一个大罐子，从里面挖出了一坨褐色的膏药，敷在伤口上，然后用纱布包扎好。等苏小璐全部做好，已经快2个时辰了。苏小璐取了针，平安郡主开始隐约觉得痛。郡主，取针之后会有痛感，这是正常的，但有个1、2天就恢复了。好，谢谢苏大夫。苏小璐把药膏拿给平安郡主看。这个药膏你记得天天服药，等伤口好了之后每天擦1层就行，方便的话就包扎起来1天1次，不包扎的话那就擦薄一些，1天擦3次。你的情况比较严重，想要根治服药最快都得半年，尽量要多服几个月。你女儿服药4个月就可以了，这个药量足够你们母女用的治好了。苏小璐将医药箱的另外几个大罐子抱了出来，这些药都是她给平安郡主母女准备的。小璐不会长留在京城，所以把药都准备足了。平安郡主把衣服穿好，她认真的记下来道谢，让丫鬟把女儿抱来了。她亲自给女儿敷药，认真的询问苏小璐：苏大夫，你看我这样可以吗？郡主做得很好，这样就可以了。药膏没有任何香味，但有药的味道，隐约可辨人参等一些珍贵的药材。他想起之前送苏小璐回去的下人回来之后回禀的话，平安郡主心里更放心了。这个切割下来的，郡主自己处理吧。谢苏大夫。收拾好了之后，平安郡主才出来恭送苏小璐他们。此时郡主身上已经没有了异味，她整个人明艳自信。苏大夫，感谢你治好了我的病，这一点薄礼请你收下。郡主，诊费和回报我已经取了，这额外的我就不收了。祝郡主以后过得开心。郡主请留步，我们师徒就先回了。平安郡主捧着盒子，最后深深地对着苏小璐和吴老头的背影鞠了一躬。没有人知道他这一路走得有多艰难。平安郡主返回正厅，她将药膏罐子抱出来，让秦守成拿个盒子取了一些。老夫多谢郡主了。秦太医客气了，若不是你为我引荐，我哪能见到神医？郡主，那老夫也告辞了。秦守成起身准备回去了，平安郡主也亲自相送。这时候外间走来一个急色匆匆的男人。郡主，
王姨娘她刚刚不小心跌倒动了胎气，求郡主开恩，请秦太医为她看看吧。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平安郡主的骏马爷冯敬。呵，郡主还是莫要开这个口啊！老夫还是要这张老脸的。京中好大夫多的是，太医不是谁都有资格看的。秦守成说完，也不管骏马冯敬的脸色有多难看，直接就走了。郡主，你真就如此狠心吗？骏马愉悦了，那不过是一个气而已。他动了胎气，找个大夫看看不就行了？冯敬气呼呼的离开。平安郡主勾唇冷笑，吃他的，用他的，拿他的银钱养姨娘养外室，还摆脸色给他看，不就是因为知道他身有臭病嫁不出去吗？平安郡主回了正厅，慢慢的看起了账本。既然要清理，那就清理的干干净净。苏小璐和师傅一起回家。路上，师傅给苏小璐买了路边的糖葫芦。苏小璐笑着一边吃一边走。丫头，再过几天和师傅出去历练一番吧。如今你兄长已有出息，你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随师傅去游览这大好河山如何？趁着师傅还年轻硬朗，能带你闯几年江湖。师傅，我还有事，暂时去不了。什么事情啊？苏小璐想起周志，她自然不会瞒着师傅，将答应周志的事情一一细说，其中也包括周志帮她的事情。丫头，你，算了。吴老头想说你把人家当病人，人家可不一定把你当大夫，但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出来。万一本来没有这事情，他说了之后，苏小璐反而往这方面想了怎么办？至少苏小璐现在只是把周志当成病人。师傅，怎么了？你说完啊，怎么又不说了？师傅，怎么了？你说完啊，怎么又不说了？哼，师傅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了。咋了？你还能打师傅不成？那你给他治好了，再来找师傅。好，那师傅要经常写信给我，你写的信太少了，应该多写一点。麻烦。苏小璐笑了，她知道这样子就是答应的意思。一路上，苏小璐买了不少好吃的，自然也没忘记给师傅打酒。吴老头好酒，苏小璐有这个心，老头很高兴。齐行风来苏宅见了归游，非常的恭敬，憋红了脸，只说了3个字：前辈好。归游看了一眼齐行风，淡淡点头。归游和苏崇过招，齐行风眼睛都发亮。苏小璐看他神情激昂，拳头都捏紧了。等归游和苏崇停下来，他腹黑一笑：归游师傅，我表哥也想和你请教几招。可。行方，去吧。归游师傅，我表哥也想和你请教几招。可。行方，去吧。齐行风深吸几口气，走到归游面前，先行礼，然后就提剑刺去。他力气巨大，其实对剑的运用一般，就是胜在力气大。每一剑都有势不可挡的气势，挥、砍、挑，几十招之后，齐行风手里的剑被打落。你适合用刀。是的。他有很多话想说，但最后都忍住了。无形之中，好似有一道枷锁困住了他，让他把那些长篇大论的话都憋回去。到你了。苏小璐也不犹豫，拿着剑就迎上去。纵然归游开战了几个时辰，练他也是游刃有余。苏小璐也是全力以赴，寒冷又软的剑许多次都贴着他的腰身，避开了剑刃的，但打在身上也好痛。苏小璐一点力气都没了，归游才停手。不可懈怠，我不在也要多练。苏小璐撑起身子，抱着归游的双腿。干什么？我不在也要多练。苏小璐撑起身子，抱着归游的双腿。干什么？归游师傅，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好不好？你不答应我就不松手。我可以踢开你。你踢开我，我会哭的，而且我还要来抱着你的脚，除非你答应我。他行的就是泼皮无奈的性子，根本什么都不怕。苏崇和齐行风也都心情复杂，像是这样的做法，他们这辈子都做不到了。
龟友师傅，你就答应我嘛，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你说是什么事情？嘿嘿，龟友师傅，你可不可以给我表哥打造一把兵器呀？我之前答应他的。苏小璐答应齐行风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告诉龟游呢，齐行风满脸通红。苏虫失笑，龟游看了齐行风一眼：“你起来，我答应了。哼，还以为多大的事情，下不为例。”好，谢谢龟游师傅。你很适合用刀，我给你锻造一把大刀。谢谢，谢谢。齐行风激动的脸红，4个字，他的极限快到了。他怕自己话太少，龟游感受不到他感激的心情。但龟游根本没有多看他，已经转过头进屋去了。齐行风看向苏小璐：“谢谢小璐。”别着急谢，别忘了我们约定好的事情。龟游师傅将兵器送来了，你要是做不到，我是不会给你的。我一定做到。他生生的憋了回去，脸又红了。苏小璐大笑，齐行风已经改变了很多了，他相信他做得到。4月中旬的时候，吴老头和龟游离京了，孙家的案子也结案了。孙阳新官降8级，被调往惠州的一个小县做县令，以此来抵过。坚守孙家的兵将也都撤走了。周文静流着泪扶着秦氏回府。这牢狱之灾虽然没有受刑，但牢中阴冷，秦氏的许多老病都犯了，一回府就立马请大夫来看。孙阳新很冷淡，等安顿好了秦氏，他对着周文静开口：“你和我来。”周文静心里忐忑地跟上，事情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一下子就官降了8级。孙阳新从2品大臣降为6品，甚至不能留在京城了。周文静心里早就深深的后悔了。这段时间，他也想明白了，他是着了魏家的道，被魏家当刀使了。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孙阳新这么冷淡沉默，周文静心里就更忐忑。一回到主院，孙阳新就屏退了下人。周文静一下就跪下去了：“老爷，都是我害了你，你休了我吧。这件事儿，原原本本的说给我听，不然我就如了你的愿，休了你。”周文静也不哭了，如果他伸手抹去了自己脸上的泪，将事情详细的说给了孙阳新听。他看着孙阳新脸上最后露出了痛心神色：“你等了他半辈子，可是他呢，早就忘了你了，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如今还有2双儿女，当今的状元就是他的2儿子。若不是事情没成，你现在已经睡了他的女儿，而他也将永远憎恨你。”周文静不想伪装了，说出来的话也都充满了恶毒。他知道怎么刺最痛，所以字字诛心。你该庆幸你没成。他没有再多说，转身就出去了。周文静看着他决然离去的背影，心里一阵痛苦。孙阳新对他一点点喜欢都没有，他甚至连恨都懒得恨他。周文静觉得他就像是一个辛苦的农民，最后却颗粒无收。夫人，您要注意身体啊，您还怀着身孕呢。夫人，您要注意身体啊，您还怀着身孕呢。孙阳新回到偏院，将门一关后，就无力地跌坐在地上。他蒙着脸，任由泪水汹涌，伤痛由心间外溢。他又哭又笑起来。他流泪是因为难过他们之间无缘，他笑又是因为知道他如今一切安好，日子幸福。跌跌撞撞地站起来，他从箱子底下翻出了那些尘封很久的信件，小心翼翼地展开，又小心翼翼地合上，最终还是没缘分呢。但这样的结果他又不是没想过，他只是一时间难面对而已。他犹记得初识时他温柔羞涩，他眉宇间眼神里都有让人心疼的忧郁。他那时候就想，
如果娶了她，一定要让她笑。他让她一辈子都笑，就如同他所敬佩那些钟情的古人一样，一生只娶一人，将所有的欢喜都给她。但所有的期待都抵不过天意。孙杨新故作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叫了水，沐浴梳洗，整顿一番后出了门。新找到了周文静说的地址，在门外几度抬手又放下。他心中五味杂陈，既迫切的想见，又觉得没有这个勇气。苏小璐坐在房檐上，都替他着急。到底敲不敲门啊？孙杨新无数次鼓起勇气抬起手，最后又放下去。苏小璐看不下去了。大叔，你在干嘛呀？孙杨新听到声音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后退好几步，抬头看见坐在房檐上的苏小璐，他一时怔住了。苏小璐一运气飞身而下。孙杨新看着苏小璐，一瞬间他就猜到了苏小璐的身份。周文静说过，现在的延年有4个孩子了，2子2女。我只是……孙杨新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你是想见我娘吗？你……哼，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我知道很正常嘛。你只是想要见我娘一面，对吧？孙杨新点头，他的视线落在苏小璐身上就难移开。苏小璐活泼，看上去古灵精怪的，孙杨新的眼神也不由得柔和。那走吧。苏小璐打开门，邀请孙杨新进去。孙杨新却止步不前了。还是算了。见面说什么呢？他曾经年少定情，因命运捉弄，再见面都已经华发丛生。过去的事情说出来，也只是徒增感伤。大叔，我娘已经恢复记忆了，我觉得你该见一见。孙杨新看着苏小璐，眼里悲伤藏不住。他站着不动，脑海里有着无数的画面。假如他和延年平安的成婚，那他们之间所生的孩子也该有这么大了。如果是女儿，应当也像苏小璐这样灵动活泼。她的眼睛好漂亮，像是会说话一样。走啊！苏小璐扯了扯孙杨新的袖子，孙杨新好像是行尸走肉一样跟着。他看着苏宅里面的一切，院子里种着青绿的菜，生机勃勃，下人不多。他心神渐渐回笼。到了主院，孙杨新一眼就看见了赵氏，他脚步顿住，再难向前一步，眼神也难以移开。他甚至没注意赵氏身边的苏三郎，好似这天地间他只能看见他。二娘啊，和他说会儿话吧。二娘啊，和他说会儿话吧。我和小璐先出去了。苏三郎带着苏小璐出去了，院子里只有孙杨新和赵氏。赵氏看着孙杨新，心中反倒是平静了。他朝着他走去。绵绵，孙公子，好久不见。那时候谁也没想到，一番离别再见面已物是人非了。赵氏走到孙杨新面前，孙杨新下意识地抱了赵氏，不等赵氏开口，孙杨新就已经松开了他。他抱着一下是情难自控，但一下就松开是他坚守的礼数。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你现在过得好吗？我听闻你过得很好，但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有人做到了吗？我过得很好。当年被继母所害，一路颠沛流离，吃了些苦头，也所幸老天眷顾，让我身染恶疾，保全了自身，遇见了三郎。日子虽然平凡，但却也算温馨。虽然这一路风风雨雨，但所有的结局都是好的。他这一路走得艰难不易，却都是一个好的结果。他将这20多年简短成了短短的2句话。那就好，那就好，幸福就好。如此，我就安心了。孙杨新露出笑意，赵氏却看见他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孙公子，你我无缘，别念。不要再挂念他，好好的过他的日子去吧。我知。他看着赵氏笑，不需要赵氏说很多，他就懂了。他温和的笑着，然后拱手弯腰行礼。绵绵，我走了。他说的不是再见，而是他走了。孙公子，谢谢你。因为和他定亲的人是他，所以那几年他都过得很快乐。孙杨新微笑着没有说话，他转过身，一步一步地朝外走去。赵氏静静地看着孙杨新的背影。孙杨新出来，看见苏三郎就在院子外面不远处，两人四目相对。孙杨新缓缓地走，苏三郎心情复杂地看着他。他以为孙杨新会说点什么，但孙杨新什么都没说。孙杨新也以为苏三郎会想说话，但苏三郎也什么都没说。孙杨新离开，苏三郎也没耽搁，转身就回院子去了。苏小璐没想到孙杨新这么快就出来了。孙杨新看见苏小璐，神色柔和：“丫头，你多大了？”“今年12。”“啊，今天谢谢你，大叔要回家了。”今天要不是苏小璐，他恐怕还是没勇气敲门。见了赵氏后，听着他说他过得好，他在那一瞬间放下了，放下他，不再挂念他，他也要开始他的人生了。苏小璐挥挥手：“大叔再见。”孙杨新笑了笑，他挥了挥手，并没有说再见。出了苏宅大门，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转角。苏小璐呼出一口气，然后转身回了家。孙杨新很快带着一家人离京去上任了，他放下了，赵氏也放下了。4月20日，朝中文书下来了，苏华进了户部，为户部右侍郎，官从4品。周恒身份尊贵，皇上已经开始交差事给他去办。刘子金为榜眼，他被皇上安去了芙蓉州，接任芙蓉州知府一职，同样是官从4品。文书下来，苏崇给刘子金写了信，他的信会比官令快一点，但也就是快几天。苏华开始早去晚归，苏崇每天都要和齐兴峰一起去教练场训练，也是早出晚归。新任礼部尚书赵卓和已经开始准备周恒和苏小玲的婚事了。苏三郎和赵氏也每天会出门，和郁惊鸿的合作确定了，河海要规划建造一个专门腌制酸菜和泡菜的大场地。苏三郎和赵氏也每天过去看进程，还有大纲之类的一些小物件。陈虎一家人已经在启程进京了，这些东西都会在他们到京前落地准备好。苏小璐开始准备给周芷解第一次毒要用的药材。宫里送来了许多珍贵之物，苏小玲开始安心地准备绣嫁衣。家里每一个人都开始忙碌着。到了5月中旬，陈虎一家人到了京城。小璐姐姐，小玲姐姐，小璐姐姐，小玲姐姐。陈兴看见苏小璐和苏小玲，就激动地跑过去，给了他们一个拥抱。陈实摸了摸头：“小璐姐，小玲姐。”“小璐，小玲。”陈大妞和陈二妞笑着走过去，好久没见，苏小玲和苏小璐都给了他们一个拥抱。陈虎和钱氏也在和苏三郎赵氏寒暄。他们初来京城，对京城有些陌生，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是没底的。但苏三郎和赵氏从不多说什么，只是和以前一样，赵氏自然地挽着钱氏的胳膊。“弟妹，我们进屋说。”苏三郎也拍了拍陈虎的肩膀：“走，回家说。”陈虎和钱氏都笑了，他们心里踏实了。无论京城多么繁华，无论他们和苏三郎赵氏分开了多久，他们谁都没变。大哥和大嫂依然是他们熟悉的大哥和大嫂。苏宅有了下人，不需要他们在事事劳心劳力的动手，自然就多了更多的时间来叙旧。一进房间，陈星就开始说了：“小璐姐姐，小玲姐姐，我跟你们说，你们不知道，二哥中状元的消息传回家，苏大郎和苏二郎都气病了。他们还想沾二哥的光，只可惜他们沾不到。还有好多人找我爹娘，想让他们来说好话。哼，我们才不傻呢。以前
也没见他们对咱们好，咱们才不会上当呢。陈星捏着小拳头，他年纪最小，但他也知道礼数讲究的是你来我往，而不是你穷我避，你富我才跟上来。俺爹娘全都没答应的，这事情得看二哥想怎么做，我们帮不上二哥忙，也绝对不会拖累他。什么拖不拖累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二哥还盼着石哥、星哥快快长大，成为二哥的助力呢。陈实跟个小大人似的。我会好好读书的。陈星笑眯眯的。我以后也会好好读书，将来考功名，和二哥同出同进。陈星把苏华当成了最崇拜的目标，因为有苏华的影响，他的心里早就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大妞、二妞，你们的亲事怎么安排了？陈大妞和陈二妞都脸红了。爹娘和牛家商量过了，叫我们先到京城来，牛家爹娘到时候也会进京来操办婚事。成婚后是回去还是留下，看我们自己选择。小玲，你婚期定下了吗？还没有定日期呢，应该也快了。那太好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了。苏小玲也对陈大妞他们说起了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陈大妞几人听着都露出了担忧紧张之色，知道事情都完好解决之后才松了口气。他们没有想到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好在都平安的过去了。熬过了苦难就是幸福。而另一边的苏三郎和赵氏也将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说给了陈虎和钱氏听。陈虎和钱氏表情也是担忧紧张，最后松了一口气。大嫂，一切都过去了，今后咱们都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就行了。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有他们的天地，咱们呢都放宽心吧。咱们还要和玉金红合作呢，咱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苏三郎和陈虎也露出笑意，眼里燃起了斗志。这一门生意是他们两家人发家起始，是他们的安家之本，将来他们也会为这门生意奋斗的。两家人至始至终都心贴着心，还有什么好畏惧的呢？晚上的时候，苏崇、苏华都回来了，两家人一起吃饭。陈虎一家人都用酒恭喜了苏华，苏华温和地笑着回敬了酒。陈虎不善言辞，许多的话凝结成一句：华哥，叔和婶儿为你高兴，为你自豪。谢谢小叔和小婶。苏华感受得到这难得的真心。这一晚大家都喝得有些醉意。陈虎、钱氏的家还是在隔壁，院子也差不多大小，陈虎一家人都很喜欢。陈虎他们都回家休息，第二天就和苏三郎、赵氏一起出门去了。陈二妞也一起去了，陈大妞没去。陈大妞婚期将近，她也要为自己做一些东西呢，刚好给苏小玲作伴。陈实和陈星跟着苏崇一起去了教练场。陈家人的到来，日子没有多大变化，两家人就好似回到了从前一样，一起早出晚归。到了5月下旬，苏小璐所准备的药材终于准备齐全了。和家人说过之后，他去到了周志府上。苏小璐来为周志解毒了，整个明王府的人都很高兴。苏小璐住进来之后，日常生活上面处处都安排的恰到好处，让苏小璐感觉得很舒服，又不会觉得太过了。周志一身白衣，及腰末发只是随意用发带轻竖起，他似乎很喜欢看书，人在凉亭里安安静静的拿着一本书，桌边一壶茶，就这样能坐一下午。苏小璐给他扎针，也不影响他看书。晚上的时候要泡足2个时辰的药浴，为了防止他着凉，苏小璐也是守着他。水温变温了，就加热水进去。他泡药浴时间太长，上半夜苏小璐就坐在他浴桶边上打瞌睡。周志的气色并不好，毒素激发出来，整个面色都有些灰败。如此7天之后，他连书都拿不动了。书籍只能放在桌子上。苏小璐见他久久没有翻动。你这一页还没看完吗？好久没翻页嘞。小璐，我好像看不见了。接下来你还会睡个10天半个月的。你老是看书分走心神，
这样会阻碍药物吸收。我封住了你的感知，这样就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好。谢谢小洛。你每天都看书，看的什么书啊？苏小璐拿着书籍翻了翻，发现是民间异传。她翻动书页，安静了。还别说，这种记录天降异象或者是古怪事情的书籍还挺好看的。小洛，你认为书籍上记载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吗？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是非常奇妙的，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人探索不到、不明白的。小洛，那你觉得真的有仙界吗？我觉得有，或许整个大千世界里会有很多和我们所在世界一样的世界，它们可能像是蜂巢一样紧密相连着，每一个小孔都是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并不知道世界之外是怎样的。每一个小孔都是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并不知道世界之外是怎样的。小洛，你说的对。周志露出笑意，他看着苏小璐的方向，虽然他的世界一片黑暗，但他觉得苏小璐好像在发光，吸引他靠近。你不能再看书了，要不睡一会儿吧，我可以读书给你听。苏小璐看着周志，这时候他的眼睛非常明亮干净，微风吹来，几缕头发有小弧度的飞扬，这一刻气质真的太仙了。那就有劳小璐了。传闻世上有一仙境，寻常人寻踪不得，只有有缘人方可步入。城县杏花村有一书生，一日为母进山采药，误入仙境。周志缓缓睡着，苏小璐捧着书看了起来。这种民间异闻带着神话色彩，还挺好看的。结果苏小璐看到了一个书生进入险境，采摘仙药遇到猛兽，得仙子所救。苏小璐脑袋里灵光一闪，嘿，这不就是古代的话本子吗？现代人说的小说吗？嘿，这不就是古代的话本子吗？现代人说的小说吗？嗨，虽然有些兴致缺失，苏小璐还是看了下去。仙子为了帮助书生救母，同书生携药而归，同书生拜天地为夫妻。书生苦读，仙子洗衣做饭照顾老母，不辞辛劳成全书生的梦想。一朝高中为状元，赐婚公主做驸马。回看仙子狠了心，来历不明，恐为鬼怪。请一道士诛之，道士言此乃桃树精。一剑刺其魂，原形显。取其木心碾作珠，藏于门匾护家宅，兴旺百年不衰落。看完之后，苏小璐心梗的不行。周志已经醒了好一会儿了，他听见苏小璐在嘀嘀咕咕，也就没出声。听着苏小璐很气愤：“小璐，这是假的。书写着异闻传的，其实是一位读书郁郁不得志的老书生，考了一辈子，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一辈子都是个老童生。这异闻传不过是他黄粱一梦，痴心妄想罢了。”你每日就看这个？你每日就看这个？苏小璐想起初次见周志的时候，他所问的那个问题：断肢可否再生？如果这个世上有神仙有精怪，或许他们就能做得到这些。周志喜欢看这些书籍，说明他心中也期待着有此奇遇。不管是什么，只要能让他断肢再生就行。只是断肢再生是逆天而为，怎么可能呢？小璐，你在想什么？我就在想啊，如果真的遇到书上写的事情会怎么办？人是复杂的，看着很弱小，但又很坚韧强大。真的遇见了，应该会很害怕吧？人为了追求利益，可以克服恐惧，但是当没有了利益，恐惧就会在心里蔓延，所以最后依然是毁灭。但这只验证在本就无情的基础下，真正的有情者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我更信这一点。该吃饭了，吃完饭就要准备药浴，哪有空想这些？苏姑娘，这是……金六等人都不解，以往不是泡了药浴就行了，怎么今天不一样了？该将毒素逼离身体了。他醒着的时候不会同意我动他的腿，现在他睡着了，感知全无，我做了什么他也不知道。周志看似阴质成熟，但实际上也有小孩心性。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看腿，但解毒是必须要看的。金六等人都傻眼了，他们万万没想到苏小璐也有这么腹黑的时候。几人都默不作声，默契的当作此事没有发生过。周志安静的躺在床上，只着里衣，
空荡的裤管很空。苏小璐将它们撩上去，就看见了青紫的膝盖肿胀。周芷的一双小腿全无，只有黑紫的肉团。苏小璐眼睛都没眨一下，拿了小刀下刀，割开一个小口，一根银针就扎了进去。另一边也是如此，只见银针逐渐变黑，整个过程很缓慢。2根银针黑透的时候，已经是2个时辰过去了。苏小璐取了银针，又扎入了2根银针进去。天亮了，2根银针又黑透了。苏小璐继续扎。这期间，苏小璐还要不停地给周芷把脉，偶尔还要塞一粒药丸进周芷的嘴里。整整3天3夜，苏小璐自己都瘦了一大圈。只是2根银针扎进去之后，几个时辰都毫无变化。苏小璐将银针取出，给我准备的大鱼大肉准备好了没有？给我准备的大鱼大肉准备好了没有？我要饿死了，困死了，累死了。若不是有内力支撑，他都熬不过去。已经准备好了，苏姑娘马上就可以去吃。金六等人无比恭敬苏小璐的全心全力，他们都有目共睹。苏小璐值得明王府所有人恭敬对待，她救了周芷的命。大吃大喝一顿之后，躺床上就开始休息。她太累了，一睡着，神识就沉入空间休养了。有灵气滋润，疲惫渐渐从身体里消失。等她醒来，已经是晚上了。她洗漱一番，吃饱喝足之后，才去看周芷。周芷还没醒，但面色已经恢复正常了。她呼吸均匀。这第一次解毒，将他体内的毒素去了1/5，他的身体明显的好转起来。剩下的毒素依然是封在他双腿上。周芷睡着不醒这几天，苏小璐就把他收藏的许多异闻传都看完了，有的是撰写的故事，有的是疑似神话的记载。像是南海惊现飞龙，在雷雨之中飞天直上，被雷电劈得坠亡，尸骨几百长。齐州洪荒，冲出一条金色大蛇，鳞片闪光，头顶鼓包，好似要长角等等。苏小璐把周芷收藏的这些都看了个遍，神话异闻，他和大众一样也喜欢看。6月初4，周芷醒来了。苏姑娘呢？守着他的金妻抿着笑意。苏姑娘在藏书阁，这几天都在藏书阁，叫她练剑，她都没答应。我睡了多久？周芷皱了皱眉头，敏感地从金妻的话语中捕捉到了这几天。睡了整整7天了。这几天苏姑娘经常会用药水润你的嘴，主子应该不会觉得嗓子不舒服。但这水是苏姑娘一直备着的，说醒来就可以喝。周芷眼里却忍不住有了笑意，他接过杯子，将有些苦涩的药水全部喝完。我要洗漱，暂时先别告诉他我醒了，想办法拖住他。他醒来了，但身上全是药味，他还是想洗漱一番再去见苏小璐。是。当苏小璐估摸着时间准备过来看看周芷情况的时候，就看见金妻耷拉着肩膀，脸色苍白，冒着冷汗，但还是坚定地守在门外。金妻，你怎么了？手臂怎么脱臼了？金妻冷汗连连。多谢苏姑娘关心，是刚刚运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拖住苏小璐，只好用自虐的方式引起苏小璐的注意了。走火入魔？那你还站在这看着干啥？一会儿不看他又不会有事，你还不去看大夫？等等，我不就是大夫吗？来，我给你看看。苏小璐心地善良，金妻赌对了，他心里有点小小的愧疚。苏小璐走过去，先探脉，看看金妻的脉象，脉象有些紊乱，经脉也有些轻微受损，问题不大，吃点药养养就好了。苏小璐取出银针，看来还是你这胳膊严重一些，我给你封针，但复位还是很痛的，忍一下。金妻不看苏小璐的眼睛，苏小璐就开始下手了。用银针封穴之后，苏小璐就抓住金妻的手腕，将内力推入，又将她的手臂轻轻转动，然后用力的复位上去。就听到咔一声，脱臼的手臂已经复位，金妻的手臂已经能活动自如了。一番折腾也过去了半个时辰。等处理好金妻的伤势，苏小璐再去看周芷。周芷已经洗漱过了，桌子上已经准备好了菜肴，她正在等候苏小璐。你醒啦？苏小璐浅浅笑了笑，自然地坐下，伸手握住周芷的手腕，
先切脉，脉象稳定无异常，身体略虚，但还在可控状态。不错，接下来就是要好好吃饭，好好养身体。半年之后进行第2次解毒。不过估算着时间，第2次解毒是冬天了，天气寒冷，我怕你的身体扛不住，所以第2次解毒要在一处有温泉的地方。我想这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吧？东坡台有温泉池。两人一起吃饭，周芷给苏小璐夹菜，两人没说话，安静的吃着。因着那次意外事件，苏小玲也没再帮忙做药膳了。苏小璐做的药膳一如既往没有改变。等周芷吃完了汤饭，过了半个时辰，苏小璐就端着药膳来了。等周芷吃完了汤饭，过了半个时辰，苏小璐就端着药膳来了。黑色的膏体，黏糊糊的，有浓浓的药香，之中还掺杂着焦糊。嘿嘿，良药苦口，快吃吧。谢谢小璐。周芷慢慢的吃着药膳，连话都不说了。苏小璐一边看着，表情也很复杂，因为她觉得这个药膳膏和胶水都有的一拼了。周芷吃一大口，就要嚼很久才咽得下去。好多时候，苏小璐都不由得怀疑她的嘴巴是不是被粘住了，不然怎么半天不动。等周芷吃完这一碗药膳，她久久没有开口。小璐，我送你一个礼物吧。小璐，打开看看，你一定会喜欢的。苏小璐看了周芷一眼，然后打开盒子，盒子里是一只眼球。这是暖玉雕刻而成的，放置在眼眶里不会冷的。单是看的话，它和真的眼睛无异，不仔细看就分辨不出来。苏小璐心里涌出一股感动。谢谢。她忍不住从盒子里拿出眼球来看。谢谢。她忍不住从盒子里拿出眼球来看，无论是颜色还是什么，都和真的眼睛一模一样，连眼球上细小的血丝都有。她一直想为苏三郎做一只义眼，但材料不好找，这是一只暖玉，很名贵的，更是难得。雕刻义眼也不简单，不管从哪里看都是最好的。这份礼物她无法拒绝。希望伯父也会喜欢。我爹会很喜欢的。苏小璐小心地把东西收好。再过2天就是陈大妞成婚之日，她也是必须要回去的。那我就先回家了。好，接下来很长的日子还要辛苦你了。他解毒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年，他和苏小璐还会见很多很多次。只要你好好听我的，我保你活到100岁。周芷回以浅笑。苏小璐收拾了他的东西，将装着眼睛的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好，然后出府回家。送他的是金四。回到苏宅，看见陈宅已经挂上了红绸，已经开始准备陈大妞的婚事了。苏小玲白天都在陈宅和陈大妞、陈二妞待在一起，苏三郎和赵氏都在帮忙筹备，直到晚上才会回家。苏小璐回家，他们也刚好回家没多久。瘦了。苏小璐抱了抱母亲，不管什么时候，母亲的怀抱都是能让人感觉到温暖的。吃饭了吗？爹，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是什么呀？苏小璐拿出盒子给苏三郎，苏三郎打开怔了一下。苏崇歪头一看，小璐送给爹一只眼睛。赵氏也惊愕了，一只眼睛？是假的，但它可以以假乱真，爹可以将它安放进眼眶里，一般是看不出来的。苏小璐近距离看过，雕刻这假眼的人手艺非常好，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是假的。孩爹，还愣啥呢？咱们去安放一下，给孩子们看看。孩爹，还愣啥呢？咱们去安放一下，给孩子们看看。整整11年了，苏三郎失去了那只眼睛。赵氏每想来都仍然想哭，哪怕现在日子好过了，他也忘不了那一天他们一家人一起进山的时候是有多冷。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苏三郎红了眼眶，看了看几个孩子。好，你们等爹一下。苏三郎和赵氏一起回房间了。苏小璐几兄妹一起等待，几人相视一眼，没有任何言语，却觉得很温馨。苏三郎和赵氏回到了房间，将眼睛用温水清洗了一下，然后赵氏帮苏三郎安进眼眶里。当干瘪的眼睛重新充实，苏三郎对赵氏
露出笑意。赵氏已经流泪了。儿爹，我好高兴。我也高兴啊。走吧，咱们出去，让孩子们也看看。赵氏点头，夫妻两人这才一起出去。苏三郎解下了10多年蒙眼睛的布，他和赵氏一起出来，用眼睛看着几个孩子。爹，如果有哪里不舒服了，你就和我说。苏三郎伸手温和地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好。当年他的一只眼睛换来了一家人的生路，眼眶空了10多年，而今天眼眶重新饱满了，所有的苦难都宣告结束。这一段痛苦的记忆会逐渐从记忆淡去，伤痛也会逐渐被遗忘。几个孩子都看着他的眼睛，露出了笑意，笑着笑着都红了眼睛。回到房间休息，苏小玲给苏小璐轻轻按捏，苏小璐觉得温暖又放松，很快就睡着了。苏小璐睡着之后，苏小玲悄悄地亲了亲她。小璐，谢谢你啊，带给了我们所有的人新生。假如没有苏小璐，她想，如果没有苏小璐，爹娘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那个家，两个哥哥也不会被治好起来，他也不能有机会认字，甚至认识周恒。只是因为有了苏小璐，他们一家人都拥有了奇妙的新生。纵然这一路也有很多艰辛，可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心里永远都觉得安心。苏小玲心里无比的满足和踏实，她静静地睡下，伸手轻轻揽住苏小璐。苏小璐1岁断奶之后，就是她带着睡的，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她马上就要12岁了。苏小玲知道这样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她珍惜可以和小璐睡在一起的每一个晚上。苏小璐睡得很安心，第2天起来精神饱满。苏小璐也加入了帮忙之中。明天就是陈大妞成婚了，今天也是要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确认一遍，什么时候新郎官来迎娶，什么时候出门都是有讲究的。陈大妞的脸颊这几天都是红红的，都不用点胭脂了。将所有的喜被等嫁妆清点一遍，确认无误，婚服等等小细节也确认一遍，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的时候，姐，大妞姐今晚上睡得着吗？睡不着的，说不定还会哭。不过冰块都准备好了，明天眼睛要是肿了，敷一敷就行了。就要出嫁，离开家，离开爹娘，离开兄弟姐妹，从此为人媳，为人妻，将来为人母，这些都是从成婚开始的。这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这一晚彻夜难眠才是情理之中，因为这一晚是他们为人子女的最后一晚。看着大妞姐出嫁，我就想到了姐姐，突然好舍不得。看着大妞姐出嫁，我就想到了姐姐，突然好舍不得。二妞姐今晚上应该也会睡不着吧？再过不久，她也就会和二妞姐姐一样。就在这一刻，苏小璐就共情了。不止陈大妞睡不着，前世陈二妞都会睡不着。姐妹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小一起长大，朝夕相处。出嫁就代表着分离，离愁涌上心头，会勾起无数过往的回忆。小璐一定要一直相信，姐姐永远都是姐姐，永远都不会改变。是啊，不管姐姐嫁给谁，在哪里，她们永远都会是最亲的姐妹。苏小璐贴了贴苏小玲的肩膀，她轻轻点头。而此时的陈宅，前世留在了陈大妞房间里，和陈二妞一起把陈大妞的东西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了无数次不会出问题，她还是放心不下。陈大妞眼睛微红，她起身走到前世身边，拉过她的手：“娘，坐会吧。”前世看向陈大妞，眼神全是不舍，拉着女儿的手，她不愿意放开。走到床边坐下，陈二妞也到了前世另一边，两个女儿都靠在前世的肩膀。大妞儿，明天就要出嫁了，明天就要出嫁了，今后你的身份就不只是娘的女儿。你呀，懂事又勤快，又知恩图报，别人对你好，你都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人家。他的女儿从小也是吃了很多的苦，
陈大妞垂下头，她抿唇咽了咽喉咙，但还是没有忍住泪意，视线一模糊，就有豆大的泪珠滴落在衣服上。今后要记着多留一个心眼儿，知道吗？人心隔肚皮是最猜不透的，若是谁让你伤心了，咱们就不对他们好了，知道吗？爹娘身体都好，也能为你撑一撑。有什么不高兴了，不要一味忍让，知道吗？以后结交挚友不需要太多，有一两个就够了。陈大妞默默流泪，重重的点头。娘放心，我知道的。这世上，她不可能再遇见像是小玲一样的好姐妹了，像是苏家人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再也遇不到了。她今后结交的朋友，就算听她说起过往，也不可能真的懂这些过往代表着什么。有些事情，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永远都不懂的。你公婆看着都和善，喜宝也是个不错的孩子。爹娘都是普通人家，都是一起苦过来的。娘不知道该怎么教你处理这些事情，这些就全靠你以后自己慢慢摸索了。娘只说一句话，只要喜宝的爹娘比你们爷奶强，那他们就很好。你公婆看着都和善，喜宝也是个不错的孩子。爹娘都是普通人家，都是一起苦过来的。娘不知道该怎么教你处理这些事情，这些就全靠你以后自己慢慢摸索了。娘只说一句话，只要喜宝的爹娘比你们爷奶强，那他们就很好。你们姐妹一起长大，情深意重，今后做了妯娌也不会出现那些情况。想到这一点，娘就心安了。假如有一天真的和牛喜宝过不下去，那就和离回家来，爹娘养你。二妞，你也一样，家里永远都可以是你们的依靠。你们都是干活一把好手，再差能差哪儿去呢？过日子就是要相互扶持的过。如果他们动手打人，又或者变了心肠，到外面花天酒地，这样的日子咱们就不过。钱氏抱着两个女儿，轻轻地叹了口气。作为女子，没有哪个女子不希望在娘家能有个容身之地。可事实是，绝大多数女子一旦出嫁就没有家了，在娘家成了客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婆家是外人，不是他们生的，永远都是外星人。6月初6，陈大妞出嫁。天一亮，赵氏和苏小玲、苏小璐就早早的起来，来到了隔壁帮忙陈大妞梳妆打扮。钱氏眼圈发红，来到了隔壁帮忙陈大妞梳妆打扮。钱氏眼圈发红，赵氏笑意温和，言语很少，却也能抚慰人心。陈大妞也换上了婚服，穿上了婚鞋。苏小璐看着陈大妞，根本移不开眼睛。今天的陈大妞真的太漂亮了，就像是一朵绽放很好的花朵，是最漂亮的时候。她嘴角微微上扬，眼神有些羞涩，不管是抬眼还是垂眸，都美极了。时辰到了吉时，前来结亲的牛喜宝也来了。吉时到，大姐，我背你出门。赵氏也流泪了，犹记得当年陈实不过是刚出生，如今竟也是大个了，长得高壮了。之前还担心他背不好会摔了陈大妞，想叫苏虫背陈大妞出门的，但陈实坚持。陈大妞俯身上去，红盖之下泪水汹涌，根本就忍不住。大姐，你要过得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好不好？我会向大哥二哥学习的，将来一定给你长脸，给你撑腰，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和小星都会是你和二姐的后盾。陈大妞一边哭一边点头。陈大妞一边哭一边点头。牛家早就准备好迎亲了，爆竹声不断，将新人迎进家。接下来就是拜天地。陈虎、钱氏和牛大贵、燕氏一起坐于高堂，见证这对新人拜天地。看着陈大妞和牛喜宝过完礼，以后好好对大妞，喜安也是啊，以后要好好的对二妞。大妞和二妞都是我们的妹妹。牛喜宝和牛喜安都点头，他们都定亲1年多了，苏陈两家什么关系，他们都看得很明白。
3天之后，陈大妞回门，面色红润，眼带笑意，早早迎接她的前世，看了就安心了。赵氏也欣喜，陈大妞羞涩地回家。虽然出嫁才3天，但已经不一样了。她不再是待字闺中的女子，她成了心腹。陈二妞和苏小玲一起拉着陈大妞进屋说悄悄话。苏小璐年纪相差好几岁，她聪明的没跟去。她拉着陈实练剑，带着陈星玩。陈大妞回来，从气色看，苏小璐就知道她过得很好。人的幸福都写在了好的气色里，每一个羞涩而明艳的笑意里。看着大妞和喜宝，我都希望咱们家也快点办婚事。人的幸福都写在了好的气色里，每一个羞涩而明艳的笑意里。看着大妞和喜宝，我都希望咱们家也快点办婚事。孙家应该也启程了，等华哥成了婚，我心里也踏实了。苏三郎笑了笑，夫妻2人一起笑了。姐，你知道大哥喜欢的女子吗？我不知道。苏小璐想起了那一天不小心看见的，心里纠结极了。小璐，你可以告诉姐姐是谁吗？姐姐保证不会告诉别人。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只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恰巧碰见了大哥把他自己做的动物肉包拿去送给了林夫子的女儿。苏小璐当然不会说她是好奇跟上去看见的。是瑶瑶姐，大哥不让爹娘知道，不请媒人去问，是不是因为瑶瑶姐姐拒绝了大哥呢？苏小玲只是细想了一下，就猜到了个大概。苏崇不肯说出喜欢的人，却又固执的不肯再看任何人，想必就是因为林瑶瑶拒绝了，他心里也装不下别人。是的，大哥还说他会用10年来证明他的心。10年啊，10年可太久了。是的，大哥还说他会用10年来证明他的心。10年啊，10年可太久了。或许不用这么久，大哥表明心迹的时候，瑶瑶姐的娘也听见了。小璐，你还知道些什么？都告诉我。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后来我就回家了嘛。林夫子夫妻之间会说些什么，我偷听也不好啊。多亏你这个消息，我猜也能猜出一些。夫子他们知道，我就安心了。姐，你猜出了什么呀？咱们大哥也是林夫子的弟子，才学上虽然没有二哥出众，可也是难得的人才。夫子本就很喜欢大哥二哥，这么多年，什么样的脾性和人品也有不少的了解。瑶瑶姐未嫁也是夫子心头肉，他情愿瑶瑶姐一辈子不嫁，也绝不会随意将她托付给人，随意嫁出去。因此就可以猜测，他们知道大哥喜欢瑶瑶姐之后，会思考的事情，看得上，但也要想办法考验咱们大哥。咱们大哥是过了考验，那好事就不会远了。唯一猜不到的就是不知道考验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来，什么样算过。但这一切都听天命了。如果有缘，那最终一定会结为夫妻的。那就是说，大哥不用等10年啊？不用那么久。姐，我困了。睡吧。苏小璐很快就睡着了。苏小玲闭上眼，任由思绪放飞。第2天早上，苏小玲悄悄拉了拉苏崇，苏崇不解地跟着她到转角处。小玲，有啥事吗？大哥，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心，你一定会得偿所愿的。苏小玲很笃定林瑶瑶对苏崇不可能没感觉，林瑶瑶的顾虑只是因为她年纪长了太多。苏崇只要过了林家的考验，林夫子夫妻就会促成这一桩好事。大哥，不管遇到什么事，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心性。放心，大哥心里有数啊。苏小玲笑着点头，她的眼神充满信任。苏崇虽然没猜透，但也绝对心里很温暖，没有什么比家人关心自己更暖心了。他本想伸手揉揉苏小玲的头发，但这个念头刚起就消失了。妹妹长大了，许多亲密的举动已经不合适了。那大哥先出去了啊。苏小玲点头。大哥小心。表哥，这个人很好战，以前就爱来挑战我，和我势均力敌。苏公子，久闻大名，在下处境，特来讨教一番。不行。戚行风憋红了脸，他刚刚已经犯规，和苏小璐的约定就要往后推了。
他努力的憋住要从嘴里冒出来的长篇大论。和我打。我今天来可不是来挑战你的，我今天来是来挑战他，苏崇，苏公子。听说他也能和你打平手，我很感兴趣。打败他就等于打败你嘛。苏公子，敢不敢应战？是男人就给句痛快话。有何不敢？楚公子想怎么比？哈哈哈，爽快！咱们就比比拳脚功夫、骑射、力气这些。咱们是相互讨教，就不动什么刀枪了。将来若是有战事，说不定咱们还会并肩作战。可以。齐清风皱着眉头。你，哈哈，放心，我不是来找茬的，就是以前我也不是找茬，咱们都是友好比试。对了，你今天话很少，我听人说你改了，我原本还不信呢。但现在我信了。虽然你看起来很想说话，脸都憋红了，但是你不说话，挺好的。少言少语是好事，这是我爹说的。彼此。的确，我也应该改改了。他的性子其实和齐行风没多少差别，都是咋咋呼呼的性子。之前有齐行风在前，他还有个推头。现在齐行风已经大改了，他找不到理由了。苏公子，多谢赐教。楚公子请。小心。请。苏崇不二话，捏紧了双拳就主动出击一拳。楚进双手架成一个十字，挡下苏崇砸下来的拳头。这是初始的试探，两人都没有用全力。一拳下来，苏崇感受到楚进的功底。楚进下盘非常稳，力度也很大，是个不错的对手。而楚进对苏崇的感觉也很好，觉得苏崇功底深厚。此番试探后，两人都开始认真起来，都不藏拙，你一拳我一拳的打了起来。拳头相碰的闷哼声音引得将士们连连叫好。若是用剑，楚进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但用拳头近身赤膊，楚进和他真是难分高下。整整打了2-3个时辰，天都近黄昏了，也没分出个胜负。但两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鼻青脸肿。原本兴致勃勃的将士们都没有一开始的兴致了，看累了。齐行风看着这也分不出胜负了，所以在苏崇揍了楚进一拳之后，好，停。苏崇和楚进都停下来。下次。楚公子，看来今日是胜负难分了，下次再战，苏某随时恭候。行，咱们明天继续来。苏崇的拳头可真有力气啊，但他也不差。瞧着苏崇半边脸都肿了呢。苏公子，明天见。苏崇笑了笑，拍了拍齐行风肩膀。无妨，多历练是好事啊。擦药。和齐行风分开后，苏崇就回家了。面对苏三郎和赵氏担忧的眼神探来，苏崇解释：和郡主一位功底不错的少年人切磋了一下，无碍，都是点到即止的。赵氏不放心，他眼里的担忧就没法消去。苏小璐起身给苏崇接脉：爹娘，大哥没事，只是皮外伤而已，过几天就好了。爹娘，大哥没事，只是皮外伤而已，过几天就好了，擦点药，明天就没事了。有苏小璐的话，赵氏和苏三郎才放心了些。儿子长大了，他有他的追求，做父母的他们已经不干涉，只是看着孩子鼻青脸肿会心疼而已。苏崇快速吃了饭就去休息，他暗想，明天楚进再来，他就得和他说好，不能打脸。至于身上，那就随便，在身上穿了衣服也看不见，只要脸没事，过了爹娘这关就行。苏崇不知道这会儿的楚进也面对着和他一样的审视。楚母是个泪人，一看见自己儿子半边脸都肿了，当即就吧嗒吧嗒的哭，拉着儿子一边上药一边哭。这个苏崇这么厉害，竟把我儿打成这样。嗨，夫人莫哭了，实在不行啊，这个忙咱们不帮了啊，书信一封回绝了林平生就是了。这是说的什么话语？这是说的什么话语？当年你还是个小官，惹了事儿，可是林先生帮你一把。林先生宽厚，知识渊博，不计较这点恩情，咱们能做那忘恩负义的事情吗？林先生在京城的时候帮你多少次了？你自己说说。
温氏仍然心疼儿子被打得一身青紫，但他不可能忘了做人的原则。他看着楚晋身上的伤痕，眼泪忍不住掉。咱们静儿皮糙肉厚，这件小事算什么？只是我毕竟10月怀胎，他和妮妮都是我的心头肉，即便是蚊子叮一口，我看了都心疼死了。楚将军要是要做这忘恩负义的人，那就别怪我这个妇道人家不懂礼数了。哎，夫人莫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哎，夫人莫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夫人放心，为夫绝不做那忘恩负义的人。林先生家这个忙啊，我肯定帮啊，帮到底的帮。瞧着自己丈夫软了声调轻哄，温氏破涕为笑。当林平生送了书信来请求帮忙时，看了事情原委后，他们夫妻连商量都没有，只有一个眼神就达成了一致，要帮必须帮。楚雷震其实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只是把妻子放在了首位。温氏一直都知道他对自身的看重，他同样倾心于他。他容易糊涂，那他就做他清醒的头脑，不让他做糊涂事情。现在楚雷震因为他流泪生了不帮的念头，温氏自然不会让他这样做。楚晋心塞塞的，他默不作声。等温氏给他上好药之后，他休整一番睡下，睡着之前还在暗想，明儿个和苏虫交手，一定要提醒他千万不能打脸，只要痕迹不露出来，那就能当所有的事情没发生。所以第二天，当楚晋再次来挑战苏虫，两人见礼之后，别碰脸。苏公子，请。帮哥保密，别告诉娘和华弟啊。拿了药，苏虫就回房了。小鹿，你别瞒我，大哥这些伤没事吧？没事，看着厉害，但不伤身体，就是正常的比试会留下的痕迹。能和大哥过招还不落下风，本身就不差。如果真的要动真章，那暗伤就不只是暗伤这样了。姐，你要相信大哥呀，咱们大哥的功底也不输人。大哥都这样，那个人肯定也没有好到哪去了，说不定比大哥还惨呢。苏小璐对苏虫还是有信心的，毕竟苏虫内劲深厚。苏小玲听着觉得有道理，悬着的心才放下了。接连半个月，苏虫都在用药，他和楚晋两人谁都没输。最初的较量早就变成了相互历练，虽然每天都是伤痕累累，但两人反倒是越打越好了。7月初，又是一天历练结束。苏兄，咱们都打了这么多天了，我认输了。最近我是越来越难打着你了，咱们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我感受得到，你武学很深厚，内劲很足。假如你用上内劲，我早就败了。是楚兄你客气了。是楚兄你客气了。楚晋为人坦荡端正，和他相处起来，苏虫觉得也投机。咱们不打了，你这个朋友我楚晋交定了，咱们不打，咱们比别的。明天比酒量如何？我爹可是说过，真正的男儿必须要有千杯不醉的本事，如此才能心智坚定，上顶天下立地，成大事。有何不可呢？随时恭候楚兄。嘿嘿，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映月楼见。季清风，你也一起啊。说起来，我们也没有比过酒量呢。你功夫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这酒量如何。硬。楚晋大笑着回去。如今他脸上没伤了，所以温氏见了也不会哭。哎呀，进展的怎么样了呀？还要这样打多久啊？我都不敢看你娘的眼睛了。爹，我这样说吧，如果是我以后的女儿能嫁给苏虫这样品格的男人，我得烧高香拜谢老祖宗保佑。其实我觉得定力这一块差点也没事。你能做就好好做，咱们只把结果告知就行了，管那么宽做甚？若不是林先生没那意思，不然你娘啊都要叫你娶。若不是林先生没那意思，不然你娘啊都要叫你娶。爹，我的好爹，我一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这还差不多。爹，我真觉得苏虫不错。要是苏虫没过林家的考验，咱们要不让妹妹也见见，没准合眼了呢。只要是正妻，有外室给生孩子，让妹妹都抢过来养在膝下，到时候都是她的孩子，不受疼不受累，就白得孩子，多好的事儿呀！哎呦，少说两句吧，让你娘知道你有好果子吃啊！
参加的妮妮才不嫁无夫呢，边关安稳不了几年就起战事，你娘会哭的眼泪够多了。楚雷震说完就不想再多说了，转身就出去了。楚进摸摸脑袋，无奈的摇摇头，他都忘记了自己娘是个泪美人大哭包，妹妹和娘如出一辙。这样一想，苏虫确实是一点不合适。而另一边，楚雷震回了主院。经过这段时间呢，静儿和苏虫也相交熟悉了，约好了明天一起喝酒，就看看明天的结果了。映月楼那边我也打点好了。瑶瑶这孩子也是受苦了，脸上的伤好了，却也错过了最好的婚配年龄。瑶瑶这孩子也是受苦了，脸上的伤好了，却也错过了最好的婚配年龄。从信中来看，他对苏虫应该也有意，只是顾虑太多了。夫人莫忧，姻缘天注定的，老天安排的，是好是坏，躲是躲不过的。苏虫晚上来拿药，苏小玲忍不住担忧：大哥，你的身体真的没事吗？没事儿，明天就不较量了。这段时间我也学到了很多，在拳脚功夫上他也有待提高，这段时间他也提升了很多。苏小璐也相信苏虫，但还是怕他受伤了，怕家人担忧而不说，所以给药的时候顺便把脉，没有问题才放苏虫回去擦药。因为苏虫脸上没伤，苏三郎和赵氏都没有再担心。苏华是知道的，但也只在一天晚上嘱咐他小心，他们兄妹都默契地完了下来。苏虫擦了药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早的就出门了，来到约定的地点，楚进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苏虫看了看这条过清冷的街道，他正好奇。苏兄来了，走，齐新风都等着了呢。苏虫对楚进微微颔首，打了个招呼。楚进已经把手揽住苏虫肩膀了。哈哈，今天我准备了最好的酒菜，势必要和苏兄一较高下。今天我准备了最好的酒菜，势必要和苏兄一较高下。苏兄还没吃早饭吧？苏虫点头，昨天就说好了，他也应约了，当然不会食言。如果在家里吃了，他再来赴约，那就没意义了，而且还显得心不诚，说好的事情又不遵守。进了映月楼，苏虫闻到了胭脂水粉的味道，但里面也很安静。苏虫心里有疑问：楚兄，这是什么地方？为何白天闭门不迎客，也没有食客？这样如何做生意啊？恕他眼拙，真没看出这是什么地方。苏兄啊，等会儿就知道了。这是男人的神仙地儿，咱们先吃饭喝酒吧。楚进觉得这苏虫实在是纯情啊，竟然不知道烟花之地，但要考验男人定力，不就得在这样的地方吗？带着苏虫进了包房，齐行风就站起来，他神色有些不自然，但最后在楚进的眼神示意下，他垂下了眼眸。齐行风来得更早，昨天他就没有机会问楚进为什么找这么个地方，所以今天早早的就来问个原因了。喝酒哪是这么喝的，咱们得慢慢来。说着，楚进轻轻拍了拍手，几个身姿曼妙的女子缓缓起舞，还有弹琴的、抚琵琶的，一时间歌舞起。这才有滋有味嘛。苏兄，齐小将军，来喝酒。在歌舞助兴之下，三人慢慢的吃着菜，喝着酒。苏虫从看见舞女的时候就明白了，他意识到这是什么地方了。他神色不变，该喝酒就喝酒，该吃饭就吃饭。至于跳舞的女子，他只当是楚进喜欢。或许楚进平时就喜欢来这里，因为他们结交相识，楚进想让他更了解他一点。在苏虫看来，这就是好友真心的邀约。齐行风暗自打量，心中复杂纠结。他如果早点告诉苏虫，那苏虫过这样的考验一定会很轻易。但楚进精明得很，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就算是喝酒太多了要如厕，楚进都跟着一起。齐行风找不到机会，也就只能暗暗祈祷苏虫能过这考验了。齐行风找不到机会，也就只能暗暗祈祷苏虫能过这考验了。而楚进呢，也在时不时观察苏虫的神色，看看他有没有露出某些表情。半天下来，他发现苏虫根本就没那个意思。于是楚进高举酒杯：
美人们跳了大半天，也跳累了吧？不如休息一会儿，过来喝杯酒，休息休息吧。楚进邀约，心领神会的女子们纷纷如同花蝴蝶一样，迈着小莲步而来。她们靠着三人在桌边坐下，眉目间好似秋水流转，每一位都是那般的美。她们轻声细语，每一个不经意对视的眼神都含了羞涩，感谢了楚进的款待，然后自主地接过了斟酒这个活儿。齐行风受不了这种气氛，所以一杯连着一杯，早早的就把自己灌醉了。就剩下楚进和苏虫一直在较量，好酒不断的上，一直到了下午，楚进都有了些醉意，他还清醒着，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装作醉了。郎兄，你可是醉了，可要小气一番。郎兄，你可是醉了，可要小气一番。奴愿意伺候郎兄你，只要郎兄你愿意。女子说着就脱去披在身上的外衣，苏虫赶忙的伸手制止。你们只需要将这位公子安顿好就行，我对你们没兴趣。他说完起身去把齐行风架起，准备带着齐行风回家。女子簌簌落泪，梨花带雨的样子让人看了很是心疼。郎兄你不愿，可是贤奴身子脏了，贤奴不要脸吗？啊，并不是，我并不会看不起任何人，只要不伤天害理伤害他人就行。姑娘流落至此，想必也是身不由己，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姑娘不偷不抢，靠自己存活，我怎么会看不起呢？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望姑娘不要多想。苏虫说完就准备带着齐行风离开了，女子又拦下他。郎兄，你真是个好人，但世上男人哪有不爱美色的？郎兄，你可是觉得奴不够美，所以郎兄你才不心动。女子说完，抬手轻轻一拍，由外又进来好几个各有千秋的女子。女子说完，抬手轻轻一拍，由外又进来好几个各有千秋的女子，有娴静温柔的，张扬明艳的。抱歉了，还请姑娘让开路，我们兄弟二人要先行离去了，你们还是安顿好这位楚公子吧。苏虫说着就背起齐行风离开，美貌女子们都纷纷让开了。他们看着苏虫离去，谁人也没有拦着。苏虫不知道的是，他刚走，楚进就醒了。楚进还站在楼上，打开小窗，从缝隙里看着苏虫背着齐行风离开。他露出了笑意，从腰间解下银袋子抛起来，银袋子落在桌子上，发出重重的声音。姑娘们都高兴地扑上去争抢分了起来。楚进甩了甩头，然后也回家了。对苏虫的考验他算是过了，楚进的任务也达成了，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回家告诉爹娘他完成了使命。明天他就能找到苏虫和他解释，然后恭喜他。楚进回到家，静儿如何了？苏虫到底有没有通过考验呢？楚雷震也露出期待。苏虫过了考验，他并没有占任何一位女子，他还以为我是那样的人，扔下了我，只带着他表弟齐行风回家了。那太好了，我这就给林夫人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温氏也很高兴，欢喜地进了内室，拿纸笔写信。哎，给爹说一说，也没有人教他，他也没见过那样的地方，他真的能把持住？楚雷震惊讶于苏虫的自制力好，同时也有些好奇，让楚进细细地说给他听。温氏拿了纸笔出来，一边写信一边听。楚进把细节全盘托出，事实证明苏虫就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他的认知都非常好。他拒绝烟花之地的女子，却并不嫌弃他们，不鄙夷他们。说完之后，楚进问：爹娘，我能告诉苏虫真相吗？说不说都不要紧。说吧，林先生请求我们帮忙，其实心底已经有个答案了，也就是等东风。如今好消息传回去，东风起就不需要久等了。该试探的、该考验的都考验了，林平生得到了答案，应该就不会犹豫了。看来过不了多久，咱们有喜酒喝了。楚雷震也笑了，反正夫人高兴，他就高兴。楚进松了口气，安心回房休息了。苏虫把齐行风送回家，其父其母闻声来。
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了，怎么喝得烂醉？哎，舅母，邢峰是陪着我喝的，说来也是我的不对。哎呀，那我更要好好说他了。这陪你姐妹儿，你都没醉呢，他自己倒醉了，哪有这样的呀？啊！舅母，那我先回去了。苏宠礼貌地打了招呼，然后回家。其父和其母一起送他出门。等苏宠走远了之后，给那小子灌点醒酒汤。其母点头，夫妻两人一拍即合。齐行风被灌了解酒汤，很快就醒了。一醒来，就看见一家人都围坐在他床前，他吓了一跳。哎呀，爹娘、曾祖父、行之，你们都在这儿看着我干嘛呀？这么多个脑袋，看着很吓人的好不好？迷糊之下，连约定的规矩都忘记了。你还有脸问？还不把事情老实交代出来？齐行风吃痛，清醒了点儿，想起了约定，他脸很快憋得通红，因为内容太复杂了，他几个字还真解释不清楚。齐老将军看他憋红脸，也憋不出几个字，实在是等不及了。直接说吧，别憋了，大不了再往后多推几天。齐行风看着一家人都着急的样子，突然就失笑了。他摸了摸脑袋，将事情娓娓道来。哎呀，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不好不配合，所以就干脆把自己灌醉了。表哥有没有通过考验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测他在这个时候把我送回家，应该是过了考验的。毕竟要是没过考验的话，他这会儿应该还在映月楼才对。万一姑母不同意怎么办？那个林瑶瑶比表哥大了快10岁了。的确是差太多了，这孩子怎么就喜欢他呢？哼，这不才9岁多，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男人都能娶比自己小10岁、20岁、30岁的，我们女人就不能嫁比自己小10岁、8岁的吗？林瑶瑶比阿虫大了这么多，阿虫都喜欢她，甚至还要等她10年，这就证明林瑶瑶非常好，她的好足够让阿虫心甘情愿地等她。理还真是这么个理儿。林瑶瑶年纪虽然大了，但也不是垂老的女人，她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学识。虫哥要是能娶了她，将来孩子怕是聪明得很。林家根本就脑子灵活，当年的林探花那是迷倒了金钟一大片的女子。只可惜那时候他就已经婚配了。齐老将军抚了抚胡子，在他的记忆里还依稀记得林平生的模样，温润谦和、儒雅俊美的美男子，哪个女子看了不喜欢呢？祖父、表妹他们夫妻都还不知道呢。过不了多久就知道了，看着吧。要不了多久了。华哥啊，估摸着时间，孙家应该也快入京了。他们入京后啊，你有空就要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爹娘放心，我会关注着的。二哥，到时候带我一起去，我也给他们看看平安麦。好。苏虫为弟弟感到高兴，但莫名的，他的心里有一丝羡慕。不过想想自己喜欢的，他心里也很坚定。这一天，他迟早也会等到的。吃完饭，洗漱之后歇息。苏华敲了敲门，进来。大哥，咱们谈谈。大哥，上一次你和我们说你喜欢瑶瑶师姐，今时今日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来问你，你的心可曾动摇过？我来问你，你的心可曾动摇过？华弟，我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好好操办你的婚事就好了，不用管我。大哥，10年不是10天，真正的喜欢又怎会白白蹉跎10年？我不会看着你这样做，我更不想看着你因此成疾。华弟，你别，我喜欢他是我的事情，我不想给他任何压力，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大哥，他大你很多，10年后他就过40了。我不介意他40还是30，我愿意等。所以你准备怎么办？等不到的话，就终身不娶吗？不知道，目前我还没有想到其他事情。我承诺用10年来证明我的心，或许10年以后我的心会改变吧。但是现在我还不想改变。如果娶妻，我只愿娶她；娶不到她，我就不娶了。
华弟，我其实不害怕浪费了时间什么的，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觉得都是值得。只是爹娘那边，我到底是对不起他们，但我没有办法和他们解释我是一厢情愿的。所以你婚后尽量和弟媳多生几个孩子吧。大哥此时下定论还早，缘分是天定，说不定老天爷也有意呢。你的心意我也知道了，放心，这是你深思熟虑的决定，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尊重你的。苏华这样说，苏虫就安心了。苏华回了自己的房间，沉吟了许久，才拿出宣纸来铺开，提起笔落下了字。这件事爹娘不知道，他们帮不了苏虫，但他可以。他是林平生最得意的弟子，他的话在林平生眼里还是有几分力量的。写完收好，准备明儿送出去。第二天早上，苏虫去了教练场。苏兄，我要和你说一件事，很重要的事。这么早来，就是想早点告诉苏虫。什么事情？苏兄，对不起，我楚静现在郑重的和你道歉。我有些事情骗了你，但我想交你这个朋友，这一点我没撒谎。你不信的话，我就发誓，我真心想结识你。如果这一点我骗你，就让我家祖坟被人掘了。啊，严重了。不重。确实不重，但我不怕，因为我没撒谎。如果这一点我骗你，就让我家祖坟被人掘了。啊，严重了。不重。确实不重，但我不怕，因为我没撒谎。苏兄，事情是这样的。楚进将几个月前家中收到的信，包括爹娘的交代，都一一告诉了苏虫，让苏虫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苏兄，虽然认识你我是有目的，但我想结交你是真的。我觉得咱们志趣相投极了。如果你受到挫折，你跟我回家，我带我妹妹给你看，没准儿我妹妹一看你就喜欢了呢。虽然我爹娘都不喜欢我妹妹嫁武人，但我妹妹喜欢他们也没办法的。楚进非常的认真，一时间把爹娘的担忧全部抛开。这么好的男人，林瑶瑶不要，他想替妹妹争取一下，这非常的可以，没毛病。苏虫愣了一会儿。所以我通过考验了吗？苏兄，你通过了考验，接下来静等好消息吧。苏虫有些走神，楚进说的这句话反复的在他脑海回响。他通过了林夫子的考验，他得到了师父一家人的认可，嘴角不由自主的勾起。纪小将军，你订婚的时候也这样吗？齐行风白了他一眼，干嘛告诉你？楚进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起来。苏兄，林瑶瑶是不是个绝色美人？苏虫看着楚进和齐行风，一脸好奇。他摇摇头。师姐并非绝色，她的相貌清秀普通。那你为什么喜欢她？何况她还年长你那么多。苏兄，你可要想好啊，她那个年纪可不会像16、17岁的小姑娘一样娇娇弱弱的。这就好比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们不曾真正的喜欢上谁，所以你们不能够理解我。可等到有一天你们心里有了真正喜欢的女子，就会明白我今日之感了。来，咱们一起练练。等待有了希冀的光，苏虫觉得做什么都有劲儿了。他期待一个好消息，无比的期待。夜里回到家，他兴奋了半夜都睡不着，最终还是轻轻出门来了。去厨房取了酒，一个飞身到了屋顶，靠在屋檐上，仰头看着满天星空和明月，慢慢的喝酒。他想了和林瑶瑶许多幸福的可能，自然也想到了最坏的可能。假如这般师姐仍不喜欢我，那我便认命了。满天星辰与明月为我作证吧。苏虫一边喝酒一边看星空，所以他没有注意到苏华就在屋檐的廊下。苏虫看着星空和明月，苏华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苏华回了房间睡下。苏虫也喝得有了醉意后，飞身下来回屋睡下。7月初7，孙伯承带着全家人回京了。孙家马车进了城门，苏华就上前打了招呼。好孩子，有劳你了，家里都还安好吧？多谢孙爷爷关心，爹娘都很好。伯父、婶婶，你们一路劳累，先回家休整一番再说吧。苏华朝着后面马车看了一眼，恰好看见孙宝倩偷偷看他，两人视线相对。苏华对孙宝倩微微一笑，点点头，
孙宝倩抿唇浅笑。孙伯承看着熟悉的牌匾，当年离开京城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小子，如今已经垂老也。时过境迁，许多往事都飘淡在了岁月里。如今只叹一句岁月无情啊。爹，那你回家看看呗。如今只叹一句岁月无情啊。爹，那你回家看看呗，可还是旧日模样。孙子谦常年做生意，京城不常住，但3年2年总要来一次，修缮老宅什么的。这次托付给苏华修缮，是因为他们和苏家结亲了，苏华是他们的女婿，要走的亲近，自然要通过许多小事情开始。进家门，发现苏华不但修缮了一番，还新种了许多花。如今花开得正好，让人看了心情都好。孙宝倩看着花儿，她就脸红了，一直藏在连氏身后，根本不敢多看苏华一眼。连氏笑意温柔，温柔的眉眼间带着笑意，或许是想到了不久就要送女儿出嫁。连氏看着孙宝倩，眼睛里时不时就有一些泪花，蓄起又生生逼回去。舍不得女儿出嫁，可女儿能嫁到如此优秀的男子，他心里是欢喜更多。孙伯承安排好了一家人居住的院子，下人很快就准备好了清淡的饭菜。下人有2个的看守老宅的老人，其他都是苏华新买的。下人有2个的看守老宅的老人，其他都是苏华新买的，干活利索，很会伺候人。就是端茶倒水的丫鬟，也只是相貌普普通通、规规矩矩的做事，绝不多看苏华一眼。爹娘，我一会儿要出门一趟。赶路这么累了，你还要去哪儿？今天七夕节呢，京城里热闹得很，我要出去逛逛。京城的七夕比镇子上热闹多了，我和姐姐都没有来过京城，想去看一看也正常嘛。姐，我说的对吧？孙宝倩比较含蓄，笑了笑没说话。就你贪玩，你们初来京城，对京城还不熟悉。过了七夕也没事儿，后面还有中秋佳节各种好时候，有的是机会让你看个够的。哎娘，这不有二哥在吗？他来京城半年了，他肯定熟悉。二哥，我的好二哥，你快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娘就能同意了。对了，我又不是我一个人出去玩，姐姐也想去。哎呀，好二哥，你就发善心，带我们姐弟逛一圈嘛，2个时辰就行。苏华无可奈何，他看向孙伯承和孙子谦，还有连氏。孙爷爷，伯父婶婶。孙爷爷，伯父婶婶。既然小弟和倩儿都想游玩，那就让我当个领路人吧。好了，怕了你了。出去的时候带上2个下人，要跟紧你二哥，不要乱跑。没问题。连氏看了看害羞的女儿，然后对苏华温和的开口：“华哥，辛苦你了。”婶婶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的。这会儿才申时刚过，吃了饭，孙宝善就迫不及待的要出门了。孙宝倩带了1个丫鬟，孙宝善带了1个小厮，就和苏华一起出门去了。七夕这个重要的节日，京城的街道可谓是满目琳琅。孙宝善和孙宝倩都看得眼花缭乱，猜灯谜、刻小字、挂红绳等等。七夕节许多都是订了婚的未婚夫妻出来逛街，订婚后偶尔见面是被允许的。我写予你的信，你收到没？收到了。收到就好，但你没有回信于我，这是为何？他目光落在孙宝倩脸上，看着她长睫颤动，脸颊绯红，红唇抿紧，许久却不说出话语。倩儿既然已经收到信，为什么不回我呀？叫我心中多彷徨。红唇抿紧，许久却不说出话语。倩儿既然已经收到信，为什么不回我呀？叫我心中多彷徨。孙宝倩抬眸看去，看见苏华满眼笑意，就知道自己上当了，心中又欢喜又懊恼。他不答话，只是加快了脚步去前边做糖人的小摊，买个小糖人。苏华浅浅一笑，跟上他的脚步，陪在他身边，对着做糖人的老伯说道：“老伯，我要1只糖兔子。”糖人很快就做好了。孙宝倩要了1只小马的。孙宝倩看着苏华竟然吃糖人儿，她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吃糖。我已经好多年不吃糖了，
这次是例外。苏华好似在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孙宝倩脸更红了，京城的繁华根本入不了她的眼，她的双眼和一颗心都被苏华占领。孙宝善终于逛累了，看见一处吃凉水的小摊子，他就嚷嚷着要去吃，让小厮和丫鬟都吃凉水休息一会儿。二哥姐，你们自己逛会儿吧，别走远了。二哥姐，你们自己逛会儿吧，别走远了，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孙宝倩心跳如雷，她既害怕又期待，想拒绝又说不出口。好，那我们就去前面看看。两人慢慢地朝前走着，走了一会儿，孙宝倩发现苏华停了下来，她有些疑惑，抬眼看去，看见他满眼里成了笑意。他伸手指了指，孙宝倩看去，一棵挂满红带子的姻缘树就在不远处，许多成双成对的男女都说说笑笑的去花银子买了一条红带子，然后一起笑着走去树边。二人亲自将红带子绑在树木的枝丫上。倩儿，我们也去绑一条吧。我听人说这里很灵验的，特别是在七夕的时候来。今天多亏了小弟帮我，不然我们就要错过今年的七夕了。小弟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所以昨天他突然闹着要赶紧赶路，也是因为你？小弟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所以昨天他突然闹着要赶紧赶路，也是因为你？孙宝倩觉得不可思议，但在苏华一出眼眸的笑意中，她得到了答案。她觉得惊喜无比。她知道这时候她的脸肯定很红，她应该移开视线，但她舍不得。看见那一双盛满笑意的眼睛里，她点头。好。苏华看向前面，牵着孙宝倩朝前走。两人到了卖红带子的小摊面前，卖丝带的一对老夫妻。他们慈祥地看着每一对到这里来买红丝带的男女。苏华付了钱，拿了一条丝带，然后牵着孙宝倩进了里面，走向姻缘树。姻缘树很大，昏暗里有许多人在绑。苏华牵着孙宝倩到了空的地方，把丝带一头给了孙宝倩。两人一起绕过树枝，然后一起绑，将带子绑成死结。昏暗里，孙宝倩知道苏华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她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的手心很烫，紧握着她的手不肯放开。倩儿，我们以后要像是这绑住的死结一样，一辈子都不分开。倩儿，我们以后要像是这绑住的死结一样，一辈子都不分开。无论将来面对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我再次向你许诺，我会一生忠于你，绝无二心。你信我可好？孙宝倩心情激涌，她很想一口答应，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娇气问：万一你以后遇到很好的女子呢？更好的女子有更好的男子相配，与我何关呢？倩儿若是遇见了更好的男子呢？再也没有比你更好的男子了。他的眼里除了装下他，哪里还装得下别人？能得倩儿如此评价，小生真是三生有幸。该回去了。他把手从苏华手中抽回，先一步朝外走去。在这个氛围下，他只觉得他的脸都在火烧。要是再不走，他怕自己会融化了。苏华跟在孙宝倩身后，带着浅浅笑意，两人回到了凉水铺子。姐，二哥，你们也快来喝一碗吧。两人回到了凉水铺子。姐，二哥，你们也快来喝一碗吧。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这京城里比羊角镇热太多了。这才走了一会儿，这身上都汗湿了。那，喝一点凉水，吃一点凉爽的果子，真是舒服啊。孙宝倩靠着孙宝山坐下，苏华坐在了孙宝山的另一边。凉水碗里有绿豆泥、山楂冰粉和一些西瓜块，可以淋一点蜂蜜、冰镇果，喝上一碗，在炎炎夏日真的是消暑极了。孙宝善和孙宝倩一起回院子。你什么时候和他联系上的？老爹娘知道了，小心挨打。我这不是看你天天看信，信封都快包浆了吗？你不给二哥回信，我就替你回了。哎呀，反正你们也快成婚了嘛，等商店的日期，你们见面的时候就少了。今天还是七夕呢，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呀。孙宝善看向同胞双生的姐姐，眼睛里流露出羡慕。
姐姐倒是嫁了自己喜欢的人，她喜欢的还不知道怎么才能娶呢。好累呀，我先回房沐浴睡觉了。好累呀，我先回房沐浴睡觉了。回到房间，孙宝善就开始整理买回来的东西，挨个分类好，然后才沐浴。他的身体已经大好，但却没办法习武，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苏华成了文状元，让他压力倍增。苏小璐能看上他吗？苏小玲又是将来的皇子妃，大哥也是举人之身，也是一身的好武艺，他连他哪一个哥哥都比不上，他眼瞎才会看上自己。孙宝善叹气，捶打浴桶的水，闷闷地将自己沉入温热的水里。连氏前来，没看见人就轻唤：“善儿，善哥。”孙宝善出来，连氏吓了一跳：“你这孩子怎么如此的皮？”娘，我没事儿，你快去休息吧。连氏看完也放心了，只嘱咐一声好好休息，就出去了。孙宝善收拾好之后，拿起书看起书来。他想着，就算比不上苏崇、苏华，也不能太差劲儿了，不然他连提亲都不好开口。夜已经深了，连氏和孙子谦商量着什么时候去拜访苏家。老爷，我想着后天就去苏家一趟，尽量把婚事定在今年吧。老爷，我想着后天就去苏家一趟，尽量把婚事定在今年吧。趁儿也当嫁了，趁着还年轻，过去之后还能和苏华好好培养一下感情。我没什么意见，只是有些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谦儿就要出嫁，善儿也该娶媳妇儿了。是啊，他们都长大了。老爷，你说苏家的小女配我们善儿如何？你说的苏小璐？苏家还有几个小女？苏小莲许配给了皇家，不就只剩下苏小璐了？咱们家善哥也称得上是一表人才，样样都不差的。就是不知道苏小璐对咱们善儿有没有感觉。去年的时候，想着苏小璐还太小，我就没起这个头。今年苏小璐也12了，我想着可以先试探一下赵氏的态度了。老爷，你觉得呢？小璐这孩子也不错，你看着办吧，别太当真，就开玩笑的时候问问。就算是没有亲上加亲，我们两家也很亲。就开玩笑的时候问问，就算是没有亲上加亲，我们两家也很亲。苏华以后也是咱们半个儿子。好，老爷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的。苏家知道孙家进京了，苏三郎和赵氏都嘱咐苏华多帮忙，苏华也做得很好。孙家那边来消息说是初时要登门，这一天苏三郎和赵氏都没有出门去看场地的事情，就安心的在家里准备。孙家一家人都来了，孙宝倩一到，和苏三郎赵氏打了招呼，看见苏三郎眼睛好了的时候，他有些惊讶，微微一笑。他和苏小玲还有陈二妞一起回了闺房，孙子谦和连氏还有苏三郎赵氏去了主院正厅。对于苏三郎得了只逼真的假眼，孙子谦和连氏都没问，只是惊讶了一下，就一切如常。认识多年，他们自然知道苏三郎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假眼再逼真也不是真的，但他能让苏三郎不用戴眼罩，不用再被人好奇的多看几眼，以后更不会有人再问起他眼睛的事情。到了正厅，有丫鬟来泡茶上点心。两家人开始叙旧着，说说笑笑，最后商定2个孩子的婚事。来之前，孙伯承就看日子了，11月16就是最好的日子，不如就定这一天。苏三郎和赵氏没有意见，笑着答应。苏小璐在隔壁教陈氏练剑，孙宝善拿着几个礼盒过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在练剑，就放轻了脚步，没有出声打扰。他静静地看着，眼神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痴迷痴恋。哎呦！小石，我要攻你下盘，让你3息。他笑着朝孙宝善走去。宝善哥，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小璐，好久不见，哇，您的武功又进步了。可惜我不能习武，你教我的那几招我都还没有学会，都还非常生硬呢。哎，小璐，你还能再教我一次吗？
孙宝善都不敢看苏小璐的眼睛，就怕苏小璐看出他龌龊的心思。可以啊，你演练我看看，我看看是哪里还没有到位。可以啊，你演练我看看，我看看是哪里还没有到位。孙宝善顿时就演练起来。苏小璐也很严厉，看着孙宝善做的不对，立刻就纠正他，将他的手臂托高或者压低。他打出来的拳风都能将叶子震动，一遍一遍的让孙宝善调整，直到他全部做对。等到开饭的时候，连氏过来叫他们。连氏看着，只是轻叹一口气。他算是明白了什么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孙宝善看着苏小璐的眼神，欢喜都快溢出来了。但苏小璐压根儿不懂情势，指导就是指导，半分柔情都没有。连氏心里有些担忧，苏小璐马上12岁，和她最亲密的姐姐也快要出嫁了，她不应该什么都不懂。他看孙宝善的眼神坦荡，不带感情，那只有一个可能，他不喜欢孙宝善。因为不喜欢，所以不会害羞和脸红，更不会觉得不自在。看着苏小璐收了招式，连氏温和的开口：“小璐，石哥、小星，快来吃饭了。”孙宝善平复气息，跟着一起过去吃饭。都是熟悉的人，所以吃饭也都不拘礼，大家都很放松。吃完饭，孙家人就回去了。苏小璐也要出门，赵氏就叫住他：“小璐，过来帮娘看一下，感觉眼睛有点干涩。”小璐，过来帮娘看一下，感觉眼睛有点干涩。赵氏随意找了个借口，这件事必须单独问苏小璐。苏小璐没多想，就跟着赵氏一起回房。她认真的帮赵氏把脉看眼睛。小璐，娘没有不舒服，单独叫你来，是娘想问你一个事儿。娘没事就好，有什么事娘就说吧。小璐，你觉得单哥这个人怎么样啊？你如今也是大姑娘了，娘也不遮掩。现在只有咱们娘俩，你告诉娘，你喜欢单哥吗？就像你姐姐喜欢恒哥那样的喜欢。娘，我不喜欢孙宝善，我对他就像是对大妞、二妞和小星差不多。我相信我以后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但那个人，我敢肯定不会是孙宝善。好，娘知道了，娘明白了你的心意。娘，我以后也能找到一个我喜欢的男子共度一生，对吧？爹娘都会准许我自己选的，对吧？娘，我以后也能找到一个我喜欢的男子共度一生，对吧？爹娘都会准许我自己选的，对吧？当然了。这是他的小女儿，已经长这么大了，竟然也快到了要说亲的年纪了。赵氏心头百感交集，要度过一生的人，当然得喜欢才行。如果不喜欢，那日子该得多难过呀！他和孩儿爹都放在心尖尖上的宝贝，怎么可能不允许呢？娘，那我出门啦。赵氏点头。苏小璐出门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要去给周芷看平安脉。来到明王府，金六等人见了苏小璐，笑着打了个招呼：“他在干啥呢？”主子在研究药膳。苏小璐进院子，就闻到了浅浅的食物香气。周芷坐在木轮椅上，在慢慢的扇火。看见苏小璐来了，周芷露出个笑意：“小璐来了。”苏小璐在他身边蹲下：“你好像有点天赋哎。你好像有点天赋哎。”我也觉得是。苏小璐动了动嘴，无话可说，顺手给周芷把了脉，平稳无事。他想了想，试着将内息输进去一些，引导着内息在周芷的体内流转，滋养她的身体。苏小璐忽然有了个惊喜的发现，她疑惑地看向周芷：“怎么了？”“你的经脉有些奇怪，你的经络竟然都是通的耶！你习武吗？”“小璐，我有自保的功底，但是我不常使用武功。我的武学功底和学武的人不一样，我没有雄厚的内力来长久的支撑，我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爆发，爆发之后呢，就会是长久的虚弱了。我只学了半年，我这点手段只能是打个出其不意，才有一线胜算。”“短暂瞬发？那你是用了什么药物才将经络开拓的？那不是很痛吗？”“都过去了。”苏小璐感觉心里有点难受。周芷拿着帕子打开了炖盅的盖子，咕嘟嘟冒泡的浓汤让人食欲大开，香气都飘了出来。“小璐，这是补元气的，一起喝吧。”“我没事，你多喝点吧。”
小洛，这是补元气的，一起喝吧。我没事，你多喝点吧。周芷实在是太清瘦了，每次见他都觉得他很柔弱。苏小璐经常留下来和他一起吃饭，但这些药膳他坚决不吃。他总觉得周芷多吃一点，身体就能好一点。周芷温和地笑了笑，拿起小碗盛汤，他还是盛了2碗。小洛，求你了。苏小璐都要以为自己是听错了，但周芷看他的眼神分明就是带着点祈求的味道。一个相貌俊美又带着点病态柔弱的美男子，拒绝的话怎么说得出口呢？苏小璐还是接过了，他找了个正当的借口。那好吧，我看看这个药性好不好。周芷温和地笑了，他也盛了一碗，慢慢地喝着。苏小璐喝了一口就被惊艳了，要不是周芷和姐姐苏小玲没见过两面，苏小璐都要怀疑他们师出同门了。在这上面，两人那可都是天赋异禀啊，药性保存的好，味道也好。你做的真好，以后可以自己做药膳了，要不了几年，你的身体就会很快好起来。有小璐在，我自然是会好的。周芷对苏小璐温和浅笑，带着笑意的双眼里是对苏小璐满满的信任。苏小璐笑着点头，不管怎么样，她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周芷活下来。晚上，苏小璐吃了饭才回去，她还没出门就遇见了出宫来的周恒。小璐来了，阿志身体怎么样？他身体还好，三哥最近好吗？不要太累了，注意身体。谢谢小璐，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找阿志还有事，就不和你多说了，回家替我向三叔和婶婶问个好，让小玲也不用担心我。周恒微笑着说完，就错身进府了。苏小璐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他沉吟了一会儿，转头问身边的金六：“大皇子殿下是不是很累？”大皇子殿下并不轻松，是累一些，但主子说过他适应得很好。苏小璐没多问，他想着等回家了，多做一些养气的药丸送进宫里给周恒。苏小璐购买了许多的药材，每天除了练剑就是制药。7月底，宫里来了旨意，苏小玲和周恒的婚期定下了，定在了年底的12月初6，各种赏赐一起下来。苏小玲安静地在家里待嫁，空闲的时候就和陈二妞一起帮助苏小璐磨药。苏小璐准备做可以驱除狐臭病的膏药，所以这阵子也忙。苏三郎和赵氏也忙，第一批酸菜和泡菜的菜品已经正式在玉惊红推出了。他们和陈虎一家每天都在作坊里忙得到晚上才回来，监督着制作酸菜和泡菜的各种事情。获得5考资格后，苏崇给林瑶瑶写了信去，趁着夜色，苏崇将信交送了出去。苏崇并不知道，远在羊角镇的林家在收到楚家寄回的信后，林平生就已经认可了苏崇。陈氏将信反复看了好多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只是将事情和林瑶瑶挑明之后，林瑶瑶却依然不答应。陈氏和林平生只有叹息。这段日子家里气氛都冷到了极点，林瑶瑶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林平生也没有，陈氏更是哀愁叹息。林瑶瑶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林平生也没有，陈氏更是哀愁叹息。夜已经很深了，林平生难以入睡，他轻轻起来，看了看身边即便是睡着了都皱着眉头的妻子，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拿出一封信出门去。来到女儿房门外，看着微弱的烛光，他抬手敲门：“瑶瑶，爹知道你还没有睡，爹有话想对你说。”林瑶瑶连忙将信纸收好，这时候再吹烛火已经来不及了。她起身打开门：“爹，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林平生看着林瑶瑶，女儿容貌清秀，但太冷了，让人一看就难以亲近，更是猜不透她的心思。哎，瑶瑶，爹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这段日子，爹觉得你也足够冷静了，足够有理智去判断，做出选择。说着，林平生将信纸拿出来，推至林瑶瑶面前。这是苏华写给爹爹的信，你看一看吧。这是苏华写给爹爹的信，你看一看吧。这是苏华的笔记，信里的内容也让林瑶瑶吃惊了。
林瑶瑶看完之后很沉默，她久久不语。她没想到关于爹娘对苏崇的考验，苏家人都不知道，但苏华已经知道了。他说了许多，他以他的视角在看待这件事，以一个弟弟的身份看待这件事。苏崇的真心不假，但如果林瑶瑶一点意念都没有，那他就有办法让苏崇死心断了此念。只要林瑶瑶对苏崇有喜欢，那就不要在意任何可阻碍他们的事情。苏家人从不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就算是林瑶瑶今后不能为苏崇生下任何子女，那都无所谓。苏华都有办法说服爹娘，也不会看着自己的大哥苦苦痴念，所以他等一个回应。5月为期，过期不回，他就会按照林瑶瑶对苏崇无意来做事。林瑶瑶垂下眼眸，是长久的沉默。哎呀，苏华、苏崇都是我最喜欢的弟子，爹娘都希望你能获得幸福。哎，苏华、苏崇都是我最喜欢的弟子，爹娘都希望你能获得幸福，依着你的意愿过活，所以爹娘从来都不逼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爹也算是苏崇的半个父亲。他有着大好的年华，不该为了谁浪费半生。苏华这个孩子一直都聪明，他说他有办法，爹是相信的。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你必须要做的决定。就算苏崇愿意用10年来证明他对你的心，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对他有意，却要10年后才和他在一起，白白错过最好的年华，多可惜呀！你若对他无意，就更不该让他错过这10年光阴，这对苏崇不公平。女儿啊，做个决定吧。即便在一起之后，将来生了怨，你要与苏崇和离回家来，爹娘永远都为你打开家门，迎你回家。所以任何顾虑都不要有，只看你自己对苏崇的心到底是怎样的心意就好了。所以任何顾虑都不要有，只看你自己对苏崇的心到底是怎样的心意就好了。林平生温和地看着林瑶瑶，等他一个答案。反复思考过后，林平生才做出决定，如果林瑶瑶真的对苏崇没有心意，就让苏华用他的办法断了苏崇的念想，不要为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浪费自己10年光阴。林瑶瑶沉吟了许久，久到外面的天色都渐渐亮了，久到她都以为林平生早就离开了。但她抬起头，就对上林平生露出期许的眼神。林瑶瑶眼里有隐隐泪光。爹，可若将来不爱了，生了恨该如何？她隐藏自己的心，是因为她怕。她知道自己是个很脆弱的人，别人只看得见她冷若冰霜，又怎会知道她的心也滚烫，她的眼里也能装下星河。林平生听着这句话，心里就狠狠的一疼。他温柔地抚上林瑶瑶的脸颊。哎呀，无妨，回家就是了。哎呀，无妨，回家就是了。爹娘身子都硬了，活个70、80都不成问题。爹，他真的很喜欢我吗？有您和娘这样喜欢我吗？瑶瑶，爹其实并不知道他是有多喜欢你。在这当朝，男女婚嫁也仅仅是一两面，婚嫁和赌场无差，好与不好就只看人品。爹娘只看苏崇这个人的人品、脾性来判断他是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人，所以将你许配给他，爹和娘都同意。哎，人这一生啊，总是会留下很多不可逆的遗憾。虽说遗憾是遗憾，但谁又能知道另一种选择就是好的呢？人生就是赌局，只要手中筹码够多，输上几次又有何妨？女儿啊，放心大胆的下注吧，无论结果如何，爹娘这把老骨头啊，都能给你兜个底儿。无论结果如何，爹娘这把老骨头啊，都能给你兜个底儿。爹，我愿意嫁他。他还是走出了这一步，选择了不逃避。林平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也鼻头一酸，差点老泪纵横。
好，好，好。林平生起身回屋去。此时外面天已大亮，蓝天白云好风光，今天是个好天气。林平生回到屋子里，陈氏坐在妆台前，还在抹眼泪。林平生走到他身边：“夫人，该高兴才是啊，咱家要有喜事了，咱们要笑着才是。”昨夜的后半夜，他在屋内等着林瑶瑶想清楚，陈氏就在门外等。夫妻二人都在等，陈氏没露面，终于听到答案，他就一边哭一边回屋。我这是高兴的眼泪。能有良缘是老天恩赐，能有良缘是老天恩赐，他高兴啊。林平生这才去取了纸笔来，他给苏华写下回信，也给苏虫写下了回信。写好了信，亲自出门送出去。这一封信在送信差辗转半个月之后，将2封信送到了苏虫和苏华手里。8月14，苏华将信展开，他看着信中回答，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心里安定下来。同意就好，事不宜迟，他也要苏虫尽早提亲，将婚期敲定下来。苏大人面露喜色，可是有什么好事呀？家里的确是有好事了。哦，敢问是何好事？熊某也看看能不能沾沾喜气。当然可以，只怕熊大人要多破费几次了。我家今明2年相交时都有喜酒喝，我家兄长也要娶妻了，我们2兄弟的婚姻大事都能完美解决，我可不就高兴吗？原来如此，那极好极好。熊某就是多破费几次，又有何妨呢？熊成笑着抚了抚胡子，喝喜酒之间的走动也是拉近关系的一种方式。苏华这般开玩笑的语气，既说明的原因，也邀请了他。熊成心情也很高兴，从这些小事上，他能感受到苏华的精明。苏虫收了信，就拿去了炼场。中午匆匆吃了饭，就避开了楚进和齐行风，将信看了起来。这是林平生给他写的信，很长很长。苏虫看得激动，看着林平生以一个父亲的口吻诉说着对女儿的担忧和对她的期望。苏虫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叠好，放在衣服里心口的位置。他一转头，发现楚进和齐行风就在身后，他吓了一跳，脸热又局促。哇，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点声都没有？拜托，我都叫你们好几次了，你就跟被鬼拉走了似的，根本听不见我们叫你。苏虫惊讶，是这样吗？他看向齐行风，齐行风点点头，就是这样。看着苏虫痴痴的样子，他和楚进才明白，人真的是可以沉浸在喜悦里，屏蔽所有的干扰，人真的是可以到如此忘我的境界。苏虫不好意思摸摸头，楚进上前碰了碰苏虫的肩膀。苏兄，到底是什么好事啊？是什么？苏兄，到底是什么好事啊？是什么？我心中所愿要成了。师父对我说，瑶瑶师姐同意嫁给我，他让我去提亲。恭喜！齐行风激动和高兴是藏不住的，他也为表哥高兴。这不是早就能猜到了吗？你这么好，肯定能成了。假如是我的女儿，要是敢不嫁，我打断她的腿。呵，楚兄此言当真吗？别等将来你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你暴跳如雷啊！万一我将来没有女儿呢？全是臭屁小子，我上哪儿暴跳如雷去？楚进感觉被看穿了，他忍不住想，他要是有女儿，女儿以后出嫁，他哪里舍得逼迫呢？苏兄，恭喜你，你啥时候成婚？我是明年6月，我们做个约定怎么样？你要是在我和齐行风前面成婚，我和齐行风帮你挡酒，等我们成婚的时候，你也帮我们挡酒，如何？好。这是互惠互利的事情，苏虫自然答应。苏虫回到家，走路都是带风的。苏三郎和赵氏他们都看得出苏虫心情好，好心情是会传染的。苏三郎和赵氏他们都看得出苏虫心情好，好心情是会传染的。虽然他们也不知道苏虫在高兴什么。苏华笑意不明。苏小璐看看苏华，再看看苏虫。大哥，你今天看起来好高兴哦，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这一问，家里人都看向苏崇。我的确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爹娘，我想求娶林瑶瑶，请爹娘同意。苏三郎和赵氏都惊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苏三郎重复了一遍：“你说你喜欢林瑶瑶，你要娶她？可是她大你那么多，你怎么会喜欢她呢？她年纪大太多了，你们……”不合适3个字，赵氏还是说不出口。他有些心伤，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句话：怎么会是林瑶瑶呢？为什么会是林瑶瑶？崇哥，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决定好了吗？林瑶瑶大了你那么多，你真的决定好要娶她吗？林瑶瑶大了你那么多，你真的决定好要娶她吗？是的，我要娶她，我想娶她，请爹娘成全。苏三郎心里有说不出的情绪，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如此执拗的儿子。崇哥，那林夫子他们也同意吗？你和瑶瑶相差近10岁，这不仅仅只是你一个人的意愿呀。爹娘，如果不是他也愿意，师父也同意，我怎么会说出来呢？苏三郎和赵氏都惊住了。崇哥啊，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让爹娘好好想一想，行不行啊？好。苏崇起身回房，苏小璐和苏小玲也安静的回房了。苏华竟坐着没动。苏三郎和赵氏看了看他。华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知道一阵子了。他确实是早知道，但事情未定，这件事就不适合说出来。如今林家表了态，大哥也是真心喜欢，那他就要推动成全。爹娘，大哥这件事阻拦不得。爹娘，大哥这件事阻拦不得。大哥喜欢师姐不是一时冲动，师父一家早就知道。爹娘担忧的事情，师父师娘也担忧，他们对大哥进行了考验，在考验过了之后，才和大哥透露了他们的意愿。大哥的心很坚定，师姐年纪是长了他许多，但喜欢就是喜欢。我希望大哥能够过得幸福。我知道爹娘所担忧的，为苏家延续香火，就由我来承担吧。若是师姐能生下一儿半女更好，若是不能，只要他和大哥心心相印到白首，我的儿子自会担起作为儿子的责任，为他们料理后事。你们都长大了，明事理，也不需要爹娘操心。爹和娘也相信你们都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此事爹娘都不会阻拦。你大哥也年纪不小了，摆平了更大的困难，爹娘又怎会阻拦？安心吧，不日爹娘就给林夫子去信下聘。赵氏舍不得阻拦，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落寞难过，他们只是太惊讶了。谢过爹娘，能做爹娘的孩子是我们的福气。苏三郎和赵氏微微笑了笑。谢过爹娘，能做爹娘的孩子是我们的福气。苏三郎和赵氏微微笑了笑，两人一起回房了。回屋后，苏三郎和赵氏在桌边坐下。也挺好的，瑶瑶这孩子呀，成熟懂事儿，将来崇哥啊也不用担心家宅。是挺好的。二娘啊，不用如此忧虑，你忘记了，小青出生的时候，弟妹年纪也不小了。是我想太多了。你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给林夫子去信，争取让他和瑶瑶早日完婚吧。去年的时候，他就说有心上人了，应该就是瑶瑶。他好不容易得到林夫子一家人的认可，我们是他爹娘，更不应该拦着他。赵氏冷静下来一想，他也做不出阻拦的事情。苏崇心里的人就是林瑶瑶，他哪里舍得拦？夫妻二人相视一笑，决定了心意。第二天，夫妻两人就让苏华代笔写了信，信中向林平生和陈氏表明了求亲之意，许下了和苏华定亲孙宝山一样的彩礼，表达了他们夫妻俩对这桩婚事的看重。苏三郎把信交给苏崇，让他去送信。苏崇什么都没说，只是跪了下来。
给苏三郎和赵氏磕了3个头。他知道爹娘点头都是因为太疼爱他。苏三郎和赵氏把苏崇扶起来，快去吧。儿子成长得如此伟岸，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做人最难的就是听从心做事，这世上已经够为难孩子了，他们做爹娘的都去为难，那岂不是太苦了？苏崇笑了，眉眼里都写着高兴2字。他重重点头，然后起身，快步就飞跑了出去。苏三郎和赵氏也笑了。苏三郎紧握着赵氏的手，看着孩子们好，咱们心里才好啊。赵氏点头，夫妻2人一块出门去，2人也面露喜色。去的路上，钱氏就轻声问：“大嫂，今天你笑语不断，可是有什么好事啊？大嫂，今天你笑语不断，可是有什么好事啊？”陈虎看了一眼，发现苏三郎也笑着。大哥，真的有好事儿？是有好事儿，崇哥过不久啊就要订婚了。啊，是谁家姑娘啊？你们都认识，不是别人，是林夫子家的女儿林瑶瑶。陈虎和钱氏愣了一下，陈虎摸了摸头。崇哥喜欢她吗？还是林夫子看着华哥中了状元，以此要挟？哎呀，你胡说啥呢？林夫子哪里是这样的人？他要是想把闺女许配出去，还不简单？瑶瑶要是想嫁，早就嫁出去了。瑶瑶等的是知心郎，你以为是谁她都嫁呀？大哥大嫂，你们别听我瞎说。这不怪你，我们也没想到崇哥会喜欢瑶瑶这孩子呀。赵氏也温柔地笑了，把事情缘由说给陈虎和钱氏听。陈虎和钱氏安静地听着，听完之后都露出了理解的神色。月老的姻缘线这么连的，崇哥和瑶瑶都是好孩子。月老的姻缘线这么连的，崇哥和瑶瑶都是好孩子，配一起也相配，那他们尽早成婚才好。都该成婚了，不多耽搁他们。是啊，尽早成婚才好。如果林夫子他们都同意的话，就早点把礼节一块过去，早日定下婚期吧。苏三郎和赵氏点着头，他们也有此意，但具体的还是看林家收信之后给的回信吧。苏崇没了心结，全心投入训练。武考定在10月初4，他想要拔得头筹，自然不能松懈。天下习武之人多如牛毛，每一个用心习武的人都不可小觑。大家都想做第一，自然都要拼尽全力。他打败了一个有武考资格的武人，才获得资格，他更要全力以赴。剑法他不用练，但拳脚方面都要猛练。到9月的时候，楚进和齐行风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2人联合起来都打不过他。哎，苏兄，你真的太恐怖了！你这进步，好似骑上了千里马似的，你简直生来就该是将星。哎，苏兄啊，你去我家吃个饭吧，我带我妹妹给你看看。真的，我不介意我妹妹做平妻的。楚进又起了这个心思，他真是控制不住啊。在他看来，有实力的男人才当得起男人，才能让妹妹过上好日子。而且苏崇本就有举人之名，有文采，有武力，简直完美的无可挑剔。你爹不同意，你娘不同意。啊，承蒙楚兄高看，但我没有这个福气了。我心有所属，才容不下别人，也分不出一分给别的女子，她会难过的。我如此喜欢她，又怎么可能让她难过呢？她能答应嫁给我，为我承受诸多流言蜚语，我不愿让她输。苏兄，虽然我觉得你这样挺不值得的，但我很敬佩你。你就像我爹一样，一生只给一个女人。真的，我爹只娶了我娘一个，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纳2个。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他那样，但是我敬佩做到的人。啊，当然了，齐小将军的爹也没有纳妾，武将的家风比较简单，但不纳妾的也没几个。哎，齐小将军，你将来要纳妾吗？齐行风给了楚进一个白眼。不知道。哎，我以后至少要纳个10个8个的，
什么弱柳扶风的、风情万种的、冷若冰霜的、活泼热烈的，全都收入囊中，让他们每个人都给我生至少3个孩子。哼，蠢！齐行风给了个白眼，这么多女人，还性子都各自不同，家里还不得翻天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正妻会不同意吗？那我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就好了。我相信我肯定能把持好这个度的，让大家都平安无事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相亲相爱，和和美美的。我所有的烦恼都是该怎么挣军功和挣更多的银子。楚晋深刻地觉得那些家宅不安的都是没把握好正妻和小妾之间的一个度，只要把握好了，一定都是相安无事的。只要把握好了，一定都是相安无事的。那恕楚兄心想事成了。齐行风只给了2个字：祝福。谢苏兄吉言，谢齐小将军吉言。你们就看好吧，我一定心想事成。如果楚晋能预料未来，他一定会对今日的话题悔不当初。如果他能预见未来的自己，他就会知道自己如今是多么年少无知。苏崇想着过几天就是陈二妞出嫁的日子。楚兄，初9来我家喝喜酒，我家妹妹成婚。好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大皇子成婚的日子是12月初6。苏崇笑了笑，就把家事简短的说了说。他们和陈家有爹娘之间的结拜之情，更有10几年共同走来的深厚情谊。好，我初9一定到。休息了一阵子，3人继续练。陈二妞要出嫁，苏陈2家人都忙碌了起来。在初8这一晚，陈二妞和陈大妞还有钱氏在一块儿。在初8这一晚，陈二妞和陈大妞还有钱氏在一块儿。钱氏温柔的目光总是闪烁泪光。赵氏看着轻轻叹口气：“哎，弟妹，二妞也是大姑娘了，她出嫁是奔着幸福去的。”大嫂，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似一眨眼，他们就长大了。旧时的记忆已经蒙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都有些看不清了。陈大妞已经是妇人身，成婚后所有的青涩和稚气都褪去。她将妹妹的嫁妆清点了一遍又一遍，才坐到陈二妞身边。姐妹2人相视一笑：“大嫂，时候不早了，你快回去歇息吧，明儿个还得早起呢。”赵氏点头，这才起身回家。今夜又是前世的不眠夜，陈大妞和陈二妞估计也睡不着。赵氏回了家，苏三郎还没睡。二妞成婚后，就轮到咱们家华哥了。是啊，咱们儿子要娶媳妇儿了。二妞成婚后，就轮到咱们家华哥了。是啊，咱们儿子要娶媳妇儿了。等林夫子回信来定下重哥的婚事，我就安心了。小路还小，等再过2年，再好好选选也不迟。睡吧，明儿还有的忙呢。另一个屋里，苏小璐靠在苏小玲身边吃着冰渣子。小璐，还是熬点药吃吧。姐，不用，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一点点发热小问题。小璐，这1个月以来，你都已经发热了4次了，不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都说医者不自医，你必须要去看大夫了。好吧，明天宋二妞姐出嫁了，我就去看看。听着苏小璐这样说，苏小玲才放下心来。看着苏小璐把1碗冰渣子都吃完了，她还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苏小玲拿走了碗。不能吃了，你都已经吃了1碗。如今天气转凉，吃多了容易坏肚子，快睡觉吧。不能吃了，你都已经吃了1碗。如今天气转凉，吃多了容易坏肚子，快睡觉吧。苏小璐知道撒娇也没戏，也就死心的睡了。迷迷糊糊的，她觉得身上忽冷忽热，好似有什么东西在极力的往身体挤。她感觉经络都要挤爆了，好难受。她将意识沉入空间，一头扎进灵泉里，咕嘟咕嘟的就喝了起来。这一晚，苏小璐睡得特别的难受。第2天起来，高热已经退去，从隔壁传来喧闹之声。苏小璐穿好衣服，将放在桌子上的肉粥喝了，然后也过去看热闹。陈二妞还在镜面，
这个过程是要把脸上的绒毛都绞干净，让肌肤嫩滑的如同剥壳的鸡蛋一样。化妆、盘发等等，这些都是钱氏和赵氏亲自帮她完成的。一番打扮之后，陈二妞好似换了一个人，漂亮极了。一番打扮之后，陈二妞好似换了一个人，漂亮极了。随着外面传来爆竹声响，没多久，喜婆高喊一声：“吉时到！”大家都红了眼眶。二姐，我背你出门。说完就弯下腰，等着陈二妞爬上背，然后背起她出门。路上，陈实对陈二妞说了之前陈大妞出嫁时候一样的话：“二姐，你要过得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好不好？我会向大哥二哥学习的，将来一定给你长脸，给你撑腰，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和小星都会是你和大姐的后盾。”陈实步伐沉稳，他背上的陈二妞已经哭成了泪人。喜庆的锣鼓声音齐齐响起。嫁人后就不一样了。送亲的人走后，家里安静下来。苏小玲催促着妹妹去看大夫。姐，你看我已经好了。小鹿，昨晚你都答应我的事，可不能反悔。好吧，我去太医院让秦太医给我看看，行了吧？小鹿，昨晚你都答应我的事，可不能反悔。好吧，我去太医院让秦太医给我看看，行了吧？苏小玲这才露出笑意，点头。苏小璐出了门，去了太医院一趟。她到了太医院，秦守成眉头才舒展开来，拉着苏小璐就是解她的难题。苏小璐轻易地解了她的难题。多谢苏姑娘。你给我把把脉，看看我脉象如何。秦守成笑着伸手给苏小璐把脉。苏姑娘啊，你的脉象好强劲啊，感觉跟青壮年的小伙子似的，一点都不像小姑娘的脉搏。要说个结论呢，那就是非常的健康，太健康了。你的面色红润，气色极佳呀。没有其他异常吗？我最近发热了好几次。我看不出任何的异常，除了健壮，没有其他的了。苏小璐自己就是神医，如果有中毒或者其他异常，她自己肯定也能看出来。她都看不出来，那她就更看不出来了。苏小璐无奈的出宫，想了想，她又去了一趟明王府。巫先生医术也不错，苏小璐照样的让他给自己把了脉。苏姑娘，你非常的健康，身体没有任何问题。苏小璐出来就在亭子坐着沉思着。周志过来的时候，苏小璐都没察觉到。小璐，怎么了？没什么，就是一点小问题，我能解决。唉，算了，想不通我就不想了，先回家了。小璐，吃了饭再回家吧。近日得到了些好东西，刚刚我就让厨房去做了，一起尝尝。不了，我不想吃。小璐，你信我，你肯定会喜欢吃的，而且我保证你一定没吃过。行吧，我看看是什么东西我没吃过。苏小璐留了下来，周志拿了书来，两人一人一本，就安静的看起来。等饭菜上来，苏小璐闻到了一股很香很香的味道，她的确是被惊艳了。她看着周志用翠玉的玉勺子给她盛了一碗如同嫩豆腐一样的东西，还冒着热气，看着像是嫩豆腐，但却不同。苏小璐还能看见那细腻的肉纹理呢。苏小璐吃了一口，第一感觉就是鲜嫩，实在是太好吃了。苏小璐吃了一口，第一感觉就是鲜嫩，实在是太好吃了。然后她感觉到了很熟悉的灵气，没错，就是灵气。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苏小璐沉默了。她看向周志，周志露出个笑意，见她不吃了。小璐，怎么了？不好吃吗？很好吃。我能问一下，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吗？当然可以。这是渔民从海里打捞出来的，通体银白，是一条从未见过的鱼种，随意煮熟，味道就非常鲜美了，甚至连骨头都是软骨，用油酥过，也是非常好吃的。这是文火慢蒸的，这种鱼呢，不需要放任何的调料，也不需要任何花俏的做法，只用水煮或者是清蒸就行了。海里打捞的，是哪里的海呢？苏小璐更疑惑了，这鱼可是带有灵气的，就像是它空间的灵泉水一样。但灵泉水它是从空间里才能喝到，
这鱼却是海里打捞的。苏小璐觉得她很快就要触摸到答案了，但还差一点。这鱼却是海里打捞的。苏小璐觉得她很快就要触摸到答案了，但还差一点。梧州青海，你也多吃一些吧，这个挺好吃的。这种鱼无刺，鱼肉鲜嫩味美。这种鱼啊，全身都是宝，吃了很补的。你多吃点，对你的身体非常好。这个鱼好捉吗？不好捉，听闻只在深海出没，数量也很少，并不常见。因为非常少，所以一尾鱼的价格已经高达上百两了，说是海中人参也不为过。苏小璐准备回家了，金六送她回家。路上，苏小璐也一直在走神。下马车的时候，金六递给她一个袋子。苏姑娘，这是主子的一点心意。苏小璐接过，她闻到了淡淡的灵气。她应该多吃一点才是。周志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她，苏小璐心里有点怪怪的。主子的心事儿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奉命行事。苏姑娘再见啊。小璐，这个鱼真的太好吃了，我所见过的任何鱼类都不能与它相比，而且这个鱼肉吃起来还让人觉得身体非常舒服。我做过那么多药膳，它就像药膳一样，但它不需要放任何材料，它本身就是最好的药。小璐，这个从哪儿来的？好得到吗？苏小璐耐心地说了一遍。苏小玲听了，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好得，那它的价格就更珍贵了。小璐，周志的身体好得怎么样了？他身体还可以，鱼毒再解几次应该就没事了。苏小璐端着小碗，慢慢的享受。苏小玲问的，她也没有多想。她现在更疑惑的是，这样带有灵气的鱼，到底是从前就有，还是近来才出现的？苏小玲微微放心了。周志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苏小璐，她怕她心怀不轨，再解毒几次就没事了。苏小璐和她的交集也不会很多。第二天早上，小玲，昨夜的鱼肉哪里来的？还有吗？第二天早上，小玲，昨夜的鱼肉哪里来的？还有吗？感觉很好吃，感觉身体舒服了好多，是药膳吗？没有啦，这是小璐从明王府拿回来的，说是梧州青海打捞的新鱼种，不常见的。苏虫感觉有些可惜，不常见很难得，早知道他昨天晚上吃的时候慢点吃了，现在他都想不起那鱼是什么滋味了。苏三郎和赵氏也有些回味，但他们都不是贪心的人，知道不常见不好得，都没有再说，只是在心里对周志有了很多好感。把碾碎的药材都收好，他就去午睡了。睡着后，他的意识沉入空间，慢慢的，苏小璐醒了过来。他坐在灵泉边沉思，他能感觉到空间的灵气似乎更充足了。他看了看种下的药材，每一株都长得很好，他随便扯了一片叶子嚼，都能感受到灵气。他沿着土地边缘走，这才发现空间扩大了一些。苏小璐叹了几口气，然后默默地拿起锄头。他沿着土地边缘走，这才发现空间扩大了一些。苏小璐叹了几口气，然后默默地拿起锄头，将大出来的半亩地种满。他隐约地感觉这个世界似乎发生了什么改变，没有很轰动，但确实是在默默地有了变化。苏小璐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作为生活在世界里的一个小小人类，她能做的就是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苏小璐深深地想了想，回屋拿了纸笔，写了一封信，拿出去送走。再过不久，二哥和三姐姐要成婚，他不想错过他们的婚事，但梧州南海是有异常。苏小璐还是写信和吴老头说一声。吴老头和归游一起出行，苏小璐说了那鱼肉，也说了身体的变化。吴老头应该会上心，就当做去玩吧，要是能得到一条鱼吃，那就更不错了。9月中旬，林平生和陈氏带着林瑶瑶入了京。林平生带着妻子和女儿拜访了楚雷镇，温氏将他们安顿下来。大嫂，多谢你了，此番还要叨扰你们。大嫂，多谢你了，此番还要叨扰你们。陈氏很感激温氏，多年结识的情谊，过了这么多年都还在，这无论对谁都是非常可贵的。大嫂客气了，什么叨扰不叨扰的，我巴不得你们常住呢。
温氏知道林家此番进京是为了商议林瑶瑶的婚事。陈氏微微笑了笑。林平生问了楚雷震一些问题，给了他一些意见。楚雷震恭敬道谢。晚上，楚进回家就看见了林平生一家人，他收起玩闹，恭敬地打招呼。找了机会，他就偷偷地问温氏，温氏如实相告。原来是这样啊，那苏兄知道了一定很高兴。静儿，此事重大，你可不要乱说话。林先生借住在我们家里，只是暂时的，我不希望你做任何事惹了林先生不高兴。娘放心，我知道的。我看林姑娘真的太沉闷了，苏兄娶了她也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你又不是她的谁，她有趣的一面你自然是看不见。行了，我不想多说你。你要是敢为我惹麻烦，我就六亲不认。娘放心，儿子一定不会惹麻烦的。娘放心，儿子一定不会惹麻烦的。他就是为苏崇感觉纳闷儿，他觉得林瑶瑶年纪很大又无趣，实在是白白糟蹋了苏崇这么好的儿郎。林平生第二天就请人给苏家送了信，约定明天上门拜访。苏三郎和赵氏早上收到信，看完之后，林夫子太客气了，他什么时候来我都很高兴。苏三郎非常的尊敬林平生，在他看来，自己的2个孩子能有今日，除了他们自身很努力，其他都是林平生的功劳。他用心教导，才有孩子们的今天。林平生是个好夫子，很负责任。林夫子这不是客气，是礼数。现在崇哥和华哥都不一样了。苏三郎不懂，赵氏却是懂。没事儿，明天就明天。苏三郎和赵氏没有告诉苏崇他们，所以第二天一早，苏崇、苏华离家之后，苏三郎和赵氏没有出门。苏小璐有些诧异，林先生一家人进京了，今天他们夫妻要到咱们家里来商量你大哥和瑶瑶的婚事，所以爹娘今天就不出门了。今天他们夫妻要到咱们家里来商量你大哥和瑶瑶的婚事，所以爹娘今天就不出门了。一会儿他们来了，你们姐妹也过来打个招呼。苏小璐和苏小玲点头。刚好午时的时候，林平生和陈氏来了。苏小璐恭敬的见礼，苏小玲也见礼。小璐丫头，小玲丫头，不必多礼。陈氏也对着他们温和的笑了笑。说起来，苏家的几个孩子都是他们亲眼看着长大的，谁能想到曾经普通的几个孩子，如今有这么大出息。林先生，我是个俗人，说话有不妥之处，还请你谅解。2个孩子都是适婚年纪，我的想法是希望他们尽快完婚，但所有的礼节都不会少。我的想法是今年把礼节过完，年后成婚。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还请不要有所顾忌，都说出来，我们2家可以一起商量。我们夫妻正是此意，2个孩子都有情谊，这既是天定之缘，我们祝福就好。你们夫妻性子温和，苏崇这个孩子脾性也温和，我们都很喜欢。你们夫妻性子温和，苏崇这个孩子脾性也温和，我们都很喜欢。对，就按你们说的办吧。这次进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2家人都是温和的笑着，将所有的礼节的日子商定下来，最终将苏崇和林瑶瑶的婚期定在年后2月初2。晚上，苏崇和苏华回来，苏崇看见林平生和陈氏，顿时就紧张了。苏华却是一眼就明白了。师父师娘，请恕徒儿大胆冒上。师父不会怪你，你并没有做错。见过师父师娘。今天我们来已经商定好了你和瑶瑶的婚事，今后我们夫妻就把我们最珍爱的宝贝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好好的珍惜它。师父师娘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对待瑶瑶。我可以发誓，此生只有她一人。我们苏家还有家规，我会按照家规，只有一妻，绝无二心。好好对她就好。我们苏家还有家规，我会按照家规，只有一妻，绝无二心。好好对她就好。我不需要你发誓什么的，只希望你好好待她。将来若是变了心，她若要回家，还请你放她回家来。若她年过40无所出，你要纳妾也都行。
苏虫听着这样沉重的话，他正想说，林平生就轻轻地拍了拍他肩膀。好，我答应师傅。林平生和陈氏用所有的积蓄在京城外沿买了一处房屋，一家人从楚府搬了出去。林平生并未太低调，他在京城创办了一处学堂，要的学费并不便宜，但他有名，京城许多富家子弟都愿意让自己孩子去跟他学。苏华和苏虫都常常去学堂，即便什么都不做，也能给学堂增加名气。转眼到了10月，苏虫补考在即。这几天他没有去训练了，而是留在家里和苏小璐像往常一样练武。兄妹二人好久没有练手了，一时间都觉得对方进步很大。小璐，你进步很大呀，师傅知道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小璐，你进步很大呀，师傅知道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嘿嘿，我这也算是没给师傅丢脸。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最近的呼吸非常舒服。大哥也有这种感觉吗？我也有，感觉这个世界都干净了好多，空气很舒服。10月初4，补考会试之日，苏家人一起把苏虫送入了考场。所有参考者全是来自周朝各地的习武之人。苏虫进了考场之后，苏家人就回家了。苏小璐转去了明王府，看见苏小璐，金七就皱着眉头开口：“苏姑娘，你来了，我们正想去请你。”发生什么事了？主子昨日突然高烧不退，但吴先生把脉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主子不让我们去找你，他说没事儿，但是今天他昏睡不醒了。带我过去看看。哎呀，还在这儿等什么呀？还不去请苏姑娘？她说不行，你们就不去吗？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看你们上哪儿哭去？苏姑娘来了。她说不行，你们就不去吗？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看你们上哪儿哭去？苏姑娘来了。巫先生顿时住嘴不语，他转头对苏小璐温和一笑。苏小璐先给周芷把脉，没有任何的异常。周芷虽然在发热，但实际上她的身体比起以前好了1倍都不止。苏小璐将内息输进周芷的体内，也很快被吸收了。疼。你哪儿疼？腿疼。朦朦胧胧的，周芷意识都有些模糊。小璐，我的腿很疼。周芷断断续续的梦呓着，听着他喊疼，巫先生等人都紧张了。他们深深的明白周芷多能忍痛，这么多年，无论他的腿溃烂的多严重，他都不曾喊疼，立马就取针给周芷扎针，将周芷的痛感封住，这样周芷就感觉不到痛了。但是没用，周芷依然能感觉到很痛。这么多年，无论他的腿溃烂的多严重，他都不曾喊疼，立马就取针给周芷扎针，将周芷的痛感封住，这样周芷就感觉不到痛了。但是没用，周芷依然能感觉到很痛，她脸颊通红，看上去非常的可怜。苏小璐只好检查一下周芷的双腿。当看见周芷的腿，苏小璐神色很凝重。巫先生简直被吓到失声。哎呀，这……他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来形容他的震撼，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毕竟在周芷双腿残缺之处，肌肤都是黑紫色的，所以那很小的一点肉芽长出来都能让人看得很清楚。周芷会痛，会不会因为她的腿再重新生长？如此大害之事，足以将人们的认知全部推翻。苏小璐检查了一下，的确是新长出来的。快传令下去，所有捕捞到的白鱼都不再往外出售，全部都送到京城来。金七等人立马下去传令。苏姑娘，此事知道的人应该不多，还请姑娘能保密。我知道，如果有剩余的，我愿意用高价来买。当他不需要了，要对外出售时，请先通知我。好，等主子醒后，我会告知他的。他对身体没有问题，只要不让身体的温度太高就没事了，可以用冰水降温，其他没有什么问题。我先告辞了。苏小璐说完就起身离开了。苏小璐出了明王府，就立马去买了昂贵的2条白鱼，这2条都不算大，1条300两，这在京中也是稀罕货。苏小璐庆幸地拍拍胸口，
还好他和秦守成的合作有了巨大收益，不然他一时也没钱买。他知道再过不久，这白鱼的价格还会翻上一番，并且更难买到。但不要紧，在这之前他家里估计都吃腻了。苏小璐拿回家就让苏小玲做了给家里人吃。晚上吃饭的时候，先吃的就是鱼羹，就连鱼骨都炸酥了。哎呀，这鱼真是很好吃，就是太贵了。娘，尽管放心吃。哎呀，这鱼真是很好吃，就是太贵了。娘，尽管放心吃，我有钱啦，咱们买得起，以后啊天天吃。明儿个咱们再给外曾祖送一条鱼。娘有钱，喜欢就买吧，娘等会儿拿钱给你。好，谢谢娘。小璐，来，娘吃不了这么多，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吧。娘，你自己吃吧，我吃不下这么多的，我还要吃别的呢。这鱼我明天还买呢，这个放到明天就不新鲜了。苏小璐打消了赵氏心里的念头。作为爹娘，赵氏和苏三郎都是非常好的。一旦他们有什么东西太喜欢，赵氏和苏三郎都会先给孩子。他们对孩子的付出是不可计量的。但这样的好东西，苏小璐是要家里每个人都吃。行。吃了晚饭后，他叫了苏小璐去房间，拿了整整1万两给苏小璐。拿去买吧，不够了，娘还有。赵氏温柔地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苏小璐抱着赵氏的腰身，撒娇地点头。苏小璐回房睡觉，发现姐姐也捧着钱盒子给她。小璐，我一直留着的，你要多少你都拿去用吧。小璐，我一直留着的，你要多少你都拿去用吧。这么多年，苏小玲存下的银票已经有10万两了。这么多钱，苏小玲一直没动过。难得看见妹妹想要什么，她知道这鱼价格不菲，但苏小璐喜欢，她就愿意为她买。苏小璐又感动又哭笑不得，她把盒子推回去。姐，娘给了我1万两，等不够了我再拿你的，你先好好收着。这是很多很多钱了，但他们更愿意宠爱她。苏小璐心里很甜很甜，不管过去多少年，世界怎么变化，这份宠爱都让她觉得温暖，这也是她要守护这个家的原因。你呀，那姐姐先收起来，你要的时候一定要跟姐姐说。苏小璐笑着点头，她好快乐呀。而此时的主院里，苏三郎和赵氏在盘算，这鱼一条3、400两，一天2条的话就是700两，1个月就是2万1千两，吃2个月，小璐应该就吃腻了。还好还好。你就不心疼咱们这笔钱都用在了吃鱼上面？还好还好。你就不心疼咱们这笔钱都用在了吃鱼上面？我心疼钱是一回事儿，心疼咱们女儿是另一回事儿。小璐从小就懂事儿，她从来不要什么，难得有她喜欢的，家里也能买得起，满足她又有何妨啊？苏三郎想起了苏小璐小的时候，心里仍有感触。苏小璐就是来报恩的，从小就是，她还不能说话的时候，都知道用哭来心疼家人了。她长大了，会走路之后，也会做很多事情来关心家人，会把不多的肉分给哥哥姐姐，会帮忙干活，会照顾苏虫、苏华。这所有的种种，哪里是钱能衡量的？二爹，不瞒你说，小璐这孩子啊，对于我来说很不一样。我觉得所有的好运都是他带来的，他是那么的懂事，那么的好。有时候都会想，我何德何能，能做他的娘亲？而且我总觉得他是有他的原因的，我何德何能，能做他的娘亲？而且我总觉得他是有他的原因的，他不说也不要紧，只要他想做，我都愿意支持他。赵氏很感叹，苏三郎的话语让他也想起来苏小璐小时候的许多事情。在他看来，钱财再多都是没有温度的，能用在家人身上，银钱才有温度，才有意义。小璐是个好孩子，一转眼他也这么大了。或许是年纪越大越容易感叹，特别是看着孩子们日益长大，各自成家，他们总会想起旧时光，那些快乐的、苦难的。苏小璐有了更多的银票，
买鱼就更没有顾忌了。京城大半的鱼几乎都被他买了。等苏崇武考结束后，每天也有鱼吃。苏崇在所有考核都取得了第1名的成绩，但因为京中最近有白鱼，所以讨论他的倒是不多。殿试定在10月15，殿试之后才能确定最终的成绩。这段日子，苏崇也恢复了训练。苏小璐每天都会去明王府。小璐怎么样？苏小璐每天都会去明王府。小璐怎么样？没有异常。周芷的腿长出了半寸肉芽，并且身体没有任何异常。京中的鱼有大半都被周芷吃了，所有打捞上的白鱼几乎都被周芷收入囊中，但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饱和。周芷的双腿再无任何变化。小璐，你爹身体怎么样了？他身体正常，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小璐，你说海里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鱼啊？其实周芷更想问的是，他的腿是不是还有可能重新长出来？或许有。苏小璐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若是以前，他只会回答周芷不可能，断肢再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世界自身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灵气开始充盈，他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想要断肢再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白鱼也只能让他的双腿长出半寸而已。周芷闭上了双眼。苏小璐起身，我先回家了，有什么变故可以叫我。我先回家了，有什么变故可以叫我。好，谢谢小璐。苏小璐看着周芷幽深的双眼，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去。苏小璐取了鱼回家，短短几天，白鱼的价格再次翻了几番。有人说自己原本双目混浊，吃了几次白鱼之后，竟然看得清楚了。有人说自己腰部受伤，每变天都痛得不行，吃了几次白鱼之后，竟然就不疼了。这白鱼成了神仙鱼，千金难求。苏小璐今日买这2条，就花去了2000两银子，这还是看在他买卖多日的面子上，白鱼的价格还要再次上涨。苏小璐提着鱼回家，他已经决定不会再买了。这半个月来，每天都吃几条也差不多。他总觉得白鱼只是一个开始。白鱼在京城引起人们的疯狂，已经过于轰动了。晚上吃着鱼，爹娘，你们多吃点，明天就没有鱼了，以后不买这鱼了。爹娘，你们多吃点，明天就没有鱼了，以后不买这鱼了。不知怎么的，大家都暗暗松了口气。或许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顿，吃得格外香。饭后，苏华将苏小璐叫回房间。小璐，你跟二哥说实话，以后是不是真的不买鱼了？真的不买了。小璐，这鱼是不是真的有传的那么神？小璐，不要瞒着二哥。二哥，这鱼的确是有一些神奇的功效，没有传的那么神，但是也差不多了。这白鱼能在一定程度上愈合身体的残缺和伤痕，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用了。不过用以强身健体也非常的好，所以我想让你们都多吃一些。只是新来的白鱼价格翻番，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就不准备再买了。周芷说他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梧州青海，是深海里出来的新鱼种。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端，后面可能还会再出现其他的新种类。苏小璐将实话说了出来，苏华听了就有些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大皇子那边已经派了人去查探，等消息回来再说吧。大皇子那边已经派了人去查探，等消息回来再说吧。苏小璐点头。如今二哥和姐姐大婚在即，他是不会离开京城的。苏小璐没有再买白鱼，白鱼的价格再次翻番，而且供不应求，市面上已经买不到。苏小璐去看周芷的时候，周芷告诉了他原因。小璐，如今的白鱼只供应进宫里，所以市面上买不到了。我今天呢分到了1条，你回家的时候拿回家吧。这样的好东西，皇上知道了，自然不会再让鱼流出市面来。周芷手里也没有，他分到1条，他让苏小璐拿回家。我不要，你吃吧。这段时间我家已经吃很多了。小璐，我吃了很多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作用了。我总觉得后面还会出现其他更多的东西。苏小璐惊了一下，她是因为有空间，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受。周芷什么都没有，她却好似也悟了，所以让苏小璐很吃惊。她很聪明，有着很大的智慧。小璐，我没那么聪明，
我有这样的猜测呢，是因为探子传回来消息。他很聪明，有着很大的智慧。小洛，我没那么聪明。我有这样的猜测呢，是因为探子传回来消息，说是青海海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而在那片地方有很多的白鱼，很多很多，只是处于漩涡之中，难以捕捞罢了。他眼睛看着苏小璐，只觉得她太可爱了，微愣的样子简直就像无辜的小鹿。他将自己的消息分享给苏小璐。原来是这样，但你的猜测或许没错，白鱼是新鱼种，海中的变化会受到影响的应该不只是白鱼。现在白鱼价值1000金，可能以后也就只是和普通鱼一样的价值。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在那个地方，这样的白鱼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都能捕捞的话，大量的涌入市场，它就不会再是什么稀罕物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他期待的。周志的眼神都开始热切。苏小璐回去的时候，周志把鱼给了他，苏小璐带上了。看见苏小璐带鱼回来，苏小玲一脸疑问：不是说不买了吗？怎么过了1天又吃上了？是周志给的，姐放心吃吧。10月21，五考宣榜了，苏崇的名字赫然地立在榜首的位置，苏崇成了5状元，这是大喜事，一家出了2个状元，一文一武，说出去都羡慕死人了。叫你去你也不去，将来可得遗憾了。今日的苏崇非常的好看。娘，我去了。去了就好。去了就能看见他未来的夫婿是多么的耀眼，就能和他一起见证他如此风光的时刻，将来谁都没有遗憾。以后回想起来，也是一段唯美的记忆。唉，要是那白鱼便宜点就好了。便宜点他也买一尾来给女儿吃，身体好了，对女儿的未来更好。娘，哪有那么神奇？都是人们乱传的。陈氏笑了笑，没说什么。就算是乱传的，他也相信。但是一条鱼就是几千两，而且还买不到，他想也没用。但晚上的时候，苏崇送来了一条鱼，说这是皇上的赏赐。林平生和陈氏都觉得太贵重了。哎，苏崇，你拿回去孝敬你爹娘吧，他们为你付出了很多。哎，苏崇，你拿回去孝敬你爹娘吧，他们为你付出了很多。如今你有大成就，更该好好孝敬他们。是啊，都说这鱼好的不得了，你拿回去给他们吃，让他们补补身子。师傅师娘，我爹娘他们有的吃，小鹿他有法子，这是我自己挣来的，我先送来给你们尝尝。哎，你们就收下吧。那个我还要回家，这鱼不能放，趁着还新鲜，赶紧吃了。那我先走了。苏崇把鱼放下就回去了。陈氏追了2步，他也追不上苏崇。他回来，老爷，你说这做了吃吧，他的一片心意别辜负了。苏崇将女儿放在心上，林平生很高兴。这再推辞就不好了，这是苏崇的一片心，他们好好接受就是。陈氏高兴地去做鱼了。苏崇这份心，他比谁都高兴。这神仙鱼有没有用，他不知道，重要的是他的女儿吃上了，这就足够了。一条3斤的鱼，一家人吃得干干净净，连鱼骨都炸酥了，给林平生下酒。这白鱼有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不知道，但好吃是真的好吃。这味道在陈氏看来，没有任何鱼能比。这白鱼有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不知道，但好吃是真的好吃。这味道在陈氏看来，没有任何鱼能比。11月初，苏三郎发热了，赵氏满眼担忧。哎呀，睡之前还好好的，半夜突然就发热了，这身子烫的都快能煎鸡蛋了。苏三郎身子不好，全家都出动了，大家都围在他身边。娘，你别担心，没事的。苏小璐给苏三郎施针，先让苏三郎的体温控制住。天快亮的时候，苏三郎开始喊眼睛痛，赵氏心疼的红了双眼。苏三郎身体的残疾是永远的伤疤，无法愈合。苏小璐替苏三郎把假眼取出来，看着空扁的眼眶，苏小璐也心疼。她将银针一根一根扎下，苏三郎才渐渐的平复下来。苏小璐拿出药瓶，捏开苏三郎的嘴巴，将药塞进去。做好这些，苏小璐才收手，接下来就是等了。苏三郎断断续续的清醒，别担心，我没事儿。别担心，我没事儿。
他想安抚家人，但大家看着他这样，哪能不心疼不担心呢？天亮了，苏三郎才慢慢的推热，身体不发热了，就睡得安稳。这几天苏三郎都在断断续续的高热，赵氏每天都守在床前，人都瘦了。第4天的时候，赵氏也发热了。苏小玲忧心忡忡：小鹿，爹娘是不是病了？不是疫病，是那白鱼的功效。那我们也吃了，我们也没发热呀。这是因为爹娘身上有暗疾，我们没有。这鱼对身体好，有大病大痛者感受最真切，而正常的人身体会变得更好，因为身体本来就没问题，所以一般也不会注意到。苏小璐认真的解释，让家里人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苏小玲几人细细回想了一下，还真的是这样。知道没有问题，就没有那么担忧了。赵氏发热的第2天，苏三郎就好了。苏小璐为他检查了眼睛，眼睛里竟然生出了一些肉芽。苏三郎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他伸手覆盖在眼眶上。太不可思议了，我的眼睛好像长了一些。太不可思议了，我的眼睛好像长了一些，不冷了，也不疼了。曾经深刻见骨的眼眶，如今又有新肉长出来，即便不戴假眼也不会觉得冷。这鱼实在是太神了。小鹿啊，这鱼还能买得到吗？让你娘多吃一些，她的手说不定能好起来呀。苏三郎惦记着赵氏的手，赵氏的手伤着筋骨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劲儿。自己的眼睛能长出新的肉，那赵氏的手肯定也能好。而赵氏的伤没有他的重，苏三郎想着的是，如果好的不多，在多吃白鱼的情况下，能不能让赵氏的手复原？爹，这鱼是有奇效，但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用了。如果有用的话，周芷自己就吃了。苏小璐一说，苏三郎恍然大悟。是啊，周芷比他们更想好起来。如果鱼一直有用，那他应该留着他自己吃才是。以后这个鱼的价格会降下来的。到那时候家里就可以经常买来吃，就算没有大用，也能用来滋补身体。这些事情他也是时候给家里人说了。苏三郎听着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越来越难买才对，怎么可能降价呢？苏崇、苏华若有所思。苏小玲温和地看着苏小璐，大家都没追问，只是静静地等着苏小璐说。这白鱼最先出现的地方是梧州青海，是深海里出来的鱼。周芷去打听了，他说这鱼出现的地方海面有很大的漩涡，渔船难以靠近，而在那个地方白鱼有很多很多，漩涡会消失的。到了那个时候，这白鱼就会大量的流入市场，价格自然就不会这么贵了。这个世界要改变了。苏小璐没有说这些，是担心苏三郎会恐慌。改变是未知的，有时候不知道反而能继续安心的生活。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大。那等以后不这么贵了，咱们家里经常买来吃。等以后不这么贵了，咱们家里经常买来吃，补补身体也是不错的呀。苏小璐几人都点头。苏三郎守着赵氏，苏小璐几兄妹出了房间。赵氏发热了3天就好了。他好了之后，苏小璐给他做了检查，受伤的那只手的确恢复了很多。以前使不上劲儿，提不了东西，现在一般的3、5斤已经能提了。这个改变赵氏很高兴，在他看来，这手就是好了。只可惜现在鱼的价格太高了，现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鱼，白鱼全都流入宫里了，供皇上享用。皇上吃不完的会用来奖赏给大臣们。随着苏华的婚事临近，苏家人又忙碌起来，有陈虎和钱氏帮忙，倒也不算累。11月16，苏华大婚，早早的起来，赵氏就和钱氏为苏华收拾。他是新郎官，也是要打扮的，只是没有女子那么复杂。赵氏温柔地给苏华束发，他是新郎官，也是要打扮的，只是没有女子那么复杂。赵氏温柔地给苏华束发，苏华也换上了喜服，他带着笑意。钱氏连连夸他俊。收拾好，苏华就出门迎亲了。苏崇跟着他一起去，轿夫们抬着轿子，一路吹吹打打的朝着孙宅而去。苏华曾经是状元，他大婚也算轰动，许多人都站在街道两侧看着威风的状元郎。人们想起这2兄弟都是状元，一时间夸赞声多，热闹无比。
兄弟二人相视一笑，都觉得自豪和骄傲。孙宅里，连氏和府中婆子早早的就为孙宝倩梳洗打扮了。孙宝倩是温柔秀美的女子，今日出嫁不需要点胭脂，脸颊就有绯红点缀，怎么看怎么迷人。连氏又高兴又不舍，露出笑意，又几度红了眼眶，温柔地帮孙宝倩梳洗打扮好，等着新郎官来接。听着外面的锣鼓声越来越近，婆子们连连地说好话，温柔地帮孙宝倩梳洗打扮好，等着新郎官来接。听着外面的锣鼓声越来越近，婆子们连连地说好话。吉时到，姐，我来送你出嫁。姐，你上来吧，我背你出门。说完，他弯下腰，孙宝倩趴在孙宝山背上。在这一刻，他开始哽咽，他极力地克制住泪意。姐，咱家永远都有你的屋，一定要过得幸福。如果不幸福，过不下去了也不要紧，和他离了也能回家来，我养你。这句话孙宝善说得很小声，只有孙宝倩能听见。而孙宝倩听见这句话，已经是泪流满面。她哽咽着点头。孙宝善亲自把孙宝倩背出门，送上花轿。他看着苏华，我把我姐姐交给你了，你一定好好的待她，不然我们孙家一定不饶你。好，我答应你。起轿！喜庆的锣鼓和唢呐同时响起，掩盖了许多不舍的哭声。儿子媳妇来给爹娘敬茶了。孙宝倩脸上还带着红晕和羞涩，拜公婆和平时不一样，她小心翼翼地奉茶。婆婆请喝茶。赵氏露出温和的笑意，笑着点点头，然后接过茶杯喝茶。喝茶之后，给了一个红包给孙宝倩。今后就是一家人了，望你和华哥这辈子能携手同心，白首到老，儿孙满堂。多谢婆婆教诲，儿媳谨记于心，定不会让婆婆失望的。娘，喝茶。赵氏笑着喝茶，也给了苏华一个红包。成家了，身上责任更重了，望你有担当，好好守护你的小家。谢谢娘教导，儿子谨记于心。到了苏三郎，苏三郎说的是和赵氏一样的话。对于孙宝倩这个儿媳妇，他们都很满意，无从挑剔。如今苏华婚事已了，他们也安心了。苏华这几天休沐，出大婚有7天休沐。他回房看公文，说是休沐，但他还是把公文拿到家里来处理了。孙宝倩自然的和苏小玲、苏小璐待在一起。苏小璐不是制药就是练剑，孙宝倩自然的和苏小玲、苏小璐待在一起。苏小璐不是制药就是练剑，孙宝倩看着苏小璐练剑都看痴了，心里不由得想，苏小璐武功如此高强，难怪她不喜欢自家弟弟。孙宝倩轻轻地叹了口气。苏小璐练完了剑就出去了一趟，苏小玲还以为他是出门了，也没有过问。苏小璐来到苏华的屋子。二哥，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小璐，你曾经给刘子金施的针，二哥想请你给我施针一次。孙宝倩如今才满16，早早生子不太好，她想等他2年。以前刘子金私下说起过，她记在了心里。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施针吧。苏小璐也看出来苏华是想瞒着孙宝倩的，但这件事总会知道的。左右这是二哥愿意的，而且也真的没伤害，苏小璐当然不会阻止。给苏华施针很快，等苏小璐收了针，苏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好了吗？等苏小璐收了针，苏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好了吗？针是一点也不疼，这也太轻易了。这样就好了。如果二哥想要解开，就算我不在，你自己也能解开。用银针往腹部这儿下3寸，连续扎7天就行。啊，这不考验任何技巧，有手就行。好，二哥知道了。二哥，那我出去了。苏华点头，他对苏小璐温和地笑了笑。苏小璐回了屋子，苏小玲刚好出去厨房了。孙宝倩起身去关了门，然后走到苏小璐面前，她绯红着脸颊。小璐，你可不可以给我开一些药吃？嫂嫂是哪不舒服了？孙宝倩脸颊绯红，都不好意思直视苏小璐的眼睛。小璐，我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只是想快点给你二哥生一个孩子。出嫁前连氏就吩咐过她要早些生下孩子。
苏小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才给她二哥扎了针，孙宝倩就对她说这样的话。苏小璐想了想，还是觉得这件事要由二哥自己解释。嫂嫂，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不需要吃什么药的，你也不要想着吃药。嫂嫂，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不需要吃什么药的，你也不要想着吃药。我和你不好解释了，你现在还是去找我二哥一趟，他会给你解释清楚的。孙宝倩有些失落，她觉得苏小璐似乎有什么事情没告诉她，这件事还和苏华有关。好，谢谢小璐，那我先回房了。苏小璐点点头。孙宝倩说完就回房了。回到房间，苏华正在看公文，看见孙宝倩回来。回来的这么早，是不习惯吗？孙宝倩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没有不习惯，是有事情想问你。小璐说只有你能解释。过来，坐着说。苏华对孙宝倩招招手，他大概已经知道是什么事情了，本以为能瞒着，没想到一天都还没过。阿华，我对小璐说让她给我开药，能让我早些怀孩子的药。她说要我来问你一个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阿华，我对小璐说让她给我开药，能让我早些怀孩子的药。她说要我来问你一个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苏华失笑。倩倩，你还太小了，生育子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等你再长大3岁，我们再生养孩子也不迟。3年，是不是太久了？不久，我们余生还有很多年，3年一点也不久。孙宝倩还想说什么，苏华却把她拉入怀中，属于苏华的气息一下子把她笼罩，她只觉得身体有些发软。你我新婚，我还想和你好好温存几年，如此滋味令我迷恋不已。如此早早生子，岂不是可惜了？将来回首，你我二人都想不起有如胶似漆的日子了。他竟不知道这清浅公子有如此多情的一面，但不知为何这些情话他竟然还想听，好似再多也不觉得腻。已经过了50，补个午觉也可。但不知为何这些情话他竟然还想听，好似再多也不觉得腻。已经过了50，补个午觉也可。3天之后，孙宝倩回门，赵氏早就备了礼，让苏华带着孙宝倩回门去。马车上，孙宝倩依偎在苏华怀中，二人偶尔视线相对，都觉得心里充满了甜腻。苏华吻了她，温柔里带着些凶。孙宝倩又羞涩又欢喜。到了孙宅，她脸绯红的和苏华一起下了马车。孙子谦和连氏正等着，看见女儿，连氏笑着上前：“娘，我回来了。”见过岳父，见过岳母。回家就好，进屋喝上几杯吧。连氏有很多话想问。等进了家，苏华和孙子谦去了，连氏也带着孙宝倩回了房。倩儿，他对你可好？苏华看上去是个不错的好孩子，但私底下呢，他也能表里如一吗？娘，你放心吧，阿华对我很好。那你婆婆呢？小玲他们呢？相处的也好吗？娘，你放心吧，阿华对我很好。那你婆婆呢？小玲他们呢？相处的也好吗？连氏心里放心了不少，他知道赵氏人不错，苏小璐、苏小玲也好，但他仍然情不自禁地问：“婆婆很好，平日里她和公公都出门忙生意去了。小玲喜欢做药膳，平时也喜欢摆弄一些草药。小璐爱练剑和制药，他们都很好。”那就好，你婆婆人不错，本来娘还担心，现在看来是娘心眼小了。娘，这大概是没有缘分。小璐像是一团火，我看她一天少有停下来的时候。她不喜欢弟弟也正常。小玲说了，她以后想嫁一个武功相当的男子，如此才能陪着她仗剑走江湖的。难怪了。如此看来，自己的儿子不被喜欢，也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中午的时候，孙宝善从学堂回来了。姐夫。他笑着看向孙宝倩，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放心了。中午的时候，孙宝善从学堂回来了。姐夫。他笑着看向孙宝倩，
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放心了。人过得好，气色是不一样的，笑都是幸福的，有心事就会无意识的皱眉。而在姐姐身上，她看见的都是笑，是红润极好的气色，这就可以说明在苏家过得不错。孙伯承对着这个孙女婿很看重。下午的时候，孙伯承、孙子谦和苏华在书房谈论。孙宝善去学堂了，孙宝倩陪着连氏，母女俩说说话，喝喝茶。连氏感慨地说了许多孙宝倩小时候的事情，母女二人都忍不住眼泛泪光。晚上吃了饭，苏华和孙宝倩回苏宅，连氏和孙子谦还有孙宝善一起出来送。看着马车渐渐远离，他们才回去。老爷，时间过得真快，如今倩儿也遇良人得了良缘，我也放心了。给善儿的婚事可以好好相看了，这次回京咱们也要常住了。给善儿的婚事可以好好相看了，这次回京咱们也要常住了。善儿学业并不差，从文并没有问题。连氏点点头，他正是这么想的。本来是想和苏家继续结亲，但没这个缘分，没有这个缘分，他自然要好好的为儿子相看。一位好的儿媳是很重要的。晚上的时候，赵氏来到了苏小玲和苏小璐的房屋。小璐，还想吃鱼吗？现在便宜了。说完，将银钱拿了出来，塞给苏小璐。这意思再明确不过，喜欢就买，想买多少买多少。谢谢娘疼我，但咱们现在不用买鱼吃，过不了多久，鱼的价格还会下降的。还会下降吗？就算不下降也没关系，你想吃就买，这银票你带着，用的时候方便。赵氏还是把银票给了苏小璐，不管白鱼下降成什么价格，他的女儿想用就用。苏小璐拿着银票，心里暖乎乎的。赵氏走后，苏小玲和苏小璐睡下。如今已是寒冬，又是12月初，苏小玲没几天就要出嫁。苏小璐越来越不舍，她这段时间不练剑了，每天都陪着姐姐。姐姐如果要下厨，她就帮她烧火，就像是曾经一样。姐姐如果要下厨，她就帮她烧火，就像是曾经一样。姐姐刺绣，苏小璐就在旁边看着，递去针线。两姐妹每天都在一起。苏小璐睡着了，都是紧紧地抱着姐姐。12月初2，京城下雪了。早上起来，豆腐和茴香在清理院子里的积雪。姐，我们来堆个雪人吧。好，小璐，你想什么呢？堆一条龙吧。10月初5晚上，苏小玲失眠了。赵氏来到了屋里，目光温柔，带着泪光。他拉着苏小玲的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又没有说，因为苏小玲要嫁的不是一般人，那是皇后的嫡长子。他身份尊贵，他的妻子也会很尊贵。普通农家的东西对苏小玲来说根本没用，而且苏小玲大婚后和家里人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哪怕是亲人，也不是想见就能见的。甚至将来夫妻失和了，苏小玲也没有回娘家的机会。她最好的归宿只能是寺庙，就算真到这一步，娘家人也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赵氏心里隐隐的痛着，娘放心，我一定会过得好的。娘放心，我一定会过得好的。出嫁的前夕，苏小玲何尝不是心痛和不舍？但这是她的路，不管多难，她都要走下去的。唉，娘希望你能过得好。娘，我都明白，你放心，我一定过得好。苏小璐在一边已经默默流泪了。姐，我好舍不得你。她的姐姐要出嫁了，这个从小照顾她，对她很好很好的姐姐要嫁人了。这个会在夜晚悄悄叫她小仙女的姐姐要成为别人的妻子了。苏小璐觉得分离好难过，她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小璐，以后姐姐没在家，你要替姐姐好好的孝敬爹娘。苏小璐哭着点头。这一晚，他们都彻夜难眠，没有一点睡意。天还没亮，宫里来的嬷嬷就开始来给苏小玲梳洗打扮了。看着苏小玲哭肿的眼睛，哎呦，祖宗哎，怎么哭成这样了？看着苏小玲哭肿的眼睛，哎呦，祖宗哎，
怎么哭成这样了？快拿冰块来！所有人都飞快地忙碌起来，赵氏根本就插不上手，和苏小璐安静地坐在那儿看着。这时候他们女眷还能看几眼，父亲和兄弟已经不能看了。钱氏和陈大妞、陈二妞也来了，也没机会帮上什么忙，只是静静地陪着赵氏见证这一幕。盘发让我娘亲和婶婶来就好了。这不合规矩。没有什么不合规矩的，民俗就是如此。女儿出嫁由母亲晚发，我本身就出身农家，我也按照宫里的规矩做事了，宫里也应该遵从我的规矩。苏小玲不肯退让，嬷嬷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人去问话，毕竟这是规矩。当消息传进宫的时候，皇后就气得火冒三丈。不准！她凭什么破坏宫规？不过是个低贱的农女，如今配上我儿闪鸡变凤凰了，还想怎样？直接去传话，她若不守规矩，那她今日就不必嫁了。如今配上我儿闪鸡变凤凰了，还想怎样？直接去传话，她若不守规矩，那她今日就不必嫁了。皇后很生气，她本来就不喜欢苏小玲，让苏小玲做了周恒的正妃，她已经火很大了。宫人们面面相觑，都顿觉难做，但这是皇后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听命照做。皇上驾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惹得皇后大发雷霆的？回皇上，是因为大皇子妃不肯让宫里的嬷嬷给她挽发，坏了宫里的规矩。就为了这点小事，值得这么生气吗？那苏小玲出自农家，在平凡农家里，女子出嫁，让母亲挽发梳妆是常事，宫里有礼部主持，是有这么个礼仪，我知道，但这和民俗也不冲突。大皇子妃喜欢怎么选就让她怎么选吧。哎，皇后啊，想想曾经你疼恒儿的时候吧。苏小玲配不上恒儿，她什么都不会。苏小玲配不上恒儿，她什么都不会。一个农家女什么都不会，只会给儿子丢脸。她这么辛苦才护住的孩子，却娶这么一个女人，这让她怎么接受得了？哎，但这是恒儿想要的。礼部那边合了八字，苏小玲虽然出生农家，却有真封命格，这是命中注定有的，谁都阻拦不了她的命。她和恒儿的八字相望，没有人比她更好了。皇后沉默，合的八字出来，她心里就扎着一根针，她找不到理由来阻止。今天苏小玲不肯听从，她顿时像找到了发泄口。现在皇上要把她这个闸口堵住，皇后心里更憋屈了。恒儿是难得的治国动才，作为她的母后，真希望你不要失了礼仪和大度，不要在天下人面前失德了。皇后心头好似被刺痛。是。皇上看了她一眼，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去了。问题解决了，一切顺利进行。当宫里的命令传回苏宅，所有的嬷嬷都恭敬地退下。当宫里的命令传回苏宅，所有的嬷嬷都恭敬地退下。苏小玲眼含泪花，娘、婶婶，请你们为我梳头。好，哎，好嘞。苏小璐也上去帮忙递首饰。等挽好了头发，赵氏忍着泪水给苏小玲盖上了红盖头。吉时到。赵氏泪如雨下。大嫂，小玲要出门了。陈大妞和陈二妞也在悄悄流泪，苏小璐也在哭。小玲，大哥来背你出门了。苏华和孙宝倩也在一边。苏三郎和陈虎他们也来了。苏小玲爬上苏虫的背，苏虫背起她，一步一步地朝着外面走。苏华和苏虫一起走，他小声地对苏小玲说：三妹，今后不能常伴左右，一切都靠你自己分辨好坏，只需谨记一句话，大哥二哥都是你的后盾，无需诸多顾忌。三妹，你二哥说的就是大哥想说的，你放心，大哥和二哥以后会努力往上走，会给你最好的后盾。谢谢大哥和二哥。你放心，大哥和二哥以后会努力往上走，会给你最好的后盾。谢谢大哥和二哥，我知道的。出了门，周恒已经穿着大红喜服来迎接了。
等苏小玲上了花轿，她对着苏虫和苏华拱拱手，随着爆竹声音响起，花轿抬起，开始回转了。他终于娶到了他想娶的女子，今生一定不负她。花轿渐行渐远，苏家人都一直望着，直到看不见了，才转回家中。苏小玲坐在花轿之中，听着欢庆的锣鼓之声，她知道自己离家越来越远了。她和周恒成婚，礼节比寻常人成婚要繁琐很多。她从袖口掏出苏小璐给的药膳饼子吃了起来，这饼子很抗饿，也不干，所以她也不会渴，这样才有精力走完今天所有的礼节。下了花轿之后，就有周恒牵着她的手走，拜天地，见所有的文武百官等等。今天很累了吧？不怎么累。他看着周恒的目光温柔的好似能滴出水来。周恒也笑着，他去倒了酒来，和苏小玲喝了合卺酒。也不知是酒醉人还是人醉人，两人脸都红得发烫。周恒将帐子放下，温柔地解去苏小玲身上的衣裳。第二天天才微亮，周恒就起来了。小玲，我先去上朝了，等下朝后我回来领你去给父皇和母后请安。苏小玲轻轻点点头，苏小玲也起来了，把宫里的宫女叫来，先了解宫中的人。周恒下了早朝，两人一起去正阳宫请安。不用怕，一切有我。皇后本来就不喜欢苏小玲，对这个母后，周恒只有恭敬，没了亲切，所以苏小玲也不需要讨好他，恭敬有度，不失礼数就好。皇上和皇后已经等候着了，其他嫔妃也还没走，都等着看一看苏小玲。苏小玲出身农家，大家都想看她长什么样。有人猜测面黄肌瘦什么的。苏小玲出身农家，大家都想看她长什么样。有人猜测面黄肌瘦什么的。但当苏小玲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了一场。苏小玲容貌精致，生得白嫩，她举止得体，看着端庄秀丽大方，气质竟丝毫不输名门贵女。周恒神色沉稳，气息内敛，短短几个月，竟然也变成了一只情绪不外露的老狐狸。他带着苏小玲跪下身叩拜：“儿臣携父给父皇和母后请安。”儿媳给父皇和母后请安。起来吧，成婚了就和恒儿一起相互扶持。父皇祝你们夫妻二人白头到老，儿孙满堂。皇帝说完，就意味深长地看了皇后一眼。都起来吧，你们父皇说的就是我想说的。周恒和苏小玲都露出笑意。苏小玲看了看在场的嫔妃们，她微微笑着，轻轻颔首，也算是打过招呼了。好了，今日你们就都先回去吧。皇后开口后，嫔妃们就退了下去。正阳宫里就只剩下他们4个人了。恒儿和小玲还没有用膳吧？正好，父皇和母后也还没有，如此就留下一起吃吧。周恒和苏小玲点头。明王到。周志来了，他是坐着轮椅来的，有台阶处需要有人抬。看见周志，周恒先起身过去推他。阿志，谢谢你来。周志来是他的请求。周志神色平淡，没有说话，只是微乎其微地点了一下头。皇帝目光流露出欣慰的神色，他刚刚注意到了苏小玲也是准备起身的，但似乎是想到这与理不合，才坐下了。从一些微乎其微的小细节，皇帝就想得到曾经的周恒在苏家得到的是怎样的照顾。苏家人很心善。从一些微乎其微的小细节，皇帝就想得到曾经的周恒在苏家得到的是怎样的照顾。苏家人很心善。皇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儿臣给父皇和母后请安了。儿臣旧疾发作，还请父皇和母后饶恕儿臣不能起身见礼。智儿无需多礼，忘记父皇说过的了，你可以不用对任何人行礼。皇后神色有些不自然，她垂下了眼眸，谁也不看。难得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周志和周恒如今面容一点也不相似，但这一双眼睛却很像，好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经过半年的沉淀，周恒眼中的青涩也褪去了。双生子兄弟，
如今也就这一双眼睛能相像了。智儿，你大哥已经大婚了，你可有喜欢的女子了？你的婚事，父皇也一直记在心里。若有喜欢的女子，父皇为你赐婚。若有喜欢的女子，父皇为你赐婚。周志气色好了很多，看上去健康了不少。相比周恒日渐沉稳的成熟，周志那一股阴沉好似消散了许多。好，等儿臣需要的时候，会厚着脸来让父皇赐婚的。皇帝笑着点头，他打心底是希望周志能有人疼爱，没有感情的赐婚是没有意义的。好好好，吃饭吧。皇帝看了皇后一眼，就不再看他，乐呵呵地招呼着动筷子。皇后到底是想不开，对这两个孩子都还有恨意。她不想说一些祝福的话，那就别说了，免得说一些让人听了不高兴的话。吃完饭，好了，你们母后和父皇也乏了，都回来吧。是，儿臣告退。儿媳告退。你们兄弟二人要相互帮助，一胎双生，这世上再也没有比你们更亲的手足之情了。是。父皇说的没错，再也没有比他们更亲的手足之情了。是。二弟，这是药膳方子，你带回去用，是养气健骨的。谢谢。你看看他们，兄友弟恭，多好啊！哼，那本就是他的人。皇后这阴阳怪气的话语让皇帝无话可说，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起身。朕乏了，回宫吧。多积累功绩，争取早日立太子吧。我知道。那阿志，你路上小心。我和小玲先回宫了。周志点头。对于这个兄长，他羡慕嫉妒，却从来没有恨过，差别太大了，喜欢也更没有。他对他从来就没有杀意。周恒也明白，之所以阻拦他回京，那只是对皇后的一种手段。毕竟周恒不回京也活得好好的，但他不能回京，皇后就一直牵肠挂肚，不好过。这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仇恨。回到宫中，苏小玲去熟悉内务各种事宜，周恒也去处理公文。到了晚上，两人一起用膳，沐浴之后便是温存。到了晚上，两人一起用膳，沐浴之后便是温存。周恒担心苏小玲会不习惯，但苏小玲适应得很快，超乎了他的想象。他们惺惺相惜，两颗心才靠得更近。3天后回门，周恒休假1天，亲自和苏小玲一起回门，各种礼物早就准备好了。一起回家，苏三郎和赵氏等人都早早等候着，看见他们回来才松了口气。母女二人都眼泪汪汪的。小玲，宫里怎么样？还习惯吗？娘，我都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钱氏走过来，好就行，这下你娘也能放心一些了。在这短短的半天见面，对母女来说都不够，每分每秒都是数着过的。中午时候一起吃饭，吃完饭，周恒和苏小玲就要回宫了，都很舍不得，好似才刚刚来就又要回去了。等他们走后，赵氏心里落寞。唉，真希望恒哥能早点出来立府啊。娘放心吧，不会很久的。但愿吧，真希望恒哥能早点出来立府啊。娘放心吧，不会很久的。但愿吧，小鹿，你和你姐姐一样，自小就懂事儿，娘已经过得很幸福了。所以，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都不要藏在心里。爹娘或许帮不了什么，但爹娘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你。他的小女儿也不似儿时那么天真活泼了，许多心事也埋在了心里。赵氏觉得很心疼，但这些事情也是他无可奈何的。谢谢娘关心我，我都知道的。他长大了，什么都明白。活了2辈子的他，再一次明白了很多很多的复杂情感。苏小玲出嫁后，家中冷清了许多。孙宝倩接手了苏小玲治祛疤药膏的事宜，也不清闲。他偶尔也帮忙苏小璐磨药，两人关系也好。孙宝倩对自己身份拿捏得很清楚，她知道自己是苏小璐的嫂子，而不是亲姐妹。作为一个嫂子，她和小姑子相处得非常好，和公婆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
作为一个嫂子，她和小姑子相处得非常好，和公婆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12月中旬，苏小璐开始着手给周志写第2次毒了。她和周志一起启程去往凤坡台的温泉。12月里寒风刺骨，能有一处温暖的地方再好不过。这几个月，自从白鱼出现后，周志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对解毒的各种疼痛反应也能抵挡得住，是解毒的好时候。苏小璐裹着披风上了马车，周志就递过来一个汤婆子。小璐，很冷吧？给，这个暖和。谢谢。海边最近有什么消息吗？白鱼在京中的市场饱和了，但是其他州内还没有。青海的漩涡呢越来越小了，每天都有成吨的白鱼被捕捞。京城里是被控制着的，但是这个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这个把控是父皇的人，白鱼数量多，但是它本质呢依然是个好东西。苏小璐明白了，去往凤坡台有1天的路程，可能要晚上才能赶到。去往凤坡台有1天的路程，可能要晚上才能赶到。周志拿了些小零食出来给苏小璐吃，苏小璐也不客气，接过打开，灵气扑鼻。这鱼丝干是白玉制成的，熟悉的味道，还有一些辛香麻辣，苏小璐都馋了。本以为白鱼原味鲜美，加一些花椒辣椒会损坏味道，但是做出来之后又没有，而且还别有一番滋味。哎，你尝尝就知道了。苏小璐已经开始吃了，辛辣鲜美的口感刺激味蕾，非常的好吃，一袋很快就能吃完。苏小璐把袋子朝着周志递去，好吃，你也一起吃啊，这个好开胃的，你可以多吃点，你太瘦了。有白鱼滋补，周志也胖不起来，他还是很清瘦，依然是病态的样子。周志笑了笑，修长的手指捻着干鱼丝，和苏小璐一起吃了起来。油脂沾了手，他也会像苏小璐一样缩掉，有些辣，但也停不下来。不知不觉的，两人就一起吃完了一包。周志拿了帕子擦手，苏小璐也擦着自己的手。周志又取了一个袋子来，尝一尝，这个解辣。尝一尝，这个解辣。是糖块。苏小璐吃了一块，周志也吃了一块。你这个在哪儿买的？味道有些特别，清甜凉爽。这里面加了银丹草吗？古人称为银丹草，后世被称为薄荷，但甘草提炼也有这样的效果，就是不知道加的哪种。府里做的，加的是银丹草。你喜欢的话呢，回头我给你多送几袋吃。苏小璐舔了舔糖，这个口味她真的很喜欢。那就谢谢你了。苏小璐没拒绝，这一袋子好像有40-50颗的样子，她要是天天吃，很快就会吃完了。老让周志送她也感觉怪怪的，可惜呢，外面还买不着。那能吃多少就试多少吧。周志看着苏小璐好一会儿，嘴唇不自觉地微微扬起。周五的时候吃的是干粮，休息一会儿又继续赶路。苏小璐昏昏欲睡，她看了周志一眼，周志不知道什么时候闭着眼睛，好似睡着了。苏小璐整个人也很放松，她闭上眼，很快就靠在马车边睡着了。她不知道睡着没多久，周志就睁开了眼。今天比较晚了，我让他们备的饭菜清淡了些。凤坡台也有些好吃的，明天你再尝尝。可以啊。看着你吃的很香，我也觉得很好吃，一不小心就多吃了点儿。没事没事，多吃饭身体更健康。小璐，院子里就有浴池，你若是还不想睡，可以去泡一下。太医之前说过，常泡温泉也对身体有益处。苏小璐点头，她回房去。小院里有一个浴池，伺候的侍女很安静。苏小璐问了一下，他们就带她过去。浴池就在正中央，冒着雾气。苏小璐伸手试了试水温，很温暖，很舒服。屏退了侍女们，苏小璐下了浴池泡澡，很舒服。泡2刻钟，苏小璐就去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饭，苏小璐就开始处理药材，忙碌了起来。温泉可以利用起来，在浴池里面泡，不用担心水温，但这种大的浴池肯定不行。苏小璐知道，对金六说了一声，看看有没有小的浴池。苏小璐知道，对金六说了一声，看看有没有小的浴池，浴桶那般大小就行。苏姑娘，这没问题。凤坡台别的没有，浴池多的是，这样大小的宅子里没有，但其他地方也能找到。你等着，属下马上就去找。
苏小璐点头。凤坡台因为有温泉，常年雾气萦绕，森林茂密，景色是非常优美的。苏小璐在窗外小廊下捣药，因着地势高，她能很好的看见凤坡台的景色。将药材捣碎之后，用纱布包好，然后用大铁锅就开始熬药。在这个空闲，侍女送来了烤鸡，苏小璐笑眯眯的吃着，不得不说，真的是送到她心坎上了。吃烤鸡，喝暖乎乎的羊奶酒，简直不要太舒服。吃饱之后，苏小璐让周芷过来，苏小璐就给他扎针。等取针后，药汁也熬好了。周芷脱下了衣服，苏小璐在他心口位置扎了几针。好了，你可以下去泡了，泡足2个时辰就可以出来了。好了，你可以下去泡了，泡足2个时辰就可以出来了。小璐，外边冷，你可以先回去，等时间快到了，他们会来喊你的。没事，我就在外面坐会儿，看看景色。这次会很痛，你如果承受不住的时候，可以叫我。他是不能走太远的，守着周芷也是必须的。如此，周芷也没有再多说。他进了浴池，苏小璐也退出去了。苏小璐没有走远，就在客栈的院子里看一看。他听到有些吵闹，不由得看了过去，是从楼上急匆匆跑下来一个婆子，身后还有人在追。婆子跑得惊慌，双手都是鲜血。哎呀，这个我接不了，我接不了，别追我啊，找别人去吧。身后的丫鬟们一脸急色。林婆子，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我们夫人可怎么办？这凤台坡离镇子至少1个时辰，再去请大夫根本来不及的。丫鬟们都快哭了，但林婆子还是头也不回的就跑了。而客栈的小二也在不停的在往楼上送热水。怎么是侥幸出来呢？但林婆子还是头也不回的就跑了。而客栈的小二也在不停的在往楼上送热水。怎么是侥幸出来呢？不难猜测是有人生产之际遇到难产了。苏小璐看了看周芷那边，她还是起身了，过去和金六等人说了一声，就去楼上看看，有事情叫他。苏小璐决定救人，金六几人应声后，他就背着医药箱上楼了。刚刚到3楼，就撞见一个匆匆下楼的身影。苏小璐一眼就认出来了，孙大人。孙阳新脚步顿了一下，思绪回笼，视线聚焦，这才看清楚是苏小璐。原本再见面他是很高兴的，但他现在有急事。小璐，我有事情要走，没时间和你多说了。孙大人，你是要找大夫吗？我就是大夫啊。孙大人，我自小学医，难产的是你夫人吗？我上去看一看。好，谢谢小璐，你先去，我下去安排小厮，马上就上来。难产的是你夫人吗？我上去看一看。好，谢谢小璐，你先去，我下去安排小厮，马上就上来。苏小璐点头，朝着3楼房间走去。传出呜咽的房间就是周文静所在的屋子，丫鬟们都在里面轻声啜泣。床上的周文静脸上苍白的可怕，房间里一股子血腥气味。苏小璐取了一颗药塞进周文静嘴里，然后就拿起她的手给她把脉。周文静眼睛看着苏小璐，她认出苏小璐来了，她心里又是惊恐又是害怕，但现在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由苏小璐摆布。你难产了，胎儿的心脉已经很微弱了，你不用怕我，我就是大夫。反正你在这也找不到别的大夫了，就算我医术不好，那也死马当做活马医，总比没有大夫的强。周文静听着这话也渐渐放松了，因为苏小璐说的一点都没错。她生产时间并没有到，来这里泡温泉还是好不容易才求得孙阳新同意的，但她没想到会在这儿生产，找了个接生婆，一见她难产竟然跑了。苏小璐双手抚向了周文静的腹部，感觉有些不对劲儿。苏小璐双手抚向了周文静的腹部，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她仔细检查了一番，你怀的是双胎。周文静也睁大了眼睛，似乎难以置信的样子。你怀的是双胎，肚子里有2个孩子，你这都不知道？你难道没有请大夫看过吗？苏姑娘，请你保下我的孩子吧，我这条命不要也罢了。你既是大夫，一定知道该怎么保孩子的，请你现在就开始，好吗？不行，小璐，不行。苏姑娘，求求你，他们还没有看到过
这个世界，救孩子，救孩子！小鹿，保大人！我先看看，如果胎位能调整，尽量都保住；但如果不能两全，那你们自己商量出一个结果，必须是你们两人都认可的结果，不然我不会管。但如果不能两全，那你们自己商量出一个结果，必须是你们两人都认可的结果，不然我不会管。孙杨心无言，他没有再说，只是看着苏小璐的目光带着几分希冀。若能两全是最好的。苏小璐让他们都出去等着。周文静有些紧张，她心里是害怕的，她怕苏小璐会借机报复，毕竟她曾经绑架过苏小玲。苏小璐却是没有看她，掀开了被子就检查周文静的情况。检查的过程，周文静疼得脸色发白。苏姑娘，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曾经做过的错事。若是可以，我真的一点都不想那么做。我心胸狭隘，一点都容不下。但这个世上就是如此。我是一个很没用的女人，自命不凡，却陷在俗世里不可自拔。我这辈子走得太累了。我是一个很没用的女人，自命不凡，却陷在俗世里不可自拔。我这辈子走得太累了，就算现在死了，我也不难过。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活着，哪怕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堪，但也有好的。我希望他们能看一看。我会用针刺激孩子的脚心，脚必须缩回去才能调整胎位。后续这孩子的脚可能会出现跛脚的情况，而且不可逆。即便是剖腹取子，他的脚也会有些问题，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你死或者不死都会这样。我知道了，这样的后果我都接受。对上苏小璐的双眼，他看不出一点恨意，甚至连怜悯都没有。对上苏小璐的双眼，他看不出一点恨意，甚至连怜悯都没有。他那么冷静，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疼啊！太痛了，实在是太痛了，浑身都不可控制地发抖。终于停息下来了，周文静宛如一条死鱼一样喘着气。苏小璐塞了2粒药到他的嘴巴里，周文静看着他，想说谢谢，张了张口，却是没有发出声音。还算顺利，胎位已经顺了过来，你缓和一下，接下来我会扎你的命穴，你会在很快的时间里把孩子生下来，或许比你刚才还要痛，你做好准备了就点点头。周文静身子都在发抖，她难以想象比刚才更痛的是有多痛，她扛得过去吗？她颤抖的手不由自主地抚摸上肚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熟悉的抚摸，孩子动了一下。周文静扯着嘴角笑了，她看着苏小璐点点头，她已经做好准备了，再痛又有何妨，无非就是痛死，她所求的不就是要孩子平安吗？无非就是痛死，她所求的不就是要孩子平安吗？只要孩子能平安，死就死了吧。苏小璐取了银针，在周文静肚腹上连扎多针，一针一针落下，周文静细碎的痛呼声又开始响起。周文静理解了苏小璐说的痛是有多痛，这种痛好似要把她活生生的撕裂，让她知道死亡都是奢侈。因为即便这么痛，她还活着，她也如此的清醒。进来2个人照顾孩子。周文静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此刻正捏紧小拳头哇哇大哭，周文静也哭了。
第二个孩子是女孩，一只脚都是紫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孩，一只脚都是紫的。苏小璐检查了一下，发现刚刚脚先出来的就是她。她把小丫头打哭了，交给了丫鬟们去清洗。门被推开了，孙杨新慌慌张张地进来，艰难地到床边跪下。他露出了伤心的神色，眼里流下了2行清泪。孙大人，大人和孩子都没事，你夫人只是太累睡着了。苏小璐看得出孙杨新很伤心，但他看不懂他这伤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真的对周文静有些喜欢，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孙杨新一时没有听清，苏小璐只好又说了一遍：孙大人，恭喜你，这对双生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的夫人也没事，只是太累睡着了。2个孩子有些体弱，但好好养着，没事的。谢谢小璐。不用。既然遇见就是缘分。苏小璐看周文静没有大出血，就取了针，然后告辞了。你猜我刚才干什么去了？我跟你说啊，我遇到了孙大人，就是以前的礼部尚书，他和他夫人也在这里泡温泉，他夫人难产了。孙大人被调去了惠州的一个小城，那小城离凤坡台不远。他夫人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啊？你肯定想不到，他夫人怀的是2个孩子，是一男一女呢。一开始是女孩的脚先出来，我给她顺正了胎位，结果呀，那男孩子就先出生了，从弟弟变成了哥哥。是吗？那还真的很好。小洛，你觉得孙大人对他的夫人是什么态度？我不知道。感情的事情太复杂了，在这上面他可真是什么都不懂。是接受和补偿。怎么说？孙大人是个痴情的人，他之前放不下他失踪的未婚妻，所以他不会接受周文静的。对周文静这20年来的付出视若无睹，但是当他彻底的放下过去之后，他开始注意到了身边的人。周文静宇内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她持家有道，孝顺孙大人的母亲，这些种种事迹都能让孙大人注意到。或许他没那么快爱上周文静，但是他会尝试着去接受和补偿她的。或许他没那么快爱上周文静，但是他会尝试着去接受和补偿她的。说来，如果孙夫人心意未改，应当会收获她想要的结果。那挺好的。小璐真好。苏小璐笑了笑，她好吗？她没觉得那么好，但是被夸奖，她仍然很开心。谢谢，你也很好。她其实并不好，她的心剖开来早就黑透了。看着苏小璐明亮的双眸，她露出个笑意。这不正是他想要的？想要他觉得他是个好人，现在他信了大半。2个时辰药浴过后，周芷就可以清水洗了休息。他没有什么胃口，所以晚上吃饭的时候多是给苏小璐夹菜。这个好吃，你尝尝。周芷看着他的笑容，难以拒绝。吃了苏小璐说过好吃的一些菜，其余的未动。苏小璐几乎把每个菜都夸了一遍。吃完饭后，他躺下，苏小璐给他扎针。小洛，这次我会看不见吗？这次不会。不会就好。你还不想睡吗？你意志力真不错哎。小洛，这次我会看不见吗？这次不会。不会就好。你还不想睡吗？你意志力真不错哎，我看看你能坚持到多少针。苏小璐好奇地看着周芷，周芷的意志力超出他想象。按理说这几个穴位下针，周芷应该要昏睡了才行，但他只是有些精神不济，人却还是清醒着。好，小洛，你跟我说说。扎完一针就看看周芷，看得出他很困了，眨眼的动作都在放慢，但他还没有睡去。苏小璐扎了一针又一针，最后几针的时候，周芷终于睡过去了。苏小璐松了一口气，要是还不睡，他给他腿上施针还不方便呢。周芷睡过去了，苏小璐就撩开他的裤腿继续施针。做好这一切，苏小璐才休息了一会儿，所有的银针都开始往外进出毒液。苏小璐戴上羊皮手套开始取针了。这几天他一直都是这样高强度的为周芷解毒，能休息就休息，沾枕头就睡着，意识都沉入空间里，灵气疯狂地滋养他的神识，拂去他身心的疲惫。孙杨新一直守着周文静，2个孩子都很平安。孙杨新一直守着周文静，2个孩子都很平安，周文静却一直没有醒来。孩子呢？你就是不想我生下来，可这也是你的骨肉啊！他们
已经是一条活生生的命了，你怎么能放弃他们？我知道我不好，但若不是万不得已，我哪里会那么做？这么多年，你心里只有那个颜面，何曾多看过我两眼？想要我这条命拿去就是了，为什么连我的孩子都要磨去？啊！哎呀，孩子没事儿，你糊涂了，你忘记了吗？小鹿为你接生下来了，你冷静一点，好好想想。周文静糊涂了，俨然忘了苏小璐帮她接生的事情。孙杨新看他不相信，立马就叫丫鬟把孩子抱进来。周文静糊涂了，俨然忘了苏小璐帮她接生的事情。孙杨新看他不相信，立马就叫丫鬟把孩子抱进来。丫鬟抱着2个孩子进来给周文静看，一个男孩，一个女儿，儿子是哥哥，女孩是妹妹。本来应该是妹妹先出生的，她的脚先出来，胎位调转之后，她就成了妹妹。快扶我起来！周文静愣了愣，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委屈又难以置信。谢谢老爷，刚刚对不起。孙杨新并不怪周文静刚才的失态，她生这俩孩子受了多大的苦和罪，这些都历历在目。孙杨新心里也有一些复杂的情绪，他觉得怎么补偿都补偿不了周文静。2个孩子还是皱巴巴的，此刻都在安睡。周文静看着他们，眼泪就落下来。老爷，谢谢你，若不是有你，苏姑娘不会救我。周文静看着他们，眼泪就落下来。老爷，谢谢你，若不是有你，苏姑娘不会救我。周文静觉得苏小璐救她都是看在孙杨新的面上。孙杨新没解释什么，不管怎样，心怀感恩是应该的。啊，你好好休息吧，你身子亏得厉害，大夫抓了些药，先在这儿养几天，我们再回去。等你好一些，我带你去和他说声谢谢。好，是该去说谢谢。女儿的脚有问题吗？啊，暂时没事儿，大夫看过了，说看不出什么问题，先好好养着。孙杨新把大夫的话说给周文静听，就算女孩有什么后遗症，他们也接受，但若是能健健康康的，那自然更好。那就好，那就好。来，吃点东西吧。孙杨新端来了鸡汤，周文静难以置信地偷看了好多次，她不知道孙杨新为什么变得这么温和，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带着各种情绪的眼泪汹涌地流下来，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带着各种情绪的眼泪汹涌地流下来，如此就好，如此就好。12月21，一场大雪。苏小璐给周芷施针的时候，都能听见外面簌簌落雪的声音。周芷清瘦了不少，病态在脸上显露，让她看起来惹人怜爱。这几天的疼痛折磨，哪怕是他陪着她吃饭，她也吃不了几口。今日更是一滴水都没喝。苏小璐有些担忧了，所以取了针之后就一直在守着。小璐，我吃不下了。这次解毒要14天，你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差，不吃东西就会饿死。你要是真不想活了，那你行行好，也别让我浪费时间了。苏小璐严肃起来，也是让人不能忽视的。她亲自喂了过来，眼中有狡黠的坏意。你不肯吃，我还有其他的办法，只是这个办法嘛，比较恶心。是什么办法？我有点想知道。用一根长长的竹管插到你的嘴巴里，直接倒灌进去。是什么办法？我有点想知道。用一根长长的竹管插到你的嘴巴里，直接倒灌进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封住你的穴位，你一定不会乱动的。你是愿意这样吃，还是那样吃？那我还是这样吃吧。那样的方法这辈子都不想尝试，不知道是不是解毒的后遗症，他味觉丧失。他看得出这肉糜粥味道应该很好，但他吃着却一点味道也没有，形同嚼蜡，让他全身都在抗拒。苏小璐似乎什么都懂，哪怕他一口一口吃得很慢，他也等他。这一碗就吃了半个时辰。哼，好啦，今天不会饿死了。谢谢小璐。我下去睡觉了，有什么不舒服再叫我。12月25，孙杨新带着周文静来拜见了。
看见苏小璐，周文静就抱着孩子跪了下去。苏姑娘，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女，多谢你。孙杨新带着周文静来拜见了。看见苏小璐，周文静就抱着孩子跪了下去。苏姑娘，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女，多谢你。正是因为有苏小璐的不计前嫌，他的儿子女儿才得以降临这个世上。起来吧，小璐，谢谢你相救，我才能做他们的父亲。孙大人要是想谢我，就多为百姓做事吧，这就是最好的感谢。孙杨新为官不错，他若是能为百姓造福，也是一份福报。孙杨新点头。见过苏小璐之后，孙杨新就和周文静离开了凤坡台。他让金六送来50两白银，说是看病的诊金。苏小璐收起来了。50两不多，但对于现在的孙杨新也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他这份态度，苏小璐还是满意的。12月28，今天是解毒的最后一天。周志这次解毒也熬过来了。周志瘦了好几圈，看着病殃殃的。这最后几天，他真是一滴水都吃不下。最后一针收好，苏小璐开始把东西收拾好。金四等人神态焦灼。苏姑娘，主子真的没事了吗？他会不会还吃不下东西？不用扎针，不用泡药浴，当然就恢复正常了。年后这一整年，他的身体必须要好好休养，把他喂胖，不然等到年底的时候第3次解毒，第3次至少要21天，这么长的时间，他能不能熬过去，我就不知道了。听着苏小璐说的，金四等人松了口气，但很快又焦心了。怎么才能把主子喂胖呢？好了，我先去休息了，明天就可以启程回家。美美的睡了一觉，苏小璐起身，金六叫她去吃饭。苏小璐过去，满满的一桌子美食。周志坐在桌边等她，看她来就微微浅笑。苏小璐觉得周志就算瘦成皮包骨，也是漂亮的骷髅。今天的周志胃口依旧不大，但比起之前一口都吃不下，这已经是超级好了。他吃了小半碗的粥，吃了半颗肉丸，半颗鱼丸，喝了半碗鱼汤，其余的时候都在给苏小璐夹菜。吃饱之后就启程。小璐，再见。苏小璐敷衍的挥挥手，转身就飞身进屋了。回府吧。苏小璐回到家，苏三郎和赵氏都很高兴。苏小璐抱着赵氏，赵氏眼睛都红了。娘，我回来的正好吧？明天过年，我今天就到家了，嘿嘿。今年家里有了几个下人，许多事情不用亲自动手。但过年了，苏三郎和赵氏还是习惯自己操持年味的饭菜。苏小玲在宫里，孙宝倩会做的不多，也在帮忙。陈虎和钱氏一商量，干脆两家一起过年，所以过来帮忙也很热闹。12月30过年，今年是第13个年头了，两家都有很大的变化，唯有情谊不变。孙宝倩还是第一次在苏家过年，这样的氛围她还蛮喜欢的。苏家人并不拘束，也没有太多的刻板规矩，即便是苏华也是会进厨房的。进厨房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寻常人家，男人也是不会进去的。更何况现在苏华已经为官。你们小时候都是这样过的吗？即便是寻常人家，男人也是不会进去的。更何况现在苏华已经为官。你们小时候都是这样过的吗？苏华点头。自从那一年之后，每一年他们一家人都是这样过年的。吃年夜饭的时候，陈虎就鼓动着苏三郎：“大哥，你对孩子们说点话。”苏三郎有些不好意思，赵氏推了推他：“二爹，快说吧，孩子们都等着呢。”苏三郎这才站起来：“今天又过年了，旧的一年马上就要过去，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成家，我祝福你们都幸福美满，心想事成，平安喜乐。”苏三郎看着苏崇、苏华和苏小璐，眼神温和。他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不知道三女儿在宫里过年是什么样的。苏三郎思绪翻涌，他坐了下来。不知道三女儿在宫里过年是什么样的。苏三郎思绪翻涌，他坐了下来。许是明白他的想法，赵氏温柔的眼神也有些愁绪。陈虎和钱氏也想大妞和二妞了。
他们一个去了芙蓉州，一个回了羊角镇，几个大姑娘都出嫁了，一时感觉冷清了好多。京城的年夜很热闹，外面的爆竹声音持续，屋内也温馨和睦。苏小璐给陈星夹了个鸡腿，谢谢小璐姐。苏小璐又笑着给陈实夹了个鸡腿，谢谢小璐姐。一个鸡腿到了苏小璐碗里，是孙宝倩夹给她的。小璐，你也多吃些，你太瘦了。谢谢二嫂嫂。吃了年夜饭，苏华带着孙宝倩出去走走。京城的年夜一点也不会冷清，那叫一个热闹。陈虎和钱氏也带着陈实、陈星出门了，他们都是第一次在京城里过年。来京城这么久，平时都在忙研究菜谱和盯紧酸菜泡菜的制作，难得有这个空闲。他们都是第一次在京城里过年。来京城这么久，平时都在忙研究菜谱和盯紧酸菜泡菜的制作，难得有这个空闲。苏三郎和赵氏不想出门，苏崇也出门了。他和林瑶瑶还有1个月成婚，还不到不能见面的时候，通信约好一起逛街的。小璐啊，出门玩去吧。苏小璐点头，她也出门了。苏小璐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宫城外面，皇宫一片明亮，隐约还有歌舞之声。苏小璐想了想自己的轻功，她还是决定前进去看一看。避开巡逻的禁军，苏小璐飞身进了宫。她轻功不错，如果只是禁军那倒轻松，但守在皇宫的除了禁军还有暗卫。苏小璐敲晕了一个宫女，换上了她的衣服，然后端上果盘，跟随他们一起进入大殿，给每一桌都送上果盘。姐妹2人四目相对，苏小玲是惊愕诧异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是看错人了吗？苏小璐对她眨了眨眼睛，苏小玲差点泪奔了，她抿唇笑了，动了动唇，没有发出声音。她是看错人了吗？苏小璐对她眨了眨眼睛，苏小玲差点泪奔了，她抿唇笑了，动了动唇，没有发出声音。苏小璐却是知道她是在唤她小璐，只可惜放好果盘，她就要下去了。你等一等，过来，给本王斟酒。周至就坐在周恒的右手边，苏小璐来倒酒，就有机会和苏小玲说话了。苏小璐惊喜地看了周至一眼，然后垂头快步走到了周至身边。周恒看了周至一眼，这一眼让他敏锐地感觉到有些不一样。苏小玲还未察觉，她对着苏小璐笑了笑：“小璐，家里吃过年夜饭了吗？爹娘、大哥、二哥他们都还好吗？”“很好呢，就是都很想你。”苏小玲鼻头发酸，她出嫁了，以后再也不会在家里过年了，她的心情是惆怅的。小璐，宫宴就要结束了，等会儿来宫里，和小玲多说会儿话吧。小璐，宫宴就要结束了，等会儿来宫里，和小玲多说会儿话吧。苏小璐点头，为了不引起注意，苏小璐没有再说话，安安静静地给周至倒酒。想着周至的神通，苏小璐压低了声音：“你做做样子就行，别真喝了。”周至的身体现在根本不能喝酒。是水。苏小璐看了看酒壶，发现没有酒味。虽然没喝酒，但面前的菜也似乎都没动。苏小璐看了看其他人，几乎都是如此。小璐，下次可不能这样子了，知道吗？姐姐在宫里过得很好，你别担心我。下次不会了。看见姐姐好好的，她就安心了。姐，再见。安心，我会尽快带你出宫的。只有出了宫，才不会有复杂的宫规限制苏小玲出行。到那时候，她想回家，随时都可以。我没事，一切慢慢来，不着急的。恒弟弟，我不想你太累太辛苦了。我没事，一切慢慢来，不着急的。恒弟弟，我不想你太累太辛苦了。小璐这样的性子，真不知道将来什么样的男子才能和她并肩而行。我也期待呢。小璐喜欢武功高强的人，或许将来他离家行走江湖才能遇见了。他喜欢武功高强的男子吗？周恒目光若有所思。苏小璐喜欢武功高强的男子，那阿志岂不是？周志的心思藏得很深，但他在看苏小璐的时候，
眼里的喜欢是骗不了人的。是啊，之前我问过他，他是这么说的。想着龟游师叔的潇洒，还有师傅也一直让小鹿多出去走走，历练历练。我想他说的都是真的。他那么爱热闹，性子也闲不住，将来那志趣相投的人，少了武功和热闹是不行的。苏小玲说起苏小鹿，她眉眼都止不住笑意。她的妹妹将来一定会得偿所愿，过得很幸福的。将来那志趣相投的人，少了武功和热闹是不行的。苏小玲说起苏小鹿，她眉眼都止不住笑意。她的妹妹将来一定会得偿所愿，过得很幸福的。周恒在心里叹了口气，心里有隐隐的心疼。苏小鹿会喜欢的样子，周芷都没有。这份爱而不得的遗憾将会伴随周芷的终身，而周芷现在还不知道这样的结果。作为他的兄长，周恒觉得很难过。谢谢你。出了宫门后，苏小鹿对周芷道谢。不用谢，我欠你的比这多了。贸然进宫是不习惯吗？我怕姐姐过得不好，但宫里的规矩又很多，我只能偷偷的来看一看了。今天谢谢你了，我先回家了。苏小鹿走了几步，又顿住身子，他回头笑着扬起手。新年快乐。小鹿，新年快乐。看着苏小鹿离开，周芷眼里的笑意久久不散。新年快乐。小鹿，新年快乐。看着苏小鹿离开，周芷眼里的笑意久久不散。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有什么凉凉的落在他的脸上。他抬手接，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周芷唇角微扬，今年真好。苏小鹿走在热闹的街道上，买了些小零嘴，慢慢的往家里走。因为下雪，人们都很高兴。瑞雪兆丰年呐！苏小鹿想，明年一定是个好年，因为空气之中的灵气更充足了，灵气充盈，田地的庄稼一定会长势喜人的。他已经决定，等苏华大婚后，他就离京去一趟青海看看。年初一，孙宝倩和苏华回了孙宅，赵氏轻轻叹息一声，如果苏小玲嫁的是普通人家，今天也该回娘家来了。正月15，苏小鹿收到了吴老头的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想看看吴老头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新的消息。正月15，苏小鹿收到了吴老头的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想看看吴老头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新的消息。老头却在信里说了漩涡的事情。丫头，我和你龟游师傅出海了，想瞧瞧那白鱼是什么来头。但那片海域有官兵看守，小憩着，都不准任何人靠近。嘿嘿嘿，这可难不倒你聪明的师傅，2包药下去就见效了。师傅一翻身就成了他们救命恩人，恩人想看一看海，自然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不准动鱼。也罢也罢，师傅就是想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来头。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个大漩涡。师傅不会水，你龟游师傅潜下去看了，说有很多鱼，然后海底也有很大的漩涡。你龟游师傅潜下去看了，说有很多鱼，然后海底也有很大的漩涡。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你龟游师傅观察了许多次，说漩涡在逐渐变小，那白鱼多得不得了。那白鱼是有妙处，似是从漩涡里出来的，但那漩涡有什么就看不清了。丫头要有兴趣，可以来青海亲自去看看。师傅今年还得在这儿住上小半年，看看这白鱼还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改变，继续琢磨琢磨。就这样吧。苏小鹿看完了信，把信纸合上收好。他准备给吴老头回信，但提笔之后又没动。看着墨汁掉落在纸上一大团，他又收起来，还是不写信了，他到时候亲自去。2月初2，苏崇大婚。2月初2，苏崇大婚。苏三郎和赵氏已经有过2次操办婚礼的经验了，所以苏崇大婚他们操办的得心应手。
让赵氏心头感觉不一样的是孙宝倩做了他的帮手。孙宝倩的知礼让赵氏对她更喜欢了。婆媳二人相处的融洽，将每一位前来的宾客都细心接待好。眼看着吉时也差不多了，迎亲的队伍也从苏宅出发了。苏崇骑着枣红大马，穿着婚服，脸上克制不住的露出笑意。在他身边的苏华笑了笑，人们都说呀，女子出嫁这一天是最美的。我看啊，咱们男子这一天也不差。大哥今天的嘴巴都没合拢过。华弟，你还不是一样吗？啊，你成婚的时候嘴巴也没合拢过呀，那笑的呀。所以我才说呀，不只是女子这一天最好看，男子也是如此啊。所以我才说呀，不只是女子这一天最好看，男子也是如此啊。反正他是觉得今天的大哥身上好似在发光，那种春风得意是藏不住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对。他眉目飞扬，可见他心情之好。林瑶瑶已经换上了婚服，陈氏忍着泪水给她梳头。一梳梳到尾，富贵不用愁；二梳梳到尾，无病又无忧；三梳梳到尾，多子又多寿；再梳梳到尾，绝案又齐眉；二梳梳到尾，比翼共双飞；三梳梳到尾，永结同心配。陈氏温和地给林瑶瑶梳发，头发梳好便是上妆，这一切都是陈氏亲自来。陈氏温和地给林瑶瑶梳发，头发梳好便是上妆，这一切都是陈氏亲自来。林瑶瑶眼里也有泪光，她看着面前的陈氏，心头似乎有无数话想说，但张了张口又无言。不哭啊，把妆哭花了就不好看了。今天你大婚，娘高兴着呢。她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她的宝贝女儿终于要成家了，这是她人生至关重要的时候，一定是要美美的才行。外面已经隐约能听见敲锣打鼓的声音了，想来迎亲的队伍已经越来越近了。在外头等着的林平生适时问道：哎呀，迎亲的人都快到了，你们娘俩好了没有？娘去开门，让你爹也看看你。陈氏转身去开门，林瑶瑶坐在妆台前，眼神里含着羞涩。她这半辈子有过不幸，但她一直都是幸福的。林瑶瑶坐在妆台前，眼神里含着羞涩。她这半辈子有过不幸，但她一直都是幸福的，因为她的爹娘给了她太多太多的爱。如今出嫁也是带着所有的祝福出嫁，这对她而言无疑是最好最幸运的。陈氏开了门，林平生进了房间来。他看了林瑶瑶几眼，目光慈祥。哎呀，瑶瑶今天很漂亮，是爹这辈子见过的第二个漂亮的新娘子。他眼里忍不住起了泪花，只好避开眼神，转过身，抬手悄悄地擦去泪水。啊，爹，那第一个是谁呀？第一个当然是你娘了。外面响起了爆竹声，林平生眼眶忍不住又红了。夫人，为瑶瑶盖上红盖头吧，我该背她出嫁了。林平生弯下腰，瑶瑶来，爹背你出门。喜婆的欢呼从外。夫人，为瑶瑶盖上红盖头吧，我该背她出嫁了。林平生弯下腰，瑶瑶来，爹背你出门。喜婆的欢呼从外面传来。吉时已到，快背新娘子出门了。林瑶瑶趴在林平生的背上，心里万千思绪。她没有兄弟，所以由爹背着她出门。她的爹爹已经不年轻了，他也不壮硕，可就是这不宽的肩膀、胸膛，护了她几十年。她不愿意嫁，他就能为她扛下许多不好听的话。她宁愿让人说他选女婿的要求太苛刻，把自己的姑娘熬成了老姑娘，也不愿让别人说她年纪大了嫁不出去。林瑶瑶的眼泪开始往下掉，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铺满了她出家门的路。
瑶瑶，不要怕什么，爹娘永远都是你的后盾，可别忘记了，你爹也曾是个当朝探花郎啊。瑶瑶，不要怕什么，爹娘永远都是你的后盾，可别忘记了，你爹也曾是个当朝探花郎啊。林瑶瑶视线都模糊了，她点头。出了门，苏崇已经下马来了。他走到林平生和陈氏身边。岳父、岳母，我来接瑶瑶了。陈氏擦着眼角，什么也没说，只是点头。苏崇，我的女儿从今天起就交给你保护了，望你护她万千。我祝福你们举案齐眉，儿孙满堂。我一定会的。林平生这才背着林瑶瑶到了轿子边去。哎呀，瑶瑶，上轿吧。林瑶瑶上了花轿。去吧，别误了吉时。起轿！陈氏泪如雨下，忍不住上前跟了2步。夫人，莫追，瑶瑶是奔着幸福去的。去吧，别误了吉时。起轿！陈氏泪如雨下，忍不住上前跟了2步。夫人，莫追，瑶瑶是奔着幸福去的。他知道，但他还是不舍，心里面好似被挖去了一块肉。夫人，别担心，将来瑶瑶在何处，我们也在何处。左右我是个教书先生，在哪儿都能教的。师姐，我感觉我好像在做梦，我真的娶到你了吗？啊，你瞧我几下，这是真的吗？林瑶瑶满脸绯红，看着苏崇好似喝醉了，她反倒是没那么紧张了。是真的，我们成婚了。苏崇很好看，他的眼神里满是深情，让人看一眼都好似会沉溺其中。他又那么专注，好似这天下都不能入他的眼一样。他的眼中只有他。瑶瑶，那我们该喝金酒了。他的眼中只有他。瑶瑶，那我们该喝金酒了。林瑶瑶接过酒杯，一时都分不清他到底是真的醉了还是没醉。喝了酒之后，苏崇没有给林瑶瑶多想的时间，就将她拉入怀中，封住了她的唇。这绝对是一个畅快的夜晚。等林瑶瑶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经大亮了，她惊坐起来。再睡会儿吧。她的胸膛温暖，臂弯结实有力。林瑶瑶脸红了，她保持理智地问：我们该去给爹娘敬茶了。啊，天已经大亮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外面大亮，林瑶瑶感觉可能起得太迟了。她没嫁过人，但她听说过女子成婚第2天是要给公婆敬茶的。在许多普通人家中，新婚妇人第2天还要早早起来准备早饭，在婆家人面前展露自己的厨艺。这个时辰了，她和苏崇还没起，不知道公公婆婆会怎么想。林瑶瑶心情有些担忧，婆媳之间和结识交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林瑶瑶心情有些担忧，婆媳之间和结识交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快50了，没事的，咱们50再敬茶，到时候一起吃午饭。不用担心，娘很好相处的，她和爹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哎，你不一直都喜欢教书吗？那就办一个女子学堂怎么样？瑶瑶，你什么都不要你为我改变，只要是你就够了，只要在你心里有我的位置就行了。他娶她是因为爱，正是因为爱，他才要她继续做他喜欢的事情，而不是为他改变，变成被困在后宅之中的妇人。他的瑶瑶永远都要做最快乐的瑶瑶才对。2人起床洗漱，苏崇牵着林瑶瑶的手去给苏三郎和赵氏敬茶，家人都在，谁也没有觉得他们起得晚了。苏小璐对着林瑶瑶俏皮地笑了笑，孙宝倩也在笑，她身边坐着的就是苏华。苏华浅浅微笑，对林瑶瑶微微颔首，算是打招呼。苏家人的温和让林瑶瑶也放松下来。苏华浅浅微笑，对林瑶瑶微微颔首，算是打招呼。苏家人的温和让林瑶瑶也放松下来。敬茶时，赵氏也温和地说着好话，给了一个丰厚的红包。
苏三郎说的话和赵氏一样。敬茶之后，一家人一起吃饭。林瑶瑶还有些放不开，苏崇给她夹菜，她还有些不自在。但她看见苏华也给孙宝倩夹菜了，苏三郎也给赵氏夹菜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苏小璐把碗伸了过来，大嫂子、二嫂子，我也想有人给我夹菜。唉，大哥、二哥现在都不给我夹了，你们夹给我吃呀。苏小璐的俏皮让大家都笑了。林瑶瑶和孙宝倩都给苏小璐夹菜，苏崇、苏华也给苏小璐夹菜了。哼哼，这时候再夹给我，晚了。苏小璐的打趣让大家都抿着唇笑，很温馨的感觉。林瑶瑶心里更安心了。苏崇休了7天婚假，在3天后，他也陪着林瑶瑶回门了。林瑶瑶也融入了家里，找到了最好的相处方式。2月初10，苏小璐晚上敲了苏三郎和赵氏的房门。2月初10，苏小璐晚上敲了苏三郎和赵氏的房门。如今他大哥、二哥已经大婚，3姐也出嫁了，家中日子平稳和睦。他觉得是时候了，他该出门好好历练自己了。小璐，你怎么还不睡啊？是睡不着吗？爹娘，我有事情要和你们说。苏小璐把要出门历练的事情说给苏三郎和赵氏听，夫妻2人听完就沉默了。苏三郎似乎有话想说，但看了看赵氏，还是没有说出来。赵氏和他都只是普普通通的夫妻，普普通通的父母。他们一直觉得苏小璐不凡，但从心底里，他们也想苏小璐像普通女孩一样，谈婚论嫁，留在父母身边近一点。他们心里也明白，迟早有这一天。可这一天真的来了，他们的心里又很不愿意接受。小璐，娘真的很不想同意。过了许久，赵氏才开口出声，她不舍得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但娘又没有办法不同意，记得常回家看看爹娘。她不舍得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但娘又没有办法不同意，记得常回家看看爹娘。她还是不舍得，但她更舍不得苏小璐为难。她的小女儿从小就孝顺懂事，她怎么舍得让她不开心呢？孩子长大了，本来就是要飞走，要自立的。只要她记住，不管去往了何处，永远有个家在等她就行了。她的小女儿小心肝就尽情的飞吧，去走她没走过的路，去看她没见过的风景，去认识许多人，才不枉她这一生。去吧，爹娘永远都在家里等你。苏三郎也温和地摸了摸苏小璐的头发。苏小璐抱了抱赵氏，又抱了抱苏三郎。第2天，苏小璐要出门的消息，家里人都知道了。孙宝倩和林瑶瑶也来关心苏小璐，叮嘱她一些话。晚上的时候，赵氏亲自烙饼子给苏小璐带着，这种干饼子可以存放很久。苏华给了苏小璐一份大周朝的地图。晚上的时候，赵氏亲自烙饼子给苏小璐带着，这种干饼子可以存放很久。苏华给了苏小璐一份大周朝的地图。苏崇摸了摸头，他没什么好送的，只好送了些银子。苏小璐都小心地收好。晚上的时候，赵氏把他的行李细细装好，轻便容易携带。苏小璐的剑、针带都给他装好了。因着要出远门行走，苏小璐的衣服都做成了男装。她竖起头发，一时间看着只道是个俊俏的小哥。苏小璐骑着一匹马出城门，慢悠悠地甩着马鞭。按照地图，他今晚就得在深山野林过夜了。不过不要紧，出门在外，露宿荒野很正常，只要避开过多的猛兽就行。小璐，等等，小璐！后面有声音传来，苏小璐勒住缰绳回头。你怎么来了，博山兄？小璐，我听说你要行走江湖了，你看看我能陪着你去吗？苏小璐这才发现孙宝善背后有个包袱，但看上去有些凌乱，看着像是临时起意的。可你该好好上学啊，闯江湖比较危险，我不能带着你。小璐，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我是说，我想娶你为妻的那种喜欢。我可以等你长大了，多少年我都可以等，真的。小璐，我很喜欢你，我很早的时候就喜欢你了，从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
孙宝善告白了，他脸都爆红了，说话也没有章法，有些磕磕碰碰的，但他确实是告白了，说得很清楚。宝善兄，对不起，我只把你当成朋友，我们不合适，我也不喜欢你。或许你会说我现在还小，不懂什么是喜欢，但不是的，我已经明白什么样的喜欢是真的喜欢了。像是我大哥喜欢我大嫂嫂，想要和她在一起的喜欢，二哥和二嫂嫂也是喜欢，三姐姐和姐夫也是喜欢，那种希望余生互相陪伴的喜欢。而对你，我做不到。苏小璐也清楚地表达了她的不喜欢和心意。或许孙宝善会跌落一阵子，会失落难过，但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因为他不会喜欢他。小璐，是不是因为我不会武功，所以你才不喜欢我的？小璐，是不是因为我不会武功，所以你才不喜欢我的？孙宝善很难过，他想起了关于苏小璐喜欢会武功的人这件事，他很纠结，但还是问出来了。反正都说出口了，也不差这一件事。他以为苏小璐会点点头，但苏小璐却是摇头了。那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他不会武功，那为什么不能喜欢他？宝善兄，我欣赏武功高强的男子，但这并不代表我一定会喜欢。我不喜欢你，仅仅是没有爱意的不喜欢。我们相识做知交好友，我还是很开心的，但也仅限于此了。我要走了，你也快回去吧，再见。苏小璐完全可以骗他说对，他就是喜欢武功高强的男子，但他不想骗孙宝善，毕竟认识了这么多年，他不想用谎言来填。他拒绝，不管怎样，孙宝善都会难过，但难过是有时限的，过去了就好了。今天说清楚了，以后不会因为这件事难过，这件事就过去了。等心情平复了，就可以去迎接更好、更合适的人。苏小璐说完就走了。孙宝善跌落地看着苏小璐的背影，他叹了口气，他死心了。等心情平复了，就可以去迎接更好、更合适的人。苏小璐说完就走了。孙宝善跌落地看着苏小璐的背影，他叹了口气，他死心了。勒转了马儿回城，一路上孙宝善都失魂落魄的，整个人思绪都飘。马儿撞到了东西，他才回神，发现他的马和一辆马车撞了。他还没开口，就有一个小厮皱着眉头开口：“你怎么看漏的？撞人了，你知道吗？”孙宝善无心处理这件事，他解下腰间的钱袋子丢到小厮手中：“是我的错，我赔。”说完就勒住缰绳离开。小厮皱眉，这钱袋子沉甸甸的，赔也是足够了，还有多的。于是他也不纠缠，回头就把钱袋子交给马车里的人：“小姐，这人还算礼貌，自己赔偿了。看着他失魂落魄的，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分神了。”马车是这样啊，那就算了吧。这重量掂量着里面有不少银子，赔偿足够了，多的都有。好的，小姐，这人还算礼貌，自己赔偿了。看着他失魂落魄的，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分神了。马车是这样啊，那就算了吧。这重量掂量着里面有不少银子，赔偿足够了，多的都有。好的。苏小璐离开后就甩了马鞭，让马儿奔跑了起来。连续赶路3个时辰，他已经离了京城很远了，他才停下来。马儿也跑累了，他也饿了，找了处草地让马儿吃草，他则是吃干粮休息。等到他吃饱，马儿也吃饱了，苏小璐慢慢地牵着马儿走着。到了晚上，他把缰绳拴好，自己点了一堆火，烧了热水，把饼子撕成小块放进去。吃饱了就睡觉。他去往青海就是3天的路程。到了青海县，发现许多地方都在起楼盖房子，临海空气都有一种咸湿的味道，但更多的是灵气。青海县灵气浓郁，有树木的地方树木都枝繁叶茂。苏小璐先安顿好了马儿，然后按照地址找到了一处小院子，先敲了敲门，没有声音，没有人来开门。苏小璐先安顿好了马儿，然后按照地址找到了一处小院子，先敲了敲门，没有声音，没有人来开门。他不做考虑，飞身越过院墙就进了门。家里没有人，看来师傅和归游师傅出海了，都没在家。苏小璐收拾了一番，就在床上呼呼大睡。他睡饱，天已经黑了。苏小璐伸了个懒腰起床，洗漱一下，然后就出门找吃的。青海县有很多的客栈和酒楼，
苏小璐随便找了一家，一看菜单上，嘿，白鱼占大多数，且吃法众多。哎，客官，这白鱼可是一绝，我们店里保证是最新鲜的，每日鲜活打捞呢。哎，保证不隔夜，隔夜的都卖出去了。苏小璐翻过了白鱼的页目，白鱼新鲜，但贵呀，她又不傻。苏小璐点了其他的海鱼和一些海鲜。以前多数时候吃的都是干货，新鲜的别有一番滋味。她是喜欢吃海鲜的，一下子上辈子的记忆都被勾起。清蒸的、蒜蓉的、麻辣的，她都喜欢。苏小璐点了其他的海鱼和一些海鲜。以前多数时候吃的都是干货，新鲜的别有一番滋味。她是喜欢吃海鲜的，一下子上辈子的记忆都被勾起。清蒸的、蒜蓉的、麻辣的，她都喜欢。点了菜，苏小璐就安静地等着上菜了。新鲜的海鲜很好吃，她一个人就吃完了4盘子。吃完后，苏小璐就打听渔船出海的事情。她本以为出海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当地有渔船的渔民一听出海就摇头，表示不载客。如果是要买渔货，那就有。苏小璐问了好几个地方，答案都是一样。她只好先回去睡觉了。她觉得她可能是问的不够多。但接下来2天，苏小璐几乎问遍了整个青海县，都找不到一条愿意载人出门的渔船。她这才发现这是一个问题，有的愿意，但仅仅只是前海才行，只要是出海去深海，全都是拒绝的。这当中好似有一种无法打破的默契。有的愿意，但仅仅只是前海才行，只要是出海去深海，全都是拒绝的。这当中好似有一种无法打破的默契。这已经不是出价多少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想起这白鱼，苏小璐也明白了。有渔船的已经能分一杯羹，但他们都默契的共分，再也不愿意别人再加入进来。在这件事上，不管是过去有仇的，都达成了一致。过多的打听反而会引起人注意，苏小璐就不打听了，干脆等着2位师傅回来再说。白天，他提着个小桶去海边挖小海鲜，也会在前海感受一下垂钓，这样人们也渐渐不关注他，只当他是个寻常好奇想出海的旅人。苏小璐等了半个月，吴老头和龟油都没回来。那些出海的渔船每天都有回来的，而且都是满载而归。那白鱼的数量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整个渔船全是。有人可以去围着渔船现卖，指哪一条就抓哪一条。苏小璐也买过，回去自己煮了吃，味道鲜美。有人可以去围着渔船现卖，指哪一条就抓哪一条。苏小璐也买过，回去自己煮了吃，味道鲜美，真的就是随便做都好吃。白鱼柔嫩鲜美，更有奇效，好似生来就是被人吃的。2月28，苏小璐在沙滩上挖贝壳，她朝着一个方向看去，什么也没有看见。她勾了勾唇角，拎着桶就换了个地方，身影很快的消失。而那躲在暗处的身影开始四处张望，她不明白，刚刚还看见的，怎么就看不见了？沙滩四处都没有人影，苏小璐不见了。嗨，你在找我吗？苏小璐拍了拍少年人的肩膀，他伸手晃了晃。少年人吓了一跳，他回过头看着苏小璐无害的面孔。你还要出海吗？既然被发现了，他没有伪装，更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直白的询问。苏小璐上下打量了少年人一眼。现在难道不是你跟踪我的事情吗？你跟着我2天了，你家难道有船吗？整个青海都没有人肯带外人出海，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跟着我2天了，你家难道有船吗？整个青海都没有人肯带外人出海，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果然早就发现了，我看得出你的武功应该不错。我家有大船，别人不愿意带人出海，是因为怕人靠近那里。那里如今被官府和他们占据，外人别想再来分一杯羹。如果你想去那里，我不能明着带你去，但到时候你可以挟持我，这样你就能去了。而现在我带你出海，只能是先去别的海域，不是去那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少年人神色慎重，分析的到位，甚至连理由都为苏小璐想好了。苏小璐看着少年人，少年人皮肤比较黑，是那种浓眉大眼的男子，脸上有一些晒斑，这是在海边的人民都有的体征。苏小璐看着他，他也不躲不避，
苏小璐知道他是有一些目的，但他也有目的啊，只能说各自都有目的，最终谁会如愿，那就要看出海之后谁的骨头硬了。好啊，我叫苏噜，咕噜噜的噜，你呢？行走江湖可不能用真名，所以他为自己取了个小名。我叫安烈。那好，安烈，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今晚，你看行吗？苏小璐看着他，点点头，伸手拍了拍安烈的肩膀。可以。这么着急，看来是真的有事情，就是不知道这个安烈瞒着他什么事情了。苏小璐也不怕，他拍过安烈肩膀了。安烈没有内劲，身体的肌肉反射弧很真实，不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他只是身体筋骨好、很健康的人。知道对方的底，苏小璐就不怕了。他也的确是想早点出海。那好，晚上你来明月港吧，我家船是安家17号。好，那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吃了饭就来。苏小璐对安烈笑了笑，然后提着水桶离开了。他能感觉到安烈一直看着他的背影。苏小璐觉得安烈有些奇怪，明明是想骗他，但又有一些不忍，真的纠结矛盾呢。苏小璐回了家，把挖好的贝壳提着去卖了。找了安家名下的酒楼吃饭，苏小璐准备打听点事情。太多的可能打探不到，但安烈的基础消息应该能知道。安家是一个大家族，名下足足有30多条渔船，其中大渔船就有10多条。安烈家的渔船排号17，想来家境应该是不差的。但从他吐露的话语来看，苏小璐感觉他家渔船好似没有参加捕捞白鱼，但这也只是他的猜测。点了一些饭菜吃，苏小璐观察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最后锁定在了一个烂酒之人。哎，安成，你要喝酒上别处喝去吧，次次来喝就是赊账，哪有这么多酒白给你喝？当初欠你的恩情早就还完了，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店小二气愤地驱赶这个叫做安成的烂酒之人，寥寥数语之间包含着许多深深的故事。哎呀，看我这条腿，当初可是就你爹被海鲨咬没的。寥寥数语之间包含着许多深深的故事。看我这条腿，当初可是就你爹被海鲨咬没的。你爹当初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废了，他养我一辈子。他的儿子，你们，也就是我的儿子，你们要给我养老送终。你们当初不也是跪在我面前求，发誓会给我养老送终的吗？我救了你爹，没了这条腿，我安成就是个废人了。当初订的婚，新娘子都不肯要我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们就该养我。我才吃几年呢，你们就说欠的恩情还完了。还完了吗？你们说完了就完了？老子告诉你，你说了不算。你每日大鱼大肉，整整吃了2年，好酒好菜也没亏待你，但你还不知足，1个月还要银子。你总是说恩情恩情，谁听了能高兴？我爹是不是你救的还不一定呢。你总是说恩情恩情，谁听了能高兴？我爹是不是你救的还不一定呢。当时海浪那么大，谁也没看清楚。再说了，你明明也有兄弟有侄子。老子救了你爹，成了废人，你爹和你们就得养老子。老子明天还得来，敢不给老子吃饭？你小子可以试试，除非你安陵一家人死绝了，不然老子在你们安家吃到老子死。反正整个青海县，谁不知道老子和你们家有仇？老子要是被毒死了，你们家就得交出1条命赔给老子。安成走了，余下店小二气得不行。苏小璐结账出门，跟上了那个叫做安成的人。他胡子拉碴的，头发也乱成了鸡窝，不打理不收拾，看起来有30多了。但从那些话了解，朋友，演了一路了，该出来了吧？朋友，演了一路了，
该出来了吧？苏小璐诧异，安城的耳朵很好，他是习武之人，功力也算深厚，脚步轻微，这样安城都还能听见，这听力可见是真的不一般。苏小璐跟上他的脚步。你好，在下苏露，跟着阁下是想要向你打听一些事情，这50两是报酬。原来是你呀，这段时间还没死心呢。想出海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会带你去的。苏小璐这个外人，俊俏的小公子哥要出海，他打听了那么多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他长得好看，很容易就被记住了。其实他这样的面相是不适合打探消息的。多谢提醒，但我不是打探出海的事情，而是打探一个人，也是你们安家的人，不用跟我说太多，说一说他们家里的基本情况就行了。哎呀，说吧，打听谁啊？一个叫做安烈的少年人，我想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哎呀，说吧，打听谁啊？一个叫做安烈的少年人，我想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家中有几口人之类的。打听他呀。苏小璐点头。他家中呢还有一老母，身子很差，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啊。还有一小妹，有心急，什么活也干不了，也嫁不出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倒在地里面心急发作死掉。安烈呢倒是挺皮实的，他家就是这么个情况了。他爹过世了吗？出海的时候死掉了。这样的事情呢在海边常有。有些人呢说不定出海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回来之后就什么都没了。就像我这样，谁知道出海会发生什么事呢？小公子看着是富裕的人家，也有些不错的功夫，但海上不一样，有些东西到了海上是无用的。那白鱼依着小公子的家境也不至于买不起，有些东西到了海上是无用的，那白鱼依着小公子的家境也不至于买不起。听了一句劝说，早早回去吧。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小公子若是想反悔，大可以把银钱抢回去，要是不抢的话，那我就走了。这吃饱饭足，我也该回我那烂房子里面睡觉去了。还有一个问题，你的听力是天生的吗？对，天生的。我的耳朵呢，整个青海县的人都比不上我，我可以听到100公里内鱼的任何情况。那你真的很了不起。这样的听力真的是绝了，在海域里能规避半数以上的危险。反正现在都没用了。安城自嘲地笑了笑，拄着拐杖哒哒地走了。苏小璐看了看他，也转身回家了。在海域里能规避半数以上的危险。反正现在都没用了。安城自嘲地笑了笑，拄着拐杖哒哒地走了。苏小璐看了看他，也转身回家了。安城的听力好，他对苏小璐也保持着警惕，但走了很远都没有听到有人跟踪，他才相信苏小璐是真的走了。他眼眸沉了沉，朝着一个方向而去。要说苏小璐运气有些不好呢，问安烈，问到了他身上，他就是安烈的小叔安城。安城敲开了一座房门，安烈打开了门。小叔，你吃饭了吗？快进来。屋子里昏暗，因为家里变故，连油灯都舍不得点了。到了晚上，也就是煮那一锅汤的火光在发亮，勉强充当了照明，不至于让人摸黑。小城来了。小欧，去给你小叔拿碗筷。小城来了。小欧，去给你小叔拿碗筷。小城，还是搬回来住吧。不用管我，我在外面住的挺好的。我赚了点钱，大嫂你呢就收好，找个时间给小欧抓点药吃，也给你自己抓点药吃一吃。小欧啊，不用拿碗筷了，我都已经吃过了，我在安林家吃的。安磊跟我出来一趟，有点事情跟你说。小城，银子你拿着。我们不要。放心拿着，这不是安林家的钱。好了，安烈出来。安烈跟了上来，心事重重。
你小子到底要干什么？那人是什么来历你清楚吗？就敢去招惹？一个不大的小子，他家人就敢放他出来？你觉得这件事情简单吗？安丽，不要去招惹你惹不起的人。你觉得这件事情简单吗？安丽，不要去招惹你惹不起的人。你想想你的母亲，你的妹妹，你要是再有任何意外，你让你爹在天之灵该如何安息？你是什么身份？你难道不清楚吗？安烈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孩子，是独苗，也是唯一的希望了。你长大了，该好好想事了，不要让你娘再受到打击，她够苦了。小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真的有把握。那龙鱼比白鱼更珍贵，只要能捕捞到，家里就能摆脱现在状况了。你的腿也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小妹的心疾也能被治愈。父亲上次已经把她重伤了，我不去一趟，我怎么样都不会甘心的。那个苏噜，武功虽然好，但到了海上，武功再好也无用，他只能听我的。我会小心行事的，不会给他秋后算账的机会。他应该也是为了白鱼而来，这不影响。我根本没有去过那片海域，反正我也找不到，这样他拿我也没办法。我根本没有去过那片海域，反正我也找不到，这样他拿我也没办法。那随你吧，你考虑清楚了就行。你都这么大了，做什么事情也能自己做主，我就不多说了。我走了。安烈看着他的背影，捏紧了双拳。他想对小叔说他一定会成功的，但这话到了嘴边说不出来。安烈回到了家中，安静的吃饭。唉，小烈，多劝劝你小叔，他要是愿意回来，就让他回家来。回家来，由我们照顾他。安林一家忘了情义可恨，但安城经常被骂，心里的伤口每日的被揭开，他心疼。公公婆婆去得早，安城出生的时候，婆婆已经是高龄，死于难产。她是嫁过来的新妇人，亲自带大了安城。公公也在安城2岁大的时候病故，安城是他带大的，是他的弟弟，和他的孩子一起长大。安城叫他大嫂，却是拿他当母亲一样尊敬。2年前的事情，到现在还是他心口的痛。安城也不过是20岁呀。2年前的事情，到现在还是他心口的痛。安城也不过是20岁呀。安烈知道母亲心里痛苦，他没有多说，只是点头。我会的。等这次抓了龙鱼，妹妹的心疾就会被治好，母亲的身体也会好，小叔的腿疼也会好，一切都会好的。小烈，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我们现在过得已经很好了。他总觉得安烈要做些什么，他很无奈，阻止不了他。哥哥，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有哥哥在，我和娘就很高兴了。安小欧身体柔弱，气总是不够用，所以说话的时候总会咳嗽和难受。一般情况下，他都不说话。安烈看了看妹妹和母亲，你们放心，我不会让自己身陷险境的。为了母亲和妹妹，这一趟出海是势在必行。我不会让自己身陷险境的。为了母亲和妹妹，这一趟出海是势在必行。但他不会告诉他们，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忧。小欧，我不在家，你和娘自己小心。安小欧和安母都点头。早点回来。安烈灿烂一笑，转身离开。安烈按照约定来到船的位置，他本以为还要等，或许可能等不来人，但没想到的是苏小璐已经到了。苏小璐在船上四处看了看，听到声音才走出来。安烈，苏璐，你来得好早。可以走了吗？可以了，我检查一下船就可以走了。苏小璐站在甲板上看着，安烈家的大船比较陈旧了，而且有多处都是损坏的后修补的，船面上看上去还有一些奇怪的啃噬印子，但船舱里面很干净，并没有什么异物。这些迹象只能说安烈家的船以前应该经历过什么危险，船入海后，安烈就到了舵前掌控方向。这些迹象只能说安烈家的船以前应该经历过什么危险，
船入海后，安烈就到了舵前，掌控方向。苏小璐走到他身边看着，安烈也不避讳，掌舵不是这么容易学会的，他也不怕苏小璐偷学。苏小璐没看多久就去了甲板尾端，看着海浪被大船破开，一路前行。人类真的很聪明，能发明出各种利用世间万物的工具，方便自己出行。苏小璐看着越来越远的港口，微微勾了勾唇角。他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凝神聚气，吐纳气息。安烈一直在注意苏小璐，他感觉苏小璐很沉稳，一点也不吵闹，应该是没见过大船，但他的好奇心并不大，只是看了几眼就没多看了，就那样气定神闲地坐着，也不知道是真的沉稳还是故作老成。渐渐远离了港口，直至看不见了，安烈才放心了。这么远的距离，就算他反悔也不可能游回去。直至看不见了，安烈才放心了。这么远的距离，就算他反悔也不可能游回去。他要回岸上，就得依靠自己家这条船。海面一片昏暗，浮浮沉沉的海面起了波浪纹路，海水看起来漆黑幽深，深不见底，让人看了心里都发惧。安烈走进苏小璐。苏璐，你是第一次坐船吗？是的。你看起来适应得很好，一点没有晕船。我适应能力比较强。他和安烈就是各有目的，并且一直在相互试探。苏小璐看了看昏暗一片的大海，心领神会地站了起来。他对安烈笑了笑。安烈，我们距离港口挺远了吧？我都看不到港口了。是的。已经很远了，不但看不到，就算是大吼大叫也不会被听见。这一望无际的深海上，只有他这一艘船。那你走的是哪条线呢？我看你这航行轨迹，离那些装载白鱼回岸的船方向可差得有些远啊。这一望无际的深海上，只有他这一艘船。那你走的是哪条线呢？我看你这航行轨迹，离那些装载白鱼回岸的船方向可差得有些远啊。苏小璐笑眯眯地看着安烈，既然都这么偏僻了，那就不需要伪装什么了。安烈看着他，脸色慎重起来。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走那条路和他们会撞上。我家没有参与，被撞上之后会引发矛盾，所以我走的是另一条岸线。安烈的回答也滴水不漏，他敏锐的感觉他不能动手，所以他沉下心，稳住人。哼，这样啊。对的。那有劳你了，只要你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100两的报酬我给你翻倍。苏小璐看着安烈，非常的豪爽。安烈点头，然后转身回去掌舵了。苏小璐舌尖抵着腮帮子，沉思地看着安烈的背影。翻倍了，200两他都不为所动啊！如果不是为了白鱼，海里什么样的东西能价值连城呢？翻倍了，200两他都不为所动啊！如果不是为了白鱼，海里什么样的东西能价值连城呢？海域这么大，漩涡真的只有一个吗？苏小璐沉住心思，冷静地思考着。海面灵气比地面还充足，在危险来临前，他多运转内息也是好的。安烈现在还没想刀刃相见，那就再等等。苏小璐吐纳灵气，运转着内息，他也知道安烈一直在注意他。苏洛，我去准备早饭，甲板有鱼竿，你要是无聊可以钓鱼玩。好，谢谢你。安烈进了房间去，苏小璐拿出了鱼竿，看着鱼竿边上的小鱼竿，拿了一些就坐到甲板边，在鱼钩上挂上鱼竿做鱼饵之后，就将鱼线抛了出去。海钓也是一种情调，苏小璐对此不反感，她还挺喜欢的。没多久，她感觉到了鱼钩被往下拉，她就知道有鱼上钩了。她立马稳住，然后慢慢收线，她还挺喜欢的。没多久，他感觉到了鱼钩被往下拉，他就知道有鱼上钩了。他立马稳住，然后慢慢收线。这个过程叫做溜鱼。一些太大的鱼，只有等到真的没有力气了，才可能被拉出水面。苏小璐也不着急。安烈听到声音出来了。苏洛，你运气真不错，第一杆就钓到大鱼了。一会儿我做熟给你吃啊，一出水马上做熟的鱼啊，特别好吃。那就有劳你了。这钓鱼还挺好玩的。安烈，你们在海中钓鱼都是用鱼做鱼饵吗？
在我们那里钓鱼都是用蚯蚓做鱼饵呢。是的，在海里都是用鱼做鱼饵，用小鱼钓大鱼。你喜欢可以玩玩，鱼饵要不够的话，我重新给你制作。那谢谢你啦。安烈去蒸鱼了，没多久，阵阵清香就传出来。苏小璐后来没有再钓上鱼，许多鱼饵都被咬得差不多，但就是不咬鱼钩。安烈叫她吃饭了，苏小璐把鱼竿收好，就进屋去吃饭。早饭就是稀饭和清蒸鱼。苏小璐把鱼竿收好，就进屋去吃饭。早饭就是稀饭和清蒸鱼，这鱼连鳞片都没有除去。刚钓上来的最新鲜，不用杀，直接清蒸就最好。吃的时候把鱼鳞扒开就好了。苏小璐点头，闻着的确是很香的。苏小璐才吃了1筷子鱼肉，就喜欢这种味道了。一条鱼，安烈都让着他吃，等他不吃了，安烈直接就夹走了整条鱼吃了起来。苏璐，其实这鱼的内脏是最好吃的，不脏的，下次你可以尝尝。哼，好啊。吃过了早饭，苏小璐就又去了甲板上四处看看。安烈吃完出来，苏璐，你要觉得无聊的话，可以钓鱼，在海上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我怕你觉得无聊，海钓其实也挺有趣的。这样啊，那谢谢了。我刚刚半天什么也没有钓上来，鱼饵都用的差不多了，我就不想钓了。比起钓鱼，我更喜欢安静的坐着。我刚刚半天什么也没有钓上来，鱼饵都用的差不多了，我就不想钓了。比起钓鱼，我更喜欢安静的坐着。没事儿，我重新给你做鱼饵。钓鱼呢是这样的，有时候一直钓很多条上来，有时候可能一整天钓不到一条。安烈说完就去准备了。苏小璐静静地坐在甲板上，她觉得这个安烈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目的性这么明显，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察觉到。就是想要他钓鱼嘛，那他就钓呗。鱼竿做的鱼饵用完了，安烈又钓鱼上来，重新制作鱼饵。他做了许多的鱼饵，用了一个大木桶装着。苏小璐过去钓鱼，安烈就在掌舵。细碎连在一起的鱼块很快就腥臭了，苏小璐非常的嫌弃，所以上鱼了也不愿意拉。但安烈会经常前来帮忙，没有次次来，估计是怕他怀疑。苏小璐对钓鱼的兴致越来越不高，看得出安烈还有些担忧。到了晚上，苏小璐根本就不想钓鱼了，她回了房间睡觉。苏小璐对钓鱼的兴致越来越不高，看得出安烈还有些担忧。到了晚上，苏小璐根本就不想钓鱼了，她回了房间睡觉。安烈做了晚饭就来叫她吃饭。苏璐，这些都是你钓上来的。在海上呢比较无聊，这些鱼都太小了，要是能钓上一条大鱼就好了，不但价值连城，还能包治百病。安烈一边吃饭一边抛出话题，还暗暗观察苏小璐的脸色。大鱼？什么样的大鱼？像龙一样的大鱼，有大腿这么粗，浑身金黄色的，头上还有角。这种鱼呢，在传说中就是龙鱼，很神奇的鱼。啊，是吗？我还没见过呢。要是能钓到也不错，那明天我再试试看。不过要是明天还是钓不到，我就不钓了。行。对了，要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那地方？快了，还有2、3天的样子。吃了饭之后，苏小璐就去钓鱼了。安烈一直在掌舵，但苏小璐感觉到他的所有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吃了饭之后，苏小璐就去钓鱼了。安烈一直在掌舵，但苏小璐感觉到他的所有注意力都在他身上。苏小璐看了看海面，看来安烈想要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龙鱼的了。200两都不为所动，看来这龙鱼还挺值钱的。苏小璐没见过，所以她配合安烈。苏小璐一钓上鱼，安烈就过来帮忙抄网。每次看见只是其他的鱼，安烈的脸上就有着浓浓的失望。苏小璐把鱼竿一甩，累了，不钓了。苏璐，再钓会儿，说不定下次你钓到龙鱼了，可能是鱼饵下的还不够吧，我帮你打窝。安烈将半桶带着血水腥臭的鱼块倒了下去，又细心地帮苏小璐抛下了鱼线。苏小璐才重新拿起了鱼竿。说实话，他也不太理解，钓鱼安烈也会，为什么他一定要他来钓鱼？当鱼竿狠狠一沉，苏小璐凝眉，他看见身边的安烈眼睛都亮了。苏小璐毫不犹豫的就松开了握紧的手，任由那力大无穷的鱼把鱼竿拉入了海里。
苏小璐毫不犹豫的就松开了握紧的手，任由那力大无穷的鱼把鱼竿拉入了海里。这鱼力气好大，幸好我丢得快，不然我都要被拉下海了。苏小璐拍拍胸口，她假装没看见安烈那两重天的表情，欣喜若狂和如坠冰窖，两种情绪在安烈脸上生动的转变。反正那什么龙鱼他又不在意，但安烈执着的要这种鱼，扼腕叹息的也只是他喽。你怎么松开了？许是太生气，安烈情绪没办法恢复平静。不就是一个鱼竿吗？我赔给你不就好了？我又不是赔不起。再说了，那鱼的力气那么大，把我拽下海去了怎么办？一个鱼竿再金贵，能有我金贵吗？安烈被对得哑口无言。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不用再伪装了。苏露，我必须要得到那条龙鱼。龙鱼力气大，你是习武之人，我力气也不小，我们两人一起，一定把它拉上来。上次他和爹爹就是差一点儿，如果力气再大点儿，就不至于空手而归，还白白搭上爹爹的一条命。如果力气再大点儿，就不至于空手而归，还白白搭上爹爹的一条命。他选中苏小璐，就是因为看出他习武力气大，所以龙鱼咬钩，苏小璐松开手，安烈的情绪就控制不住。苏小璐双手环胸，这鱼的力气那么大，我干嘛要冒这个险？你想要你就自己钓自己拉，我不想要，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苏露，我不想和你闹得很难看，这龙鱼价值不菲，我只要龙鱼心和龙鱼血，还有龙鱼眼睛，其他的都归你，我们联手把它抓住。苏露，如果你不帮我，那我是不会带你去那个地方的。不去就不去啊，我又不是一定要去。安烈露出了狠色，他愤怒地看着苏小璐。苏小璐都以为他要动手了，他却一下子抱着头蹲下去，看上去很纠结，也很痛苦。苏露，我并不想利用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娘眼睛快瞎了，妹妹还有心急，叔叔2年前为了从海沙口中救下另一个人，没了一条腿。爹在那次留下废疾，龙鱼是我全家的希望，没了一条腿。爹在那次留下废疾，龙鱼是我全家的希望。他们都是一些薄情之辈，什么亲情浓厚，一旦看你家境衰落，全都围上来了，想分食一杯羹。龙鱼这样的至宝被他们知晓，根本轮不到我家用。我爹想要一条龙鱼救家里人，那一天也异常凶险。我爹已经插中龙鱼尾部，如果他能再年轻点儿，力气再大一些，都不会有今天这场面了。可是他死了，龙鱼也没得到。娘哭的太多了，再等下去就瞎了。妹妹心悸发作越来越频繁，他们都等不下去了。他还是不愿意对苏小璐露出凶恶的嘴脸，他下不去手，也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泪流满面，抬头看着苏小璐，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苏露，只要你答应帮忙，我愿意卖身为奴，做你5年奴隶，跟着你，供你差使，做任何事都可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只想他的家人活下来，能多陪着他。你先起来吧。苏露，对不起，之前是我利用了你。其实我并不知道那白鱼海域的位置，我若知道的话，我家的船连出港都出不了。我骗了你，对不起。安烈并不傻，他已经反应过来，知道自己的心思早就被苏小璐看穿了，明知是陷阱还跳进来，那他一定是有他的手段，自己不会武功，也绝不是他的对手。这龙鱼是记载在古本上，在海边世代相传，都有龙鱼的传说，但从来没有人见过龙鱼。但世代在这儿都知道，龙鱼头上有角，身长几十尺，还有4足，有着鹿面，食其血肉可解百毒，食其心可医心疾，其血肉可比灵丹妙药。龙鱼是我爹遇见了，那次他回家来就跟疯了一样，翻找家中的古籍，他激动地找来细细对比，那就是龙鱼。后来我和爹一起出海捕捞的时候，我也看见了，那就是龙鱼，真的亲眼看见了。
后来，我和爹一起出海，捕捞的时候我也看见了，那就是龙鱼，真的亲眼看见了，我才相信，传说是真的。照你这么说，这个龙鱼你们以前从未见过？苏小璐觉得有些答案就要呼之欲出了。是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爹也没见过，只是在古籍中有记载，人们世代口口相传而已。以前我也是不相信的，如果真有龙鱼，那为什么从没见过谁捕捞到，也从没见过龙鱼？许多老人都只是听过，也从来没见过。那白鱼呢？白鱼也是新出现的鱼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白鱼我不知道，没听说过。安烈的确是不知道白鱼，他家里出事，加上受到排挤，这次白鱼的捕捞，他家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还有家族的人想连他家的大船都抢去，是他爹拼死才保下的。说什么借用都是假的，谁都知道这是借着借着就不还了。可以帮你抓龙鱼，你要眼睛和心还有血是吧？其他的都归我。可以帮你抓龙鱼，你要眼睛和心还有血是吧？其他的都归我。谢谢，谢谢。龙鱼喜欢吃腥臭味道的鱼饵吗？是的，之前我和我爹来，下了很多次鱼饵都没有动静，放置的鱼块都有气味了，他才咬钩。我先去准备一点东西。苏小璐走进了船舱，她也带了不少药材，制作些东西还是不难。或许捕捞龙鱼不需要那么复杂呢。总之，先试试。苏小璐出来，安烈期待而紧张地看着她。苏小璐走到鱼饵桶边，把研磨成粉末的药材撒进去，然后用一根棍棒搅拌，一股浓烈的腥臭腐烂气味传出来。安烈立马准备了新的鱼竿，将鱼饵挂好钩子，又将那半桶饵料倒下去。接下来就是安静的等待。平静的海面有浪花翻动，安烈握着的鱼竿狠狠一沉，咬钩了，苏露。他急切地看向苏小璐，希望苏小璐能来帮忙，他怕自己力气不够，最后白费一场。苏小璐过来帮忙了，海面的浪花翻涌，龙鱼的力气的确是太大，就是加上苏小璐也都很费劲。苏小璐隐约地看见了一条黑色的身影，像是一条大蛇。苏小璐隐约地看见了一条黑色的身影，像是一条大蛇。没看见之前，苏小璐以为龙鱼和她记忆中龙画像一样，但看见之后，真的是一点儿也不像。龙鱼很丑，那一对鱼眼足足有拳头那么大。它在奋力地挣扎，但力气越来越小。苏小璐知道是药材发挥了作用，果然再坚持一会儿，龙鱼就彻底没动静了，一整条浮出了海面。安烈激动的双眼通红，把龙鱼拉到大船跟前，奋力地拖上船来。在听到安烈他家事的时候，苏小璐就注意到了，安烈的小叔救过人，没了一条腿。苏小璐就猜测是安成，他想起之前的打探，暗暗想自己运气不太好，打听安烈刚好就打听到他小叔身上。安成如果在意自己家，就不可能放任安烈面对可能的危险。安成应该在船上，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现在听到声音，看着安成的身影出现，猜测都得到了证实。四目相对，哈哈哈，好巧啊，小公子！哈哈哈，好巧啊，小公子！安烈已经把龙鱼拖上船来了，累得坐在船上又哭又笑。看见安成，小叔，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妹妹有救了，娘的身体也会好起来，吃着龙鱼肉，以后你的腿就不会痛了。安成恭敬地看了看苏小璐，啊，小公子大人有大量，之前隐瞒身份，还望小公子见谅。他哥哥拼了命都补不上来的东西，人家轻松的就能弄上来，而且还是活的。安成不敢不恭敬。人可以认知浅薄，但不能无知。不是这条，爹刺伤的不是这条。安烈皱着眉头，他在龙鱼的胃部并没有发现任何伤痕。这事过去的并不久，就算龙鱼自身有修复的能力，也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这个发现让安烈心情复杂。这是一条健全的龙鱼，有十足的精力，但他却被抓到了。苏小璐拔出了剑，安成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保护安烈。
苏小璐拔出了剑，安城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保护安烈。小公子有怒火冲我来就好了。你不是要龙血吗？还不赶紧拿东西来装？药效就快过了，现在还不杀掉，等他恢复过来，这船能不能困住他都难说。苏小璐足尖轻点，飞身而起，狠狠的刺下，直接将龙鱼脑袋定住了。一击命中，龙鱼蛇一样的身子扭成了麻花，紧绷而狰狞。安烈回过神来，立马就去拿了干净的桶过来。安烈抱起那硕大的脑袋就开始接血。苏小璐割破了龙鱼的腹部，取了心和眼睛分给了安烈。这么大一条龙鱼，苏小璐分下来一块肉给了安城。你拿去蒸熟，我们吃一下。其他的苏小璐就准备收起来了，扒皮抽筋，用装满冰块的箱子封存。这龙鱼也充满了灵气，灵气甚至比白鱼还足。龙鱼和白鱼应当都是来自一个地方，白鱼已经泛滥成群，那龙鱼呢？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的秘密会随着时间渐渐地浮出水面。灵气复苏，苏小璐脑海里浮现出这4个字。随意蒸煮，龙鱼的肉都好吃，鲜美的恨不得让人连舌头都吞下去。它比白鱼更好吃，好吃了不知道多少倍。它的灵气也比白鱼更浓厚。这龙鱼简直是这海中最好吃的鱼呀！这味道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所有海鱼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越吃越有劲儿，这让我觉得我这2年在酒楼吃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小叔啊，那你多吃一点。小公子，你也快多吃一点吧。小烈，你刚才说这一条不是你们之前看到的那一条龙鱼对吧？苏小璐吃着龙鱼并不搭话，他没搭话，安城就没有再往下说了。吃了饭后，安烈就对苏小璐说道：苏璐，我想先返航回去，把这龙鱼的心和眼送给我母亲和妹妹食用。返航吧。谢谢谢谢。苏璐，我想先返航回去，把这龙鱼的心和眼送给我母亲和妹妹食用。返航吧。谢谢谢谢。等我安顿好母亲和妹妹，我一定前来复命，听你调遣。小烈。安城只摇头，这个傻小子。安烈并不贪心，所求的得到了，他就满足了。经过苏小璐允许，大船开始返回。苏小璐静静地站在甲板上，她能感受到海上的灵气比陆地上更好。她坐在甲板上吐纳气息，安烈在掌舵，安城在他身边指导。许多年不上船，安城还有些晕。小叔，我会看着的，你回房休息去吧。哎呀，好，我的确有点不舒服，特别想睡，那我去睡会儿啊。安烈点头，他知道他的小叔一直都很关心他，关心家里人，不然他也不会出现在大船上。安城回去船舱房间里休息，他觉得太困了，身体也有些发热，但他并不难受，连那一条腿都感觉热乎乎的，好似有什么东西在长一样。这种感觉很奇怪，他觉得可能是感觉错了，腿都没了，怎么可能会长？就算那传说中的龙鱼有奇效，那最多就是让他不再疼痛，没了的腿是不可能长出来的。我的腿，我的腿，我的腿，我的腿！他满目的震惊和难以置信，伸出的手都在颤抖，一直颤抖，直到摸到自己的腿上。他不敢相信的来回抚摸，眼睛里有了泪花，他却不敢眨眼，生怕一眨眼看见的一切就会消失。安烈和苏小璐都被尖叫声音吵醒，安烈担心安城出了事情，顾不得其他，就冲进房间。小叔，发生什么事了？小烈，我的腿，它长出了一截来。安烈也不可置信地看着那长出来的粉白的肉芽，它泄不通了，好似一夜之间都痊愈了。小叔，龙鱼的传说是真的，它能治百病，消除所有病痛。小烈，不仅仅是这样，龙鱼它能让人肉体复生啊，即便是残缺的肢体也能重新长出来。小烈，我要捕捉龙鱼。安城目光热烈而坚定。小烈，我要捕捉龙鱼。安城目光热烈而坚定，
他不想做个残废，不想一辈子被人耻笑，他不想这样活着。如果多吃一些龙鱼，甚至是吃一整条，他的腿说不定就长回来了。小叔，不能冲动，这件事从长计呀。小烈呀，你也快去收拾收拾吧，这怪臭的。这浓烈的臭味熏得人都想吐。安烈身上的气味比他淡多了，但也是臭的。吃过了龙鱼，好似把身体的杂质都清理出来了。收拾干净后，他不但发现腿长出了1寸，身体都好似轻盈了。安烈说完就出门了。安城出了门就直接敲响了苏小璐的房门。他刚刚叫的那么大声，苏小璐都没出来看。从一些小细节，安城就看出来，他看见的少年人并不浮躁，很沉稳。苏小璐起来，他这一觉睡得非常舒服，身心都好似处于温暖之中。安城的尖叫他听见了，但没有什么大事，他不想起来。有什么事情？安城的尖叫他听见了，但没有什么大事，他不想起来。有什么事情？哎，小公子，你闻一闻你自己，看看身上臭不臭啊？哎，你这身上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能让他发出刺耳的尖叫，事情应该不小。小公子，这龙鱼呢是神仙肉，它能让人断肢再生。我的断腿长出了1寸出来呀！小公子，你能理解吗？就好似断了一根手指头，然后一夜之间手指又长出半截出来。我的腿就是这样。苏小璐听明白了，说实话，她也大受震撼。我是个大夫，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看看你的腿，可以吗？安城没有想到苏小璐就是大夫，他犹豫挣扎了一下，还是点头了。他卷起了自己的裤腿，让苏小璐看他的断腿处。苏小璐给他检查了一下。小公子，你看我这腿，如果吃龙鱼足够多，是不是有希望能再长出来啊？如果龙鱼持续有这样的效果，理论上来说，是的。小公子，你看我这腿，如果吃龙鱼足够多，是不是有希望能再长出来啊？如果龙鱼持续有这样的效果，理论上来说，是的。苏小璐点头。如果龙鱼的效果不像白鱼那样达到某种程度的饱和，然后吃再多年都没有效果，那多吃一些龙鱼真的就能长出腿来，一次长一些，一次长一些，多吃龙鱼，吃到最后腿就能长出来。小公子，我们合作捕捉龙鱼吧，你有筏子，我家有大船，咱们合作可以把这件事情达到最大利益化。小公子，造一座大船呢，需要耗费时间太久了，少则1年，多则几年。如今整个青海有能力造船的都在为那白鱼而疯狂呢，难道那白鱼也有此奇效吗？白鱼有奇效，但远不如龙鱼。合作的事情我想一想，给我2天时间吧。这船是我家的，有我的一半，我若是不答应，安烈就别想用它出海。原本我想再考虑2天，但既然你把话都挑明了，那就说一说你想怎么分吧。我们3人平分如何？哼，平分？不可能。就算这船有你的一半，那另一半也是安烈的。安烈如今要还我的恩情，所以这船的一半使用权在我身上，安烈还得为我所用。捕龙鱼的药引也是我所出，所以你说你想要拿2/3，那我只能告诉你，你在痴人说梦。这龙鱼我要不要都无所谓，但你别忘了，我不能出海，你也不能，这船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苏小璐笑了笑，宛如一只腹黑狡黠的老狐狸。安城都快龇牙咧嘴了，这个少年人看着小，但这老谋深算的精明却让人又可恨又可敬。那你说吧，你给我几成，我都答应，行了吧？安城败下阵来，他太需要龙鱼了。而1成，同意的话回去休息1天就可以出海，不同意就算了。行，那就这么定了。龙鱼是怎样的至宝？有这一层，他完全能靠着这一层收获，彻底带着整个安家翻身，足够了。安烈，你没意见吧？我没有意见。安烈，你没意见吧？我没有意见。回到港口，安烈把船停靠好，有不少人都看了过来，在看见苏小璐和安城后，神色有些嘲讽。安烈一家是被排挤的，在其他家吃白鱼的资源，家家户户都享受富足的时候，安烈一家什么都没有。要不是安烈死保，船都要被抢走了。安城拄着拐杖，小公子，后天见。苏小璐点头，
让安烈把他装鱼的箱子送到他家里。送到家后，苏小璐又分了10斤龙鱼肉给安烈。安烈激动的红了眼圈，他弯腰道谢：“苏洛，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苏小璐挥挥手，示意安烈可以走了。安烈提着鱼肉回了家。安母看见他平安回来，心里的担忧才放下。小欧，把这个拿去都蒸熟。咱们今天吃这个鱼。小欧吃心，娘吃眼睛。小欧，把这个拿去都蒸熟。咱们今天吃这个鱼。小欧吃心，娘吃眼睛。安成安静地坐在家中，安母颤颤巍巍地拿出钱袋子给安成。小成，你这几天也不在家，你听嫂嫂的，去抓点药，好好看看你的腿。这50两他没有动过，他也舍不得动。他和女儿的疾病都是老毛病了，安成的病却是不一样，他才是应该吃一些好药。嫂嫂，把这些银子好好存放，我的腿呢已经没事了，你和小欧也会好起来的。他眼中不再有阴郁，人也不再颓废。安母觉得现在的安成就像是一汪死水又活了。安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我们都会好的。这钱你先拿着，需要的时候再用。我和小欧的身体都没事儿，小烈赚来的钱足够用了。我和小欧的身体都没事儿，小烈赚来的钱足够用了。嫂嫂，你这是不信我？也罢，过了今晚你就信了。安成没有再多解释，龙鱼会带给人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唯有自己亲自感受了才知道。安成把钱袋子收下了，他看着安母，安母才露出了欣慰的笑意。安小欧和安烈蒸熟了鱼，安烈给安母端来了一大碗，里面是2颗硕大的鱼眼睛。安母的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她拨动了2下筷子。这是什么鱼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眼睛？安小欧端着一个大盆。心脏也很大，这么大一个，都不知道能不能吃完。嘿嘿，快吃，吃不完再说。龙鱼的肉味道鲜美，刺也不多，怎么做都好吃，也不腻。安母和安小欧吃了几口都惊艳了，不怎么舍得吃，但看着安成、安烈都是一大碗，他们也放心了。龙鱼的肉味道鲜美，刺也不多，怎么做都好吃，也不腻。安母和安小欧吃了几口都惊艳了，不怎么舍得吃，但看着安成、安烈都是一大碗，他们也放心了。这晚几人都吃撑了。吃饱之后，安母和安小欧都开始犯困，安成和安烈也都很困，一家人早早的就睡了。苏小璐一直忙到深夜，她把所有的龙鱼肉都用灵泉水熬了，加上了一些药材提出灵液。上百斤的龙鱼肉，最后提出来的灵液也只有2斤，用小瓶分装收入在空间里。那些鱼肉渣已经黑了干了，不能食用，所有的精华都被提取出来了。苏小璐将它们撒在院子的花圃里。做好了这些，天已经大亮了。苏小璐呼呼大睡，睡得迷迷糊糊的，她被一些动静吵醒。该死，这个也想带，那个也想带，这可怎么办呢？愁死老夫了！哎，鬼友小子，要不咱们全都带上？你力气大，都背得动吧？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还跑什么？不跑了！哎，鬼友小子，要不咱们全都带上？你力气大，都背得动吧？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还跑什么？不跑了！不跑了！不跑，等着被抓呀！愁死了，愁死了！哎，等等，咱们家里进人了！现在才发现，呵呵。苏小璐迷迷糊糊的起来，来到主屋。师傅，贵友师傅，你们在说什么啊？哎，丫头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吴老头看见苏小璐，烦恼都忘了。好久不见，他的宝贝徒儿又长高了，做公子哥打扮，还是个俊俏的哥儿。师傅，我来挺久了，半个多月了，你们一直没有回来。
刚刚我听到师傅似乎是要走，为什么？哎，这还不是遇见麻烦事儿。金钟来的那个小子受伤了，毒性发作，他的人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非要我去给他解毒。师傅不想管这事，就只得先离开了。这段时间收集的好东西也够了。哎，丫头，来，师傅给你个宝贝，你喝喝看，这个对身体啊好得不得了，以后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了。哎，丫头，来，师傅给你个宝贝，你喝喝看，这个对身体啊好得不得了，以后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了。吴老头拿出一瓶灵液给苏小璐喝，他慈祥地看着苏小璐，这可都是他从白鱼身上提取出来的呀，这么好的东西当然要紧着宝贝徒儿了。师傅，我也有好东西要给你。苏小璐也拿出了装着灵液的瓶子给吴老头喝，老头笑眯眯的，徒儿的孝敬。他喝了之后微微凝眉，丫头，你这怎么比我的更好？味道也有些不对呀。吴老头有些怀疑自己，难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小璐本就天赋过人，如今境界又更上了多层吗？不对，这好像是另一种物种。哎，丫头，没错，这是另一个新物种。苏小璐又拿出一瓶给龟油，龟油师傅你也尝尝。苏小璐又拿出一瓶给龟油，龟油师傅你也尝尝。吴老头又小口小口的抿着喝，细细品味，淡淡的香，淡淡的甜，这东西肉的原身，味道肯定也不差，而且比白鱼好太多了。吴老头眼前一亮，丫头，这是另一片海域。师傅，你刚刚说京中来的受伤毒发了的人是周志吗？是他。师傅，你不救他，那我可以救他吗？想救就救，师傅不想救，那是因为师傅不想救。当初救周恒也不是师傅愿意的，只是年轻的时候欠了人情而已。如今该还的已经还了，他死活与师傅又有何干？你愿意救，那是你的事情，师傅不会帮，也不会拦。他的船大概也回港了，过不久就会找到这里来。你要救他，就等一等。他的船大概也回港了，过不久就会找到这里来。你要救他，就等一等。丫头要救人，咱们不用走了。累死了，回房睡觉。睡觉。他不知道周志伤得怎么样，只有先做很多准备。才等了2刻钟，就有10多个暗卫飞身进院子来。请先生出手相救。开口说话的是金一，语气森冷，说的是请，但其实就是威胁。我跟你们去。苏姑娘。金一语气骤变，欣喜地叫了苏小璐一声。来的都是熟人，看见苏小璐，他们齐齐地松了一口气。路上，苏小璐问了金一等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条很大的海鱼，有很大的翅膀，吞了很多白鱼。主子说要捕捉，那东西力气实在是太大，将整艘大船都带翻了。那东西吐了一些黑色的毒素在水中，解毒丹就能解毒。是一条很大的海鱼，有很大的翅膀，吞了很多白鱼。主子说要捕捉，那东西力气实在是太大，将整艘大船都带翻了。那东西吐了一些黑色的毒素在水中，解毒丹就能解毒。但它的毒素破坏了主子体内的稳定，又溺了水，又毒发了，情况太危急了。金六和苏小璐说着经过。长着翅膀的海鱼，苏小璐记在了心中。在他看来，海中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有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地方，可能是整个海洋。返回周志居住的宅院，就听到巫先生在怒吼：还愣着干什么？给他放血呀！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就不知道看，非要等他躺下了才知道着急，气死我了！苏姑娘来了！金六高喊一声，苏小璐推门进入，巫先生在给周志扎针，金三拿着小刀子在割破周志的手指放血。周志浑身泛红，经络都浮现出来，已经没有了意识。
苏姑娘，高热不退，血已经是黑的，毒素全乱了。苏姑娘，高热不退，血已经是黑的，毒素全乱了。这就是周芷目前的状况。这一次，哪怕是苏小璐，巫先生都不敢说他能把周芷从鬼门关拉回来。苏小璐没说话，先拿了瓶子打开，捏住周芷的嘴巴就往他嘴里倒。苏小璐点了他下颚的穴位，确保灵泉能顺利地流入周芷肚腹里。喂完了一瓶，就再打开一瓶。喝下2瓶之后，周芷浮现的经络慢慢消失了，身上的热度渐渐消下去。苏小璐一瓶一瓶的喂，周芷的身上渐渐的就浮现出一层黑乎乎发臭的东西。巫先生没忍住干呕一声。这时候也就只有专注的苏小璐没发现，其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了不适的感觉。灵液喂完，苏小璐就快速地封住了穴位。周芷的情况渐渐稳定，已经平稳下来。他皱了皱眉心，眼睫颤了颤，睁开了眼睛，看见苏小璐，他勾勾唇，浅浅地笑了。小璐，你又救了我。周芷的情况渐渐稳定，已经平稳下来。他皱了皱眉心，眼睫颤了颤，睁开了眼睛，看见苏小璐，他勾勾唇，浅浅地笑了。小璐，你又救了我。你可真能造啊！一见面就给我这么大个惊喜。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但首先你得先要活着，明白吗？命都没了，那些东西给你也用不了啊。再有下次，我是真的不会再救你了。我知道你以前很辛苦，但那都是过去了。人不爱我，我自爱。要是连你自己都不在意你自己，那将不会有人再在意你了。苏小璐很生气，眼里的愤怒都快要喷发出来了。周芷这一次的情况是最凶险的，如果不是他恰好有龙鱼提炼的灵液，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好，我知道错了，下次不会了。你，好吧，最后一次相信你。好，最后一次。你先收拾收拾，臭死了！我先出去了，等会儿告诉你一件事情。抱歉，我失礼了。他还不知道身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确实是太臭，让他在苏小璐面前失礼了。清洗一番之后，周芷觉得很困，他强忍着困意见了苏小璐。小璐，我现在不臭了。我知道，你要是困就去睡吧。小璐，我昏迷之前下过命令，不管吴神医救不救，都不得伤他分毫。金医他们不会违背这个命令，他们态度强硬，但是不会真的伤害他。你信我？哪怕他很困，他也要对苏小璐解释清楚，即便他死了，他的人都不会违背这个命令。他不希望苏小璐平静下来，细想之后会因此疏离他。爸，我相信你，你快回去睡吧。从周芷的眼中，苏小璐感受到了他的真诚，他相信他。皇后对他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他也不曾真的因恨做出什么。一个受尽疾苦还存着良善的人，他怎么会不信呢？小璐，明天见。他怎么会不信呢？小璐，明天见。苏小璐也回去了，他住的地方金四他们都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叫他。苏小璐回到小院，看见安烈正坐在门口。安烈，你在这等我？苏璐，我来看看你收拾好了没有。家中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找到这儿，开门的是个老先生，他说不认识什么苏璐。安烈有点委屈，他不傻，反应过来，知道苏小璐没有告诉他真名字。苏璐是我的小名，你先进来吧。苏小璐开门，让安烈和他一起进去。吴老头和龟油看过来，神色充满了嫌弃。师傅，龟油师傅，这位是安烈，明天我们可以用他们家的大船出海捕鱼了。安烈有些局促，这2位前辈都不太喜欢他。他之前在外面大声的喊苏璐，还被龟油给打了，很疼。2位前辈，对不起。很疼。2位前辈，对不起，刚才我也是无心打扰你们休息的。少说话，有事儿少说话，没事儿别说话。吴老头和龟油之前都在睡觉，安烈来敲门找苏璐，说了不认识，他也不肯走，还在外面大喊大叫的，被打了才闭嘴。吴老头对他的印象非常的不好。
就算现在知道苏撸就是苏小璐，他对安烈还是没有什么好感。龟游直接不说话，安烈局促的点头答应。只是天快黑了，苏小璐去做晚饭。安烈看着他样子很笨拙。苏露，我来吧。那你来吧。他厨艺实在是不怎么样，但在海边就是吃鱼，煮一煮，蒸熟就差不多了。他厨艺不好，但他也不挑食。吴老头和龟游一样，好吃的他们能吃，不好吃的也能吃，都不挑。安烈手脚很利索，熟练的翻炒加水，不好吃的也能吃，都不挑。安烈手脚很利索，熟练的翻炒加水。饭熟了，苏小璐叫2位师傅来吃饭。吃完饭，苏小璐看安烈还没有要回家的意思，她不由得问：安烈，你不回家吗？苏露，我是来履行承诺的。我的母亲吃了龙鱼，眼睛已经好了，妹妹恢复健康了。我记得我说过的话，接下来5年，我都会跟在你身边，供你差遣。安烈，我不需要你寸步不离的跟着我。如果你要报答我的话，那就在我需要的时候帮我做事就行了，用不着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该回家就回家，以后有需要的话我会去找你的。好，那我先回家了。这5年里我供你差遣，但杀人放火的恶事我不干。5年之后我就是自由人了。苏露，我回去了。他可以给苏小璐办事，但他也有他的原则。行。师傅，龟游师傅，明天你们还要出海吗？在这个地方有一种龙鱼，它奇特的效果是白鱼的数倍。我给2位师傅喝的灵液就是从这龙鱼肉中提炼出来的。我决定要出海抓这种鱼。吴老头和龟游都沉吟。2位师傅，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进来的空气清新了很多，吐纳内功很舒畅，修炼内功也更容易了许多？2位师傅，这龙鱼曾记载在古籍上，已经消失了几千年，然而它们又出现了。我觉得这件事并不简单，或许以后古籍中记载的物种会再次出现，而且会越来越多。或许古籍曾记载的世界会重新复苏也说不定。到了那个时候，人或许能够活几百年，世上或许还会有妖魔。丫头，你说的没错，或许要不了几十年，世上真的会有精怪妖魔之物。吴老头看了看苏小璐，没有敷衍和隐瞒，而是把苏小璐当成一个大人了。龟游沉默不语。师傅，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丫头，世间万物讲究的都是命规。师傅，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丫头，世间万物讲究的都是命规。擅长卜卦的神算子去年就算出了命规有变，这个变福祸相依。上古时期灵气充盈，崇尚修仙得道，随便一个小弟子都能够在天上飞。世间妖魔诸多，凡人生存艰难，人之性命宛如蝼蚁。但数千年过去，不管是仙还是妖魔，都已经不存于世，繁衍下来的只有凡人。这些玄妙的记载，如今在人们口里也不过是一则神话。如今命轨生变，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切都不好说呀。人或许是蝼蚁，又或许是执掌世界的人，全都是未知数。如今命轨生变，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切都不好说呀。人或许是蝼蚁，又或许是执掌世界的人，全都是未知数。但蝼蚁尚且偷生，不管是什么样，咱们这些人都要奋力的活着，变强大，活下去，保护在意的亲人。不想为人鱼肉，那就为刀俎。人想要自立自强，那就必须要强大。师傅，那我们现在就更得从海里抓很多的龙鱼了。我们明天就出海吧，用一些药材就能把龙鱼药翻，到时候抓捕也就容易多了。苏小璐捏起小拳头，世界的变化有多快，谁也不知道。所以当下要抓准任何在眼前的机会。
他要抓很多龙鱼，提炼出精华灵液，分给家里人吃。吴老头和龟油都点头。苏小璐回房去休息，他隐约听到吴老头在抱怨：“真是倒霉，黄土都埋脖子了，还要习武。真是倒霉，黄土都埋脖子了，还要习武。”少说话，运转内息，只要没死就得练。龟油非常的苛刻，哪怕是教导起比他年长很多的吴老头，也丝毫不留情面。苏小璐忍不住勾唇笑了。世界在变化，活在世界当中的人，渺小的人，想要生存下去，自然也是要改变的。这个改变，不管是刚出生的幼子，还是老龄的老人，想要活下去，都是必须要改变。天微微亮，周芷就醒来了。他安安静静地坐起来，双手都在发抖。他颤抖着摸着双腿，感受着光滑的肌理。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他的双腿竟然长出了2寸来，它们也不丑陋了，就是断腿的截面也是圆滑的。他心里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他只要补足足够的灵气，他的双腿都能长出来。而这些东西要从那些新的物种身上获得，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感觉自己是个健康健全的人。周芷一直呆坐着，直到天亮了，他才出声叫人进来。主子，你有没有哪里不适？昨天他给我吃了些什么？主子，你有没有哪里不适？昨天他给我吃了些什么？苏姑娘拿了很多小瓶子，打开后气味很香，她全都喂给你喝了，应该有10多瓶的样子。主子当时已经没有意识，高热让你全身都通红。巫先生已经束手无策，喝了苏姑娘给的东西后，主子你的情况就好转，渐渐稳定了。巫先生说，这一次还将你身上的很多毒素清除了。苏姑娘给你喝的是好东西，堪比神药。的确是神药，我的命是他给的。他欠苏小璐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他在哪儿？苏姑娘回小院了，她说过有事可以找她。这段时间不着急出海，我要好好休养，可以继续捕捞白鱼。那种鱼能抓就抓，抓不到就算了，保住性命更重要。多想想办法，总能有办法的。是。金丝很欣喜，他从没有在周芷身上感受到这么强的求生欲。他一直都是无所畏惧的，哪怕任何时候死，他都无所谓。但现在他开始在意，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好的改变。让金七过去他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听他吩咐。让金七过去他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听他吩咐。金六点头，领命下去。早上起来，苏小璐做了海鲜粥，师徒3人吃完。师傅，龟油师傅，你们身上有多少银子？苏小璐想了想，她觉得应该把那一片海域圈起来。龙鱼的事情迟早会传开，别人抓不到，可能也会让他抓不到。人心难测，搞不定一条鱼，但暗算一个人却有1000万种手段。把海域买下，那别人再眼红，也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吴老头摸了摸胡子，银票的话有个20万两吧，其他值钱的在老挝，价值100万两都有哦。小子，把你那几万两借我用用。吴老头甚至都没问苏小璐要做什么，就心甘情愿为他的宝贝徒儿倾尽所有。龟友也没问，一个箱子拿出来给苏小璐，给，拿去。吴老头也有一个箱子，他笑眯眯的交给苏小璐。丫头，师傅的棺材本都在这儿了，你掂量着用。丫头，师傅的棺材本都在这儿了，你掂量着用。师傅老了，可都得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让师傅被什么人给欺负了。师傅放心，徒儿一定不负所望。老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他的疼爱很厚重，是他的全部。苏小璐把东西收好，就准备去找安烈和安成了。金七来的正是时候，看见苏小璐要出门，苏姑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请尽管吩咐。没什么，一点小事，你回去吧，我搞不定会来找他的。我都拿了那么多的好东西给他吃，我索要一些回报也理所应当。金七摸了摸鼻子，点头。苏小璐不要他跟，他就不跟，一切听他吩咐。苏小璐来到安烈的家，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道轻柔的女声：“
谁啊？我是苏露，来找安烈和安城。苏小璐猜测这应该是安烈的妹妹安小欧。很快，门被打开。谁啊？我是苏露，来找安烈和安城。苏小璐猜测这应该是安烈的妹妹安小欧。很快，门被打开。苏小璐看见一个和安烈有几分相似的女子，她的脸比较白，冷白的，看上去是很少见阳光。你好，我哥哥和小叔去收拾船了，很快就会回来了，你进来坐会吧。安小欧把苏小璐请进了家门。我是个大夫，介意我给你们把脉看看吗？安烈说过，他的妹妹和母亲都是重疾之人，吃了龙鱼之后好到什么程度了？可以，你先坐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小后生，你多大了？婶儿，我今年13。那和我的女儿一样大。苏小璐笑了笑，探上安母的脉搏。安母脉搏平稳，身体是有些弱，但却有一股力量一直在滋润她。想来这就是龙语的功效了。恢复得很不错。身体是有些弱，但却有一股力量一直在滋润她。想来这就是龙语的功效了。恢复得很不错。苏小璐又给安小欧把脉。安小欧是有心疾的人，吃了龙鱼肉，他的心疾也愈合了。她同样是底子很弱，属于那种不能干重活的女子。小公子，谢谢你帮了我哥哥，才让我有了健康的身体。我现在走路不会觉得心闷了，也不会在半夜里因窒息而醒，我感觉很舒服。恢复得不错。苏小璐并没有等多久，安烈和安城就回来了。小公子，可是准备好了？你要是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出海了。我跟你说呀，昨夜里我的腿又长出半截来，你绝对猜不到，这皮肉之下，骸骨也是一起生长的。安城非常的激动，这就代表着只要他坚持补充龙鱼肉，他的这条腿假以时日，真的能和从前无异。安烈脸有些发红。苏露，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总感觉气血翻涌，鼻血都流了好几次了。苏露，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总感觉气血翻涌，鼻血都流了好几次了。手伸出来，我看看。安烈伸出手，苏小璐给他把脉。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习过武？没有，但我身手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苏小璐看着安烈，都不知道他是幸运还是不幸。安烈很适合习武，是个好苗子，但他的年纪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年纪，骨骼都长死了，一些经络也封闭。但这几天吃了龙鱼肉之后，他的身体里竟然生出了一丝内劲。他不懂内功心法，内劲找不到地方安放，只能在身体里横冲直撞。他气血翻涌，流鼻血是正常的。苏露，我没事吧？你坐下，接下来我会引导你怎么运气，以后你可以经常修炼自己的内功。我的心法是我师父所传，你若要学我这心法，你就得叫我师父了。安烈迷迷糊糊的，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你好好想一下，要是不答应，任由这股气在体内乱闯，说不定下一次就不是流鼻血这么简单了。你好好想一下，要是不答应，任由这股气在体内乱闯，说不定下一次就不是流鼻血这么简单了。我同意，就是你别嫌我年纪大就好了。那好，你现在放松，我将内劲引进你体内，你不要反抗，听我指令。苏小璐神色严谨，将内劲输入安烈体内，将内劲气沉丹田，将来运用轻功时也是由此引出，无事的时候多运转内息。苏小璐撤了内劲，安烈紊乱的气息已经平稳下来，气色也恢复正常。稍后我会为你制定习武的方法，你不要怕辛苦，好好练习。只有根基稳固了，将来在武学上你才能学有所成。你若是偷懒，我也有的是办法。安小欧不由失笑，对上苏小璐看来的眼神，他连忙垂下眼眸。师父放心，徒儿一定好好学。你言而有信，品行至纯，你有你坚定的信念，我也相信你能够做到，不畏所有的艰难困苦。师父放心，徒儿一定好好学。你言而有信，品行至纯，你有你坚定的信念，
我也相信你能够做到，不畏所有的艰难困苦。师父放心，我一定不负所望，刻苦研学。小公子，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呀？还要等一等，先去做一件事。什么事情啊？我要去买下一片海域，将那一片海作为基地。师父，买海域很贵的。这是他们这些普通人不敢设想的。一般要多少银子？我对这些了解不多。你常年在海边长大，你给我说一说看看。海域租赁价格不等，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越靠近海岸越贵，因为靠海岸近就可以养殖海虾一类。而深海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一般人都不会买深海。这样看来还有些麻烦。是这样的没错，但离那片海有一片靠岸处都是空着的。这样看来还有些麻烦。是这样的没错，但离那片海有一片靠岸处都是空着的。那片地势比较艰难险阻，所以空置了下来。师父可以从那里着手，你假装受我们欺骗，买下海域建造海港，以此来降低官人的警惕。说着，安烈有些不好意思，之前他把苏小璐骗出海就是用的这种法子。那就这么办吧。对了，你们叔侄俩就作配，我们联合起来演好这个戏码。这出戏就叫做京外前来历练的富贵小公子手握巨款，要来这发一笔大财，干出一番成绩来。安城和安烈相互看了看，都齐齐一震。苏小璐只是看上去好骗，有钱好骗的傻公子，实际上却是腹黑的大老虎。三人商量一番，然后就一起出门了。进了官府开始，那地方啊，能钓几百斤的大鱼，一条鱼能卖上上万两银子。进了官府开始，那地方啊，能钓几百斤的大鱼，一条鱼能卖上上万两银子，买下那里稳赚不亏的。哎，那里的螃蟹比脸盆还大，那里的虾每只比男人的拳头还大呢。真的吗？那太好了。对，海参啊，有脑袋大，贝壳有巴掌大。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回家让他们全部刮目相看。我会成为青海县最富有的人。接待的师爷听到这话都抽了抽嘴角，他一开始还纳闷呢，青海县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地方了？顺嘴一问是哪里？就是那神船沟啊。师爷行个方便，我家这小公子要大干一番事业，租赁那一片百里海域。安城笑眯眯地说了，还给师爷塞银子。师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最后保持不失礼貌的微笑。实在是安城给的太多了，这小公子是那富裕人家，能拿出这么多银子来历练，想来也是财大气粗，亏得起。说吧，得要多少银子？苏小璐非常的傲慢，整个一个张扬得意的公子哥。说吧，得要多少银子？苏小璐非常的傲慢，整个一个张扬得意的公子哥。师爷拿着算盘计算了一下，小公子，那一片海域延绵百里，起码得15万两，租赁10年的话就要30万两。他一边说一边观察苏小璐的脸色，这可是一笔巨款呐！这冤大头要是拿得出，那他们青海县就挣大发了；若是拿不出，还可以讲价嘛，先报高一点，探探底。安烈和安城都不由得抽了抽嘴角，官府宰人呐，素来是最可恨的，这就是欺负苏小璐不熟啊！但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吗？30万两，是不是有点多了？万一我赚不回这么多，我这小命儿不就要完蛋了吗？那这样吧，我说个数，能答应咱们就签，不能答应这事就这么算了。那这样吧，我说个数，能答应咱们就签，不能答应这事就这么算了。对半折，15万两，10年，答应就签，不答应就罢了。小公子稍等，容我先去回禀县老爷看看。虽然心里笑开了花，但脸上还得端着沉重。这财神爷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师爷急匆匆地下去了，安城和安烈又开始轮番劝说苏小璐了，你来我往，把苏小璐忽悠得晕头转向。随意听见几句，都让站岗的官兵忍不住摇头。这事儿对这个贵公子没有益处，
但对于他们来说可是大有益处。苏小璐人生地不熟的，又不是他们什么人，所以没有人会提醒他，都巴不得他赶快跳坑呢。不一会儿，师爷带着青海县令梁一之回来。小公子，这15万真的太少了，你再加点儿。小公子，这15万真的太少了，你再加点儿。听到这样的好事，他刚才就笑得肚子疼了，还是在师爷的劝说下才冷静下来。这一琢磨，还不能答应得太爽快了，还得推推拉拉一番，这样才显得官府是真的在吃亏。不行，多一个子儿我都不加，不加。哎，小公子，要不就再加一点吧。等你建造了港口，那地方就是价值连城啊。是啊，是啊。哎，还是算了吧，我对这海里也不熟悉，这万一亏了怎么办？我还是去丰州弄丝绸吧，你们就别拖拖拉拉了。就一个字，能卖还是不能卖？不能卖也就什么都别说了。哎，小公子，等等，卖，现在就可以签契书，一旦签订，不可反悔。15万呐，就15万吧。这小公子就是年轻气盛，一个唾沫一个钉，还是别拖拉，免得把人耗走了。现在就签，马上就签，含泪血证10万两。行吧，那就签吧。一边安城安烈还在忽悠，螃蟹大的有脸盆那么大呢，含泪血证10万两。行吧，那就签吧。一边安城安烈还在忽悠，螃蟹大的有脸盆那么大呢，什么海刺、海参等等，多得不得了。苏小璐就像是个大傻子，眼冒金光。真的吗？那太好了！傻里傻气的签下了契书，然后交银票，把契书收好，看似揣入怀中，实则收入空间里。苏小璐已经嚷嚷的要求安城安烈带他去抓了。3个人乐呵呵的出官府。梁一之和师爷送着出门，看着他们背影越走越远。大人，你说这小公子哥要是发现被骗了，来找咱们闹怎么办？哼，敢！拿这当什么地方了？有的他想要回去就要回去，这做生意哪能没风险？有稳赚不赔这样的好事，大家都去做生意了。哼，敢！拿这当什么地方了？有的他想要回去就要回去，这做生意哪能没风险？有稳赚不赔这样的好事，大家都去做生意了。要怪也是怪他自己傻，没脑子。走远了之后，安烈才拍了拍胸口。啊，师傅，还好没露馅儿。那地方本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有冤大头想买，关老爷巴不得卖了，只不过是想瞌睡，正好有人送枕头而已。好了，事情办好就行，官府的人会去确定海域，咱们也可以出海了。成，那咱们晚上就出海啊。好，你们去买几样东西放在船上，晚上咱们就出海。苏小璐回到小院，吴老头在院子扎马步，归由严苛的教导。看见苏小璐回来，吴老头脸青一阵白一阵，真是丢脸死了！黄土都埋脖子了，还要习武，还要在徒弟面前扎基本功，哎，丢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归由严苛的教导。看见苏小璐回来，吴老头脸青一阵白一阵，真是丢脸死了！黄土都埋脖子了，还要习武，还要在徒弟面前扎基本功，哎，丢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师傅，归由师傅，我们晚上就要出海了。我租赁下的那一片海域，10年，那一片海域就都是我的了。苏小璐一边把钱盒子还给吴老头和归由，那这是剩下的。吴老头看了归由一眼，我能休息了吧？不行，再站1个时辰。小陆丫头，陪我练剑。老的逃不过，小的也别想逃。苏小璐拿了剑来，师徒2人交手，身影都起了重影，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吴老头都看傻眼了，心里只有一声感叹：丫头真厉害！要是换了我，3招之内，归由就得跪着求我，不要死喽。1个时辰过后，吴老头就地坐着休息。苏小璐也有些精疲力尽，他走到吴老头身边，用内息抚慰老头。几转内息下来，吴老头精神就恢复了。吴老头很欣慰，没白疼这丫头。
龟游去收拾了东西，天快黑的时候，安烈和安成来了，看见龟游和吴老头，他们恭敬地打招呼：“龟游师傅，我刚才忘记说了，我收了个徒弟，就是他，叫安烈。”苏小璐扶着吴老头，一边走一边说。吴老头眼神瞅过去，安烈被打量，抿着唇，保持沉默，不躲不避。两位师傅都不喜欢他说太多话，那他就也只有如此了。龟游师傅，他根骨挺不错的。你高兴就行，不用经过我同意。每个人的剑道都不一样，虽同源，但不同道。苏小璐的小心思，龟游看明白了。谢谢龟游师傅。有龟游这句话，他就安心了。谢谢龟游师傅。有龟游这句话，他就安心了。在教安烈这件事上，苏小璐不会心慈手软。安烈习武的起点本就落后，后天不严苛努力是不行的。上了船，吴老头和龟游就钻进了船舱房屋休息了。船离开港口，安城就开始掌舵，苏小璐就让安烈练习基本功。船上没有木桩子，那就金鸡独立，一站就是半个时辰。安烈没想到习武这么辛苦，站着一动不动最折磨人，实在是痛苦。苏小璐站在甲板上，为师给你一个忠告吧，觉得痛苦就放空思绪，运转内息或者冥想都可以，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腿脚上。想当年他自己站桩子，那也是痛苦不已，如今收了徒弟，看着徒弟吃这样的苦，心里有种变态的爽感。海风咸湿，灵气浓郁，海面的灵气在日益浓郁。苏小璐也不浪费，就地而坐，就开始吐纳灵气，运转内息。苏小璐也不浪费，就地而坐，就开始吐纳灵气，运转内息。天黑了，安城钓了鱼做晚饭，新鲜钓上来的鱼随便蒸熟就很鲜美。晚上，安城和安烈都在钓鱼，苏小璐则是磨药材。第3天到达那一片海域，是个艳阳天。苏小璐将准备好的药粉和入一桶鱼块里面，顿时腥味蔓延。安烈提着桶把鱼饵倒入海中，没有等多久，鱼竿的铁索就狠狠一沉，剧烈的挣扎，海面的浪都被它掀起来了。这是一条巨大的龙鱼，和前几天钓上来的那一条不相上下，力气很大，也很凶狠。但在药力的作用下，拉动钩子没多久就昏死了，只能任人宰割，被拉上岸。龟游手起剑下，一剑斩断了头颅，龙鱼的身体扭曲起来，不多时就渐渐安静下来。苏小璐立马对安城说道：“再帮忙，就地提炼了。再帮忙，就地提炼了。”钓龙鱼，吴老头和龟游还有安烈就足够了。安城点头，他是不知道苏小璐要做什么。当看见苏小璐让他生火，他才反应过来。哎，夏公子，您让我们买这几口大锅，就是为了这个吗？这龙鱼咱们不用带去岸上，就在海里把精华提炼出来，到时候喝灵液就行了。吃肉占肚子，人能喝下几斤灵液，但却吃不下一条龙鱼。安城也不傻，很快就明白了苏小璐的意思。安城更有干劲了，几口大锅都装得满当当的。几个时辰过后，也只有3斤灵液水提炼出来。安烈亲眼看着苏小璐用瓶子分装好，一共30瓶，他分得3瓶。那些鱼肉渣则是直接倒入大海，被那些小鱼小虾分食干净。而船甲上还有2条龙鱼等着提炼。苏小璐和安城又忙碌起来。天亮的时候，所有的龙鱼都被提炼成灵液了，又得了50瓶。安城又分得了5瓶。天亮的时候，所有的龙鱼都被提炼成灵液了，又得了50瓶。安城又分得了5瓶。没有龙鱼上钩，大家都回房休息了。安城细细地品尝灵液，他把灵液分了3瓶给安烈。小烈，喝吧。小叔，你喝吧，师傅也给我了，我分得了5瓶。哼，你师傅对你不错呀。苏小璐给吴老头和龟游一人20瓶，灵液香甜好喝，一下子喝这么多，会像是喝醉酒一样有困意。苏小璐喝了2瓶就不喝了，其他的全收入空间放着。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吐纳内息，运转内功心法。在海面修炼真的是事半功倍，灵气直往鼻子里冲，
身体都变得轻盈。天亮了，睡了一晚后，大家都精神十足的起来。吴老头嚷嚷着臭，他浑身都排出黑乎乎的汗液，非常的臭。大家都有，只是有的少，有的多而已。洗漱一番才能坐在一起。又垂钓了半天，没有龙鱼上钩，有一些小鱼上钩。苏小璐都收集起来提炼。小鱼不同于龙鱼，能提炼的灵液少之又少，几十条都提炼不出半瓶，还浪费柴火。师傅，我水性好，我下水去看看海下什么情况吧。师傅，我水性好，我下水去看看海下什么情况吧。你下水看看，有任何不好立马回来。安烈点头，他在海边长大，水性好是天生的。这么长时间都钓不到一条龙鱼，显然情况有古怪，下去看看也好。龟游给了他一把匕首。谢谢师公。龟游皱了皱眉头，他就成师公了？算了，他也懒得和安烈多说话，随他怎么叫吧。安烈下海了，他手里拿着匕首，像是一条鱼一样灵活。深呼吸一口气之后，就一鼓作气地沉入海中。看清楚海里的情况之后，安烈吓了一大跳，他连忙回到船上。师傅，海下面有很多龙鱼，它们围着船转，但不咬钩不吃饵。他看到的时候都觉得背脊发寒，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怕。他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鱼，多的他看一眼都头皮发麻，因为根本就数不清。难道这玩意儿还有智力，知道吃了会死，所以不吃？难道这玩意儿还有智力，知道吃了会死，所以不吃？那就先不动，休息一天，明天再看看。晚上的时候，苏小璐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她每天都在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出现消失的古生物。她思绪放开，有什么东西就快抓到了。相融。当脑海浮现这个词的时候，苏小璐一下子顿悟了。两个世界相融，两个不同维度的空间相融，融为一个世界，这就是世界变化的原因。在这个世界，灵气已经枯竭，人们习武只会有内劲，但不可能修炼得到的情况。苏小璐想着就觉得胆寒，如果有修仙者，那他们的实力又该是多强大。过了一晚，第二天又下了鱼饵，没等多久，龙鱼就上钩了。有鱼上钩，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这说明龙鱼没有多大智慧。后面不再上钩，可能是闻到了同类血腥之气什么的。在斩杀的时候，龟游就换了方式，不放血，直接刺破心脏绞碎。在斩杀的时候，龟游就换了方式，不放血，直接刺破心脏绞碎。换了这个方法之后，钓上来的龙鱼数量就多了。大锅一直没停，龙鱼的灵液到最后直接用大缸子装。天快黑的时候，钓上来一条，看见这条龙鱼，安烈就崩溃了，拿起棒子就捶打。他眼里泪水汹涌，鱼尾部的伤痕刺眼，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那一条。他发泄完了，擦了擦眼泪，对龟游和吴老头道歉：“两位师公，对不起，前不久我爹葬身就是因为这一条龙鱼，我才看见他，我一时没有控制我自己。”想着葬身大海的父亲，安烈眼里闪着泪花。天意有时候就是这样，总是不遂人意。如果当时他们捕捉龙鱼也能这么轻易，该有多好啊！可惜他们父子当时没有这样的气运。龟游和吴老头看了看安烈，没说什么。龟游把剑递给了安烈：“你来。”事已至此，已经发生的谁也改变不了。这条龙鱼最终还是被钓上来了，由安烈亲手了结它。龟游把剑递给了安烈：“你来。”事已至此，已经发生的谁也改变不了。这条龙鱼最终还是被钓上来了，由安烈亲手了结它，也算是报个仇。说是报仇，也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安烈刺死了龙鱼，泄愤地把龙鱼肉抬去锅里，已经收了鱼竿。安烈静静地在甲板上坐着，海风早已将他脸上的泪痕吹干了。安城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肩膀，什么也没说，在他身边坐下。
今天收获非常的大，是昨天的2倍。安城分给安烈灵液，安烈没动，安城就一瓶一瓶的喝着。这灵液里带有巨大的能量，喝了根本不知道饿，更何况他喝下去这么多。苏小璐把灵液熬好，已经有上百瓶了。苏小璐拿出小炉子，决定将灵液再次提炼压缩。她要把它们凝聚成一粒一粒的药丸，这样更好存放。苏小璐拿出小炉子，决定将灵液再次提炼压缩。她要把它们凝聚成一粒一粒的药丸，这样更好存放。吴老头喝了一些灵液，在龟油的监督下，开始了每天练武的痛苦时候。安烈有心事，看着反容易许多。他思绪不在身上，人跟木桩子一样，一站就一动不动了。练半个时辰，就喝一些灵液去睡觉。苏小璐守着药炉子，一直观察火候。一整个晚上，船舱都有着淡淡的香味，这香味闻着就让人心旷神怡。最后，所有的灵液都重新提炼成了药丸，一粒一粒的被苏小璐装在瓶子里，然后存放在空间。天亮了，苏小璐才打着哈欠去睡觉。这天休息，这片海域都是他的，这些好东西完全可以慢慢来。在海面上待了半个多月，3月下旬的时候，苏小璐已经有了上百粒药丸。安城的腿已经长到膝盖位置，截面非常的光滑，看着根本不像是残疾的样子。每一寸长出来的腿，骨头、血络什么都不缺。安城的腿已经长到膝盖位置，截面非常的光滑，看着根本不像是残疾的样子。每一寸长出来的腿，骨头、血络什么都不缺。已经好几天了，安城的腿没有再继续长出来。安城从一开始的担忧失落，到最后平稳接受。他的腿没有继续长了，龙鱼带来的效果最终达到了一个这样的饱和状态。安城请求苏小璐也帮他把灵液提炼成药丸，他吃了不再有用，他就不吃了，这些拿来卖能是很大一笔钱。龙鱼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安烈从海里冒出来，苏小璐拉他上岸后问道：怎么样，下面什么情况？今天钓了半天才上钩1条。师傅，已经没几条了，之前还不觉得，昨天我明明记得嗨过10多条啊，今天才钓了1条，下面能看见的就只有3、4条了。他们肯定去别处了，但也奇怪，怎么以前不走呢？师傅，已经没几条了，之前还不觉得，昨天我明明记得嗨过10多条啊，今天才钓了1条，下面能看见的就只有3、4条了。他们肯定去别处了，但也奇怪，怎么以前不走呢？安烈想不通这个问题，没有龙鱼可抓了，那他们买着海域岂不是亏大了？那么多的龙鱼跑了出去，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苏小璐倒是平静，拿了帕子给安烈。没有就没有吧，明天再钓半天，要是没有反应，那我们就回去了。龙鱼的分散离开，苏小璐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2个世界的融合又近了一步。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融合好，但做好准备总是没错的。到了晚上，又钓上来1条龙鱼。提炼制药之后，苏小璐就回房睡了。半夜的时候，苏小璐明显的感觉到船在颠簸，隐约的还有一种宛如小儿啼哭的声音。半夜的时候，苏小璐明显的感觉到船在颠簸，隐约的还有一种宛如小儿啼哭的声音。她轻声起身下床，出门查看。嘘！安城在示意她不要发出声音。安城的耳朵非常的好，自从服用龙鱼提炼的灵液后，他不但腿长出来了，耳朵也更灵敏了。只要他想，能听到很远的地方。海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再清楚不过了。苏小璐也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她安静下来。船身颠簸弧度很大，等渐渐平稳之后，安城才看着苏小璐开口：小公子，海里有一个巨大的家伙，非常凶悍。海里出了海浪，还有他大开杀戒的声音。安城有些心惊胆战，这就是听力大的可怕之处，能听到海水翻涌的声音，更能听到海下面捕食者捕杀撕裂猎物的声音。他也是被动静吵醒，听了之后更睡不着，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巨大！
苏小璐一问，捕食者捕杀撕裂猎物的声音。他也是被动静吵醒，听了之后更睡不着，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巨大。苏小璐一问，他不知道安城形容的这个巨大到底是有多大。安烈心有余悸。哎呀，小公子，那起码有9楼那么大，不然他制造不出来这么大的动静。只是游过就能让海面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他根据经验猜测而得。小公子见过那黑背白腹的大鱼吧？刚刚游过去那东西起码是他2倍大。安城不知道苏小璐能不能想象，反正他是吓坏了。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安城敢说他下海这么多年从没有遇见过比黑背白腹部大鱼更大的海鱼，哪怕未能见面都能把他吓得冷汗连连。明天观察一下，我们先回去一趟。苏小璐皱起眉头。安城说的大鱼是蓝鲸，是后世已知海洋里面最大的生物，但安城说至少比他还要大2倍，那得是多大？我天！大惊小怪。说着，吴老头自己走上前一看，也吓得脚步踉跄了一步。昨晚发生了什么？这海面上竟然浮起许多各种鱼类的尸体，大的小的不等，实在是太多了，全都翻白，有一大片，但凡看见都得大吃一惊。龟游沉吟了一会儿，拿长钩来，把那龙鱼拉上来看看还有没有用。说着，龟游又对着安烈，把这海里你不认识的鱼种都捞上来，或者是存在于古老神话的鱼种，看见了都捞上来。虽然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杀死的，但也没有死多久，该有的效果都有，不能浪费了。苏小璐走过来，看见也吓了一大跳，等龙鱼捞上来一看，是被咬死的，锋利的齿痕直接咬断。这些死鱼更像是什么巨型捕食者嘴里露出来的，是被咬死的，锋利的齿痕直接咬断。这些死鱼更像是什么巨型捕食者嘴里露出来的，就像是他们平时吃饭都会掉一些饭粒出来，是一样的道理。苏小璐点了火，慢慢提炼。安烈掌舵，他们开始返航。不对劲，不对劲，这些鱼不是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又有了，而且还这么多？安城一边帮忙捞鱼，一边难以置信的嘀咕：现在才发现，再怎么不对劲儿，还能有你的腿长出来不对劲儿？小子，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吧，这个世界的天变天喽！吴老头忍不住给了一个白眼，这反应也太慢了，这都多少天了才反应过来不对劲儿啊！古老消失的生物又出现，纵然是古怪，但比起残肢重生，那些似乎也算不得什么吧？那我们该怎么办？顺应天意。那我们该怎么办？顺应天意。吴老头抚了抚胡子，人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天有异象，人能怎么样呢？人只能顺应天意。那不是太无奈了？安城顿觉悲凉，他只是一个平凡人，按理说他不该知道这么重大的事情，但他知道了，扑面而来的就是沉重的压力，无形之中压着他，他觉得喘不过气。人不能和天斗，人不能胜天。少操点心，往小了说，天无绝人之路。不管是什么异象，再渺小的东西都有它的生路，更何况是人呢？就算往大了说，天要灭人种，人又能怎么样呢？世界之大，玄妙之深，岂是那么轻易能参透的？有今日一天，那就过好今日这一天。是我过于犹豫了，多谢前辈指导。世界之大，玄妙之深，岂是那么轻易能参透的？有今日一天，那就过好今日这一天。是我过于犹豫了，多谢前辈指导。这么长时间的接触，龟游和吴老头是什么样的性子，他也算摸透了。
他知道他们不爱说话，看上去也很冷傲，但实际上他们非常简单，而且特别的护短。他们不把多余的温柔给不重要的人，但只要入了他们眼，那绝对是心尖尖一样护着。这个外面来的贵公子可真是让人羡慕啊！哼！吴老头冷傲地哼哼两声，不再搭理安城。把鱼类都处理好了，吴老头就去帮苏小璐看火。等着最后一锅药丸提炼出来，把残渣倒入海里，苏小璐才彻底松懈下来。提炼的药丸他已经存了300颗，这最后一锅又出了30颗。苏小璐把属于安城的分给他后，就好好的收了起来。还好回去风平浪静，没有再遇到那可怕的大鱼。苏小璐把属于安城的分给他后，就好好的收了起来。还好回去风平浪静，没有再遇到那可怕的大鱼。回到港口，安烈在捆绑船，苏小璐下船，好久没有站在地面上，一下子还有点不适应，感觉有点头晕。哥哥！一道充满惊喜的声音响起，苏小璐看见了安小欧。他跑了过来，没来得及和苏小璐打招呼，就已经到了安烈身边，抓着他的手，担忧的打量。大哥小叔，你们没事吧？没有遇上那可怕的大鲲吧？你们一去这么久，真的好担心你们。我没事，你和娘都好吗？我和娘都很好，就是很想你和小叔。加上最近这几天，有很多人都说看见了大鲲，许家还有人死了。你们一直没有回来，娘就很担心。这段时间我每天都来港口看，幸好你们都没事。大鲲，小欧，大鲲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一直没有回来，娘就很担心。这段时间我每天都来港口看，幸好你们都没事。大鲲，小欧，大鲲是怎么回事啊？是一种比黑背白腹鱼还大的鱼，有好多出海都遇见了，说大鲲非常的凶猛，随便翻身搅动几下，船都会翻掉。许家有几人丧命，就是因为遇见了大鲲，船翻了。这是活着回来的人说的，到底是多大的海鱼？安小欧没见过。所有出海的人个个都是下水的好苗子，不至于那么轻易被淹死。但这大鲲出现后会翻飞船只，会让海浪凶猛，会让人被巨大的浪涛打晕，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从灾难活着出来的许家人，到现在提及大鲲都还会脸色苍白。他说，人在那大鲲面前就像是蚊子在人面前，是毫无招架之力。哥，还好你们没有遇见，许家那几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安魂。哥，小叔，我们快回家吧。他说，人在那大鲲面前就像是蚊子在人面前，是毫无招架之力。哥，还好你们没有遇见，许家那几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安魂。哥，小叔，我们快回家吧。好，咱们回家。安烈重重点头，然后他看向苏小璐，正要开口，苏小璐就先他一步开口了。你先回家吧，那药可以给你母亲和妹妹吃1粒试试，吃1粒之后至少隔半个月再吃，如果已经饱和了，再吃就不会有什么反应了，你自己看着办。我和2位师傅也要回小院去了，就在这里分开吧。好，多谢师傅提醒，安烈谨遵师傅教诲。安烈郑重点头。苏小璐和吴老头还有归游离开，安烈一家人也回家了。快到家的时候，安小欧才想起来，他们出海是为了捕鱼。哥哥，小叔，接下来你们能不能别出海了？我和娘做一些纺织，也能给家里添一些东西的。哥哥，小叔，接下来你们能不能别出海了？我和娘做一些纺织，也能给家里添一些东西的。安小欧并不在意出海归来的收获有多少，他在意的是家人的平安。加上如今海里又有大鲲，再出海打鱼真的是太危险了。一旦遇上大鲲，能生还简直就是奇迹。这次我们回来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就不失落吗？知道是打趣，安小欧还是擦了擦眼角，他摇摇头。不失落，娘也不失落，只要你们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好。如今他身体也好了，娘眼睛也好了，他们可以做纺织，
还能在沙滩上挖一些贝类，找一些螃蟹什么的卖了。日子就算不富裕，也不至于饿肚子。一家人能平安的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先回家再说吧。安城微微笑了笑，他这辈子又倒霉又幸运，至少不管什么时候，任他多落魄，总会有一个地方永远是他的容身之处。他这辈子又倒霉又幸运，至少不管什么时候，任他多落魄，总会有一个地方永远是他的容身之处。不过他们这次可不是没有收获。娘！听到动静的安母也从屋内出来，看见安烈和安城，他松了口气，慈祥的眼神落在两人身上，看了又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进了家门，安母就给两人盛米粥。来，先吃点东西。等安烈、安城吃着米粥配凉菜。小烈、小城，海里如今不消停，不若以后就别出海了。娘想过了，安家不是想要渔船，你就卖给他们，我们一家安置一些地，过平淡的生活，怎么样？他失去过重要的亲人，他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绝望灰暗滋味，所以他再也不想体验那种滋味了。安烈和安城都一顿，安城先放下了碗筷，他撩起了裤腿。大嫂，天有异变了，这次出海我们得到的可能是安家祖辈打鱼都换不来的东西。大嫂，天有异变了，这次出海我们得到的可能是安家祖辈打鱼都换不来的东西。我和小丽有机会变得更强大，所以我们不想退缩，不想为鱼肉，只想为刀俎。没有什么比他长出这半截腿更让人震撼。阿母在看见他腿的那一刻，所有的言语就丧失了。他颤抖地捂着嘴巴，半天都回不过神来。慢慢的，他才接受了这个惊骇的现实。是啊，他的眼睛能复明，女儿的心疾也能好，这神迹早已显露。天有异变，所以才有那大鲲出现。安小欧也是惊骇的失语了，好半天之后他开口：小叔的腿是不是能长出来了？安母也震惊地睁大了眼睛，残肢重生，这是多逆天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都会出现，那他们所处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不敢想象，难以想象。娘，小欧，天有异变，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但现在有机会在面前，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这次回来，我们也得到了很大收获。我师父年纪虽然小，但他比这里所有人都要厉害。我师父年纪虽然小，但他比这里所有人都要厉害。这龙鱼，他呀，轻轻松松啊就抓了。安烈拿出一个瓶子，倒出2粒黑色的药丸，给安母和安小欧一人1粒，示意他们吃下。娘，小欧，这是龙鱼灵液提炼的丹药，小叔啊，就是吃这个腿长出来的，我的身体也更好了。你们吃了，从现在起，咱们一家人都要习武。我知道起步很晚，但练一些，有些底子，也比什么都不会强啊。安母和安小欧吃下丹药。好，听你们的，只要你不嫌娘笨，娘啊就一定会用心学。哥，我也会努力的，我也想变得强大，将来我也能保护哥哥。好，咱们一家人，一辈子也不分开。安城拍了拍安烈肩膀。哼，你想留小欧当老姑娘，也不看看大嫂同不同意啊？啊？你想留小欧当老姑娘，也不看看大嫂同不同意啊？啊？安小欧不好意思地红了脸颊，安母笑着没说话。苏小璐和龟友、吴老头回到小院后，苏小璐就拿出一个药瓶子。龟友师傅，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说吧。龟友师傅，我想请你把这瓶龙鱼提炼出来的丹药送回京城里，给我爹和哥哥们吃，交给我2哥就行，我会写信一同带去的。到时候苏华看了信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龟友猜测的没错，他拿着瓶子掂量掂量，然后放入怀中。谢谢龟友师傅。苏小璐欣喜的鞠躬，他还要留下来，还要出海，所以他不能亲力亲为。吴老头嘛，武功不高，龟友就是唯一的最适合的人。我去这一趟，往返至少5天，这5天，老头的根基
你盯着，不能松懈了。我不在，你就暂代我身份。你要是心软松懈了，我回来双倍惩罚。我不在，你就暂代我身份。你要是心软松懈了，我回来双倍惩罚。双倍？那我还有命在。所以你不要偷懒。你是什么朋友？我要和你划清界限，绝交。绝交？哼，你说了不算。吴老头气呼呼的，哀怨的看天。他都快入土了，变什么天呢？搞得他一把年纪了，还要受苦受累的学，而且这还不学都不行呢。请龟油师傅放心，我一定好好监督师傅的。去写信吧。苏小璐立马回房去写信了，写好信交给龟油，然后就做饭吃饭。吃了晚饭，龟油就去取了马离开。晚上的时候，苏小璐就开始监督吴老头练习内功。这段时间，吴老头内劲也有气了，但练功总是辛苦的。他悠悠的叹气：“师傅，你怎么了？是手疼还是腰疼？”这段时间，吴老头内劲也有气了，但练功总是辛苦的。他悠悠的叹气：“师傅，你怎么了？是手疼还是腰疼？我给你用内劲舒缓一下。”吴老头哼唧了好几次，苏小璐眼里都是关心，但他不会同意吴老头说的不练了。反正就这几天，桂油根本看不出来。没进步也是正常的嘛，任凭吴老头怎么说，苏小璐都是一个不答应。他有求必应，想休息那就不可能。吴老头翻了个白眼：“臭丫头，我可是你师傅，你听不听我的？”师傅，没有练功的时候你是我师傅，现在在练功，我就是龟油师傅的替身，咱们的身份不一样了。现在我不能听你的。师傅要是很累的话，那我就给师傅舒缓一下，提一提精神，或者师傅吃一吃丹药也可以啊。吴老头翻了个白眼，闭上眼不想搭理苏小璐了。丫头这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或者师傅吃一吃丹药也可以啊。吴老头翻了个白眼，闭上眼不想搭理苏小璐了。丫头这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她还是省点力气吧。那丹药在海上那么久，这对于她来说已经饱和了，吃了也是白吃。如果吃丹药就可以不用付出努力，那他绝对当饭吃。事实证明，哪怕是变天，人想要强大，该付出的还是要付出，该走的路也是一步都不能少。灵液丹药只能让这条路走得轻松一些而已。到了子时，一天的练功就结束了，苏小璐也回房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开始监督吴老头练习基本功。让他站桩是不能了，但扎马步、手拿石头还是可以的。金六前来开门，看见的就是这么个场面，他顿时就傻眼了。金六，是他有什么事情吗？苏姑娘出海多日未归，主子挂记你，所以每日我都会来看看你回来了没。苏姑娘要是有空，可否跟我回去一趟？主子正好也有事情找姑娘。苏小璐看了看吴老头：“师傅，那我先出门一趟，你可不要偷懒哦，偷懒的话双倍加练。”苏小璐过去，在吴老头身边做了个记号。吴老头脸色铁青：“臭丫头，你给为师等着！等他恢复了师傅的身份，一定要好好收拾丫头。”苏小璐笑了笑，然后和金六离开。金六都不敢多看吴老头几眼。出门之后，他抓了抓头：“苏姑娘，你们师徒之间还真是让人惊讶。巫神医是出了名的冷漠，就算是对皇后也是臭脸啊。”我是师傅唯一的徒弟，师傅疼我。我是师傅唯一的徒弟，师傅疼我。从小就疼他，还是他出生的时候，吴老头对他都比常人温和。师徒两人的缘分从他出生就开始了。老头本不是个好心泛滥的人，却在当年愿意收留他们一家。他对他的喜爱从那时候就有了。当年他也曾偷偷地戳戳他的小脸蛋儿，多看他几眼。这些都是因为疼爱。成为他徒弟后，那更是老头的心肝，他就是唯一的。看得出来。到了宅院，苏小璐先看了周至。周至这段日子安心静养，看上去气色不错。来，先看脉。苏小璐在周至对面坐下。小璐，出海还顺利吗？近来这海里出现了大鲲，下次要出海我们一道吧。所捕捞的东西呢各不相干，我就是想大家一起能更安全点。
你的身体稳定了，鱼肚也在一个平衡状态。我可以看看你的腿吗？你的身体稳定了，鱼肚也在一个平衡状态。我可以看看你的腿吗？它们现在是不是很圆滑？视线相对，周芷移开视线，一时间心慌意乱。他并不想在苏小璐面前露出双腿。不看也行，那我问你一些话，你如实告诉我，总可以了吧？小璐，抱歉了。它的洁面是不是圆润光滑，就像是我们正常皮肤这样？是的，那次你给我吃了那些灵液之后，腿长了一些，洁面就成了光滑的了。或许因为身体有毒，它们是黑紫色的。小璐，我的双腿会长出来的，对吗？嗯，是的。如果你获得足够多的能量，你的双腿就会重新生长出来。我知道这违背了自然定律，但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天生异变，星象也有异样。世界是玄妙的，关于这异变，我做了一个猜测。小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或许有很多个像我们所处的世界一样的世界，每个世界呢并不相连，互不相知，除非发生了某种异变，两个世界隔离的壁垒会被打破，两两相融，成为一个更大的新世界。两个世界隔离的壁垒会被打破，两两相融，成为一个更大的新世界。我们现在的世界，天下已经是没有什么灵气可言了。那些御剑飞行的奇幻，只能从画本子里看见那些古老的、神秘的、奇幻的故事。或许曾经都是真实的，就像是再过千百年，我们如今所处的朝代，有可能会被历史流传下来，也有可能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小璐，青海出现的那些鱼种，有的正是那些古老奇幻记载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世界就如同我们的世界的曾经一样，两个世界相融，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那个世界有所谓的仙人，我们或许会变得很艰难。周芷思绪沉远，他极其聪慧，智慧过人。这样的事情对别人来说或许会慌乱，会害怕，但对于他来说，他却是期待的。你说的很对，你的猜测要不了多久就会验证，但我更相信，即便艰难，人也能渡过去。不要小看区区肉身，人很脆弱，可也坚韧不拔，就像是野草，总能够艰苦的生存下来。人很脆弱，可也坚韧不拔，就像是野草，总能够艰苦的生存下来。或许再过很多年，人就不用内境也能在天上飞，不用近身赤膊也能打仗，或许还会飞出世界，在浩瀚的星空生存。进步和发展是无极限的。是啊，真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候。他觉得苏小璐就像是一个太阳，他就站在那儿，他都会被他身上灼灼的光芒吸引。长生，苏小璐脑海冒出这个词，他笑了笑，没说什么。人以后会不会长生，他不知道。反正他上辈子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做到长生。小璐会想要活很久很久吗？就亲眼去看看后世的模样那么长久。我不想活那么久，人生100年就足够了。当下的模样就是最好的，后世的模样自会有后世的人替我去看。活得太久未免就好，因为想到长生，他想起了上辈子曾经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位老人活了100多岁，他的所有亲人都已经离世了，他是那么的孤独。一位老人活了100多岁，他的所有亲人都已经离世了，他是那么的孤独。后来他不想再活下去，就那样饿死了自己。活得太久其实没有什么好，亲友不在，世上繁华都将他关在门外，心灵没了归属，又有什么意义呢？若是和喜欢的人相知相伴一世，那便是50年也无憾了。苏小璐点头，终止了这个话题。临走的时候，苏小璐答应了和周芷结伴出海，约定明天晚上出海。毕竟现在的海面不平静，有凶悍的大鲲，人多一些也好有个照应。苏小璐回了小院子，原本很安静的小院子，他一到家，吴老头就哼唧起来。哎呀，手要断了，我的老腰啊！苏小璐哭笑不得，老头就是嚎叫的厉害，他绝对不会心软的。但练功结束后，他会和曾经的龟友一样，以内息去缓和老头的疲累。晚上的时候，苏小璐买了一堆药材回来，一边监督老头练功，一边收拾药材。安烈过来了一趟，看看苏小璐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师傅，要不我留下来吧？安烈过来了一趟，看看苏小璐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师傅，要不我留下来吧？实在是不行，我给你做晚饭也行啊。安烈找不到留下的理由，
他摸了摸脑袋，想起了苏小璐煮饭上面是一团糟，他顿时灵光闪现。苏小璐沉吟了，这真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那好吧，你留下来帮忙做一些杂物，练功上也不可荒废了。这个可是一天都停不得的，知道吗？在功底这件事上没有捷径可走。安烈点头，他不怕吃苦。吃了晚饭练功，安烈满头是汗水，面目都有些狰狞了，但他一点也不喊累。苏小璐在磨药捣药，偶尔看着他们这边，发现今天的老头也很安静，没有哼唧。苏小璐突然觉得把安烈留下也不错嘛，这不就激起了老头争强好胜的决心？哼，一生要强的男人呐，是绝对不会服输的。苏小璐守着药炉子，时不时往里面加一些东西。子时一到，苏小璐守着药炉子，时不时往里面加一些东西。子时一到，可以了。安烈浑身瘫软的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想动。吴老头白了苏小璐一眼，无声的传达：“臭丫头，还不快来扶我！”之前安烈也练功，但又没有站一块儿，他也不知道这小子这么能，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叫唤了。这该死的胜负欲！苏小璐眼疾手快的把老头扶进屋子，吴老头就绷不住了：“哎，快，把为师那老虎膏拿来！哎，这老胳膊老腿的都要敷上才行。哎，丫头啊，下回叫你那徒弟换个地方练去，为师这把骨头禁不住折腾。”吴老头无奈道：“这要面子，一次两次就算了，多了根本就挨不住啊。那龙鱼丹药是灵丹妙药没错，但他毕竟年纪大呀，再怎么返老还童，也比不过真正的年轻小伙子。但他又不想在徒孙面前失了威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一起，各不相干。”他给吴老头敷上药，老头又喝了一杯酒，很快就睡着了。最后用内息舒缓老头的经络，才回房休息。第二天早上，苏小璐继续收拾药材，安烈在屋内练功。内息和基本功都要，他除了有事情的时候都在练功。安烈认真积极，不需要苏小璐严苛，他自己就会做到。苏小璐就专门监督吴老头。吴老头一脸苦瓜色，但怎么都没用。下午的时候，苏小璐让吴老头休息了，做个准备，晚上继续出海。下午的时候，安烈准备了一些干粮，在海上老是吃鱼也会吃腻，所以要准备一些干菜，还有米面等等，还可以烙饼，一些拿出来就能及时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安城过来会合，几人一起去码头。路上看见周芷，安城有些警惕，他看向苏小璐：“那是冥王，是我朋友，一起出海的。他们有船，咱们结伴而行，各不相干，不会离太近的。”安城只是惊讶于他们之间竟然认识而已，看着还挺熟，是交好的人。也就是说，这个贵公子苏撸要是想出海，根本就不用求人。安城看了看安静跟在人身后的安烈，心里暗叹，他们安家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多大的福气，才有这样的好报。心里暗叹，他们安家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多大的福气，才有这样的好报。上了船，安烈就去掌舵了，安城辅助。苏小璐站在甲板上，吴老头一上船就进船舱休息去了。随周芷出海的一共有4艘船，保持着不远的距离，和苏小璐所在的船只前后而行。周芷坐在木轮椅上，对苏小璐招了下手。他带着的人几乎都是熟面孔。苏小璐招手回应，他随意挂了鱼饵，做个姜太公，愿者上钩。这样行事一般是不会上鱼。但苏小璐运气不错，出行不远就钓上一条，是一条白鱼，有3斤多。如今的白鱼似乎越来越泛滥了，不用到远海海域就已经能遇见白鱼了。苏小璐把鱼放入桶里，继续下钩。海风咸湿，灵气充盈，深吸气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应该是临近2个世界相融的临界，所以海面的灵气比陆地更充足。苏小璐又钓上来几条白鱼，半夜的时候，安烈把它蒸熟当做宵夜。苏小璐又钓上来几条白鱼，半夜的时候，安烈把它蒸熟当做宵夜。
吃着白鱼，安城嘀咕：“这么好吃，又和龙鱼一样的气息，难怪那些人会疯狂垄断这些东西啊！”说起来，安城还是第一次吃白鱼，味道鲜美，和龙鱼有一样的气息。是啊。吃了鱼，安烈到甲板学苏小璐吐纳气息，安城也学着吐纳。他现在残疾，练武是练不了。吃了那么多丹药，他也知道如今海面连空气都是宝物，多吸几口总没错。就这样修炼内息吐纳，一做就到天亮。首先，他依然是要回到他买下的海域去看看，如果有龙鱼，就先收拾龙鱼。周至的人随和，垂钓和下海，能捞上来不少好东西。主子，要不要给苏姑娘送一些？送吧，多关注海面。她现在做男装打扮，记得叫她苏公子。她现在做男装打扮，记得叫她苏公子。金武点头，他用小船过来。苏公子，主子的一点心意，你笑纳。谢了。安城看了一眼，好家伙，都是名贵之物，都是一群能人呐。即便是平常时候，这些东西在海里都没那么好得。安城也有心交好。大坤喜静，看见他的时候不要发出任何动静。那激起大坤发怒的事情，几乎都是因为他在捕猎的时候听到了人异常的声音。多谢提醒。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至于安城是怎么知道的，金武也不便多问，人家有人家的底，能好意提醒就很不错了。仔细一想，那几次大坤袭船，船上的动静都不安宁。金武看了苏小璐一眼，苏小璐点头：“我们上次遇见过，只是当时是晚上，没有查看。第二天通过一些状况判断，后来回港了，听到大坤的传闻，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擦肩而过的是大坤。但是在深夜没有人声，大坤捕食并没有攻击我们的船。”好，多谢，我这就回了。但是在深夜没有人声，大坤捕食并没有攻击我们的船。好，多谢，我这就回了。这么重大的消息，他得赶快回去禀报给主子。安静不遇袭，吵闹的都被袭击了，这是非常明显一个规避大坤攻击的条件。金武回去了，苏小璐把桶交给安烈，安烈笑着提下去处理。金武回到船上，就把消息禀报给了周至。通知下去，尽量保持安静，不要喧闹。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轻声点说。纵然他很想捕捞那大坤，但更重要是他们自己的性命。现在海中有灵气的鱼类很多，并不需要去冒险。他静坐在甲板上，沉静下心，运转着内息吐纳，灵气如此充裕，多吸这几口气都能抵一次食补了。夜晚降临，周至看见不远处的船只，甲板上烧起了炭炉，他微微勾唇笑了笑。时刻紧跟着他身边的金四看见了。主子，咱们要不要也做点烤鱼？主子，咱们要不要也做点烤鱼？只要苏小璐在，周至的心情总是能很好，在他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得到。周至素来胃口浅淡，但和苏小璐吃饭，他总能多吃一些。现在那边吃烤肉，周四觉得周至可能也有食欲。不用，自己吃不一样。他安静地看着那一边，心中有些情绪。他和他不一样，他们不在一条路子上，所有的缘都是他强求来的。周至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退远一点。另一边的苏小璐和安烈等人就着炉子，安烈大展身手，给烤鱼刷上调味剂，味道噌一下就出来了。从小生活在海边的人，对海物的处理总是得心应手。知道苏小璐喜辣，安烈还带了辣椒粉，调味后香味就出来了。大的蟹腿外焦里嫩，烤鱼也是，鱼皮有些微焦，沾满了调料，里面的鱼肉洁白鲜嫩。吴老头一人就能吃一条烤鱼，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偶尔还能和吴老头敬一个。吴老头喜欢喝酒，就算平时对安城冷淡，喝酒的时候脸色也都缓和了些。苏小璐看了看对面船，安烈，把这个烤鱼和蟹腿给我，我送过去给他尝尝。安烈点头，用盘子装好。苏小璐端起盘子，轻身一跃，足尖一点就飞身而去。安城都惊呆了，他知道有人功夫很高，但轻功他真的是第一次见。安烈一脸崇拜和期望，
师傅好厉害，将来我也要成为师傅这样的人。吴老头傲娇的抬头，得意的哼哼两声。丫头无论做什么都有天分，学医是，习武也是，真给她长脸。周芷看见苏小璐飞身而来，幽深的眼眸浮出了点点笑意。来尝尝我徒弟的手艺。你徒弟？那就是那个少年人，是我收的徒弟，叫安烈。竟然是这样。是他多虑了，只是徒弟而已。怎么样，他厨艺不错吧？厨艺非常好。他浅浅微笑，让苏小璐只感叹妖孽呀。周芷的骨相非常好看，眉目深邃，鼻子挺拔，眉峰如尖，看上去羸弱却又有几分英气，是非常好看的男子。苏小璐想着他常年素胆，恐胃口不太好，吃这么辣会难受。他拿出一个小瓶子递给周芷，喏，养胃的，你胃口不太好，吃一些辣能开胃，如果吃辣感觉胃不舒服，就吃这个药。今年冬天解毒会更难熬，你多吃一点，长胖一些更有利。好，谢谢小璐。我先回去了，才吃完饭，你可以多吸吸这新鲜空气，这带着灵气，对身体也是极好的。苏小璐转身，足尖一点，跃上船栏，运气轻身飞跃回船上。看安烈他们也吃好了，安烈正在收拾，苏小璐就让吴老头开始练功了。吴老头神色哀怨，真是累死他了。第3天的时候，就到了属于苏小璐的海域。安烈下水查看。第3天的时候，就到了属于苏小璐的海域。安烈下水查看，海域里外都有看见龙鱼的身影。他上船之后，师傅，有龙鱼，海域内外都有，挺多的。安烈猜测，龙鱼应该就喜欢在这片海域生活，就算感受到危机离开，也不会离开太久。既然有，就开始下鱼饵了。苏小璐这边下鱼饵，周芷他们那边也开始下鱼饵捕捞，各做各的，各不相干。开始捕捞龙鱼了，苏小璐一整天都很忙，忙着提炼龙鱼成灵液，又把灵液提炼成丹药。他们一天能捕捞上来7、8条，这并不是说他们只能捕捞上来这么多，而是因为太多了，苏小璐会忙不过来，所以捕捞上7、8条之后就不捕捞了。该练功的就练功，能帮忙的就帮忙。小公子，他们那边用的方法和你好似不太一样啊。每个大夫用法不一样，巫先生造诣很高。他们那边用的方法和你好似不太一样啊。每个大夫用法不一样，巫先生造诣很高。巫先生擅长用毒，只是用毒，在医上面差了些。他学的全面，放倒龙鱼其实就是医毒两用，在古代是震惊世人，但在现代这个东西叫做麻醉，只是暂时性的麻痹而已。他有2辈子记忆才知道这个东西，巫先生只是这辈子，他也能掌握好用毒，已经是造诣极高的医者。毕竟龙鱼在海下，不可能一动不动让他们失真。哎呀，在我看来呢，你们都是我遥望不可及的人物。安成笑了笑，在认识苏小璐之前，他一直以为海上求存靠的是体力好、水性好，灵活，像鱼一样灵活。但认识苏小璐之后，他知道聪明的头脑和过硬的本事也是缺一不可的生存之道。就算武力不好的医者，也能轻轻松松做他们费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也很厉害啊，你耳力那么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你也很厉害啊，你耳力那么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每个人都有优点，不能用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我和巫先生本来就是学医学毒的人。多谢小公子。安成露出笑意，他的确是被抚慰了。他想，如果他能长出腿来，恢复健全，他就算死皮赖脸的，也要和安烈一起跟在苏小璐身边，跟着他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他能感觉到，在苏小璐身上有莫大的力量，他就是一个太阳。把丹药提炼好，1天也就结束了。回了船舱，苏小璐给吴老头敷上老虎膏，又帮他舒缓经络后，才回自己房间休息。躺在床上，他不由得想，这个时候归游师傅应该到京城了，他给的东西和信应该已经到了二哥手中。他相信二哥看了之后，一定能做出很好的安排。京城里归游造访，苏三郎和赵氏都很意外和惊喜。归游和他们说了许多话，
问了苏虫的事情。到了下午，申时过后，苏虫、苏华都回家来，看见归游，苏虫恭敬的行礼：“师傅。”“我今日前来是受丫头所托，苏华，你跟我来一趟。”“师傅。”“我今日前来是受丫头所托，苏华，你跟我来一趟。”归游单独叫了苏华，苏华没有迟疑，对归游做了个请的手势。归游进了房门，苏华关上门，不等他开口，归游就拿出一封信递给苏华。“哎，拆开看看，丫头给你的信。”苏华接过拆开看信，归游已经拿出一个瓷瓶子放在桌上。苏华看完信：“多谢师叔告知，这件事我已有所了解。没想到小鹿知道的比我多啊，还请师叔帮我给小鹿带2句话。”天有异变，其实这阵子在朝中在民间都开始有传闻了，皇上也很看重这件事，加上明王一直在青海那边，如今是周恒安内，明王治外，兄弟2人相辅相成。天有异变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天下。苏小璐回来的信写得很详细，各种猜测都有理有据，说是猜测，其实就是真相。“好，去吧，我明日就要返回，带个信去没问题。”“好，去吧，我明日就要返回，带个信去没问题。把这个拿好，此物宝贵，薄命所得。丫头相信你的安排，你也莫要让她失望了。”苏华点头，把东西收拾好，贴身藏放。他知道归游的意思，他无需解释，只需要用行动向归游证明，无论他们长到多大，都依然是最亲的血脉亲情。无论什么时候，苏小璐送来的东西，他都不可能随意糟蹋了。晚上的时候，归游是在苏家吃饭的，饭桌上有白鱼。苏华对归游说起，现在的白鱼价格已经低至1尾不到5两银子了。他们家里是吃得起，加上归游来，赵氏想要招待好归游，所以特地买了这名贵之物。归游一如既往吃得很好，让赵氏看了很安心。对于归游，在赵氏和苏三郎心中也是老大哥，他们都希望归游和吴老头能吃得好，吃得好代表合胃口。吃了饭，归游叫苏虫来练了练剑招，苏虫进步很大。吃了饭，归游叫苏虫来练了练剑招，苏虫进步很大，但这一次他明显的感觉到归游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有些吃力，不是归游的对手。点到为止。是不是感觉我实力进步迅猛？苏虫的确有此疑问，他实诚的点头。你有此疑问，应当，这个疑问将会由苏华给你解答。你应该能察觉到，如今吸入肺腑的每一口气都更清新了。苏虫，这是好东西，闲来时候多运转内功，吐纳气息。师傅，小鹿还好吗？哦，丫头很好，勿念。知道小鹿很好，苏虫也就安心了。夜深了，归游回房休息去了。苏虫也洗漱一番后回屋休息。归游第2天一早吃了早饭就离开了。苏三郎和赵氏送他出门口。保重。归游翻身上马离开了。苏三郎和赵氏回家。苏华郑重地对一家人说道：“爹娘，大哥大嫂，我有话要跟你们说。爹娘，大哥大嫂，我有话要跟你们说。”一家人齐齐坐在一起，苏华才把苏小璐写的信拿了出来给苏虫看。苏小璐在信上简单的说了天有异变、灵气复苏的现象，古老物种重现等等。这一瓶子丹药就是其中一种物种，名为龙鱼身上提炼出来的，可医身体残疾病痛，可残肢重生。对于当下这东西，用灵丹妙药来形容都不过分，它就是神药。苏三郎不怎么认字，所以苏虫看的时候是念出来的。苏虫念完之后，苏华没有第一时间说话，因为要给家人一些时间来接受这些信息，不管是震撼的、担忧的、害怕、恐惧还是怎样，都要一点时间反应。过了一会儿，苏三郎沉重的开口：“那咱们这个世界会出现神仙吗？可能会，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华哥，那你安排吧。华哥，
那你安排吧，我们都听你的，咱们一家人总是能一起度过的。赵氏温和地看着苏华，他紧握住苏三郎的手，不管未来会有什么样的风浪，只要一家人能一起就足够了。他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他相信他们。苏三郎也点头，苏崇笑了笑，我没意见。林瑶瑶和孙宝倩心里也焦灼，他们没有插嘴，如果有机会，他们会为自己的母族争取。他们也相信苏华会考虑到这一点。苏华看了一圈家人，那我就说说我的安排和计划。这个瓶子里面是小鹿搏命而得，有50粒丹药，都是小鹿提炼的精华，吃1粒就能够改变人的身体状况。咱们家现在有6口人，虎子叔家4口，大嫂家有师傅师娘，倩儿家目前有4口，宫中有妹妹和大皇子，外曾祖家有5口人。这丹药父母一辈，先1人1粒，然后开始修炼龟由师傅教的心法，循序渐进而来。我们年轻一辈可以服用2粒，半月服用1次，每人每日要保持2个时辰来扎稳武学根基，有剩下的先不用动，待过段时间再看成效。小鹿说了，这个东西吃1粒需要时间吸收。黎瑶瑶和孙宝倩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但他们也是他们父母割舍不了的女儿，他不会让他们陷入两难之地，所以他没让他们知道丹药的真实数量，这只有他知道，即便是苏三郎和赵氏、苏崇都不知道。对于这个安排，一家人都没有意见。林瑶瑶和孙宝倩都松了口气，她们都是聪明的女子，知道苏华做这样的安排其实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苏小璐搏命而得，这个东西就算不分给他们母族，他们也不该有意见，但心里难受是少不了的。很快，苏华就用小瓶子分装下来给林瑶瑶和孙宝倩，让他们带回家去。苏家人每人1粒吃下去，苏华给陈虎一家的交给苏三郎，他则是和苏崇一起出门。苏崇进宫，他则是去齐家。出了门，一起而行。大哥，小鹿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安排，你会不会吃醋啊？大哥，小鹿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安排，你会不会吃醋啊？华弟，我的头脑本来就不如你，小鹿这样的安排是对的。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小鹿相信你，我也一样。以前脑子混沌的时候，他想不了这么多，但被治好后，他也明白自己不如弟弟聪明，这个差距是随着长大越拉越大的。但唯有一点，不管苏华多聪明，他都是他的弟弟，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是经得住考验的。弟弟顾虑他的情绪，不正是说明在意他？谢谢大哥。在右脑上面你比我厉害，但在习武上你可没我厉害。接下来我可要当你半个师傅了，华弟，我可不会心软的。我很期待，严师出高徒。兄弟2人相视一笑，眼里尽是信任。青海，在海面风平浪静的过了几天，苏小璐他们都收获了不少的东西，周至那边的收获也很可观。苏小璐他们都收获了不少的东西，周至那边的收获也很可观。安城叹气，这龙鱼丹药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效果，吃再多都没用，他的腿就长到了膝盖，就再也没长过。但这丹药拿出去卖，肯定是价值不菲。安城期望遇见另一个巨大的新物种，但想了想又摇摇头。那大鲲巨大，若是遇上，想要捕获没这么轻易，这大船根本就装不下它。安城不由得多关注另一边，周至双腿有残疾，他看见了，他想，或许周至应该比他更着急。他有点期待周至那边的动静。归游随同周至的人来了，周至的人又多了一条船。他们这个队伍其实已经有了不少人了。安城觉得周至应该做点什么，但直到4月下旬也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次出海也有一段时间了，两边都收获不浅。晚上，周至对苏小璐招了手，示意他过去。安城眼睛都亮了，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苏小璐飞身过去，落于周至身边。小璐，我是想问问你，我们是否要回航了？我正有此意，那我们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就回去吧。回去休整3天，再继续出海。周至温和笑了笑，答应。
苏小璐回了船上，安城一脸期待。虽然捕捞大型海鱼有风险，但能回报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哪怕是冒险，他也愿意赌一把看看。出来这么久了，明天回航休整3天，好好补给之后再继续出海。安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黯然失落。龟游和吴老头平静地回船舱休息。安烈走到安城身边，拍了拍安城肩膀：“小叔，师傅他自有安排。”“哼，小叔又不是傻子，小叔明白。”他只是有点失落而已，而不是不理解、不认可苏小璐的做法。他是个清醒明白的人，本来这异变都充满了风险。如果只是他连出海都不会出。如今腿部都长出了半截，这已经是很好、很幸运的机遇了。做人要懂得知足，因为有期待，所以失落，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有期待，所以失落，这也是人之常情。他很想得开的，要是因此想不开，他更应该做的是去杀了忘恩负义的安林一家，而不是责怪恩人。坐在甲板上运转内息，吐纳灵气，这阵子他也习惯了，这样一坐就是一夜，这样修炼内功比睡一夜还精神。天微微亮了，安城起来活动活动，海面有朝阳升起，他深深的呼吸，这种感受简直太舒服了，呼吸的每一口气都是灵气呀。远远的，他看见一条条黑色的背脊露出海面，安城脸色大变，几乎是惊恐地叫醒了安烈：“小烈，快起来，马上掌舵逼个大鱼！”安烈睁开眼起来，他也看见了远处海域的情况，二话不说就开始掌控大船调转方向避开。苏小璐睁开眼，在甲板上一看，他皱起眉头，那是什么鱼？背脊像是鲨鱼，但它们会拍打水面，身子腾空半截，这让他清楚地看见那大鱼是有翅膀的。但它们会拍打水面，身子腾空半截，这让他清楚地看见那大鱼是有翅膀的。苏小璐看向周志他们那边，他们都在及时调转船身回避。这长有翅膀的海鱼，它们叫海鲲，因为它们的体型也很大，但这时它们急速游动，好似在逃避什么。那能是什么？苏小璐能想到的只有大鲲。平静的海面激起层层浪涛，船只剧烈地晃动起来。海鲲会出水面，所以它们能看见船只，它们会主动攻击。但现在它们也被追捕，虽然没攻击，但那创造的剧烈动静还是让船只晃动的剧烈。小叔，抓紧我！安城在晃动之中摔到了围栏上面，安烈手快地抓住他，叔侄两人都死死地抓住围栏。苏小璐也用力地抓着围栏，等待那些可怕的海鲲过境去。吴老头和龟游在船舱里，龟游手里的剑插穿了木板，他一手抓着剑，一只脚支撑在墙壁上，一手拎起吴老头。吴老头悬空，苦不堪言：“要我老命了！”吴老头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老母鸡，悲催的要死。老头，保持安静，大鲲要来了。吴老头想起自己不会水，默默地闭紧了嘴巴。苏小璐一直想找机会进船舱去，但浪涛汹涌，一个阴影而巨大的大家伙开始慢慢靠近了，他只能保持安静。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大鲲，大鲲的巨大让他震撼，这种即视感就像是蚂蚁站在了大象身上。亲眼所见，安城安烈也都白了脸，这个时候心里再也生不出任何捕捞的想法。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遇到大鲲袭击而幸存的人会谈之变色。大家都在安静，海浪翻涌，船只倾斜，哗啦啦的浪涛震耳。海浪翻涌，船只倾斜，哗啦啦的浪涛震耳。朦胧间，苏小璐听到了金四等人的惊呼声：“啊，主子！”他关切地看过去，看见金四他们不要命地跳下海。苏小璐皱眉，他看见起伏的海面，周志被浪涛越推越远，他好似不会水。周志落水了，苏小璐看了看距离，他距离周志还近一些。他看向安烈，吩咐：“安烈，照顾好你两位师公。”说完，翻身跳下海。他潜入海里，朝着周志的方向游去。他是会水的，上辈子他还拿过市里面游泳比赛的冠军。周志在快速的下沉，苏小璐快速的游向他。浪涛翻涌，看着不远的距离，可能浪涛震动，下一刻就能让双双的距离越来越远。
金四等人也在游向周至。周至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故，这样的意外谁也预料不到。他水性差，这是他学了很久唯一没有学好的东西。他觉得自己身体重的根本抬不起来。当他被抓住，他知道是苏小璐，因为苏小璐的手他感受过很多次。意识消散之前，他想他又救了他一次。浮出海面，苏小璐大口的呼气，他看着距离很远的船，感觉很不妙。周至已经昏迷，他要拖着他才行。还好他们看见了他俩。安列掌舵着船再往这边来，许是运气不好，浪涛翻涌得很厉害。苏小璐下沉一看，也吓了一跳，竟有一条海鲲回返而来，它带来的动静很大，浪涛汹涌，苏小璐和周至都被推得很远很远。苏小璐只觉得那危机时刻把周至的手和他绑在了一起，避免被冲散。这个时候被冲散，周至不会有活路。等风平浪静，海面上早就看不见船的身影了。苏小璐也不知道到底被推出去多远。他环顾四周，看见了岛屿，他只能拖着周至朝着岛屿游去。苏小璐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和周至流落荒岛。上岸后，他就精疲力尽地睡过去了，意识就自动沉入空间休养。上岸后，他就精疲力尽地睡过去了，意识就自动沉入空间休养。有浪花打在身上，周至被凉意惊醒。周至睁开眼，入眼已经是黄昏。他撑着身子坐起来，看着苏小璐红肿的手腕，目露心疼。他握着苏小璐的手，反复摩挲。值得吗？因他搭上性命。苏小璐昏睡，不能给他答案。周至看了看四周荒废没有人烟的岛屿，有茂密的丛林，他们现在还在沙滩上。他看着越来越近的浪潮，知道他和苏小璐不能在这沙滩上。看着情况，晚上会涨潮，在这沙滩上会很危险。他的腿并不舒服，身体也难受，没有钢架，没有木轮椅子，他站不起来。他目光幽深地看了苏小璐一眼，没多犹豫就撑着双手，手拉住苏小璐的一只手，他趴下，然后把苏小璐背到背上。他缓和了一下，然后用手撑起来，朝着岸上爬。他缓和了一下，然后用手撑起来，朝着岸上爬。周至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蜗牛，狼狈的蜗牛，用尽了力气，却只能缓慢地前行。浪花像是追杀者在追逐他，浪花打过来，越来越近，有时候他都觉得要被浪花拍走，但他咬牙爬一爬，又能坚持下来。咸冷的海水呛到嘴边，他只觉得很难受，脸上滴落的水滴，他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海水。爬到岸边的时候，他力竭了，到底是脱离危险了，他又一次活了下来。苏小璐还没有醒，他不知道他带着他游了多远，想来也是累坏了。把苏小璐从背上放下，周至坐了起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他朝着林子爬去，捡了干枯的树枝回来，将树叶杂草铺在地面，又把苏小璐抱上去。他升起了火堆，还好随身带有刀具和火石，即便是有这两样东西，他砍伐带回来都几乎累得昏厥。他拿出药瓶，悲颤的双手倒出几粒丹药吃了。他拿出药瓶，悲颤的双手倒出几粒丹药吃了，捏开苏小璐的嘴巴，给苏小璐也喂了几颗。干枝中夹杂着生的树枝，有温暖的火光，也有烟雾升起。有烟雾，手下人找的时候也方便一些。做完这些，周至靠在苏小璐身边睡去。暮晨，苏小璐疲惫地睁开眼，她甩了甩脑袋的昏沉，看着快要烧尽的火堆，清醒了几分。她坐起来，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她看了身边沉睡的周至一眼，先把火给添上。她再活动活动双脚，身体有冷意，她病了，中风寒。她看了看旁边的周至，看着脸色有些苍白，眉心紧皱。苏小璐不由得摸了摸他的额头。周至没生病，他松了口气。视线下移，看着周至的双手有血迹，他抓起他的手查看，凝眉。周至睁开眼，小璐，你的手受伤了，要处理一下，不然会发炎溃烂的。小璐，你的手受伤了，要处理一下，不然会发炎溃烂的。
显然周志比他先醒来，他把自己转移到这个地方，想来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他的情况并不好，武力不好，双腿也不好，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只能用爬。他的手、指甲都断裂，沙子和干涸的血迹。都说十指连心，不知道他怎么忍下来的。这岛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明天再说吧。没事，我眼睛很好，可能不远处就有水，我去看看，很快就回来。苏小璐站起身来，这伤口不处理，发炎流脓不是开玩笑的。他去的不远，就找到了一棵芭蕉树，取了巨大的叶片，用来装灵泉水，取了芭蕉心，然后才回去。在他出去这会儿，周志静静守着火堆，听到动静，他朝着黑暗看去。我回来了。苏小璐把芭蕉心放一边，然后走到周志身边蹲下。干净的灵泉水有很多，用芭蕉叶卷成一个三角形，当做杯子。先喝点水，咱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你喝了吗？用芭蕉叶卷成一个三角形，当做杯子。先喝点水，咱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你喝了吗？苏小璐点头。灵泉水，他想喝多少有多少。周志也笑了笑，他喝了些水，就看着苏小璐用芭蕉叶拦了一个小水池，把剩下的水倒进去。苏小璐开始给周志洗手。周志的食指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食指、中指、无名指伤得比较重，指甲折断，已经红肿。他身上还有一些划伤。苏小璐拿出药瓶，里面是治外伤的药粉，止血、消毒、促进愈合，这些东西他都放在空间。把周志的食指都包扎好，苏小璐摸出黑乎乎的药膳饼子给周志。吃点吧，还好这东西吃不进盐了，我用水洗过了，这个芭蕉心也可以吃。对于他来说很困难的事情，在苏小璐身上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苏小璐眼皮沉重，她努力让自己清醒地吃完药膳饼，又喝了一些灵泉水，最后添柴火。做完这些，他才到草堆上躺下。我太困了，一切明天再说。放心吧，我们会平安回去的。周志点头。苏小璐很快就陷入沉睡，她很少生病，自己就是大夫，有个哪里不舒服，赶快就预防了。病得这样重，还是第一次。真冷啊，他打着寒战，迷迷糊糊的，他感觉自己好似抱了个火炉，这才舒服些。周志看着抱他很紧的苏小璐，一动也不敢动，心跳加速，就连呼吸他都放慢了。他知道苏小璐是生病了，他身上的寒意一阵阵传来，轻薄的外衫根本不能取暖。苏小璐在摄取他的体温，他没有推开苏小璐，因为在他心里，不说是这点体温，即便是命，他也给的。让周志庆幸的是，这岛屿上并没有什么大型野兽出没，才让他和苏小璐平安地度过这一晚。当天边朝阳升起，温暖的阳光洒落进林间，寒冷渐渐被驱散，周志才昏沉沉地睡去。苏小璐是在温暖之中醒来，周志才昏沉沉地睡去。苏小璐是在温暖之中醒来，她身体强壮，吃了药，这中风寒一晚上就好了大半。看见自己跟个八爪鱼一样抱着周志，她连忙松开。也不知道师傅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自己。在这个岛屿上，只有他和周志。临时要生活下去，那就得搭建庇护所。如果只是他自己，他倒是好说，随便几根藤蔓，他可以睡在半空中。但现在有个周志，半空中是不行的，那就只能就地找。苏小璐站起身，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走进丛林里。丛林枝繁叶茂，灵气充盈。苏小璐看见了鸟窝，飞身上树就掏了鸟窝，4、5个鸟蛋，营养来源。看见野鸡，更是摘了叶片，运用内劲就打中野鸡。来到昨天晚上找到芭蕉的地方，还真让他找到了水源。把野鸡处理好，他在附近看了看，找到了一处洞穴，他取了水折返回去。回到火堆边的时候，周志没在，但有一条爬行的痕迹通往海滩。回到火堆边的时候，周志没在，但有一条爬行的痕迹通往海滩。苏小璐把烤鸡架上，然后去找周志。周志在沙滩上挖贝壳一类的东西，他盘坐在沙滩上，一点形象也没有，
用棍子挖出一只，就用衣服兜住。许氏察觉到苏小璐的目光，他回头看来，对苏小璐招招手：“你快回来，我掏了鸟窝抓了野鸡。”好，这就来。苏小璐说完就转身回返了，他并没有帮助周芷。周芷看他身影消失，也松了口气。苏小璐聪慧，很多时候不需要他说什么，他都能明白。哪怕他自己爬也好，忍痛走也好，他都不希望苏小璐这时候来帮他。回到火堆边，烤鸡已经有香味了，没有任何调料，就是鸡肉本身的味道。周芷把兜来的一些贝壳倒出来，用水洗了一下，然后用芭蕉叶一层层包住，最后埋进火石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找来。我找了一个离水源近又能安身的洞穴，一会儿我们搬去那边等。也好。小洛，你以前叫我大哥什么？三哥。小洛，我们也是朋友了，对吧？现在我们一起落难，或许还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你叫我冥王也不太好，不如你叫我四哥吧，把我也当成你哥哥他们那样。苏小璐想了想，叫冥王他是有点叫不出口。好吧，那就叫你四哥。四哥，那我们一会儿就搬过去。你身上有伤，就好好的在洞穴里养伤，找食物这种小事我来就行了，可以吧，四哥？好。小洛，烤鸡不是这样烤的，这边火太大了，会糊掉的。我来吧。周芷转动了一下架子，苏小璐在处理食材上面天赋一直不大好。苏小璐知道自己的短板，乖巧听话就对了。周芷接过了烤鸡的活儿，等到烤鸡差不多，两人一起分食了半只，留下半只收好。挖来的贝壳也都好了，裂口了，肉不多，还有些沙，但吃下去也是肉。吃饱之后，两人就开始搬家了。苏小璐蹲下身：“四哥，来，我背你。这过去有一点远，我们兄妹之间就不要在意那些规矩了。四哥，来，我背你。这过去有一点远，我们兄妹之间就不要在意那些规矩了。”苏小璐知道残疾人有自己的尊严，如果周芷是冥王，他不会这样帮他。但现在不一样，他是他四哥，兄妹之间哪有那么多的不好意思？周芷的表情皲裂了一瞬，他沉了一口气，才点头：“好，辛苦小璐了。”周芷爬上苏小璐的背，他整个人都是紧绷僵硬的。苏小璐也不在意：“四哥，你一点也不重，还没有我以前练武的时候，龟游师傅让我和大哥穿戴的铁甲重呢。”“是吗？”“是啊，龟游师傅很严厉的，我常常被打得爬不起来。不过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一直很喜欢。以前我和大哥练剑累了，就躺在院子里，冬天下雪的时候，雪花都会落在眼睛上。那个时候，姐姐会拿来吃的，蹲下来喂我。”苏小璐回忆起过往，心里有些感慨，那些记忆似乎就是昨天。苏小璐回忆起过往，心里有些感慨，那些记忆似乎就是昨天。但今后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大哥、二哥成婚了，姐姐也嫁人了。我能想象到那样的画面，温暖而美丽。过了芭蕉林1刻钟，就来到了苏小璐说的洞穴。洞穴不大，堪堪容得下4人躲避。对于他和苏小璐来说，足够宽了。现在只需要把洞里面清理一下，生火，让洞穴变得干燥就好。四哥，你清理这些杂草，我去弄柴火来。分工合作，周芷点头。现在虽然太阳好，但临海地域风云变幻无常，他们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他行动不便，能做的有限，苏小璐这样安排很好，既没让他闲着，也不会让他去做他难以做到的事情。周芷拿出匕首给苏小璐：“小璐，你拿着。”苏小璐接过：“那我去了，你也小心。”周芷拿出匕首给苏小璐：“小璐，你拿着。”苏小璐接过：“那我去了，你也小心。”苏小璐去找柴火，砍了一些湿的一起带回去，还收集了一些干的树叶。晚上的时候，两人一起吃了剩下的半只野鸡，啃了2个药膳饼子。苏小璐觉得有个3、4天就能离开这儿了，但他们在岛屿度过4天后，只是迎来了一场暴风雨。暴风雨过后，苏小璐去捡了一些被浪打上来的鱼虾。等他回来的时候，看见周芷在和泥巴。四哥，你在干嘛呀？周芷是个巧手，苏小璐看得出来，但他没想到他手这么巧，
会做的东西似乎很多很多。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找到这里，我们需要制作一些陶器，用来装水和吃饭。这个你也会？四哥你太厉害了。小罗过奖了。周志笑了笑，制作陶器的原理他知道。这个你也会？四哥你太厉害了。小罗过奖了。周志笑了笑，制作陶器的原理他知道。在这荒岛没有窑，能烧制出来就不错了。苏小璐是打猎的好手。等周志把定型的泥巴放入火堆的时候，苏小璐抓来了一头野羊。苏小璐带回来的时候，野羊已经死透了。周志在烧制，他就在边上剥皮。一张带毛完整的羊皮拿去洗干净，炮制晾干后，用来铺在洞穴里。他给了周志一条羊腿，周志熟练的烤肉，剩下的苏小璐也分成小块晾在火堆边上，慢慢的烤干。天色还早，苏小璐又出去了一趟。这次回来带来了一些木头和藤蔓，他准备做一个可以背在背上的椅子。小璐，你做这个是做什么？我不用出门。一个可以背着四哥的椅子，咱们也不能老是吃肉啊。这岛屿挺大的，我们可以到处转转。我不用出门。一个可以背着四哥的椅子，咱们也不能老是吃肉啊。这岛屿挺大的，我们可以到处转转。他走得太远，就不能把周志放在这儿了，所以更好的办法是把周志也带走。周志怔了一瞬，他垂下眼眸。会很累的。不会啊，我力气大着呢。再说了，我走得远了，你要是遇到了什么野兽怎么办呀？这岛屿里宝贝也挺多的，我们一起去找，好东西要一起分享，而且有伴啊。那辛苦小璐了。他看着那背带从苏小璐手里接过，把这东西编织得更加精致，还用羊的皮毛编织进去。哇，你会的好多。这些都很简单。苏小璐或许永远不知道，她看人的时候眼睛里的光彩有多迷人。这些事情都不足挂齿，但从苏小璐眼中可以看见崇拜的目光，她是真正的在尊敬这些东西。周志把野果碾碎成汁，涂抹在羊腿上，再撒上他自己晾晒出来的盐巴，用匕首在羊腿上割出一个个刀口，油脂爆裂，果香四溢。苏小璐咽了咽口水。用匕首在羊腿上割出一个个刀口，油脂爆裂，果香四溢。苏小璐咽了咽口水。这个时候还能吃上这样的烤肉，他觉得在这岛屿上的日子也不是那么难熬嘛。羊腿烤好，周志把最好的部分分给了他。苏小璐笑眯眯的，用洗干净的芭蕉叶包着就吃了起来。四哥，你的厨艺真的太好了。过奖。火光很温暖，里面是正在烧制的罐子和碗，都已经烧得通红，并没有裂开，看来是成功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周志就把他烧制的2个罐子和2个碗取了出来，都成功了。两人进洞穴睡觉，或许是有了兄妹之名，两人都没有那么尴尬。苏小璐把周志当了哥哥，也没有什么不自在。有了碗和罐子，储水就不愁了。白天的时候，苏小璐会背着周志一起出门，采摘一些野果吃。这岛屿不小，里面物资很丰富，有许多小动物，但没有危险的猛兽。金六等人已经在海域上反反复复的搜索了，什么都没找到。吴老头脸色很臭，他们找了7天后就回航了，连招呼都没有和金六等人打。看他们走，金四有些不解。他这就走了？苏姑娘和他的师徒之情就只是这样吗？金六没搭话，找不到主子，他们的心都很沉重。他们希望周志和苏小璐都还能活着，但心里也都明白，这么多天了，活着的可能很小很小。但他们不愿意放弃，依然不肯回航，哪怕在海上漂流到死，他们也会找。让金六等人意外的是，半个月后，吴老头等人又回来了。这时候已经是5月中旬，距离苏小璐和周志失踪已经整整超过了20天。这么长的时间，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希望。看着吴老头等人回来，金六就不由关注他们。他发现这一次回来的人里有2个陌生的面孔，他们是一老一小。他发现这一次回来的人里有2个陌生的面孔，他们是一老一小，老的和吴老头年纪差不多，小的看上去和苏小璐差不多。金四飞身过去，
吴老头脸色冷漠，当即下达了逐客令：你来干什么？我这儿不欢迎你，赶紧滚！龟友脸色沉冷，手里的剑出鞘3寸。安烈和安城也都警惕起来。金六拱拱手：吴先生，我没有恶意，我知道你想找到苏姑娘，我们也是想要找到我们的主子。苏姑娘或许和主子在一起，请恕我打扰了。即便苏小璐没有和周芷在一起，吴老头去而复返，还带了人，显然是有办法，他们都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找到苏小璐不等同于找到周芷，但找不到苏小璐就一定找不到周芷。无论吴老头怎么冷脸，无论龟油刀剑出鞘要他性命，他也不会离开。吴老头冷着脸，他身边的老先生笑呵呵地开口了：算了算了，此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我来算一算丫头在什么方位。此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我来算一算丫头在什么方位。老吴啊，我这要观相了，你表情缓和一点，你这一缕一缕的情绪牵动，这可都有可能让我看不准。你个老牛，看不准那是你功夫不行，你不是吹你徒儿了不得，让他看，老牛不行了，小牛行。想得美，我徒儿的经验岂能这么随意看？牛老立马抚了抚胡子，他身边的小童没说话，却是抿着嘴唇，忍着笑意。金六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睛都睁大了几分。世上能人异士多，多是桀骜不驯之辈，天生又都本事过人，是天下权贵都渴求追捧的人。金六没想到吴老头能找到这么厉害的人，但转念一想，也正常，吴老头自身就是很厉害的人。行了，别废话了，快找快找，看看我的小徒如今到底在何处。行了，别废话了，快找快找，看看我的小徒如今到底在何处。吴老头不去管脸皮贼厚的金六。牛老拿出了一个八卦盘，对着吴老头，又在他脸上点来点去。他神色凝重，严肃地开口：不应该呀。吴老头白眼一翻：你快点说吧。牛老轻咳一声，收起了八卦盘，对着身边小童说道：崽儿，你来看看。牛仔上前，他到吴老头面前，伸出手，开始细细摸骨。子嗣宫起雾，但不带煞，亲缘并未分离，现在也在同一处地方，距离不会超过30里。这什么意思？我家那丫头就在这30里内？这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海域，就在30里内，怎么可能？吴爷爷，骨相是这样显露的，你的徒弟现在平安无事，就在这30里的范围。吴爷爷，骨相是这样显露的，你的徒弟现在平安无事，就在这30里的范围。如果我们看不见，那只是被挡住了而已。我就说嘛，怎么会看不透？原来是身处异界了呀。小牛，你快说，怎么才能让丫头回来？2个世界重合，也不知道另一个地方危不危险。吴老头担心得很。吴爷爷莫着急，小鹿姐姐现在没有危险，2界相融，有危险也有机遇，或者这是她的机遇呢。时间到了就能出来了，咱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就好了。我看得出小鹿姐姐有气运在身，她不会有事的。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没有？牛仔点头，现在来看，的确是一点办法都没有。2界相融，本就是微乎其微的概率，就好比一个人能逆转时空，让时空回溯一样。但这样的几率出现了，有危险就会有机遇，这是既定的事实。吴老头气呼呼地转身回了船舱，龟油沉默跟随。甲板上，牛老看了看金六，金六跪了下去，他低下头：两位前辈，可否帮在下一个忙啊？任何要求都尽管提。有许多小动物，但没有危险的猛兽，至少在这岛上这么久，苏小璐连一条蛇都没看见。岛屿灵气足，他倒是遇见了不少珍贵的药草，他轻轻挖走。他们一直在外围，并没有深入，主要是怕来寻他们的人看不着他们。
但一直到了5月中旬，岛屿四周还是看不见任何船只，连野菜都有，现在可以说是有菜有肉。除了被困在这岛屿上之外，其他什么都好。晚上的时候，苏小璐和周志商量：四哥，咱们要不往深处走走？可以，走远一点，我看看有什么适合造船的东西。我们应该要考虑自己造船了。这个你也会？我不会，造船很复杂，需要很多工匠才能打造。我们人太少了，做不出来。我只能是试一试，可能最终只是一个木筏子什么的。那这也很厉害了。不管什么事情，苏小璐总是能让人心情喜悦。第二天，苏小璐就和周志收拾了东西，把罐子和碗都装着走。罐子装满了水，干的肉条也都收好了，羊皮垫在背椅上。苏小璐背着周志出发了。两位前辈，可否帮在下一个忙啊？任何要求都尽管提，即便是粉身碎骨，金六定不推辞。牛仔退到一边没说话。牛老看了看金六，抬起头来看看。金六有些欣喜，他慢慢抬起头来，还是跪着的。牛老盯着金六看看。你命运多舛，本是早亡的命，但有人救下了你，自此你对他唯命是从，对不对？望着这个慈祥的老人，金六有一种自己被看穿的感觉。前辈说的对，我本无名，出生在最肮脏下贱的勾栏，是继子所产。我本不该出生，即便被训练为死士，也是注定要成为别人祭刀下的亡魂。若非主子选中，我早已没命了。当年皇上带着周志挑选死士的时候，周志没有选那最合格的，他选了他们这些不合格的，给他们所有人一条生路。是他把他们从炼狱捞出来，自此相互成长。他是主子，也是恩人，更是他们心里最神圣的一盏灯。他是主子，也是恩人，更是他们心里最神圣的一盏灯。他们敬他，护他，更是心疼他。出身高贵尚且如此，更何况大千世界的一些蝼蚁呢？你安心吧，你主仆功名亮，既主位通明，你的主子会是一位长寿之人。想来他应该是和老吴家的丫头在一块，安心等待吧。多谢前辈，若有需要，金六一定舍命相报。金六给牛老磕了个头。报答当然是要的。你等一等啊，你这命嘛，我没进去，我也不要你为我做什么事情，但我要你一滴泪，给一滴泪，咱们就两清了。虽为奴仆，却有着至诚坚韧无畏之心，难得。只要一滴泪，这样的要求可以说是一点不过分。但金六却面露难色。前辈，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早已无泪，哭不出来了。前辈，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早已无泪，哭不出来了。他这样的人，如今根本不知泪为何物。牛老却是气定神闲的摆摆手：“这个老夫自有办法，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吧。”“好，我答应前辈。”“那你等一下啊。”牛老转身钻进船舱去，很快拿了一个透明的小瓶子出来，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水状东西。牛老让金六起来坐下，让金六闭上眼睛。牛老拿了笔来，在金六的脸上画了个复杂的符文。牛老碎碎念的声音传入金六耳朵，金六只觉得这些声音在变大，充满他整个脑海。去吧。金六只觉得自己的脑海像是千千万万个镜子，他看见了许许多多的过往。他最不能释然的就是出生就被抛弃。我儿，要怪就怪你生错了地方吧。与其畜生不如的活着，不若现在结束，重入轮回，下辈子托生个好人家。我儿，要怪就怪你生错了地方吧。与其畜生不如的活着，不若现在结束，重入轮回，下辈子托生个好人家。行行，好了。耳旁传来一道喊声，金六如梦初醒。他回过神，发现自己视线有些模糊，似乎哭了。牛老已经满意的收起了泪瓶。我要的已经取走了，
你可以走了。崽儿，快回去睡会儿去，这时间还长着呢，让他们守。金六摸了摸脸上湿濡的感觉，他的确是哭了。再看牛老，根本不再多看他一眼。金六没做停留，飞身就离开。牛仔乖巧地抓住了牛老的袖子，跟着牛老一起进船舱去了。安烈和安成相视一眼。你小子把咱们祖坟都捅冒青烟了啊！如果不是有安烈，他们根本不会在这些人面前，并且是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哎，小莲，你是咋遇到苏姑娘的啊？安成有些好奇，他仔细打量安烈，一脸沉思。这阵子他们也知道苏小璐真名了，她不叫苏璐，而是叫苏小璐。她也不是公子，而是一位姑娘。安烈摸了摸脑袋，把他观察跟踪的事情告知。哎呀，咱家祖坟呢，真是冒青烟了，不然这样的好事轮不到咱们。安烈笑了笑，默默地打坐修炼内功。苏小璐背着周志走了半天，才坐下来休息。在丛林里很清凉，但有一点好处是灵气更浓郁了。他们遇见的活物也更多了。这丛林里没有大型猛兽，简直是繁衍的天堂。不管是天上飞的鸟，还是地面跑的，都是成群结队的。像是野兔、野獐子、野羊、野牛都能常看见。它们也没有什么攻击性，各自悠闲地生活着。这里是一片天堂繁衍地。苏小璐吃着肉干。四哥，你说我们像不像魔鬼？我们可能是这岛屿上唯一的食肉者。小洛，其实不只是我们，这整片的岛屿就是最大的食肉者。这些生物死后正是化作了养分被吸收了，所以树木其实也是会吃肉的。四哥说的对，四哥真聪明。无意识的夸赞最致命，苏小璐从不觉得这样夸有多让人高兴。周志微微垂眸，悄悄红了耳尖。休息够了之后，两人又继续启程。苏小璐从不觉得这样夸有多让人高兴。周志微微垂眸，悄悄红了耳尖。休息够了之后，两人又继续启程。苏小璐认识许多草药，周志认识许多植物，即便是路边不起眼的小草，他也能叫得出名字。苏小璐也因此认识了很多植物。累了就停下来休息。周志生火，他捕猎而来，吃不完的埋于树下，今后化作养分反哺岛屿。在森林中走了好几天，苏小璐是确定这里没有危险，捕食类的凶兽都没见过，除了他们。因为他捕猎，动物们都警惕了。晚上的时候吃兔肉，苏小璐啃着兔腿。四哥，你说如果动物生灵会说话，你觉得他们现在都在说什么呢？如果他们会说话，那他们应该会说家园里来了2个长毛怪吧，专吃小动物。对，他们都变得警惕了，现在听到动静也不会好奇的来看我们了，都躲得远远的。我去捕猎的时候啊，要是动静大，他们一听到就跑了。他们都变得警惕了，现在听到动静也不会好奇的来看我们了，都躲得远远的。我去捕猎的时候啊，要是动静大，他们一听到就跑了。要是动物之间也有语言，一定是口口相传，有2个可怕的长毛怪专挑长得肥嫩可爱的小动物下手。苏小璐想着都觉得乐。他们到岛上，一开始那些小动物没见过生人，不知道什么是警惕，就算看见他们，也不会躲避太远，有的还会靠近来看。但他手起刀落后，那些小动物们都被吓着了，都警惕了，因为不警惕会丢命嘛。明明是流落荒岛，苏小璐都觉得自己长胖了。这岛屿上的动物肉质鲜嫩，非常的好吃，而且也有灵气。他其实已经在空间偷偷存放好多了。周志也笑了起来。晚上两人靠着睡，相隔不远。苏小璐睡得很熟，他或许永远不知道，他许多时候都舍不得闭眼，就是看着他，安安静静的，他都能看许久许久。就是看着他，安安静静的，他都能看许久许久。一直到了6月下旬，天气炎热了，苏小璐和周志也把这岛屿走遍了，没有找到其他出路。再次回到原点后，苏小璐开始砍伐，和周志一起准备造船。累了一天，苏小璐打着哈欠。小璐，我们一定会出去的。我相信四哥。好困，我先睡了。夜晚，迷迷糊糊的，苏小璐听到了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立马清醒过来，警惕地睁开眼，看着地面竟然延伸出来很多荆棘枝干，而且它们还在生长。苏小璐立马拿了棍子做武器。四哥，醒醒！棍子的捶打只能暂时压制这古怪荆棘的生长速度。小璐，你快走，不用管我。四哥上来，快点，我不会抛下我的亲人。听到苏小璐这话，周芷也不再犹豫，他撑起身子，手心却传来钝痛。他视线看去，发现自己的手心已经有一条荆棘长进去了。四哥上来，快点，我不会抛下我的亲人。他撑起身子，手心却传来钝痛。他视线看去，发现自己的手心已经有一条荆棘长进去了。他皱起眉头，看着还在身前保护他的苏小璐，思绪万千。苏小璐不知道周芷的情况，他双手挥出了残影。这些东西似乎知道他这样的杀伤力不大了，已经有点难以压制了。四哥，快点啊！周芷眼眸幽深，他伸手过去，没有犹豫，狠心地折断了荆棘。他忍着剧痛爬上背椅去，他痛到发抖，冷汗如雨，却一声不吭。苏小璐在周芷做好之后，轻身一跃，用轻功飞离这古怪的地方。这还是他们第一次遇到危险，暂且不明原因。到了安全的地方后，苏小璐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才把周芷放下来。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周芷已经疼得面目狰狞，整个人在轻颤。小璐，你不用管我，你离我远一些。苏小璐皱眉，取出针带，准备在周芷命脉穴位上扎几针，至少要把她心脉护住。小璐，你不用管我，你离我远一些。苏小璐皱眉，取出针带，准备在周芷命脉穴位上扎几针，至少要把她心脉护住。然而下针后，银针却怎么也刺不破周芷的皮肤。周芷打着寒战，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痛。小璐，快走，求你了。他怕他不肯走，他怕自己这不定数的状况会伤害他，他太可怕了。苏小璐也焦急，他拿出瓶子，捏开周芷的嘴巴，就把丹药全倒进去。看着周芷这情况，他也只好先退开，飞身上树，由上而下看着周芷。他做不到掉头远去，但周芷这个样子，他也不能靠近。有的丹药周芷吃下去，有的掉在了地上，明明价格不菲，苏小璐却一点也不心疼。周芷蜷缩起身子，似乎想要以此来缓解疼痛。苏小璐看见他露出来的手臂绿了一片，而那绿意还在蔓延。周芷应该很痛吧，但他却不喊一声。四哥，吃药，能吃多少是多少。四哥，吃药，能吃多少是多少。苏小璐用腰带绑住一瓶药垂下，这都是他收集保命药，都是空仙灵药所制成。周芷颤抖地吃，但情况没有一点好转。他渐渐变绿了，成了一个绿色的人。好消息是，他似乎没有那么痛了。周芷除了忍受疼痛，并没有攻击发狂的迹象。苏小璐从树上下来，把药瓶子的药喂给周芷吃。周芷看过来，他的眼眸都是一片忧虑。小璐，你别靠近我，我怕我会伤害你。周芷心都是颤抖的，苏小璐离得太近了，近到不顾他自身危险。四哥不会的。他忍着剧痛都没有做的事情，现在缓解了几分，又怎么会做呢？四哥，你现在什么感受？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苏小璐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周芷，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但他相信一定是有办法的，只是他们还没有发现而已。或许知道周芷的感受，就能从中寻找方法破解了。小璐，我感觉很痛，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在我的心上发芽。小璐，我感觉很痛，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在我的心上发芽。好像有什么要寄生在我的身上。从那根荆棘长进他的手心里，他就感觉很不好。折断那荆棘，他觉得他的手也折断了。他所有的感官都好似被放大，有东西在他身体里，它们在他全身流动，在朝着他的心脉汇聚。他能感觉到这东西最后的目的就是他的心脏。我反抗似乎有用，但是他们在缓慢靠近，我感觉我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苏小璐给周芷把脉，他闭上眼，凝神聚气地感应周芷的脉搏。他心都提紧了，周芷的脉搏全乱了，他的心脉跳动得很快，每一下都好似要爆炸。他所有的肌肤都成了绿色，这绿色好似他肌肤原本的颜色，很诡异。
苏小璐把丹药一把一把的喂给周志吃。四哥，你不缺的精神和意志力就是抵抗他们的唯一武器，所以别妥协。四哥，你不缺的精神和意志力就是抵抗他们的唯一武器，所以别妥协。累了我喂你，渴了我也喂你，咱们就和这东西抵抗到底。周志说的让苏小璐明白，这场战斗是独属周志自己的，谁也帮不了他。他只能靠着自己自身的精神和意志力来战胜未知生物的入侵。但他也能做很多事情，丹药他多的是，水有灵泉，食物也不缺。周志看着苏小璐的眼睛，只觉得她的眼睛好亮，光彩照人。他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双眼，让世上所有的珍宝都黯然失色。他忍不住想，苏小璐应该也是喜欢他的吧。在他尚且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之前，周志心里迸发一股力量，他的精神力和意志力都大涨。为了苏小璐，他也必须不能输，他必须要做他自己。如果被这玩意儿寄生，他还会不会是他？这些都是未知的。他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还会不会是他？这些都是未知的。他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是周志，也只能是他是周志，谁也不能取代他，无论是什么。四哥，是不是又痛了？苏小璐不知道周志到底有多痛，她只是看着周志又开始发抖，他面目表情因为抽动而狰狞。周志艰难地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没有。疼痛，什么样的疼痛他没痛过？这无非就是剥皮挫骨之痛，无非就是挖肉之痛，无非就是刨落之痛，算什么？虽然很痛，痛到他发抖狰狞，他也忍得住。他能感觉到身体的那些东西在慢慢后退了。周志不傻，他明白自己的心脏或许是那东西选择的最佳寄生点，但他精神力强大，意志力顽强，那东西也只能退让。虽然很痛，周志还是笑了，他笑得肆意，笑得张狂。异生物也不过如此，异生物也不过如此。他想要把东西从他身体里驱离，他相信自己能做到的。苏小璐在一旁，他觉得周志应该找到可用的办法了。他接了灵泉水喂给周志喝。四哥真厉害，来喝点水。周志脸上的绿色开始褪去，苏小璐看了也高兴，这是个好现象。同时他也明白，以后遇到异生物什么的，不屈的精神力和意志力才是御敌的办法。如果不抵抗，谁知道被这东西占据了躯体会成为什么样子？绿色退得缓慢，最后集结在周志的手腕上，成了鲜嫩如嫩叶的颜色。这之后久久都没有反应。我感觉不到有什么侵略了，什么都没有了。四哥，你要不要试试看看你的手能不能长出藤蔓什么的？就是你想一下看看。周志看了看苏小璐，他点头，他抬手，心念一动，就有一根藤蔓长出来。小璐，他们找到我们了。啊？这么快？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怎么突然就找到了？苏小璐视线落在周志手上，顿时豁然开朗。这岛屿上这个木系印记应该影响了周围，现在他是四哥你的了，所以那些屏障全都不见了。周志得到了一个宝贝。四哥，咱们走吧，我们出去和他们会合。在这岛屿2个月也足够了。周志点头，他看着这茂盛的丛林，思绪万千。他最美好的回忆都是从这岛屿发生的。对手腕上的木系印记，他也有所感言，有一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在心中明了。苏小璐蹲下身准备背周志，周志却摇摇头，有绿色的藤蔓从他手腕铺开，它们藏于周志的衣袍之下，就好似周志的双腿一样，支撑着他站起来。苏小璐都看呆了，看着好酷好棒啊，这东西完全能成为周志的腿呀。周志一下子就比苏小璐高出了很多，他身边又幻化出了一张绿色的椅子，椅子瞬间开出芳香的花朵。小璐，要试试吗？苏小璐有些纠结。四哥，我怕扎我屁股。小璐，要试试吗？苏小璐有些纠结。四哥，我怕扎我屁股。他记得这藤蔓绿叶下是荆棘，是刺。周志失笑，苏小璐实在是可爱。
他伸手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放心，四哥保证，刺不会扎你。这些刺是他的武器，要用也是用于别人身上。苏小璐笑眯眯地坐上去，闻着是花香，是生机勃勃的感觉。周志的膝盖动了，好似真的一步一步地在走。走了一段路之后，苏小璐感觉到花朵有些蔫巴了，她跳下来。周志不解地看向苏小璐：“小璐怎么了？是不是不好看啊？”“四哥，不是不好看了，是我怕你太累了。这个印记应该也是靠着内力灵气幻化，这是四哥的秘密，在不确定是否安全之前，我们还是把它藏好吧。”周志点头，他收起了藤蔓，就地而坐。“那我们坐在这里等吧，他们应该也快来了。”“小璐，还有肉吗？我再给你烤点肉吃吧。”“那我们坐在这里等吧，他们应该也快来了。”“小璐，还有肉吗？我再给你烤点肉吃吧。”苏小璐点头，从背篓取肉。看着背篓的罐子和碗筷，苏小璐还有些感叹，如果再晚几个月，周志肯定能把船造出来，他的能力太强了。火升起来，周志慢慢烤肉，苏小璐靠在树干边上打瞌睡。而此时的海上，几艘船已经靠了岸，看着这么大个岛屿也犯难了。信号已经发出，但他们总不能在这外面等着主子出来吧。金四几人在安排，决定分为几个方位。金六却对他们摇摇头，他看了看不远处的吴老头等人，一看那边，牛老已经拿出了八卦盘，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他们几人都不作声，不用分散找了，跟着高人走准没错。进了林子，看见了一些生活过的轨迹。臭丫头，跑这么远干什么？臭丫头，跑这么远干什么？吴老头嘀嘀咕咕的，从方位上看，他距离苏小璐还远着呢。丫头不得四处找方向啊，跑得远才正常，一动不动我才看不起他呢，你说是吧，崽儿？牛仔腼腆的摸摸后脑勺，师傅说的对。哼！牛老伸手指了指，哪儿冒烟了就在哪儿了。有火焰给他们指明了方向。看见了火焰，金六等人就加快了脚步。到吴老头等人身边的时候，金六恭敬的拱拱手：“多谢几位前辈，我等先行一步。”吴老头不予理会，牛老笑眯眯的挥挥手：“去吧去吧，这岛上可有不少好东西，咱们也在这上面逗留一段时间，搜刮搜刮。”等金六等人走远了，牛老凑到吴老头面前：“老吴啊，你真不急啊？你就不想知道这岛上有的机遇是落到谁手里了？老吴啊，你真不急啊？你就不想知道这岛上有的机遇是落到谁手里了？该是谁的，上天自有命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他也想所有的好东西都让他家丫头得，但机缘这东西都是命数。这话有理。崽儿啊，吴爷爷的话记住了没？学着没？徒儿记下了。大海咿呀那个呦呦喂。牛老走在前面，突然高唱，吓得鸟群都飞了好几波。安烈、安成都吓了一跳，但回过神后又觉得牛老这股音律唱好听啊，别有一番味道。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们也明白了，这俩老头，吴老头很冷，话少；牛老热情慈祥，话很多。他的小徒弟看着是个瞎子，也和他一样是个温暖活泼的人。他的小徒弟看着是个瞎子，也和他一样是个温暖活泼的人。安成和安烈很好奇，牛仔明明看不见，但他却不需要搀扶。等他们找到苏小璐和周志的时候，苏小璐正在切肉，烤得焦香的鹿腿，别提多好吃了。金六等人另外升起了火堆，现打猎了一头羊来，已经烤上了。苏小璐看见吴老头他们，就起身飞扑过去：“师傅，贵有师傅，快来吃肉！”死丫头，再有下次，我一定把你赶出师门。不知道师傅会担心你吗？天知道他这段日子过得多难，
他就这么一个徒弟，天天想着都觉得心痛死了。苏小璐鼻头一酸，拽着吴老头的衣袖就认错：“师傅，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会了。”如果知道会这么危险，他当时或许不会救周芷。可很多事情在当时做决定的时候，并不会想这么多。让家人为自己担心，苏小璐心里是愧疚的。这次就原谅你了，这次就原谅你了。牛老看得津津有味。嘿，苏丫头啊，我是你师傅老友，姓牛，叫我一声牛师叔就好了。我身边这个乖巧好看的小子是我的小徒弟，你可以叫他小牛。牛仔对着苏小璐的方向微微一笑，露出白牙。他对着苏小璐招招手：“小璐姐姐好。”苏小璐这才发现有了生面孔，他看向牛老和牛仔，感受到他们的和善。“牛师叔好，小牛师弟你也好，来一起吃啊，这岛屿上的动物可好吃了。”“哦，多谢苏姑娘。”安城抱拳感谢：“师傅，我以前不知道你是女子，多有过错，请师傅责怪。”“江湖不分男女，我是女子，不也还是你师傅？先吃东西。”看来一别2月，安城、安烈都知道他不是男子了，但这也不要紧，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迟早会知道，早晚而已。多谢师傅，多谢师傅。安城很恭敬，知道苏小璐是女子后，他反而更崇拜她了。在安城的认知里，女子能做的就是在渔船归来后收拾渔获，将洗衣服、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而大多数女子也是这样的，她们的生活一辈子就是这样，没有多大起伏。像是苏小璐这样12、13岁的姑娘就已经开始有约束了，因为要开始说婚了，但她却活出了不一样的洒脱。怎样的父母才能培养这样的孩子呢？苏小璐身上有许多让她敬佩的东西，她勇敢无畏，她也生性善良，是女子也可以活成不一样的模样。苏小璐可以，那她的妹妹是不是也可以呢？一行人吃着烤肉，决定要在岛屿上走走，所以他们并没有着急返回。岛屿灵气充盈，是练功的好地方，岛上的动物也蕴含灵气，吃不完可以提炼一些丹药。这是一座没有危险的岛屿，养育了无数宝物，任人采撷。丫头，此番磨练可有收获？今日异象四起，若有获得机缘，绝对是超乎你想象的。这岛屿上必定是有一线机缘，就看是你还是他了。按理说，这机缘应该苏小璐得，毕竟周芷双腿不便，看见了什么好东西，他也抢不过苏小璐。虽说不能欺负身体残缺之人吧，但江湖之事没有男女，大家各凭本事，就不存在什么掐一说了。臭丫头，你要是拱手让人，师父一定不饶你。那不过是区区男色，要喜欢咱们撸了就是。师父，你误会了，那不是我拱手让人的，就那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想要。事情是这样的。苏小璐把周芷的机遇解释给吴老头他们听。师父，你误会了，那不是我拱手让人的，事情是这样的。苏小璐把周芷的机遇解释给吴老头他们听。周芷当时都痛得快要死了，他忍得住，他扛不住啊，这样的机遇他不想要。吴老头沉思，那这就便宜那小子了，听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这丫头从小没受过透，想来也是熬不住的。苏家人曾经日子不好过，但对这丫头那都是宝贝的很。小时候哥哥姐姐都疼爱她，即便是那2个傻哥哥，在外得个什么野果子都能克制孩童的本能带回来给他吃。要知道那时候他的2个傻哥哥心智不过2、3岁，他唯一受点苦累的无非就是练武，那样惨绝人寰的疼痛想来也是受不住的。如此境遇都熬得住，那位也绝非池中之物啊！想来也是受不住的。如此境遇都熬得住，
那位也绝非池中之物啊。牛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想来那磨练的就是人的心智。周氏能经得住磨练，他的心智绝非常人所能比，历经磨练才能站在常人所不能达的地方。但他命运多舛，是个苦命人，不是道中人，却承受着五弊三缺之痛。其实他应该学道，很可惜呀。牛老笑着摇摇头，不再往下说。周志是皇室中人，注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身份名利去学道。牛前辈，安成叫了一声，然后扑通就跪下了。后生，你做啥？安成先磕头，随后他拿出这些日子积累的丹药送上。牛前辈，可否为小辈我算一算？我想知道我这条腿能不能长出来。这阵子他的腿就没有变化了，一直停留在膝盖处，不再生长。他心里是着急的，有了希望，他就不想残缺的度过这一生。但对未来，他也很迷茫，到底怎样才能健全呢？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才能达到健全？念你和苏丫头有缘分，老夫就为你看一看吧。你这丹药我不要，要你的一滴真诚泪就好。牛老伸手扶起安成。多谢牛前辈，我答应。牛老伸手在安成脸上摸索起来，他一是看相，一是摸骨。安成很激动，脸色都逐渐的涨红了。你这个人啊，幼时父母双亡，兄弟公亮，长兄即为父，少年志得意满，积累了功德，却也因此遭劫呢。你这残肢应该就是那时候没的吧？要受一些磨难，会遇贵人，把握机会，生死只在一念之间，可转危为安，也可万劫不复。崽儿，去取琉璃瓶来。好嘞。牛前辈，没有了吗？那我这条腿还能长出来吗？牛老说的话前部分他听得懂，因为那就是在概括他前20年的经历。那我这条腿还能长出来吗？牛老说的话前部分他听得懂，因为那就是在概括他前20年的经历。但后面的话他就有点琢磨不透了。什么叫做可转危为安，也可万劫不复，还都是在他的一念之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是遇到贵人了吗？为什么还会面临这样两极分化的选择？后生，你命脉就是这样显示的。人生就是充满了选择，如果当初你不救人，没积累下功德，你也不会有今天，是吧？将来也是一样，你选择什么样的路，那条路上的东西就不会改变。老夫呢，就是告诉你，路上有这么个东西，至于你如何抉择，如何分辨，那就是你自个儿的事情了。多谢牛前辈告知。牛仔取了琉璃瓶来，牛老就让安成闭上了眼睛，听着牛老的呢喃，他的声音像是来自古老的梵音，神秘而神圣。听着牛老的呢喃，他的声音像是来自古老的梵音，神秘而神圣。渐渐的，安成感受到了狂风暴雨，却发现自己回到了那条船上的那一天。安林之父掉下了船，安林兄弟跪下来苦苦哀求：求求你救救我们爹！你是这海上勇敢的勇士，除了你，没有人能做到了。求求你了！只要你肯救我们爹，我们全家都会感激你一辈子的。求求你了！看着曾经的一幕重新在他面前上演，安成是愤怒的，也是犹豫的。他要怎么做抉择？曾经他无数次的想，如果人生重来，他绝不会选择再救安林的父亲，牺牲自己的腿。可当这真的重来了，他却并没有那么坚定。安林兄弟都跪在他面前，举手发誓，恳求他救人。安成看着在海里费力扑腾的身影，他很挣扎。安林兄弟不停地磕头，都磕出血了。安成一咬牙，他闭上眼问：假如我因救你们父亲缺胳膊烧腿怎么算？你们能负责我一辈子吗？假如我因救你们父亲缺胳膊烧腿怎么算？你们能负责我一辈子吗？能，我们养你一辈子。
你这么勇敢，这么厉害，一定不会有事的。假如要是有意外，我们一定负责到底。安城没有再纠结，纵身就跳下了海。他想，再游快一点，再游快一点，或许不会有事。他天生就是属于海洋，一到海里，不管多大风浪，也跟回了自己家一样。可他把安林之父送上岸，在被安林兄弟拉上岸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了腿根剧烈的一痛。再次有意识的时候，安林之父带着安林兄弟齐齐地对他鞠躬道谢，并且保证以后会对他负责，他们家会养他一辈子。安城闭上眼，有些哽咽。我希望你们能说到做到。这时候的感恩是真的，可后来的厌烦也是真的，拒不见面也是真的。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他2次都选择了救。醒来！好似从天边传来一道温和的呼唤，安城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醒来！好似从天边传来一道温和的呼唤，安城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看着面前慈祥和善的老前辈，安城发现自己哭了。安城恭敬地拱拱手，多谢牛前辈。他此刻心里特别的轻快，好似所有的沉重都随着他的释然放下了。这让他明白了，不管能回去过多少次，他还是安城，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牛老把琉璃瓶盖上收好。前路漫漫，莫存歹念，多修福报才好啊。安城笑了笑，他现在还是不能悟透，但这本就是深奥的东西，恩恩怨怨，善恶是非，谁说得清楚呢？他最多只求问心无愧，今日所作所为，将来不会后悔就好。至于是福报还是恶报，是他的，他都接着。回去的路上，他们又抓了一些龙鱼，苏小璐提炼成丹药收起来。这次回航，路上倒是平静，没有遇见大鲲和海鲲。回去的路上，他们又抓了一些龙鱼，苏小璐提炼成丹药收起来。这次回航，路上倒是平静，没有遇见大鲲和海鲲。回到岸上后，苏小璐就呼呼大睡。苏小璐直接睡到了下午才醒，她一醒来就听到敲门声音。小璐师姐，你醒了吗？我起来啦，小牛师弟。苏小璐起床，打开门，发现家里清冷，似乎只有牛仔在家。小璐师姐，喝牛奶，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谢谢师弟。师弟，师傅他们呢？师姐，几个师傅出去办事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师姐要是烦闷，小牛可以和师姐聊天。牛仔非常的阳光，他双目无神，没有聚焦，但他能准确地捕捉苏小璐的脸，他会看着他的方向说：师弟，我有点好奇啊，但是我又怕问了之后你会不开心。小璐姐姐，你是不是好奇我的眼睛？师弟，我有点好奇啊，但是我又怕问了之后你会不开心。小璐姐姐，你是不是好奇我的眼睛？这个没关系了，我的眼睛从小就看不见，但我感官异于常人，世间万物我都能感受得到，我只是看不见它们的颜色而已。而且等师傅为我收集了100人类，师傅已经收集了95人了，就差几人我的眼睛就能复明了。牛仔非常的善解人意，苏小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原来是这样啊，那很快啦。就差5个人了，应该要不了多久。小璐师姐，我感觉到你一直在发光呢，很温暖，很舒服，和你做朋友一定很快乐。我能做你朋友吗？可以啊，我们师傅之间是好友，咱们的年纪又相仿，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好朋友啊。你叫我师姐，我叫你师弟，我们就是好朋友。牛仔又乖巧又好看，他也很乐意和他做朋友。师姐，你饿不饿？我可以做饭给你吃。啊，那就谢谢师弟了。我厨艺不太好，我给你打下手吧。师姐，你饿不饿？我可以做饭给你吃。啊，那就谢谢师弟了。我厨艺不太好，我给你打下手吧。让牛仔做饭，苏小璐有些不忍心，但他看起来真的会哎。苏小璐帮忙打下手，两人一拍即合。不到半个时辰，苏小璐看着那一堆一言难尽的食物，沉吟了。师弟啊，你和你师傅平常就吃这个吗？没有好吃的吃的时候，我们师徒就吃这个。师傅说这叫人生百味原汁原味，它不麻烦。师弟啊，我带你出去逛一下吧，咱们去吃点好吃的。牛仔很高兴，
但他也有些羞涩，扭捏道：“师姐，我请不了你吃东西，我没有银子。”他是个穷光蛋，兜比脸还干净的那种。哎呀，师弟，没事的，我罩着你。但是我有点好奇哈，你怎么会没有银子呢？你和你师傅不应该穷啊。哎呀，师弟，没事的，我罩着你。但是我有点好奇哈，你怎么会没有银子呢？你和你师傅不应该穷啊。胡老头可是有钱的很，随便带在身上的就是数万两银票，而在老窝更是藏着不少宝贝。牛老和牛仔的本事也不亚于他师傅，风水玄学是达官显贵最喜欢的东西啊。按理说他们也应该很有钱才对，但牛仔是个很诚实的孩子，一看他那羞涩局促的样子，就知道他没撒谎。师姐，我和师傅都犯了5别3缺之命，穷和病残。虽然我和师傅常年走江湖，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钱。我们手里有钱，只会给我们带来祸事。以前我小不懂事，受不了饿肚子，藏银子在身上。一旦我这么做，我们必定遭到祸事，好多次都差点丧命了。盗匪手下是不会留情的。苏小璐没想到会这么惨，她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命数这个东西由不得她不信。那没事，你以后都跟着我，我保证你每天都吃得饱饱的。那没事，你以后都跟着我，我保证你每天都吃得饱饱的。谢谢师姐，只要你不嫌弃我命不好就行。哎，师弟，那师叔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好养活吗？是的，师傅说我命不好，畜生都比我好养活。我就是牛仔，牛仔就是我，好养活。苏小璐带着牛仔出门，她没有走很快，就一直和牛仔肩并肩。她是做男子打扮，就算是挽着胳膊，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妥。小牛师弟，那你师傅叫什么名字呀？师姐，请恕我不能说，我们这样的人命都如草芥了，名字都不好听，大家一直都不说名字。我的名字师姐可以随便叫，但是师傅的名字我不能告诉你。是我冒犯了。师弟放心，我以后不会问了。走，咱们去吃好吃的去。真正的在意是不会在知道对方底线后还做出让对方为难的事情。苏小璐带着牛仔去吃了路边的饺子，还有各种海鲜的煎饼，还有糖葫芦，牛仔都很喜欢吃。师弟，你不挑食吗？苏小璐感觉牛仔很憨厚可爱。我不挑，有吃的就好。苏小璐也爱吃，涉猎也广泛，两人倒是志趣相投，两人吃着小糖人。嘿嘿，师弟啊，等以后你和我回京城去，我让你尝尝我娘的手艺，还有我婶婶他们的厨艺超级好吃呢。只可惜我姐姐要住在宫里，不然你也能尝尝她的厨艺，那都是绝顶美味呢。不管是鱼货还是山货，天南地北各式各样的都能做得很好吃呢。是吗？那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尝一尝。牛仔很高兴，也很期待。对于苏小璐说的，在他眼前都好似有画面感。师弟，现在灵气复苏，你有准备开始学武吗？苏小璐咬下了一块糖，满足地眯了眯眼眸，可真好吃啊！我学不了武，师父说这是命，这是改变不了的。但现在天下机遇很多，如果运气好，我们能遇到一些好东西。不，师父说这是命，这是改变不了的。但现在天下机遇很多，如果运气好，我们能遇到一些好东西。将来遇到危险，即便没有武力，也能用来保命。那太可惜了。不过没关系的，我会留意的。以后要是遇到了合适你用的，我找到了送给你。谢谢小鹿师姐。牛仔笑得很阳光温暖，他一笑露出小白牙，那2颗虎牙使得他看上去又可爱又温暖。最主要的还是牛仔本来就长得好看。没事没事，我是你师姐嘛。苏小璐大方的摆摆手，师姐等于半个姐姐，姐姐疼爱弟弟是正常的，而更多的还是牛仔带给她的感觉，让她很想保护他。寥寥几句话，却让他知道背后的不容易。但就算经历磨难，牛仔还是这么乐观温暖。别人他不管，但他就要保护这个师弟。牛仔好似什么都懂。谢谢师姐，师姐喜欢我，我很开心。吃饱喝足，苏小璐带着牛仔回小院。谢谢师姐，师姐喜欢我，我很开心。吃饱喝足，苏小璐带着牛仔回小院。回到小院，吴老头他们已经回来了。牛仔朝着牛老走去。师傅在呀，有没有给师傅带好吃的？师傅，有的，师姐买了好多肉干。牛老笑容慈祥，掂量了一下牛仔的小袋子。不错不错，
这够我们师徒2人吃一阵了，可得藏好了，才不外露，知道不？牛仔点头，然后回房间去了。时候也不早了，苏丫头，多谢你的款待，我们师徒明日就要离去，咱们有缘再见了。啊，这么快就要走吗？要是再多待2天，他就能多带牛仔吃一些好吃的。哈哈哈，缘聚缘散都是定数，这次分别是为了下次重逢呢。你以后要是想念崽儿，咱们可以通信的嘛。哈哈哈，缘聚缘散都是定数，这次分别是为了下次重逢呢。对着吴老头和龟油摆摆手，丫头，好好睡一觉，明天收拾收拾，后天咱们也要离开这儿了。听闻南面丛林起了一片雾，走进雾的人都失踪了，隐约还有野兽嘶吼，我们过去看看去。苏小璐点头，他来青海也够久了，得到了一些收获。海里面的大鲲，虽然他很想捕一头，但现在还不到时候。世界相融，异象四起，他是该到处走走看看。回到房间后，苏小璐睡不着，所以他悄悄地出门了。他不能给牛仔很多银子，他只能给他食物，一些可以存放很久的食物。从牛老对他的交代，苏小璐判断出，即便是食物，那也是需要藏好的。苏小璐来到周志所住的宅院。小璐，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来了，你猜一下是为什么？小璐，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来了，你猜一下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伸出手，袖子撩起，鲜嫩的绿色环痕说明了一切。周志用指腹摩挲在自己手腕上。因为这个，我可以通过草木类根系物种的感应，每个人的感应都不一样，所以你来我就知道了。其实只要是他和苏小璐隔着不远，他都能感应得到他。这个能力是可怖的，就相当于只要他能力足够，这世间万物能作为他的眼睛。草木，这世界随处可见呐。即便是冰冻苦寒地域，也有那顽强不息的杂草在发芽生长。哇，那这个好厉害啊！木系印记有着无穷的潜力，其实不只是木，还有风、火、雷、电、水等等各种各样的。他们或许已经现世，或许还没有。这些宝物都还等着被人挖掘。四哥，那我要郑重的恭喜你，这个东西没有白费你吃的苦。这个东西还有很多作用。四哥，那我要郑重的恭喜你，这个东西没有白费你吃的苦。这个东西还有很多作用，只是我现在呢还没有发现，不过将来我还是会慢慢的琢磨透的。四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苏小璐就把要求说了，她想要在短时间拿到一些海鱼干货，而且还得好携带，是那些能制作成鱼绒的，用特殊的东西封存起来，好藏好取。牛老和牛仔一穷二白，他们不会带很多东西，所以所携带的东西都是要藏在身上的。周志一听就懂了，他安排下去。2个时辰后，就有人送来给苏小璐想要的。鱼绒被压缩后已经很干了，像是一块布料缝制在衣服上，取下来在水里煮一些就能有很多。苏小璐拿着衣服回去，天还没亮，她远远的就看见有人影从小院出来。那一高一矮，不是牛老和牛仔还有谁？2人很安静，连走路都没有什么声音，没有回头，就这样离开。苏小璐飞身追去，她追到2人。哎，苏丫头，你怎么来了？苏小璐飞身追去，她追到2人。哎，苏丫头，你怎么来了？师姐，你来给我们送行吗？谢谢。苏小璐把2件衣服递给牛老和牛仔。牛师叔、师弟，这个衣服里面大有文章，送给你们。路上饿了就摘一些棉花煮了吃，时间紧迫，我只能做这个送给你们了。牛仔露出笑意，他伸手扯了扯牛老的衣袖。牛老笑吟吟地接过。多谢苏丫头的好意，我们收下了。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丫头，再见。师姐再见。再见。牛老带着牛仔离开，苏小璐直到看不见他们，才返回家里去。他一开门，发现吴老头和龟油都起来了。苏小璐感觉有点迷糊，师傅们都没睡着啊，那
那怎么不去送行呢？师傅，小牛和牛师叔已经离开了，你们知道吗？你这丫头怎么没睡呀？丫头，你给他们送行了？师傅，小牛和牛师叔已经离开了，你们知道吗？你这丫头怎么没睡呀？丫头，你给他们送行了？我还给他们送了东西。丫头，下次知道他们走了，不用送，什么也不用给，给了也留不住，送也是送祸事，他们命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他们也是人啊。为什么学了一些东西就要受这些苦呢？没事儿，牛老会妥善解决的。吴老头伸手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回屋，师傅给你说说。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好多东西玄妙着呢，一般寻常人是不会去受那个罪，走那个怒的，都是一些命运多舛的人，学的东西都是和天换来的，五弊三缺不可逆，他们本事超凡，可搅动国运风云，达官显贵见了都得奉为上宾，是因为世上无神，他们就是神呐。达官显贵见了都得奉为上宾，是因为世上无神，他们就是神呐。有的人一生苦难，可请高人改命的，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逆天，逆天就要受到惩罚。在俗世没有人压制他们，所以压制他们的是天道。他们可以为恶，但也可以行善，积德积福。你牛师叔这辈子注定都是挨饿受冻的，送行只会给他带来祸事。认识的时间不长，也没来得及和你解释，他接受你的好意，自然也会有解决的法子。此事不用多想，只需记得，下一次见面再分开，什么都不用管就好了。吴老头语重心长地说完这些话，作为好友，他养牛老一辈子都可以，但他不能。每个人的命不同，大家也只是在相聚的时候好好享受。今天说了，苏小璐今后就明白了。师傅，可牛师叔没作恶呀。师傅，可牛师叔没作恶呀。丫头，有些人生来就苦，你牛师叔人还是不错，所以他才能活得这么长寿，不然呢，他早死了。他犯五弊三缺，穷和急，学这道才得以活下来。能平安活到现在，也是一种积德的表现。苏小璐似懂非懂，命数本就深奥，她理解不透也正常。那下次再见，我再请他们吃好吃的。下次再见面，她可再请小牛吃更多的好吃的。苏小璐想起自己送的东西。师傅，那我送的东西……没事，他会处理妥当的。那老头儿命长着呢。既然会收下，那就有他自己的办法。苏小璐这才安心下来。牛老等走远之后，崽儿啊，你说干嘛叫师傅收下嘛？师傅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喽。师姐很好，我不忍心拒绝她，对不起师傅了。你说干嘛叫师傅收下嘛？师傅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喽。师姐很好，我不忍心拒绝她，对不起师傅了。牛老摸了摸牛仔的头发，这才认识多久，一口一个师姐叫的这么好听，他好还能比师傅更好？牛仔忙摇摇头，全天下自然只有师傅最好。牛老笑吟吟的哼着歌，带着牛仔迎着朝阳出城去。看着远处有个流浪乞讨的身影，牛老眼睛一亮，带着牛仔走过去。牛仔扶起老人，连忙给老人喝了一些水。老伯，你怎么样？老乞丐只是饿了累了，喝了些水之后缓和了回来，他老泪纵横。多谢你们，
我没事儿，就是累了，饿了。牛老脱下外衣，轻轻扯开一个口子。老人家，这是鱼蓉而制，你拿去泡水喝吧。老乞丐很震惊，也很感动。他打量着牛仔和牛老。你们看着也没比我们好多少啊，我拿了，你们怎么办呢？你们看着也没比我们好多少啊，我拿了，你们怎么办呢？我忍不下心拿走啊。老人家，我们自有我们的生存之道，这好东西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现在遇见你，这就代表它该是你的。走了。老乞丐颤颤巍巍地裹紧衣服，轻轻咬下内里的一角，一边嚼一边对着牛老和牛仔做了个揖。苏小璐要离开，他去安烈家告知他，安烈已经安顿好了家里。听着苏小璐来道别，安烈就跪了下去，磕了一个头。师傅，我想跟随你一起去，师傅可以带着我吗？安烈，我不能带着你去。你的家乡是个好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持续的发展。你的小叔和你的家人也很需要你，我今后会给你写信的。再说了，你还得帮我管理海域呢。海面上是宝地，他离开这儿也不能放过这个宝地呀。安烈有些失落，他是想跟着苏小璐出去见世面的，但经过苏小璐一说，他也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师傅放心，我一定会管理好你的海域的。师傅放心，我一定会管理好你的海域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件事。我给你个东西，这是捕捉龙鱼以及提炼灵液和丹药的法子，非常简单，有手就行。到时候你拿一半托人给我带到京城里来。这还有一些其他鱼种的捕捞方式，我都写下来了。安烈接过，郑重的答应。苏小璐看着安烈和安成，出海在外要注意安全，不管是大鲲还是海鲲，能躲就躲，不要再傻傻的莽撞上去，知道吗？苏姑娘，我这丹药到时候能交换你手里其他物种的丹药不？价值相等，可以换。好，那谢谢苏姑娘。安小欧出来留饭。安小欧知道苏小璐是女子之后，看她的目光实在是灼热。苏小璐不是个自傲的人，被这么崇拜的看着，拒绝说不出口。小璐，我要回京一趟，我或许不会去南面，到时候我可能会在北面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下次见面就是冬天了。你要回京城啊？那帮我带个东西回去，给我二哥，让他安排就好。反正临冬时候我也会回家，那我们就冬天再见了，到时候刚好给你解第3次毒。好，那我们11月见。苏小璐信任他，才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他，他很高兴。他伸出手，有一根荆棘伸长出来，是绿色的。他用小刀割断。四哥不可！他话音刚落，周志已经割了一根枝丫。小璐，这根荆棘你拿着收好，它只要遇水就能够落地生根，能在顷刻间爆发，长成一堵50尺的高墙。你若是遇到什么危险，可用来挡一挡。放心，这对我没有害的，荆棘可再生，我还有很多很多。苏小璐有点担心，但周志刚刚切口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新的，这让他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最终，苏小璐接受了这个理由，离开后就把荆棘枝丫收回了空间。或许是周志的木系印记给了他灵感，苏小璐开始思索他空间的事情。以前的时候，他的空间是不能装活物的，但是种植是可以。那现在呢？以前的时候，他的空间是不能装活物的，但是种植是可以。那现在呢？苏小璐决定试一试。他路过菜市场，顺势买了一条鱼放进空间灵泉里。一回到院子，龟油就把监督老头练功的任务交给他了。苏小璐只好先监督师傅了。他心不在焉，吴老头算是看出来了，非常的鄙夷嫌弃。怎么，凳子上有钉子扎你屁股呀？不爱看我这糟老头子就直说，我还不爱看你呢。走走走。吴老头高傲的哼哼，他一把年纪了，每天还累死累活的，他才烦好不好？苏小璐笑容甜，不走也不说话。这死丫头！练完了，龟油出来喊停，吴老头立马就揉着腰进屋。老虎沟。苏小璐回了房间休息，关上门之后，他意识立马进入了空间查看，看见鲤鱼肚子已经翻白，他无奈叹息，捞起来准备拿出去炖了。
拿起来后，却发现鲤鱼的腮部在一张一合。看见鲤鱼肚子已经翻白，他无奈叹息，捞起来准备拿出去炖了。拿起来后，却发现鲤鱼的腮部在一张一合。苏小璐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直到鲤鱼在他手中摆动了一下，苏小璐确信这是个活物，他的空间能装活物了。苏小璐把鱼放进灵泉水里，他在自己的空间里走动，发现空间似乎比以前又扩大了些。他走到边缘，用手碰触感受，是一种壁垒，他打不破的壁垒，他的空间就在这壁垒之中。苏小璐把草药都收拾了一遍，放置丹药的小柜子，有他各种各样的药瓶，这些东西可都是价值不菲呢。想来不知不觉的，她也是个小富婆了。她像是一位高傲的领主，巡视过自己的领土之后，就出了空间。他像是一位高傲的领主，巡视过自己的领土之后，就出了空间。第二天一大早，吴老头和龟游带着苏小璐就离开了青海县。明年春天，你得学骑马了。吴老头翻了个白眼。驴子怎么了？我这驴跑起来也不慢了，天塌了还有高个子顶着呢。我都这么老了，我不需要学会那么多。要学。龟游就2个字，气得吴老头跳脚。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呀？好气就好生气。苏小璐假装失聪，在吴老头看过来的时候，他视线左右上下，就是没和吴老头有任何视线接触。虽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池鱼隐身了，自保可以吧？龟游对吴老头狠，对苏小璐也狠，得空的时候突袭偷袭不择手段，说动手就动手。这样之下，没有几天，苏小璐就警惕的不得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都能顷刻间做出反应。得空的时候突袭偷袭不择手段，说动手就动手。这样之下，没有几天，苏小璐就警惕的不得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都能顷刻间做出反应。师徒2人直接成了受难兄妹，就连马和驴子都在瑟瑟发抖。赶起路来，驴子都累得直骂。起雾的地方是自由城镇的一座深山，这座小镇已经是重兵把守着。午时刚过，师徒3人进了城，能住店的客栈都很贵，这小小的镇其实已经聚集了不少江湖人。到一个地方先打听消息，吴老头交给了苏小璐一个任务，去取消息回来。苏小璐看出来老头是有空就想躺着休息，一动也不想动。苏小璐接下任务就出了门，出了客栈，按照老头给的地址找过去，越走越偏僻，苏小璐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最后他站在一个棺材铺子外面，看了又看，地址是没找错，但怎么是个棺材铺？这上面说的明明是成衣定制啊！地址是没找错，但怎么是个棺材铺？这上面说的明明是成衣定制啊！苏小璐想了想，还是抬手敲门了，可能是搬家了，问一问现在的主人，没准还能打听到地点。苏小璐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很快门被一下子拉开，苏小璐后退了一步。这是一个粗壮的大汉，一脸凶相，声音也很粗犷。小子，你有啥事儿？大叔，我来找晨曦成衣定制，请问他是不是搬家了？我就是晨曦，你哪派的？直截了当的报出身份，也直截了当的问苏小璐是什么人。苏小璐依然笑着，把名古的身份牌拿出来。晨曦拿过去看了又看，又看了苏小璐几眼。老头是收了个丫头来着，你是女扮男装了吧？苏小璐点头。进来说吧。苏小璐进门，晨曦就关了门。他对着屋内喊了一声：艳娘，名古老头的小徒弟来做客了，端点甜点给他。艳娘，名古老头的小徒弟来做客了，端点甜点给他。好。里头传来一声回应。晨曦是做棺材的，院子里停放了几尊棺材，有的上漆了，有的没有，还有一些大块木料堆放着。小院角落的2侧种的都是菜和瓜，都是农户常吃的东西。晨曦带着苏小璐进屋，屋子里陈设很简单，但是很干净，有一股淡淡的木香味道。苏小璐看了看，发现有个香炉。
你家老头子身体怎么样？师傅身体还不错。你来是想问山里起雾的事情吧？苏小璐点头，他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有人进屋来，陈曦对苏小璐介绍：“这是我内人田氏，你可以叫她婶儿。”苏小璐看向田氏，田氏也对着她笑，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妇人，皮肤看起来很白，样貌不算出众。小璐，你好，这是婶婶亲自做的，你尝尝，看看合不合口味。谢谢田婶。小璐，你好，这是婶婶亲自做的，你尝尝，看看合不合口味。谢谢田婶。他拿了一块糕点，吃了一口，又香又甜，是好吃的。陈曦自己也拿了2块吃着。哦，山里那雾出现有2月了，人进去之后就出不来，有时候还能听见里面传出兽吼。官府派了重兵封了，不过那片山水土不错，最近菌子挺多的。近来也有不少习武的江湖之人涌来这个小镇，也有人进去过，但进去了就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遭遇了不测。如果你要进去探一探，那得和官府报备一声才行。所有能进去的入口都封了，没被封的都是一些悬崖峭壁，爬也爬不上去的那种。最近这段时间，从雾里会出来一些小畜，和兔子地鼠差不多，肉质是非常鲜美，是达官贵人的心头好啊。要是运气好抓到几只，能卖高价钱。丫头，你要是想进去探一探，我建议你加入官府。丫头，你要是想进去探一探，我建议你加入官府。前几天从京中来了一位皇子，身边有不少高人，他现在在召集武功高的人，以你的武功加入他们是没问题的。你和他们一道进去啊，安全一些。他们召集的地方在南街衙门。陈曦一边吃糕点，一边把自己知道的信息都说给苏小璐听。苏小璐听得专心，她一块还没有吃完，陈曦已经把其他的都吃完了。抱歉，我吃完了。田氏颇有些无奈，从桌子下狠狠地掐了陈曦一把。没关系，我吃这一块就够了。这好吃是好吃，但甜呢，他也吃不下那么多。不过看起来陈曦很喜欢他娘子的手艺。我知道的信息就是这么多了，代我向你师父问好。苏小璐点头起身。好，谢谢陈叔。我知道的信息就是这么多了，代我向你师父问好。苏小璐点头起身。好，谢谢陈叔。陈曦起身送，田氏起身就在他腰间狠狠地掐了一把。陈曦面不变色，送苏小璐出门。苏小璐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她的视力和听力太好了，陈曦被掐，吸气声音都会重一些。陈曦似乎是没有孩子，苏小璐没听见孩子的声音，也没有看见有孩童，这些她要是想知道，回头老头都能告诉她的。离开陈曦家，苏小璐想着陈曦说的那句话，从京城来了一位皇子，周至回京了，应该不是他，但除了他，适龄的就只有周恒了。毕竟其他的皇子都不大，不太可能让他们来这么危险的地方。苏小璐看着时间还早，就转头去了南街衙门一趟。他看小孩进去挨打是很痛的。大叔没关系的，我扛揍。叫什么名字？苏噜。苏小璐报了名字，她做男子打扮，就叫苏噜。做登记的大叔很快写好，对苏小璐挥挥手，示意她可以进去。苏小璐立马朝着黑衣人攻去，她随手折了根枝条。黑衣人比她高，比她壮，赤身肉搏对她没好处。苏小璐这一出手，黑衣人就飞身后退，他眼神变得锐利，很快做出了回击，试探苏小璐的身手。苏小璐有所保留，他也感觉得出这黑衣人是暗卫的招式，他也有刻意压制。10招后，黑衣人退身开口：“你被选上了，进去找柳大人登记一下吧。”苏小璐对他抱拳，没有多问，朝着他指的门而去。这短短片刻的画面，要用一生来治愈了。乖乖，这小孩咋这么厉害？苏小璐已经进了门去，通过一条小道进了另一个院子。进来。从屋内传出一道声音，苏小璐听着觉得有些熟悉，她快步推门进入，进了另一个院子。进来。
从屋内传出一道声音，苏小璐听着觉得有些熟悉，她快步推门进入，案前一人抬起头来，看着苏小璐，疑惑了一下，有些不确定。小璐，柳大哥，你怎么在这里？竟然是刘子金，苏小璐有些意外。刘子金也是意外，苏小璐女扮男装，他还有点不敢认。见真的是他，刘子金立马起身。这自由城属芙蓉州内，是我管辖之地。小璐，好久不见，你怎么会来这里啊？你大哥知道吗？我从青海那边过来，我大哥也在这儿吗？他和谁来的？是我姐夫吗？阿崇也在，他是和大皇子来的，是奉皇命来的。哼，是大哥在那儿呢，我和2位师傅住在客栈里。小璐，阿崇和大皇子就住这后面。走，我现在带你去找他们。能进到我这里的，一天下来也没几个，我不在也会有人安排的。刘子金领着苏小璐出院子。慧兰嫂子怎么样？安根乖不乖？慧兰嫂子怎么样？安根乖不乖？慧兰出产，生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多亏有你给的药，慧兰才平安产下安哥。他们都在芙蓉州那边，我是芙蓉州知府，这边有异样，我就带人过来控制了。大皇子和阿崇是刚到这边10天，这次进去也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以往进去的虽都是习武之人，但3、3两人不多，这一去不出来，也不知道是遇害还是怎样。那雾气是没毒的，相反，那片林子气息闻着非常舒适。现在人们都说那里灵气充盈，现在没人进去，但一些习武之人在那边打坐修炼内功的挺多的，一些被我们召集，到时候随同我们一起进去。他知道苏小璐的本事，所以他全盘相告。其实除了咱们大洲，其他邻国许多地域都出现了一些异象。如今灵气复苏，有人们难以想象的机遇。如果某个国家停滞不前，其他国家实力强大了，那势必会发起战争。作为大周国臣民，他们是不能坐以待毙的。我有所耳闻。我和2位师傅这次过来，本意也是想进去看看。他空间的那条鱼已经活了，这足以证明他的猜测。他以前的实力不足以将空间运用到极致，空间的作用会随着他慢慢强大而改变。另一个世界还正是灵气充盈的时候，宝物也多，哪怕危险也阻挡不了前进的脚步。刘子金微微一笑，到了门前，他叩门，没多久门就打开了。大哥，小璐，你怎么到这来了？你不是在青海那边吗？青海那边还算稳定，听说这边有异象，我和2位师傅就过来看看。大哥，小璐，你怎么到这来了？你不是在青海那边吗？青海那边还算稳定，听说这边有异象，我和2位师傅就过来看看。先进来说。听到龟友也来了，苏崇心里安稳了很多，带着苏小璐进去。进了门，苏小璐看见桌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山川地图，周恒正在进行标注，屋子里还有一些陌生的面孔。那绵延的雾好似就是一道屏障，将雾里面的世界和外面隔开的屏障。进去之后能看见什么，谁也不知道。看见苏小璐，周恒对他沉着的微微点头。苏崇带着苏小璐、刘子金坐下了之后，周恒在分析情势。不管从哪方面看，雾里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地方，这对大家来说都是陌生的。周恒做的准备算是全面了，给每个人都准备了足足能用7天的东西。即便是分开了，也不至于一开始就要为生存拼命。有带进去的东西，至少能给人一个缓解冲击的准备。如果所有的东西保存完整，那就能用7天。如果不幸丢了一些，哪怕留个1、2样在，也能用1、2天。对此大家都表示认可。随着外面天色黑了，周恒看了看众人。7天后进山。随着外面天色黑了，周恒看了看众人。7天后进山，大家这段时间有能力者自己也可以准备一些东西，每人有30两的玉制银子。人们走后，小璐，一起去吃饭吧。三哥，我该回去了，2位师傅还在等我把消息带回去呢，明天有空再一起吃饭吧。好吧，阿崇送小璐回去吧，代我向2位先生问个好。苏崇点头。
苏小璐和刘子金说了声再见，就和苏虫一起离开。路上，大哥，吃了丹药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进步很大，我的丹田之处啊，有了一股气劲，非常的醇厚。不只是我，华哥还有石哥都开始有内息了。爹娘的身体大好，娘的手已经恢复好了，爹的眼睛也长了半只，后来没再生长。二哥猜测可能是能量不够。苏虫把家里的情况简短的诉说给了苏小璐听。如今灵气复苏俨然不是秘密，不只是大周国，其他国家都有许多的功法秘籍售卖，人人都想修炼成仙。一是为了触摸那神秘的传说，二是为了强大自身，哪怕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也不甘心随便就为人鱼肉了。小璐，你在青海那边怎么样？听说那边出现了大鲲和海鲲，很危险凶猛的。小璐，你在青海那边怎么样？听说那边出现了大鲲和海鲲，很危险凶猛的。那边还算稳定，遇见了只要避开就没事，两者都不喜欢动静太大，渔船安静就行。海鲲能出水面，但那也只是紧急情况的时候。一般来说，只要人没那贪欲，就能从大鲲海鲲下生存。但要人不贪，怎么可能呢？大鲲和海鲲就是行动的灵丹妙药，就是他也在谋划着。大哥放心吧，我现在还太弱了，不会那么自不量力的。那两样东西等我足够强大了，我才会出手。你心里有数就好，不管这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有爹娘还有哥哥我呢。苏虫伸手揉了揉苏小璐的头发，他也在疯狂地适应这个新改变，因为他是长兄，他要保护身后的亲人，他希望有一天能挡在苏小璐前面去。这段日子对于他们来说，相互成长都是翻倍的。苏小璐笑着点头，回到客栈。苏虫恭敬地叫了龟游和吴老头。师傅，师叔好。一边吃一边说。龟游淡淡开口。师傅，师叔好。一边吃一边说。龟游淡淡开口，他和吴老头等了半天了，都饿死了。客栈有饭菜，饭菜很快就好了。苏小璐也把取来的消息说给了两位师傅听，事事俱细，吴老头和龟游都没插嘴，安安静静地听着。等苏小璐说完，吴老头沉吟了一会儿，才开口：“丫头，那明儿去把咱们仨能预支的银两支出来吧。”用这些银钱去买点东西去。苏虫，你跟着一道去，能拿什么吗？师傅，我是朝廷命官，我现在听命于大皇子。他是什么都拿不了。哦。龟游表情不冷不热，吴老头意味深长。丫头，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这点上你可不能糊涂，知道吗？苏小璐乖巧点头。丫头，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这点上你可不能糊涂，知道吗？苏小璐乖巧点头。对周恒的安排，吴老头和龟游也找不出缺点，周恒考虑得很周到了。第二天，苏小璐就去领钱了，刘子金也照常做了个登记，领走了银子。师徒三人离开衙门。丫头，你知道你昨天见的是什么人吗？苏小璐摇头，她连忙抱着吴老头的一条胳膊。师傅，他们是什么人呀？我看着他们应该是夫妻，但他们为什么没有孩子呢？怎么没有孩子？孩子多的是，就是不能给人看而已。吴老头抚了抚胡子，吊着苏小璐的好奇心。苏小璐左边跑右边跑，不是捏胳膊就是捶背。龟游斜了一眼。陈曦和田氏祖辈世代养蛊，养育出来的蛊就是他们的孩子。陈曦和田氏祖辈世代养蛊，养育出来的蛊就是他们的孩子。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做缺德事儿，他们这一派人都长寿得很，夫妻逍遥快活几十载。过了花甲之年，收徒培养，收徒一般就是一男一女，女养母蛊，男养子蛊，两人一起长大成婚，如此传承。他说的对。龟游把吴老头要说的抢先说了，一点乐趣都没了。苏小璐听了就懂了，但她还是有疑问。他们自己是不是不能生育？还有，万一双方长大后爱上了其他人怎么办？丫头问得好，
意外常常发生嘛。倘若其中一方移情别恋了，那两方就要斗一斗了，两者只能活一个，活着的人才可以重新培养传人。想要改变命运，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活着的人才可以重新培养传人。想要改变命运，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既是师兄妹，也是夫妻，是最亲密的人，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苏小璐已经长大了，龟游和他说这些也不用避讳了。苏小璐明白了，她想起陈曦和田氏，还真没想到他们之间是这样的关系。陈曦和田氏看上去是很恩爱的，两人朝夕相处，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发生移情别恋的事情吧。似乎知道苏小璐心里想什么，吴老头摆摆手：丫头，自古人心最难测，不要相信有什么事情可以永恒。苏小璐觉得很有道理，人在成长是会变的。都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人这辈子有几个做到不忘初心的？一会儿嘴巴甜点儿，那田氏就喜欢女娃子，他们手里有不少好东西，我们能不能买到实惠的好东西，就靠你了。那田氏就喜欢女娃子，他们手里有不少好东西，我们能不能买到实惠的好东西，就靠你了。吴老头露出老狐狸一般的笑意，龟游也抿着唇，淡淡点头。苏小璐回想起田氏，非常的温和，她还没见过蛊虫呢。师徒三人到了陈曦家门外，苏小璐恭敬地在两位师傅身边等着他们吩咐。岂料龟游一把抓住吴老头，一个飞身就过了院子去。苏小璐心想，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丫头，别杵着了，快进来。吴老头在院子里喊他：吴叔，龟游叔。陈曦笑着打了招呼，苏小璐飞身进来：爷娘，上点甜点和茶水。然后请吴老头、龟游、苏小璐进屋。小陈，今日我们三人来是为了从你们夫妻这儿买点好东西。好说。小陈，今日我们三人来是为了从你们夫妻这儿买点好东西。好说。田氏很快地端了点心泡茶来了，他依然很温柔，做好之后就到陈曦身边坐着。两位叔，你们先吃点东西。陈曦自己先抓了几片糕点，在桌下，田氏已经暗暗掐了他一把了。他吃痛倒吸气，但还是乐呵呵地吃着糕点。平日里哪能吃这么多呀？托了贵人的福，这2天都能吃得够够的。吴老头和龟游见怪不怪，没动。苏小璐伸手抓了剩下的糕点。田婶儿，你做的糕点好好吃，我特别喜欢。喜欢就多吃点儿，回头你回去啊，婶子再给你包上一些。田氏非常的高兴，丝毫不看他身边的陈曦已经是苦瓜脸了。吴老头回给田氏一个灿烂笑容。苏小璐很快把糕点吃了，很甜，甜得他发腻。难以想象陈曦这样粗壮的大汉竟然会喜欢吃甜食，难以想象陈曦这样粗壮的大汉竟然会喜欢吃甜食。他的妻子田氏看着是不想让他吃太多。苏小璐吃掉，田氏很高兴。苏小璐吃得多，陈曦就吃不了更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苏小璐感觉有些晕，感觉像是醉酒，周围的声音都好似小了下来。他乖巧安静，听着吴老头、龟游和陈曦夫妻谈。他有点听不真切。他看见陈曦起身离开，没多久就抱了一个箱子来。苏小璐还以为自己出现错觉了，那箱子上好似有很多虫子，看着好像还会动。他揉了揉眼睛，这下看得更清楚了，是虫子，真的会动。陈曦打开了盒子，从里面取出了一些粉包。这里是毒蝎子粉，这个呢是五步蛇粉，这个是绿蛙粉，这个可是新做的啊，效果很好的。吴老头和龟游拿出银两，陈曦就要盖上盒子，盒子又被田氏抱去。他随手抓了一把粉包，大约是有4、5包。他指了指苏小璐，苏小璐看见他指自己，对田氏露出个笑意，田氏也笑了。
吴老头把粉包全部收起来，笑着起身相送。这丫头可真的是虎，咋一点没防备心呢？再信任人也不是这样信任的。吴老头一脸愁绪。你不相信丫头看人的眼光？归游淡淡反问。哼，不和你争。苏小璐信任田氏，说白了就是信任他和归游。虽说是师徒，但师徒也有反目成仇的，信任也没有那么多。苏小璐一心一意的信任，吴老头心里就跟吃了蜜一样，他就是嘴硬。苏小璐一觉就睡到了第3天中午，他醒来神清气爽，同时也饥肠辘辘，立马问客栈送来了一大碗面，他很快就吃了一碗。师傅，归游师傅，我感觉我睡了好久的样子，好饿。你睡了3天。啊？我怎么会睡了这么久？他想起吃了那么多糕点，他又恍然大悟。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吃？可是我那天看陈叔也吃了很多啊。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吃？可是我那天看陈叔也吃了很多啊。苏小璐不解，他头一天去找陈曦，只是吃了一小块，陈曦吃了一盘。第2天和师傅去，陈曦还干活呢。人家那是为了子骨，你又没有骨，吃了可不就醉了吗？苏小璐摸摸额头，原来如此。不过几块糕点就有那么大的效果，他也是很意外。晚上苏崇来看了他，看他没事就走了。接下来的3天，苏小璐和吴老头都在疯狂的练功，一天也就休息1-2个时辰，一直到要进山里去的前一晚才能好好的休息。7月15是要进山的日子，一早起来，苏小璐就和2位师傅收拾好了东西，去往集结的地方。苏小璐师徒3人到的时候，集结的人已经是一大片了，不少人都在聊天，看起来还算愉快。有人说自己曾经挑战过某个地方的高手，有人说自己打死过大老虎、大熊，反正都是炫耀一些自己的光辉事迹。有人说自己打死过大老虎、大熊，反正都是炫耀一些自己的光辉事迹。也有人戴着草帽，双手环着胸，抱着剑，嘴里叼着不知道什么草，非常冷酷的屹立在那儿。苏崇穿着铠甲，在同样身穿铠甲的周恒身边，帮着他有素的安排人们。刘子金也在，就连他也有了佩剑和携带了食物，因为谁也不知道进山之后会怎样，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好可能独立而行的准备。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周恒骑着马在前领路，这儿距离那一片雾也就是1个时辰的路程，有不少轻功好的都嫌走路慢，掠过了丛林飞去前面，树枝晃动，鸟儿都被惊飞了不少。哼，没用。师傅啊，累不累啊？这点算什么？老夫不至于这么弱吧？就这点路他还不至于走不动。师傅啊，累不累啊？这点算什么？老夫不至于这么弱吧？就这点路他还不至于走不动。临近雾，苏小璐看见那些先走的也等候着，层层重兵把守在外。苏小璐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雾应当是由浅到浓，但这里的雾是分离开来的，浓雾和清晰可见的林子就是1掌之差，1掌内就是雾的地盘，里面什么也看不清；1掌外，林子里干干净净，阳光照射，什么都无可遁形。周恒面色沉着，他原地休整，半个时辰后，大家一起进入屋内，休息一下，吃一些东西。半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怕雾气有毒，还要提前吃解毒的药丸。在进去之前，还给了1根绳子，让大家把扶着走。周恒准备得很齐全，他看了看天色，正好是午时。他牵着马儿率先走进了雾里，雾里眼睛只能看见自己身前的人影，再往前就看不清了。大家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哎呀，在这里面吸气好舒服啊，这里面的灵气好多呀。哎呀，在这里面吸气好舒服啊，这里面的灵气好多呀。有人嘀咕着，然后大口大口的吸气。雾里面的灵气非常充足，苏小璐一路也走得很小心，但地势平坦，无风，感受不到任何危险。
随着雾气越来越淡，他看见了层层叠叠的山峦，高耸入云的密林绵延不绝。天空飞着的鸟不知是何种类，人们都看得惊呆了。这处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我的个乖乖嘞，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地方啊？我喝一口气儿，就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好似自己要成仙了一样呢。有人惊叹出声，闻着这样灵气十足的气息，大家都在深深的吸气。啊，这么好的地方，仙界人怕是进来了都舍不得出去啊。有人笑谈地说，如此神仙地，他们就是一群想要成仙的人，来到了这里，怎么可能舍得走呢？所以之前进来这里的人为什么没出去，这就说得通了。殿下，臣建议进入林子。刘子金走到周恒身边提议。殿下，臣建议进入林子。刘子金走到周恒身边提议，这样看着好似没有什么危险，既然进来了，就要进林子看一看。刘子金的话大家都是赞同的，已经有人迫不及待了，吆喝着进去看看。周恒招手，有黑衣人上前，他吩咐了几句，黑衣人就返回屋里去。人们一看也都没出声，知道周恒很谨慎，这神奇的地狱就在眼前，也跑不了，但回去的路还能不能回去，那就不一定了。还好回去的黑衣人不多时就回来了，他向周恒汇报了情况，雾能回去，这就是入口也是出口，那些进来的没有出去，可能真的是想在这里修炼吧。大皇子殿下，进来时候您说的话可还算数？这里面是一处宝地呀，只怕随意捞一些宝贝出去，都能让他们发一笔大财。周恒之前就说过，进来之后能得到多少宝贝是各凭本事。如果这话还算数，那他们可真的要发大财了。周恒淡淡的点头。此前本皇子所说之话一概算数。此前本皇子所说之话一概算数。若你们有谁现在想要分离，本皇子也无怨言。但你们是自愿离去，没有留在本皇子身边，那么你们出事，本皇子也不会为此事负责。此今把要离开的人名字划去。周恒这话一出，立马就有三三两两的好几拨人恭敬地对周恒拱拱手道别，报了自己的名字之后离去。召集而来又留下的已经没几人了。周恒面色平静，他坚毅地看着远处。进山。走了一段很安静的路，林子里也静悄悄的。之前他们见过的大鸟，竟然一直也没有看见。丫头，多注意脚下，别踩着药了。吴老头出声提醒，这样好的地方容易出宝物啊，他们医者最在意的就是药材。苏小璐点头，他有注意脚下的，在这里因为灵气太充足了，寻常的草木都长势喜人，随意一棵草木都有手指粗。苏小璐发现了一株人参，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挖掘。这株人参品相极好，看着至少有300年了吧。小姑娘非常聪明，不让苏小璐近身，只抽鞭子。哼，让你瞧瞧我灵蛇鞭的厉害。小姑娘神采飞扬，一鞭一鞭抽得灵活，这鞭子在她手中好似活了一样。苏小璐已经收剑，她知道这姑娘鞭子用得好，就改变了策略，随手摸入袋子，一把银针在手，内劲推动，嗖嗖嗖就直逼小姑娘而去。你使诈！臭丫头，技不如人就技不如人，说什么使诈？就准你用你擅长的，不准我徒儿用他擅长的吗？苏小璐轻功好，内力厚，找准法子就很快地占了上风。老婆婆蠢蠢欲动，吴老头不屑，很鄙夷。咋的？小的打不过，老的要帮忙，你当我们没人呐？小子，你看得下去他欺负你徒儿不？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挖掘。这株人参品相极好，看着至少有300年了吧。一位老婆婆出声。吴老头翻了个白眼。咋的？你想抢？哼，老爷子，我家婆婆不是要抢，只是这里面的东西应该是能者得，宝物耀眼，晚辈只是想要请教请教。老婆婆身边的小姑娘笑盈盈的，很有礼貌。哼，这年头
枪都能说得这么好听了，废话那么多做甚？丫头上，给他点教训。这里老夫来。他家可不是吃素的，自从苏小璐发现了人参，虎视眈眈的目光就有不少。这老太婆只是先一步做了别人想做的事情，开了这个头，也算是给了其他人一个理由。大家都观望着，苏小璐也不退缩，剑出鞘，飞身就朝着那小姑娘而去。小姑娘眉头一扬起，从腰间抽出一物，唰的一声，鞭子破空而来。苏小璐轻盈避开，小姑娘非常聪明，不让苏小璐近身，只抽鞭子。哼，让你瞧瞧我灵蛇鞭的厉害。咋的？小的打不过，老的要帮忙，你当我们没人呐？小子，你看得下去他欺负你徒儿不？贵友脸色沉了沉，手中的剑已经出鞘3寸，寒光乍现。只要老婆婆出手，他也会出手。苏小璐将小姑娘拿鞭子的手打痛，长剑逼向小姑娘的脖颈。你输了。小姑娘很不服气，还想再动。白柳夫人，白许姑娘这才初出进山，这物本就是苏鲁先看见的，你们也交手过了，应该适可而止了。你们也不想之后苏鲁师徒3人紧盯着你们师徒吧？刘子金面带笑意，他对老婆婆师徒2人抱拳，又对着苏小璐几人抱拳。许儿，住手！白柳叫住了不服气的白许。哎呀，原本也不觉得咋样，这会儿看着竟觉得顺眼的很，比那500年、1000年的人参呐，都让老头子我稀罕。哎，丫头，来，收好了。吴老头把人参递给苏小璐，苏小璐点头收好。殿下，老身建议咱们该继续赶路，走个3、2天后再安营扎寨，然后再自发寻找宝物，约定个时间回营地集合，再一同出来。白柳脸色沉沉，他朝着周恒谏言：“这老头可真能气人，他们师徒不过是做了其他人想做而没做的事情，这有什么错？”周恒看了看远处的山峦，再看了看众人。本皇子的目的地是那座山峰，如果路上谁遇到什么好东西，若要采摘，可离队采摘，本皇子不会等候。到时候你们是愿意离队还是跟上来，都可自行决定。本皇子不会等候，到时候你们是愿意离队还是跟上来，都可自行决定。对此谁也没有意见。苏崇对苏小璐轻轻颔首，苏小璐回了一个放心的眼神。周恒这样做非常的对，苏小璐是不会怪他的。他和2位师傅也不怕谁找茬，江湖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或许是因为苏小璐遇到了人参，接下来行路大家看路也比较仔细了，身手好的还会离队在边上开路，一时间路也变得很宽敞。那位叫白许的小姑娘也用鞭子抽断杂草和小树木开路。这样没走多远，就有一个微胖的中年人发火了。喂，臭丫头，你是不是没有家教？你这样开路搞破坏，有什么宝物都被你打坏了。死胖子，你说谁没有家教？白许顿时就怒了，交手不可避免。胖胖的中年男人可不会顾惜白许是个小姑娘，对于小姑娘挥过来的鞭子根本不看在眼里，伸手就抓，但顿时就吃痛，他手掌很快就冒了鲜血。你这丫头，好毒的心，竟然在鞭子上装了小刀！凭什么说我狠毒？你这丫头，好毒的心，竟然在鞭子上装了小刀！凭什么说我狠毒？明明就是你技不如人！切，不自量力！你臭丫头！胖大叔抓住鞭子，咬牙切齿地叫着白许，然后重力一拉，白许猝不及防，重力失控，就朝着胖大叔倾斜。他杏眸大睁，就见胖大叔用力一震，一股内力震起的白烟顺着鞭子而上，白许在顷刻间松手，鞭子再一次易主了。胖大叔也没留情，抓着鞭子尾就是一鞭子抽在白许趴下的后背上。呸！然后扔掉了白许的鞭子，就走回挚友身边。挚友拿出金疮药，就准备给他上药。等一下！胖大叔和其他2位挚友都看向苏小璐，神色凶煞。等一下，现在不能上药，这位姑娘的鞭子有毒。什么？胖大叔诧异，随后他脸色一变。我感觉我手有点麻，没力气了。
他的挚友都皱起眉头，立马拿出解毒丹药喂给他吃。苏小璐却是走向白许。白姑娘，大家都是一路人，没必要这样，把解药拿出来吧。没有解药。白姑娘，大家都是一路人，没必要这样，把解药拿出来吧。没有解药。你这臭丫头，怎么能在武器上用毒啊？你心思太恶毒了，赶快把解药拿出来，别逼着我们出手。胖大叔的好友愤怒出声。白姑娘，这丛林之中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危险，大家结伴而行，说不定后面还需要他人出手相救，把解药拿出来吧。老太婆，赶快叫你徒弟拿解药来，不然我们哥几个也不是吃素的。胖大叔的2个友人朝着白柳这边走来，白柳老脸沉着，并不说话。白许咬唇，没有解药，我在武器上用毒，这不是很常见的事吗？谁让他抓我鞭子了？再说了，你不也有暗器吗？你的暗器难道没有毒吗？苏小璐摸出银针，她伸手到白许面前，这就是普通的银针，是无毒的。什么嘛！你说没毒就没毒，多少毒是无色无味的，我才不上你的当。你的有没有毒关我什么事？反正我这个毒就是没有解药。再说了，他不也抽了我一鞭子吗？我的后背不也伤了？我还是女子呢，留疤了多难看。你的有没有毒关我什么事？反正我这个毒就是没有解药。再说了，他不也抽了我一鞭子吗？我的后背不也伤了？我还是女子呢，留疤了多难看。我伤他，他伤我，这不是扯平了吗？凭什么说我狠毒？而且挑起矛盾的是他，他要不爽，他也可以像我一样破坏草木，又没有人拦他。他挑事儿，我难道还要忍着不成？白许不服气地瞪着苏小璐，手里的鞭子已经握紧了。如果苏小璐要为胖大叔讨公道，那也别怪他不客气了。百夫人，大家结伴而行是为了寻宝。在下知道各位在江湖上都有自己的地位，但现在在此处，大家少不得要相互团结。只是言语纷争，适可而止就好了，犯不着伤人性命，是吧？刘子欣走了过来出声，他谦逊有礼地对着白柳拱拱手，看向了白许。白姑娘，拿解药吧，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姑娘或许是不怕，但此地方非同小可，个人力量强大，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姑娘或许是不怕，但此地方非同小可，个人力量强大，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你看，这些树木都异常庞大，那么生存在里面的畜生，会不会也很庞大？姑娘此时不给解药，那你们双方动手两败俱伤，不时面对凶兽险境，无人相拉，你们又该如何出险境？姑娘，方才的话，在下觉得极其有道理。出手是他在先，你们2人相互讨教过招，如今结束了，也不是深仇大恨，也无需置人于死地，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刘子金对着白许拱拱手，说的好像我救了他，他就会救我一样。他不看刘子金，因为刘子金非常的温和，面对这样儒雅的男子，他也凶恶不起来。白柳看了看刘子金，沉声对白许开口：许儿，拿解药给柳大人。白许依然很傲慢，但还是从袖口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了一粒药丸给刘子金。给你。刘子金接过，谢谢白姑娘。倒出了一粒药丸给刘子金。给你。刘子金接过，谢谢白姑娘。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就这样化解了。刘子金拿了解药过去给胖大叔，胖大叔吃了解药一会儿，他动了动手，就觉得没有问题了。他的好友给他上药包扎，继续启程。苏小璐看了一眼白许，恰巧白许也看向他，视线相对，白许冷傲地把头扬过去，哼了一声。哼！这回走路，白许安静了。苏小璐脑海里就想起了3个字：熊孩子。白许做什么，白柳并不管他，他受了伤，白柳也不在意。这师徒俩关系看着好冷清啊，没有一点人情味。白许目中无人，脾气极差，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性格，只怕是无形之中形成的。苏小璐不由得看了看身边的冷傲老头，心里一暖。吴老头傲娇的抬头，现在知道他的好了吧？苏小璐不由得看了看身边的冷傲老头，心里一暖。
吴老头傲娇的抬头，现在知道他的好了吧？龟油嘴角微微勾起。老头的傲娇，苏小璐哭笑不得，但他家老头的确是好，打小就疼他。不过有些死鸭子嘴硬，会恐女症的傲娇鬼，但这些小毛病只会让老头更加可爱。一路上，苏小璐发现白许没有吭一声痛，哪怕他两颊都出了细密的汗珠，他也时刻注意着白柳的脸色。天快黑的时候，周恒停下来休息。在这陌生的地方，晚上不适合走夜路。不知道这什么情况，所以也没有生火，大家席地而坐，吃着干粮。白柳去了周恒那边，似乎有话要说。白许看着他过去了，他才起身避开了人群。身上的伤实在是有些疼，赶路一天，衣服摩擦着伤口，让他更难受。他正准备褪下外衣，随便上点药，就听到身后有动静。他警惕回头，没好气的开口：“你来干什么？别以为我现在受伤了就怕你！你来干什么？别以为我现在受伤了就怕你！”苏小璐微微笑了笑，她拿出金疮药递给白许：“上点药吧，给。”白许犹豫不决，他看着苏小璐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好心？一开始他们想要抢东西，应该要恨他才对，怎么会帮他呢？白许眼神暗了暗，这肯定是有毒的。如果你怕我下毒害你，那就算了吧。说着，苏小璐准备收回手，但下一秒，白许伸手恶狠狠地抢走了药瓶子。哼，别以为我会感谢你，别以为你能骗得了我。我要是中毒了，我有法子弄死你。随你。苏小璐说完就转身回了。白许咬唇，看着苏小璐的背影，目光有些茫然。最后他一跺脚，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他身边空荡荡的，因为他们师徒不好相处，周围并没有人愿意靠近他们。比起其他人三三两两围坐说一些有趣好笑的，这边异常的冷清。切！白许看了那边一眼，看着苏小璐在给两位师傅捏肩捶背，他鄙夷的切了一声。切！白许看了那边一眼，看着苏小璐在给两位师傅捏肩捶背，他鄙夷的切了一声。他渐渐有了困意，却不敢睡。他不住地朝着周恒那边张望着，待看见那个冷沉的人回来，他才松了口气。等白柳走近了，婆婆，我可以睡觉了吗？白柳神色冷漠，看了一眼白许。白许如获大赦，靠着树干，眼皮一闭就睡了。夜晚，很多人都没有真的睡着，只是坐下运转内息，吐纳气息。吃过东西之后，大家都默契的安静下来。林子里静悄悄的，竟然一点虫鸣声音都没有。苏小璐睡不着，这里太奇怪了，怎么会一点动物生存的痕迹也没有呢？她放开五感，轻轻地嗅着。这丛林里树木的气味太浓郁了，淡淡的草木香味入鼻，夹杂灵气，非常的舒服。她的嗅觉很好，她觉得自己好似长了个狗鼻子，在这么多复杂的气味里嗅，她才嗅到一点点的血腥和很淡很淡的兽类的腥臭味道。知道有兽类，她是放心的，她才嗅到一点点的血腥和很淡很淡的兽类的腥臭味道。知道有兽类，她是放心的，但很快新的担忧又浮现出来。这一大片的地方幽静，没有兽类生活的痕迹，这说明这块地域被标记了。苏小璐安心睡觉，一夜无事。第二天起来，大家收拾一番，吃了干粮就继续赶路。周恒的目标很明确，但其他人见没有什么危险，和自己有人结伴四处走了走，都想着能找到个宝贝药材什么的。就连苏小璐都飞身上树看一看地貌。树上有鸟，但这些鸟都很安静，即便是惊飞，动静都很小。午时，大家就地休整。苏小璐摘了一些野果子回来，分给两位师傅吃。白许看了他一眼，起身对白柳说道：“婆婆，我也去摘点野果给你尝尝，他们都吃了，要有毒也是他们先死。”说着，白许还用手指了指苏小璐这边：“去吧。”白许朝着苏小璐回来的方向离去。没多久，白许就捧着果子回来了。婆婆给。白许这时候的样子全然没有一点锋芒，
和普通讨好大人的孩子一样。白柳过分冷漠，接过来只咬了一口就吐在了白许脸上，然后把果子砸在他怀里，没有说一个字，但态度却表明了一切。白许愣了一下，然后就是低头认错。婆婆，对不起啊，我错了，我这就把它们都丢掉。白许站起来，愤怒地把所有果子全部踩得稀巴烂，然后跪在白柳面前。白柳闭上眼，一言不发。白许跪得笔直，不说话也不起来。大家都看见了，感觉白许有点可怜。他是这么个古怪的师傅，但没有人说话，因为白许脾气不好，张扬跋扈。这时候替他说话，难免要落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人们只是猜测，难道这师徒俩私下就是这样相处的？哎呀，可真畸形！哎呀，可真畸形！吴老头啧啧摇头，这话所有人都认可，可不就是畸形吗？白许怒气冲冲地瞪着吴老头。我不准你说我婆婆坏话！吴老头翻了个白眼。老夫可没指名道姓，少来对号入座了。老夫说这草木不行吗？非要上赶着来找骂。白许，你闭嘴！白许愤恨地瞪了苏小璐三人一眼，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了。哼，这果子真好吃啊！好徒儿，回头再给师傅找些来，师傅爱吃的不得了。论气人，吴老头从来就没输过，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了。好的。他感觉白许的目光要把他活剥了，而且这野果子味道是真的不错。白柳为什么不喜欢，还阴阳怪气的？苏小璐搞不懂。只不过有他那样一位师傅，白许有这样的喜怒无常脾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只不过有他那样一位师傅，白许有这样的喜怒无常脾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休息了2刻钟，大家继续出发，朝着周恒既定的地方走。申时过后，丛林突然传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兽吼声音，声音很大，那一声吼叫，鸟群都飞走了一大群。周恒等人也都停了下来，警惕地看着四周。苏小璐放开五感，她闻到了兽类的腥臭，腥臭味被风吹来，而且越来越浓烈。隐约的，他们听见了人的呼喊声：“救命啊！”有声音急速地朝着这边而来。周恒当机立断下命令：“所有人请进！”这是他们进山1天1夜后第一次遇见兽类，是什么样的兽类？会不会推翻他们曾经的认知？一切都是兴奋、紧张、期待的。兽吼的声音越来越近，苏小璐看见2个狼狈的人影运用轻功而来，而在他们身后100丈远是一头巨大的兽类。兽吼的声音越来越近，苏小璐看见2个狼狈的人影运用轻功而来，而在他们身后100丈远是一头巨大的兽类，看着像是一头巨大的熊。从特征上看和熊类差不多，但它比正常的熊更巨大，鼻子也更尖一些，还隔着100丈。它愤怒嘶吼，口里的唾液都喷进很远，它的腥臭味简直扑鼻而来。它半走半跑，粗重的呼吸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它足足有外面熊10个那么大。它一路泄愤，随意一拍，粗壮的树干都被它拍掉一层皮，木渣飞扬。或许是因为惹怒他的人有轻功，他追不上，所以他非常的愤怒。大皇子殿下，快杀了这头怪物啊！他力气巨大，他是要杀人的，被他抓住，他会直接撕裂人的。他们离开的时候是3人一起，通过他急切紧张的描述，不难猜测，他们的另一个同伴被那巨熊抓住撕裂了。雷山打法！苏崇大声说道，然后带着10数名黑衣人飞身迎上去。雷山打法！苏崇大声说道，然后带着10数名黑衣人飞身迎上去。其他人则是观望，这是他们进山后第一次遇见兽类，这么大的兽类，以后会遇见的概率只多不少。如果看见就只知道逃，那么对这异界，他们永远都没有勇气来探索。那雾气是能出去的，现在只是这些东西不愿意出去。但如果他们有一天出去了呢？所以对上是迟早的，要杀掉也是迟早的。面对像山一样的猛兽，没有人退缩。
一时间，除了刀光剑影，就是猛兽的嘶吼，腥臭的唾液，粗重的喘息。这头巨大的熊类，姑且把它认成熊，它不但体壮如山，力大无穷，还皮糙肉厚。寻常的剑刺不动它的毛发，那宛如钢丝的毛发又厚又重，刺不伤。但人们这样的行为彻底把他激怒了。我的天，这玩意儿要怎么杀？我的天，这玩意儿要怎么杀？有人忍着心中的畏惧发出疑问：这么大的熊，有武功有刀剑，尚且如此吃力，若是平凡百姓遇见了，那真的是一点活路也没有，跑不过也打不赢，这太可怕了。范家兄弟，你们是怎么把这玩意儿惹来的？胖大叔看向还在喘息的那两人发问。劫后余生的两兄弟神色都很苍白，天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和这大熊一战之力的能力都没有，若非轻功好点都逃不出来。周恒看向两人，范老二咽了咽喉咙：是我家大哥发现了一只凤凰鸡，我们准备捉它，那玩意儿趴在那睡觉，一点也看不出来啊，我们不小心踩到它了。我家大哥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家大哥，活生生的把我大哥给撕了。我和三弟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我们的刀剑轻而易举的就被他折断，我和三弟这才逃跑。节哀，唉。胖大叔叹了口气，人们都看着那巨大的熊陷入了沉思。这个神秘的地狱真的是他们能踏足的吗？周恒皱着眉头。苏虫在发现刀剑刺不动的时候，就转换了方式，刺他眼睛。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暗卫，个个武艺高强。一人受伤，周恒立马下令让人把他拖回了上药。吴老头过去看，都面露凝重，他摇摇头，这没救了。熊掌锋利如刀子，都快把人齐齐割开了。这人没死，也就还剩最后一口气，胸骨断裂，内脏都伤了，鲜血跟流水一样往外冒。撒金疮药上去根本止不住血，只是几息，更多的血就把药粉冲掉了。才短短片刻，他就断气了。大皇子殿下，这东西也太可怖了，要不要往后撤一撤？白柳沉声提议，这凶兽哪怕他们习武多年，遇上了也只有逃的份儿。大皇子殿下，这东西也太可怖了，要不要往后撤一撤？遇上了也只有逃的份儿。周恒没说话，他凝重地看向不远处和大熊缠斗的苏虫，他心里是紧张的，却也期待着苏虫能打败这东西。苏小璐和归游对视一眼，二人飞身跃去。苏虫是他大哥，是归游的徒儿，他们自然不会不管。又加入两个高手，大熊怒吼声音更凶狠，一声声的咆哮让人耳朵都痛。人们专朝着他的弱点攻，眼睛、鼻子这些脆弱的地方刺，还要灵活的躲避，不然被他一抓，那小命儿也没了。苏小璐和苏虫配合起来，一左一右，一进一退。终于，苏虫一剑刺进了大熊的眼睛里，瞬间拔出来，黑色的血混合着浆液喷溅出来，也惹得巨熊发狂，一掌一掌的乱拍，想要突围逃离。苏虫抓着他脑袋的毛发，神色严谨，或许知道危险，巨熊晃着脑袋，似乎要把苏虫甩下去，还故意往树干上面撞。不得已之下，苏虫只能松手，飞身避开。巨熊晃着脑袋，似乎要把苏虫甩下去，还故意往树干上面撞。不得已之下，苏虫只能松手，飞身避开。巨熊怒吼着逃离，一路破坏，简直是灾难。苏小璐飞身落于苏虫身边：“大哥，没事吧？”小璐，这东西太厉害了。周恒损失了一人，还有一个暗卫伤了手臂，那只手臂几乎废了，伤口外翻，深可见骨。吴老头在给他处理。就这么短短一刻钟，这片林子就像是遭遇了大灾难一样，花草树木全都被摧残得不成样子。大家做好防范，休整一下就离开此处，接下来搜寻尽量小心，不要惊动这些猛兽。对此没有人有异议，大家休整了一番就继续前进了。有了这次事情，大家都沉静了，一路上都没有再闹出什么动静来。随着深入腹地，他们遇见了巨大的熊脚印，还有那标记领地的熊爪的印记。即便是两人合抱的巨大树干，熊爪都轻而易举的在上面留下沟壑痕迹。
还有那标记领地的熊爪的印记。即便是两人合抱的巨大树干，熊爪都轻而易举地在上面留下沟壑痕迹。远离大熊领地后，开始有其他生物的痕迹了。避开这些标记，周恒选定一处地域安营扎寨。这个位置可攻可守，猛兽来袭也不怕，有反应的时间和余地。林中是有鸟的，所以狩猎鸟类作为了首选。大家轻功都不错，吃干粮也都吃腻了，所以纷纷如蛇一样上树掏鸟窝打鸟。鸟类也不小，但比起如山一样的大熊，鸟类可真友善。苏小璐用剑对穿了一只大鸟，捡了鸟窝的鸟蛋，然后提着足足有10斤的大鸟回到营地。师徒3人已经升起了篝火，准备烤鸟。苏虫走过来，两位前辈，不介意的话，我来为你们效劳。不介意。两位前辈，不介意的话，我来为你们效劳。不介意。龟游淡淡开口，他们仨没一个厨艺好的，这鸟看着还不错，可不想白白糟蹋了。苏虫厨艺尚可，比不上苏小玲，但比苏小璐强多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大鸟随便烤一烤都香得很，怕肉味引来其他的猛兽，大家距离都近，火堆都是大火，还在外围放置了畜生都不喜欢的臭包。小璐，咱们明天呢可以去追踪那一头熊了。我这剑上呢有些毒，我不知道分量怎么样，如果过重了，我们就收集些皮毛和利爪也是好的。那熊掌比刀剑还坚硬，如果用来做武器应该很不错。普通的刀剑对付这样的猛兽是没辙，但如果用猛兽本来的利爪呢？好，明天四处搜寻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让师傅跟着3哥他们。鸟烤好了，苏虫把2只巨大鸟腿给了2位师傅，他把肉好的鸡胸位置分给了苏小璐。鸟肉很香，油脂丰厚，谁也没有客气。鸟肉很香，油脂丰厚，谁也没有客气。这些生灵本就被灵气滋养，吃一口都觉得是在吃大补药，胃里顶饱，还有一股暖流温暖着4肢百骸，让人觉得非常舒服。鸟蛋也很香，烤得焦香焦香的。吃饱喝足，大家都只在周围前走。天黑了，大家围聚在一起休息。到了晚上，丛林也很安静，这里的兽类即便捕食，动静都不大，大家都在吐纳气息。老是嚷嚷的吴老头都不嚷嚷了，在见识过那巨大的熊之后，他就自觉勤快。时不由人呐，即便是黄土埋脖子，也不得不勤快。蝼蚁还尚且偷生呢，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可怕的巨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入世，实力强大点儿才能跑得快点儿。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恨不得一夜飞升。天微微亮，把昨夜吃剩的鸟肉烤热吃掉。苏小璐和龟游就一起离队了。吴老头跟着刘子金带了个人一道在周边探寻。苏虫悄悄离队去和苏小璐、龟游会合。返回前日大战的地方，血迹已经干枯，但大熊破坏的东西痕迹明显，这是没法复原的。循着血迹，3人一起找去。苏小璐拿出个药瓶，倒出3粒药丸，分别递给苏虫和龟游。把这个捏碎了涂在身上，可以掩盖我们自身的气味。兽类嗅觉是很好的，异常的气味它们很容易闻出来。如果是寻常兽类，那这一颗药化水涂一涂，能管一大群。现在每人1颗，一切都是慢慢试探出来的。他们3人武功都高，就算正面对上，脱身也不是问题。那大熊受的重伤，一路磕磕碰碰，碰坏了不少东西，找来也并不难找。为了防止正面对上，苏小璐压低声音：“上树。”他无感放开，属于巨熊的腥臭无比刺鼻。这一片地应该就是巨熊的家园，他们离得已经不远了。上树，再慢慢推进。又过了2刻钟，苏小璐他们都看见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巨熊一动不动，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死了。苏小璐他们都看见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巨熊一动不动，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死了。苏小璐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竟然死了。3人靠近，到了巨熊身边的树，由上往下看。巨熊一动不动，一颗大脑袋肿得很大，它周身都是血迹，还有一些灰白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龟游丢了个石头砸下去，没有任何动静。3人下树，
到大熊身边，纷纷沉思。用毒就能致死吗？龟友若有所思，感觉有些意外，但想想也正常。巨兽庞大，但智力有限；人脆弱，但脑子聪明。应对应不行，那就迂回再来。兽类的脑子可没有那么多弯弯道道。看来是头勤劳爱磨爪的好熊。苏虫在想办法割开，龟友给了他一把小匕首。用这个，用了还我，我就这一把。这样的材料再也找不到了。苏虫在想办法割开，龟友给了他一把小匕首。用这个，用了还我，我就这一把。这样的材料再也找不到了。苏虫点头，这匕首上手不重，但他没见过。龟友如此宝贝，必定不凡，用来切割一下子就顺手了。苏小璐则是看着那可疑如同猪肚一样的灰白之物，他在巨熊肚腹检查了一下，这似乎是一头母熊，这个东西好像是它的子宫。苏小璐疑惑的嘀咕，他就是觉得奇怪，是子宫的话，这子宫好似太大太厚了。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它这么大，看来它不单是死于中毒，可能还死于难产。苏小璐在周围找了起来，如果能找到小熊，那猜测就能得到证实了。这么大的熊，生下来的小熊应该也很大。周围也没有什么动静，可能是小熊也死了，也可能是小熊趋利避害的天性激发。它还活着，但它很安静，不发出一点声音。龟友看苏小璐找，轻声嘱咐：哎，小心一些，这东西的后代哪怕刚出生都不能小看了，小心为上。哎，小心一些，这东西的后代哪怕刚出生都不能小看了，小心为上。就算是刚出生的幼崽，说不定利爪都无比锋利，如果它躲在暗处伺机偷袭，不小心挨上一爪子，说不定会受重伤。苏小璐点头，拿着剑时刻准备着。就着母熊的范围找了好几米，什么也没看见，也没找着，再远就没有任何痕迹了。或许是已经走远了，或许是他猜错了，什么都有可能。苏小璐回来，看着苏虫已经把大熊的熊爪一根根收拾了出来，熊皮也都剥下来。这东西很坚硬，很难刺破，可以用来做软甲，制作会很费力，但保命也是真的保命。熊肉已经有些变色，是中毒加腐烂，已经不能食用了。剥皮还要很久，苏小璐把那一块灰白的厚肉剥动自己看，用刀切开，里面还有血水混合物。这到底是不是大熊的子宫啊？或许第一遍他比较粗心，漏过了什么。苏小璐决定再找一遍。没多久，他看见了一个小东西。苏小璐决定再找一遍。没多久，他看见了一个小东西。那是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东西，白色的。苏小璐蹲下来，用手戳了戳，小东西还是活的。这会是大熊的崽吗？怎么看都不像。这东西有一根细长的尾巴，有点像是小老鼠。小东西还活着，但也不怎么精神了。苏小璐把它提起来，挣扎了2下就放弃挣扎。发现了什么？龟友从后面而来。苏小璐把这个疑似大熊幼崽的东西给龟友看，龟友一脸嫌弃：这不是老鼠崽吗？看着就很恶心，他是一点都不想靠近。苏小璐用手捧着，走到龟友身边：龟友师傅，你说这会不会是大熊的崽崽？龟友看了看，白白的身子，只有一个婴儿拳头大，那么大的熊生这么小的崽？这小东西有一根老鼠尾巴。丫头，你想多了，这就是老鼠崽。